啥味儿啊，这么上头？一股高级熏香的味道直接往魏安鼻子里钻，他眼皮动了动，一睁眼就见头顶上挂着流苏的黄帐子，一看就很贵的那种，身下也不是他那破木板床，滑溜溜冰凉凉的。丝绸啊，这是跟水似的这触感，重点是旁边还有个热乎乎的人，那呼吸声都吹魏安耳朵上了。我靠，这谁啊？魏安整个人直接石化了，他跟个机器人似的，脖子一格一格的转过去，然后就看到一张睡着的侧脸。我的妈，这侧脸绝了，大美女啊！反正他认识的宫女里没这号人物。昨晚断片了，魏安就记得喝了杯酒，特别烈，然后好像又听见谁叹了口气，咋来的这儿完全想不起来，就记得有双软软的手摸了他的脸，手上还有茧子，估计是经常写字的那种。这时候旁边的大美女睫毛颤了颤，醒了，她没立马睁眼，打着哈气，特别慵懒的样子，然后一个翻身，正对着魏安，眼睛唰的就睁开了，一双凤眼十分的平静，完全没有正常女生那种身边突然躺了个男人啊，你是谁的惊吓感。他就这样看着魏安，魏安的心脏咯噔一下，想说话，结果嗓子干得跟砂纸似的，一个字都蹦不出来。结果那美女先动了，她伸出一根手指头，冰凉冰凉的，直接点在他嘴上，把他想说的话给堵了回去。嘘，他坐了起来，被子从肩膀上滑下去，那皮肤那锁骨啧啧，他跟没事人一样，对着帐子外面随便喊了句水，声音不大，但外面立马就有人回话。一阵小碎步，一个人影恭恭敬敬地停在3步远的地方。娘娘，水备好了。娘娘。魏安脑子嗡的一下，差点死机，不过现在脑子还是一片浆糊，想不起事来。他掀开帐子就下床了，光着脚踩在地上，接过丫鬟递来的水，漱口擦脸，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优雅的不行。魏安还跟个傻子似的僵在床上，就那么看着他的背影。他随手披了件外袍，袍子上绣着金光闪闪的凤凰，给他也10多10多。他头都没回，语气平淡，但又好像很满意似的。1刻钟之后送他回司礼间。是，太后娘娘。那丫鬟的声音里明显带着一丝震惊，但更多的是服从。太后。这下他一下子就记起那张脸是谁了，他猛地抬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死死盯着那个背影。永安宫的老大，现在那个女皇帝他妈，传说中才36岁就玩转朝堂，牛逼的不行的女人。而他呢，一个名义上从小被他带进宫的小太监，昨晚把他给。太后终于回过头，凤眼一眯，看着他那副吓傻了的表情，嘴角居然勾起个笑，那笑要多玩味有多玩味。咋了？他声音里总算带了点情绪，跟开玩笑似的。咱家昨晚没伺候好你。咱家这俩字本来是太监自称的，从他嘴里说出来，那讽刺效果简直拉满了。魏安的血一下子就凉了，下一秒又全冲到了脑门，吓得心脏都快停了，但求生欲还在疯狂报警。快动啊，死腿！想死吗你？他手脚并用，连滚带爬的滚下了床，衣服都来不及穿，光着膀子扑通一下就跪了，脑门死死磕在地上。奴才该死！魏安声音都吓劈叉了，抖得不像话。他哪敢抬头啊，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跟打鼓一样砰砰作响，头顶上死一般的寂静，每一秒都跟过年似的那么长。魏安感觉那道看戏的眼神就落在他光着的背上。得，忘了说了，哥们是穿越来的，上辈子就是个苦逼历史系学生，在图书馆干论文，结果刚出去干饭被泥头车一波带走，来了这儿成了这个也叫魏安的小太监。万幸的是，这身体不知道咋回事躲过了挨刀子，这是他最大的秘密，也是他能在这鬼地方活下去的底气。他从小就被当时还是皇后的太后养着，读书写字待遇比别的太监好多了。他一直以为是自己人机灵会来事儿，天天装得跟个无害小绵羊似的，就盼着哪天能混出宫去。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苟下去了，结果昨晚这一出直接把他打回原形。闹了半天人家啥都知道，知道他是个假太监，留着他就跟在后院养了个小宠物，等养大了觉得好玩了就把笼子门给打开了。图啥？魏安不敢想，想了也没用，在大佬面前你瞎猜就是作死。起来吧。终于大佬发话了。谢太后。魏安跟个僵尸似的撑着地爬起来，头一直低着。清河，带他去换衣服。是，就是刚才那个丫鬟，太后的心腹。他走到魏安跟前，低着头也不敢看他，小声说：魏公公，跟我来吧。他声音也抖。魏安就跟着他走，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他能感觉到太后的视线一直在背后盯着，直到他走出那个门。偏殿里，
新太监服都准备好了。清河把衣服给他，就赶紧溜到门外去了。魏安拿起衣服，手抖得跟帕金森似的。他深吸一口气，强制冷静，穿衣、系腰带、戴帽子。他重复着每天都干的事，想找回点安全感。可一照镜子，看见镜子里那张小白脸，他就知道回不去了。镜子里这小伙长得还挺帅，就是白得有点不健康。收拾完，一开门，清河还在外面等着，眼神那叫一个复杂，瞅了他一眼，又赶紧低下头。公公，我送您回司礼间。谢了。魏安的声音已经听不出啥情绪了。俩人一前一后走在宫里，路上人来人往的，清河紧张的要死，老是下意识放慢脚步。魏安倒是一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影子，脑子飞速运转。这到底是试探，还是大佬一时兴起想不通？大佬的心思你别猜，他只知道自己现在就是个工具人，被大佬藏了10几年，现在终于要派上用场了。至于用在哪，用完会不会被扔掉，鬼知道。这种命运被人捏在手里的感觉太操蛋了。司礼间到了，以前觉得是自己的地盘，现在看着跟阎王殿似的。清河姑娘，就到这吧。魏安停下脚步，我自己进去就行。清河跟得了圣旨似的，赶紧行了个礼，跑了。魏安看着他的背影，笑了笑，那笑比哭还难看。整理了下衣服，吸了口气，走进了司礼间大门。一夜没回来，肯定有人嚼舌根，他都想好借口了。太后叫我去回答问题，结果忘了时间，就在永安宫凑合了一晚。这理由没毛病，谁都知道他是太后跟前的人。结果刚进院子，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就飘了过来：哟，这不是魏安吗？还知道回来啊？我还以为你攀上高枝，瞧不上我们这小庙了呢。说话的是个叫赵良的太监，管抄书的一直看他不爽。魏安懒得理他，直接往自己屋走。站住！赵良炸了，跑过来拦住他。魏安，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管事？夜不归宿，按规矩要挨板子的。魏安停下来，抬头特平静地看着他。赵管事，他慢悠悠地说，我昨晚在永安宫，太后留的。你要是有意见，是想去问太后呢，还是想去问我们掌印大人？直接把2个最大的后台搬了出来。赵良的脸瞬间就绿了，他敢去问太后，借他俩胆儿也不敢啊！你，他指着魏安，气得说不出话。魏安绕开他走了，身后传来赵良气急败坏的骂声和旁边人的偷笑声。魏安推开自己房门，屋里就他一个人，门一关，他整个人都软了，靠在门上大喘气，后怕。现在才真的感觉到了。他走到桌边，灌了杯冷茶，脑子总算清醒了点。不行，不能就这么等死，必须想办法。他开始回忆昨晚那杯酒，绝对有问题。喝完就上头了，浑身发热，脑子不清醒。是太后下的药，他到底想干嘛？就为了爽一下？扯淡！能混到垂帘听政的女人，能这么简单？他干的每件事背后肯定有别的目的。现在的女皇帝是他亲闺女，可历史上妈和女儿斗起来的还少吗？所以太后需要一把刀，一把听话的，能帮他干脏活，还绝对不会反咬一口的刀。一个有天大把柄在他手里的假太监，简直是完美人选。想明白这点，魏安浑身发冷。得，自己成棋子了，还是那种随时会被扔掉的炮灰。咚咚咚，敲门声。魏安吓得一激灵，猛地看向门口。谁？魏安哥，我小林子，是同屋的小太监。魏安松了口气，去开门。小林子探个头进来，手里捧着个食盒。魏安哥，你回来了，这个永安宫刚送来的，说是太后赏你的。魏安一看那食盒，瞳孔都缩了。黑色的盒子上面有个红色的莲花标记，永安宫专用的。他的心直接沉到了底。来得真快。他接过食盒，说了声谢了，关上门，打开食盒，里面不是啥好吃的，就一碗黑乎乎的汤，还冒着热气，一股浓浓的药味。难不成是毒药？汤碗边上还有张小纸条。魏安拿起来一看，上面就一个字，写的还挺好看。呵，就这一个字，写的那叫一个霸气侧漏。魏安盯着那碗黑乎乎的汤药，感觉自己看的不是汤，是自己的断头饭。哼，还是不喝，这还用选吗？在大佬的地盘上，大佬让你喝，你敢说个不字，头给你拧下来。再说了，这玩意儿是毒药吗？魏安觉得不像。太后要是想弄死他，有1万种方法，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昨晚直接在床上就能结果了他，保证无声无息。所以这碗汤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他听话。里面加了啥料，他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肯定不是啥好东西，搞不好就是那种能控制人的玩意儿。魏安端起碗，手有点抖。
他想起了上辈子看过的那些宫斗剧，什么中心骨、听话水，骚操作一个比一个离谱。妈的，不会真让自己给碰上了吧？他闭上眼，一仰头，跟喝孟婆汤似的，咕咚咕咚就把一碗药给灌了下去。那味道，我靠，又苦又涩，还带着一股说不出的腥气，差点没把他当场送走。他强忍着没吐出来，把空碗往桌上一放。药效来得比外卖还快，一股热流从小腹升起，瞬间冲向四肢百骸。魏安感觉自己跟被扔进了微波炉里似的，从里到外都在发热。他脑子开始发昏，眼前的东西也开始晃悠，桌子变成了2个，床变成了4个。完了，这是要嗨起来的节奏。他晃晃悠悠地走到床边，一头栽了上去。他感觉自己的意识正在往下沉，像是掉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彻底歇菜的时候，怪事发生了。在他的视野正中央，那个天旋地转的世界里，突然叮的一声弹出了一个界面。那是个半透明的蓝色方框，充满了廉价手游的塑料质感，上面还有一行像塑封的字，正在一闪一闪的发光。检测道素主生命体征剧烈波动，求生欲已达临界值，宫斗不如当海王系统正在绑定，绑定成功，新手大礼包已发放，祝您游戏愉快，早日通关。魏安，啥玩意儿？我这是喝了假药，出现幻觉了，还是说我那迟到了10几年的穿越者福利终于到账了？他使劲眨了眨眼，那个蓝色方框还在，他就那么悬浮在空中，只有他一个人能看见。宫斗不如当海王。魏安差点没笑出声，哥们现在小命都快没了，你让我当海王？跟谁当？跟阎王爷当吗？他试着在心里吐槽了一句，这金手指也太不靠谱了吧。下一秒，那个界面居然有了反应。系统提示，本系统为天命编织系列最高端定制版，旨在帮助宿主在复杂的权力关系中生存并获利。所谓海王即关系之王，请宿主不要曲解。嘿，还带智能客服的。魏安来了点精神，他感觉身体里的那股燥热还在，但脑子好像清醒了一点。他试着集中精神去看那个界面，界面很简单，就几个选项：个人属性、人物图鉴、任务列表、背包。一股浓浓的网游风扑面而来。魏安用意念点了一下个人属性，界面立刻刷新。宿主魏安，身份大燕王朝司礼监太监，为体力3，冰灵虚脱，智力7，还算灵光，魅力8，小白脸有加成，权势1，约等于无。综合评价：一个随时可能被捏死的炮灰，活过今晚就是胜利。魏安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这评价也太真实了吧，真实到扎心。他赶紧关掉个人属性，这玩意儿多看一眼都影响心情。他又点开了人物图鉴，图鉴里现在是灰色的，只有一个头像是亮的，那是一个用金色线条勾勒出的凤凰图案，高贵又神秘。他集中精神看向那个凤凰头像，人物杨静瑶，代号凤，身份大燕王朝圣慈皇太后，年龄36，与宿主关系主仆临时情人，棋子当前状态审视玩味掌控好感度副食，你只是个有趣的玩具，忠诚度无法测算，攻略难度地狱级，关键信息1，他知道你的秘密；2，他对当今女帝的控制欲极强；3，他似乎在谋划一件足以颠覆朝堂的大事。魏安看得心惊肉跳，这系统牛逼啊，简直是宫斗版的天眼查。关系那一栏的临时情人后面那个问号，简直是神来之笔，充满了系统满满的恶意。好感度居然是负的，这不就意味着人家随时能把他当垃圾一样扔掉？他赶紧去看任务列表，主线任务已触发，深宫棋局。任务描述：你已成为棋盘上最危险的一颗棋子，活下去，提升你的价值，最终摆脱棋子的命运。当前阶段任务：活过今晚。任务奖励：失败惩罚，死亡。支线任务可接取太后的汤。任务描述：喝下太后赐予的汤药，证明你的顺从。任务状态：已完成。任务奖励：新手大礼包 X1。原来刚才那碗药还是个任务。魏安赶紧点开背包，里面果然静静地躺着一个闪闪发光的礼包，打开。恭喜宿主获得精力恢复药剂 X1， 被动技能言多必失 X1， 精力恢复药剂，瞬间恢复体力至满值。被动技能言多必失，当你试图说出不该说的话时，会自动触发禁言效果，避免祸从口出。
冷却时间1小时。我靠！魏安激动了，这俩玩意儿简直是雪中送炭啊！体力现在只有3，跟林黛玉似的，一阵风就能吹倒。这个药剂能直接把血条拉满，而那个言多必失的技能更是保命神技，在这皇宫里说错一句话就可能掉脑袋。有了这个，等于上了个保险。他毫不犹豫地在心里默念，使用精力恢复药剂，一股清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刚才那种被火烧火燎的感觉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好像能当场打死一头牛。他从床上一跃而起，活动了一下手脚，身体状态前所未有的好。他再去看个人属性，体力那一栏的数字已经从3变成了10，精力充沛，爽。有了这个系统，虽然还是炮灰，但至少不是睁眼瞎了。他现在知道了太后对他的态度，知道了自己的处境，甚至还有了保命的技能。恐惧依然在，但一丝希望已经从心底里冒了出来。他看着桌上那个空碗，眼神变了。从前他是被动接受，现在他要主动出击。不就是当棋子吗？谁说棋子就不能掀翻棋盘了？他深吸一口气，开始思考下一步。太后送来这碗药是对他的敲打和控制，喝了就代表他服了。那接下来他肯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他会怎么做？是直接派任务，还是会再试探他？根据系统显示的审视和玩味状态，魏安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他就像一只猫在玩弄爪下的老鼠，他会享受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所以他不能慌，更不能表现出任何异常。他要比以前更像一个听话、忠诚，甚至有点被吓破了胆的小太监。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放松警惕。就在这时，系统界面突然又闪了一下，随机事件触发，不速之客。事件描述：有人正在靠近你的房间，对方来意不善，应对建议保持镇定，静观其变。魏安的心猛地提了起来，谁？赵良那个傻逼？还是太后又派人来了？他立刻走到门边，侧耳倾听。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了他的门口，然后是敲门声，咚咚，声音不急不缓，很有节奏。魏安的脑子飞速运转，这个敲门声不是小林子，更不是赵良。他打开了人物图鉴，想看看能不能扫描出来人是谁，但图鉴里除了太后的凤凰头像，其他都是灰的。系统提示：需与目标人物进行接触或获取其关键信息，方可解锁图鉴。靠，还得先遇怪才能开图鉴。谁？魏安压低声音问道。门外沉默了片刻，一个陌生的略显尖细的声音响了起来：魏公公，陛下有旨，宣您即刻前往御书房见驾。陛下，女皇帝。魏安的瞳孔骤然收缩。太后这边刚搞完事，他女儿就来了，这是什么神仙剧情？他脑海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女帝知道昨晚的事了？不可能，太后不会让她知道，那是为了别的事。可自己一个司礼监的小太监，凭什么能惊动皇帝？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件事依然和太后有关，这是母女俩的博弈，而他就是那个被夹在中间的炮灰。魏安的后背瞬间又被冷汗浸湿了。魏安感觉自己的 CPU 都快烧了。太后那边刚喂完药，他闺女就派人来请了，这他妈是家庭内部矛盾，要拿我开刀祭天吗？他脑子里瞬间闪过100种死法，每一种都极具观赏性。系统提示：冷静，根据不速之客事件分析，对方直接表明身份，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我信你个鬼！系统，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没有生命危险，那是暂时的，等会儿到了御书房，那可就说不准了。但心里再怎么骂娘，腿还是得动。他深吸一口气，把门拉开。门口站着一个30来岁的太监，穿着一身青色袍子，面白无须，眼神跟刀子似的，直勾勾地盯着他。魏安一接触到他的目光，系统界面立刻弹出了提示：检测到新人物，正在扫描。扫描失败，目标人物精神力具有微弱抗性，无法读取深层信息。人物代号应，身份御前太监，品级未知，与宿主关系无，当前状态审视轻蔑不耐烦。综合评价：一条训练有素的看门犬，不好惹。我靠，还带精神抗性的，这皇宫里果然是卧虎藏龙。魏公公请吧。那太监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陛下还在等着，有劳公公带路。魏安赶紧低下头，摆出一副标准的小太监姿态，又耸又恭敬。他跟着这个代号殷的太监走出了司礼监，一路上气氛压抑的吓人。宫道上的宫女太监们看到殷的青色身影，都跟老鼠见了猫似的，远远的就贴着墙根跪下，头都不敢抬。这牌面
杠杠的。魏安跟在他身后，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押送上刑场的犯人。他能感觉到四面八方都有无数道目光射过来，有好奇的，有幸灾乐祸的，也有同情的。他现在可是司礼监的红人了，早上从永安宫出来，现在又被皇帝召见。这一天之内，冰火两重天，刺激的他都快麻木了。他只能在心里疯狂@系统。哥们，有没有什么一键隐身或者原地去世再读档的功能，给一个呗。系统提示，请宿主积极面对挑战，逃避无法解决问题。温馨提示，被动技能言多必失已冷却完毕，随时可以触发。行吧，有总比没有好。御书房离司礼监不远，但魏安觉得这段路他像是走了一个世纪。终于，一座不算宏伟但异常庄严的宫殿出现在眼前，门口没有多余的守卫，只有2个雕塑般的侍卫处在那儿，但那股肃杀之气比千军万马还让人心悸。鹰在门口停下，对着里面通报了一声：“陛下。”魏安带道：“让他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声从里面传来，声音清脆，但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威严。鹰侧过身，对魏安做了个请的手势，眼神里的意思很明显：“小子，自求多福吧。”魏安硬着头皮迈进了御书房的门槛。书房里很空旷，光线有点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墨香和檀香混合的味道。一个穿着明黄色龙袍的年轻女子正坐在巨大的书案后面，她看起来也就18、19岁的样子，长相和太后有7、8分相似，都是顶尖的美人胚子。但和太后那种成熟妩媚、掌控一切的气场不同，她显得有些青涩。她努力地挺直腰板，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威严，但那双略显紧张的眼睛还是暴露了她的年纪。这就是当今女帝李清燕。魏安不敢多看，进门就直接跪下了，额头贴地：“奴才魏安叩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头顶上方一片沉默。魏安能感觉到一道锐利的目光正在自己身上来回扫视，像是在评估一件货物。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快，系统，给力点啊！扫描它。”检测到关键目标人物，正在深度扫描。扫描成功，人物图鉴已更新。魏安赶紧用意念打开图鉴，凤凰头像的旁边多了一个用赤金色线条勾勒的龙形头像。人物：李清燕，代号龙，身份：大燕王朝昭宁皇帝，年龄19，与宿主关系：君臣，名义上陌生人，当前状态：好奇、怀疑、试探，好感度0，你只是母后身边的一条狗，忠诚度-50，你属于太后阵营，攻略难度极高。关键信息：1，他极度渴望亲政，但大权被其母架空，心有不甘。2，他正在暗中联络朝臣，试图培养自己的势力。3，他对母亲身边所有的旧人都抱有强烈的敌意和不信任。魏安看完，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这好感度是0，忠诚度直接干到-50，开局就是敌对阵营，这还玩个毛线啊！抬起头来，女帝的声音再次响起。魏安慢慢抬起头，依旧不敢直视她，只看着自己的膝盖前方3寸的地面。听说你自小便在母后身边伺候李清燕的声音听不出喜怒。回陛下。是。魏安小心翼翼地回答。哦。李清燕拖长了语调，那想必你对母后宫里的事都很清楚了。来了来了，死亡提问来了。魏安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问题简直是个天坑。说清楚。一个太监敢说对主子的事一清二楚，这是找死。说不清楚，那你就是个废物，要你何用？他脑子飞速运转，正想着怎么找个最稳妥的词儿来回答。母后最近凤体可安？李清燕看似不经意地问出了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上一个更要命。说安，万一他知道点什么，你就是欺君。说不安，你这是在咒太后，而且等于承认了太后有事瞒着他，背叛救主，两头不讨好。魏安感觉自己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他张了张嘴，正准备说一句奴才愚钝，不敢妄议太后圣体这种万金油的废话。就在这时，系统界面猛地一闪红光，警告，警告，检测到宿主即将说出错误答案，被动技能言多必失已触发。下一秒，魏安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给掐住了，一个音都发不出来。他张着嘴，脸憋得通红，样子看起来滑稽又可怜。御书房里一片死寂，李清燕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看着魏安那副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样子，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魏安急得满头大汗，系统你大爷的，禁言了倒是给个提示啊，现在怎么办？装哑巴吗？电光火石之间，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不能说话，
但可以有动作。他猛地往地上一趴，整个身体都伏了下去，用一种极度恐惧的姿态瑟瑟发抖。他什么都没说，但这个动作表达了千言万语。我害怕，我不敢说。太后是天，我只是个奴才，我什么都不知道，别问我。这是一种最底层小人物面对顶级权力时的真实反应。果然，李清燕看到他这个样子，皱起的眉头反而舒展开了。他眼中的怀疑慢慢变成了了然，甚至还带上了一丝轻蔑。在他看来，魏安这就是被他帝王的威严给吓傻了。一个被母亲养在深宫里的小太监，能有什么胆色？罢了。他挥了挥手，语气里带着一丝失望。瞧你这点出息，朕还以为母后身边的人会有什么不同。魏安趴在地上，心里长出了一口气。赌对了，在不确定对方意图的时候，示敌以弱永远是最好的选择。起来吧，李清燕说道。魏安颤颤巍巍地爬起来，重新跪好，还是低着头。朕今日叫你来，也没别的事。李清燕的声音变得随意起来，就是想找个熟人问问情况。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那就算了。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什么。魏安的心又悬了起来。不过李清燕话锋一转，你毕竟是母后宫里的人，以后朕免不了还有事要问你。他从书案上拿起一样东西，随手扔了下来。叮当一声，一个东西掉在了魏安面前的地上。那是一块小小的用明黄色丝绦系着的玉牌，上面刻着一个招字。系统提示：检测到关键任务道具昭宁玉令。拿着它。李清燕的声音冷了下来。以后朕的人会用它来找你。朕要知道永安宫里所有有趣的事，事无巨细都要向朕汇报。魏安的身体彻底僵住了。他盯着那块玉牌，感觉那不是玉，而是一块烧红的烙铁。这是要他当双面间谍。叮，主线任务更新。深宫棋局新阶段任务开启。双面棋子。任务描述：你已同时被棋局中最重要的2位玩家关注，在母女的夹缝中生存下去，向女帝传递有价值的情报，同时绝不能引起太后的怀疑。任务奖励：失败惩罚，被其中一方或双方同时凌迟处死。看着系统界面上那个血淋淋的凌迟处死，魏安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又一次被刷新了。这狗日的系统连失败惩罚都写得这么具体。怎么，你不愿意？李清燕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危险的意味。魏安浑身一个激灵，他知道他没得选。他伸出颤抖的手，捡起了那块冰冷的玉牌，攥在手心。奴才遵旨。魏安回到自己那间破屋子的时候，腿肚子还在打转。他砰的一声关上门，整个人靠在门板上，跟摊烂泥似的滑到了地上。他摊开手掌，那块刻着招字的玉牌正静静地躺在他手心。玉牌的触感冰凉，可在他手里却烫得像块炭。这玩意儿是催命符啊！他现在是什么？双面间谍？吴间道：得了吧，就他这小身板，还不够人家2边大佬塞牙缝的。系统，你出来！魏安在心里咆哮。这任务失败惩罚是凌迟处死。你是不是跟我有仇？能不能换个温和点的，比如喝一杯白开水之类的？系统提示：本系统致力于为宿主提供最刺激、最真实的游戏体验，高风险对应高回报，请宿主端正心态。我端正你个仙人板板！魏安把那块玉牌死死攥住，脑子里乱成一锅粥。给女帝当卧底，去监视太后，开什么国际玩笑？太后是谁？那是把他从一个快饿死的小屁孩养大，还知道他最大秘密的人。虽然他现在把他当工具人，但那也是个知根知底的工具人。女帝呢？好感度0，忠诚度50，看他就跟看条狗一样，给他卖命。万一哪天他跟他妈和好了，第一个被卖的就是他这个传话的。这道题根本就是无解的。他现在就像走在钢丝上，底下是2个鳄鱼潭，左边是太后，右边是女帝，掉进哪个都得被啃得骨头渣都不剩。冷静，冷静！魏安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打开了系统界面，反复研究那个双面棋子的任务。任务描述：在母女的夹缝中生存下去，向女帝传递有价值的情报，同时绝不能引起太后的怀疑。有价值的情报，这3个字被系统用红圈给标了出来。魏安的眼睛眯了起来。这里面有操作空间。什么叫有价值？这个价值是谁来定义的？是女帝，还是他自己？他可以给女帝一些太后想让他知道的情报，一些看起来很重要，但实际上无关痛痒，甚至能误导他的情报。这样一来，他既完成了女帝的任务，又能在太后那边表了忠心。好家伙，我真是个天才！魏安瞬间感觉自己又行了。他把玉牌小心翼翼地贴身收好，这玩意儿现在不是催命符了，是他的护身符，是他在这场神仙打架里唯一的破局点。他刚松了口气，
准备躺床上歇会儿，消化一下今天这跌宕起伏的剧情。咚咚咚，敲门声又响了。魏安吓得一哆嗦，差点从地上弹起来。谁啊？还让不让人活了？他在心里哀嚎。魏公公，是我，清河。门外是太后贴身宫女的声音。魏安的心咯噔一下，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他赶紧爬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跑去开门。清河站在门外，手里提着一盏小巧的宫灯，灯光下，他的脸看起来有些复杂。清河姑娘。魏安恭敬的行礼。清河看了他一眼，眼神躲闪了一下，然后低声说：太后，宣您去永安宫一趟。又去？魏安的头皮都麻了。这位大姐是把他当成24小时待命的牛郎了吗？现在？他试探着问。现在。清河的语气不容置疑。得，老板召唤，996是福报。魏安认命的锁好门，跟在清河身后。夜晚的皇宫比白天更显阴森，除了巡逻侍卫的甲胄摩擦声，就只有风吹过宫墙的呜咽声。再次踏进永安宫，感觉和早上已经完全不同。如果说早上是劫后余生的庆幸，那现在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悲壮。宫殿里灯火通明，但人却很少。清河直接把他带到了太后的寝殿。一进门，一股熟悉的龙涎香混合着女儿家闺房的馨香就钻进了他的鼻子。太后已经换下了一身凤袍，只穿着一件宽松的丝质长服，斜斜地靠在软榻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灯光下，她绝美的侧脸显得柔和了许多，少了几分白日的威严，多了几分慵懒的女人味。来了。她没有抬头，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奴才参见太后。魏安跪下行礼。起来吧。他翻了一页书，今天在御书房感觉如何？魏安的身体瞬间僵住他知道。他猛地抬头，正好对上太后抬起的眼眸，那双凤眼里带着一丝洞察一切的笑意。陛下的御书房门槛是不是比别处要高一些？他轻描淡写地问。魏安的后背冷汗唰地一下就下来了。他知道自己今天去见女帝的事，从头到尾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甚至那个来传旨的太监英，搞不好就是他的人。他不敢撒谎，只能硬着头皮回答：回太后，奴才愚钝，被陛下的天威所慑，什么都没说。哦。太后放下书，坐直了身体，是没说，还是不敢说？是不敢说，也是不能说。魏安把头埋得更低了。算你机灵。太后似乎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她站起身，缓缓走到魏安面前。一股好闻的香风扑面而来。她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挑起魏安的下巴，强迫他与自己对视。那碗汤味道如何？回太后，很苦，良药苦口。太后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那是哀家特意为你准备的补药，你身子弱，以后要办的事还多，得好好补补。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加轻柔。昨晚你表现得不错，哀家很满意。魏安的心脏狂跳起来。从今往后，你就待在哀家身边，做我的贴身太监。他的手指轻轻划过魏安的脸颊。这永安宫除了哀家的凤塔，哪里你都去得。哀家的闺房，你也可以随意进出。这话信息量太大了，这是在给他无上的荣宠，也是在给他套上最严密的枷锁。魏安一时间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只能呆呆地看着他。怎么？不高兴？不是。魏安赶紧摇头。奴才谢太后隆恩，奴才愿为太后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就不必了。太后轻笑一声，收回了手。你去给哀家准备好洗澡水，哀家乏了，要泡个澡。是。魏安如蒙大赦，几乎是逃也似的跑向了寝殿后面的浴池。永安宫的浴池奢华的令人发指，整个池子都是用暖玉砌成的，池水引自宫外的温泉，常年保持着恒温。魏安往池子里撒入太后惯用的花瓣和香精，很快整个浴池都弥漫起一股醉人的香气，水面上热气氤氲，如梦似幻。他刚准备好一切，准备退出去。你在那儿做什么？过来，给哀家更衣。太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魏安的身体一僵，只能硬着头皮转过身。太后已经走到了浴池边，正含笑看着他。魏安走过去，伸出颤抖的手，开始为他解开衣带。丝质的衣袍顺滑地落下，露出了那具完美的不像话的身体。魏安的呼吸都停滞了，他不敢多看，赶紧低下头。太后赤着足，一步步走下浴阶，进入水中。温热的池水漫过他的小腿、腰肢，最后到达胸口。他舒服地叹了口气，靠在池壁上，一头乌黑的长发像海藻一样散在水面上。这水温刚刚好。他看着还愣在池边的魏安，凤眼微眯。你是的，回太后是奴才备的。不错。他朝他招了招手。你也下来。魏安。太后，
这不合规矩。他吓得差点跪下。在这里，哀家就是规矩。太后懒洋洋地说，这池子这么大，哀家一个人泡，有些冷。冷？大姐，这可是温泉。魏安疯狂摇头，奴才身份卑贱，不敢误了太后的御池。哀家准了。奴才。就在魏安还想挣扎一下的时候，那个熟悉又该死的系统界面又弹了出来。叮！隐藏任务触发。任务名称：帝王的邀约。任务描述：接受太后的邀请，与她共浴，在水下与她进行一次坦诚的交流。任务奖励：魅力值+2，获得新技能察言观色，初级，太后好感度+10。任务惩罚：触发天烟诅咒，永久失去男性功能，物理层面与数据层面。魏安看到任务惩罚的那一刻，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又一次被按在地上反复摩擦。天烟诅咒，还他妈是物理和数据双重暴击。系统，你做个人吧。怎么还在犹豫？太后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一丝不悦，是哀家的话不管用了吗？魏安欲哭无泪，一边是随时可能发飙的大佬，一边是能让他当场去世的系统，这还有的选吗？他看着太后那张似笑非笑的脸，又看了看系统界面上那个血红的惩罚倒计时。太后，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奴才只是觉得这太突然了。哦，那哀家给你点时间适应。太后靠在池壁上，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好整以暇地看着他。哀家数到3，你若再不下来，后果自负。1，魏安感觉自己的脑子在嗡嗡作响。2，他开始颤抖，着手去解自己的腰带。太后的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魏安闭上眼，心一横，不就是一起洗个澡吗？上辈子在澡堂子看的男人比这还多呢。她是个女的，我赚了啊！他这么安慰着自己，脱下了外袍。他咬着牙，迈开腿，一步步走下了御阶，踏入了水池里。温热的池水刚刚漫过胸口，魏安瞬间感觉自己不是下到了浴池，而是掉进了沸腾的火锅里，还是9宫格最辣的那种。卧槽，这水温怕不是能直接涮毛肚了。不是他真的感觉不到热吗？还是天上体寒？他全身僵硬的像根棍，直挺挺地处在原地。离池壁边那位慵懒的身影足足有3米远，恨不得当场掏出粉笔画一条38线。水汽氤氲，整个浴池里如同被加上了一层暧昧的柔光滤镜。太后正慵懒地靠在汉白玉雕琢的池壁上，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在碧绿色的水面上肆意漂浮，那雪白到晃眼的肌肤在水波的映衬下泛着一层诱人的光泽。这画面绝了，过来点。太后那带着一丝慵懒嗓音对魏安吩咐道。他微微侧过脸，一双狭长的凤眼半眯着，眼角眉梢都透着一股浑然天成的魅意。离那么远，是怕哀家吃了你？魏安心里疯狂吐槽。吃？大姐，您这架势，怕是想把我连人带骨头一起嚼了。救命！谁来救救我这个弱小、可怜又无助的小太监？魏安的求生欲瞬间拉满，但他脸上却不敢表露分毫，只能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迈着僵硬的步子，小心翼翼地朝他挪了过去。1步2步，就挪了那么一丁点，大概也就1个脚趾甲盖的距离。太后娘娘说笑了。他深深低下头，视线死死地定在水面上，坚决不敢往不该看的地方瞟。哀家从不说笑。太后似乎觉得他的反应很有趣，干脆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用一只藕臂撑着下巴，好整以暇地上下打量着他。魏安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刮干净了鳞片，摆在砧板上等待发落的鱼。你好像很怕哀家？他饶有兴致地问道，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废话，能不怕吗？您可是手握我生杀大权，还是个脾气阴晴不定、完全不按剧本出牌的疯批美人，我怕的都快尿了好吗？魏安的内心在疯狂咆哮。下一秒，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扑通一声，他双膝一软，竟然直挺挺的在水里跪下了。温泉水不算太深，刚好淹到他的脖子，只剩下一个脑袋还倔强地露在外面。奴才不敢。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吼出了这4个字，声音因为极度的紧张而显得格外洪亮，震得平静的水面都荡开了一圈圈涟漪，差点把太后手边的花瓣给冲走。太后显然也被他这突如其来的骚操做给整不会了，先是微微一愣，随即一串清脆悦耳的笑声传了过来。哥，你这人可真是有趣。他笑得花枝乱颤，胸前那惊心动魄的弧度也随着他的动作一起一伏，看得魏安赶紧把头埋得更低了。哀家让你下来是让你陪着解解乏，可不是让你在水里给哀家行此大礼的，起来吧。他摆了摆手，示意他平身。魏安没动。开玩笑，现在起来，我不要面子的嘛。万一你这女人又想出什么新花样折腾我怎么办？跪着
至少是个认错的态度，安全。我真是个小机灵鬼。太后的笑声戛然而止，语调微微上扬。魏安浑身一个机灵，像是被电击了一样，求生欲战胜了一切，麻溜地从水里站了起来。他这一站起来，才猛然发现，不知不觉间，两人的距离已经被拉得极近，近到他甚至能看清他脸上那细小的白色的绒毛，以及长而卷翘的睫毛上挂着的那几颗晶莹剔透的小水珠。一股浓郁的幽香混合着温泉湿热的水汽，不讲道理地钻进他的鼻腔。魏安感觉自己的脸轰的一下就红透了，也不知道是热气熏的，还是因为别的什么。转过去，太后突然命令道，声音恢复了清冷。哈！魏安一愣，没反应过来。转过去，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已经带上了一丝不耐烦。魏安不敢再问，只能像个提线木偶一样，听话地转过身，用自己坚实的后背对着他。这姐们儿又想玩什么花样？背后偷袭，一掌把我拍晕，还是想玩什么更刺激的？他正紧张地戒备着，忽然一个柔软温热、滑腻的不可思议的身体就那么毫无征兆地贴了上来。轰！魏安感觉自己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浑身的肌肉在0.01秒内绷紧到了极致。放松点！太后的声音几乎是贴着他的耳朵响起的，温热的气息吹拂在他的耳廓上，带来一阵阵难以言喻的酥麻和痒意。你这么僵硬，哀家怎么靠？靠！我没听错吧？魏安这才反应过来，他这是拿他当人肉靠垫了。卧槽，这也太会玩了吧！他本能的想躲，但身体却像是被施了定身咒，完全不听使唤，或者说他根本不敢动弹分毫。紧接着，一双柔弱无骨的玉臂轻轻地环住了他的腰，这个姿势亲密的已经严重超纲了。魏安感觉自己的心跳哒哒哒的要从嗓子眼里直接蹦出来了。魏安，太后忽然悠悠地开口，奴才在。他的声音都在发颤。你说哀家这些年过得苦吗？魏安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却唯独没想到他会突然问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之前所有的问题加起来都更要命，简直就是一道送命题中的送命题。肯定不能说苦，说不苦。先帝英年早逝，他一个年轻寡妇在深宫里苦苦支撑，把一个奶娃娃扶上皇位，还要跟朝堂上那群老狐狸斗智斗勇，这要是都不算苦，那什么才算苦？魏安的大脑在以每秒100万次的频率疯狂运转。就在这时，他想起了系统刚刚奖励的那个新技能察言观色，虽然只是初级，但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系统，我的好兄弟，靠你了！他立刻集中全部精神，试图去感受身后女人的真实情绪。瞬间，一股复杂的情绪洪流涌入他的感知，冰冷、疲惫、厌倦，以及一丝藏在最深处的孤独。我明白了，他不是在考验我，也不是在试探我，他是在倾诉。一个极其大胆的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魏安的脑海。奴才不知太后苦不苦。他鼓起了毕生的勇气，用一种尽量平稳的声线轻声说道，奴才只知道这大燕王朝的江山至少有一半的担子都压在太后您一个人的肩上，这副担子换作天底下任何一个男人恐怕都早已被压垮了。他没有正面回答那个问题，而是巧妙地换了一个角度，既没有否定他的尊贵，又无比精准地肯定了他的付出和不易。高，实在是高，我简直就是个语言艺术家。身后是长久的沉默。就在魏安以为自己又一次说错话，准备随时2次下跪并高呼太后饶命的时候，环在他腰间的那双手忽然收紧了。你这张嘴倒是比朝堂上那些只会歌功颂德的废物会说话多了。太后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飘忽，但魏安能感觉到那股冰冷似乎消散了一些。叮，一声清脆的系统提示音在魏安脑海中响起，技能察言观色成功触发，宿主应对得当，化解危机。太后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5。呼！魏安看到系统提示，心里那块悬着的巨石总算是落了地，好感度终于不再是负数了。哀家的后背有些痒。太后忽然又说，魏安那颗刚刚落地的石头嗖的一下又提到了嗓子眼。你帮哀家搓搓。果然，我就知道。太后娘娘，这万万不可啊！魏安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义正言辞的拒绝。奴才手笨，粗手粗脚的，怕伤了太后凤体。无妨。太后满不在乎地说，哀家恕你无罪。可是，没有可是。太后的声音瞬间冷了下来，还是说，你想让哀家现在就叫青燕进来，让她好好欣赏一下我们俩现在这个样子？威胁，这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威胁。魏安瞬间就怂了，自己又没得选了。
他认命地从池边的玉石架子上取下了一块干净的崭新的丝瓜络。他看着太后那光洁如玉、毫无瑕疵，在水汽中泛着莹润光泽的美背，感觉手里的丝瓜络突然有了千斤重。我的妈呀！这背，这曲线，非礼勿视，非礼勿视！我这是在工作，对，我是在完成老板交代的 KPI， 一切都是为了生活。怎么，还要挨家手把手教你？太后侧过脸，一双凤眼斜睨着他，眼神里充满了戏谑。魏安一咬牙，一闭眼，伸出了那只颤抖的手。当他握着那块丝瓜络，第一次触碰到他那冰凉滑腻的不可思议的肌肤时，两个人的身体都同时不易察觉的轻轻一震。魏安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手掌下的肌肤是何等的细腻，何等的富有弹性，简直就像是上好的丝绸，又像是顶级的果冻。用力点！太后闭上了眼睛，似乎很享受，声音里带着一丝慵懒的命令魏安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冷静，魏安，你是个专业的，把它当成一块猪肉，对，一块五花三层的上好五花肉。你现在的工作就是给猪肉去死皮。他开始认真地为他擦拭后背，他把这当成一项工作，一项任务，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渐渐的，他的动作从生涩变得平稳，从慌乱变得专注。浴池里一时间只剩下潺潺的水声和丝瓜络摩擦皮肤时发出的沙沙轻响，气氛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异常暧昧和旖旎。他想快点结束这一切，但又怕自己动作太快会惹得身后这位喜怒无常的大佬不高兴。就在这时，太后忽然毫无征兆地转过身来，一把抓住了他正在工作的手腕。魏安吓了一大跳，手里的丝瓜络啪的一声掉进了水里，溅起一小朵水花。太后娘娘，他惊愕地抬起头。太后没有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他的眼神复杂到了极点，连魏安也完全看不懂的。他抓着他的手，慢慢的一寸一寸的将他的手掌引导向了自己心口处，然后轻轻地按了上去。魏安，他一字一句的轻声问道，你摸摸看，这里是热的还是冷的？魏安感觉自己的手摸到一处柔软，手下是柔软温热的触感，隔着薄薄的肌肤，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颗心脏在有力地跳动，咚咚咚，然后是他自己的心跳也是在跟这个节奏跳动着。而眼前是太后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他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等着他的答案。热的还是冷的？怎么感觉每次在杨太后身边都是这种修罗场画面啊？魏安的脑子里系统界面正在疯狂地闪烁着红光，跟电脑中毒了似的。警告，宿主正面临天命级抉择，回答错误将直接导致好感度清零，并触发未知惩罚。技能察言观色已自动提升至最大功率，正在分析目标人物情绪波动，分析中。我靠，系统你别光分析啊，给个标准答案抄一下行不行？魏安感觉自己的手心全是汗，和池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彼此。他看着太后的眼睛，在那双看似平静的眼眸深处，他看到了什么？是滔天的权势，是无尽的算计。不，他看到的是一种极致的孤独，是一个站在权力顶峰的女人，回首望去，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连一个能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这偌大的宫中，只有他这个从小待在身边的小太监算是身份干净之人，和自己说话也完全不用担心权谋算计、尔虞我诈。他问的根本就不是温度，他问的是他的心。一个念头如同划破黑夜的闪电，瞬间照亮了魏安混乱的脑海。他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没有抽回手，反而像是感觉不到那惊人的触感一般，就那么轻轻地扶着他的另一只手，在水下悄悄攥成了拳头。这一次他的自信心拉满，心里有了底。他抬起头，第一次没有躲闪，直视着杨静瑶的眼睛。回太后娘娘。他的声音很轻，但异常清晰，在水汽氤氲的浴池里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奴才的手摸到的是一座万年不化的冰山。太后的眼神微微一凝，魏安没有停顿，继续说了下去。但奴才还感受到冰山之下是一颗火热的心，一颗为江山、为家族、为亲人的炽热之心。他看着他，一字一句无比认真地说道。话音落下，杨静瑶脸上的所有表情都在一瞬间消失了，他就那么定定地看着魏安，眼神里有些许欣赏和不明所以的意味。他抓着他的那只手下意识地松开了，魏安赶紧把手收了回来，在水下规规矩矩地放好。他低着头，心脏跳得像要参加100米赛跑。完了完了，是不是玩脱了？这话说的是不是太过了？他会不会觉得我是在讽刺他外冷内热、闷骚？他已经做好了下一秒就当场去世的准备。叮，一声清脆的系统提示音，如同天籁。
恭喜宿主完成隐藏成就，攻心未上。回答完美命中目标人物内心最深处的矛盾点，触发暴击效果。太后好感度加20，当前好感度25，技能察言观色熟练度大幅提升，已进阶为中级。魏安看着系统界面上那一大串的奖励提示，差点没在水里直接乐出声。我靠，赌赢了，还是把梭哈直接赢到会所嫩模的那种，好感度直接飙到25。就在他内心狂喜的时候，杨静瑶终于有了动作。他忽然转过身去，背对着他。水凉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也有些飘忽。哀家要出去了。是。魏安赶紧应声。他看着他的背影，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觉得那宽阔的宫殿，那奢华的浴池，都衬得他的背影有些萧瑟。或许在他的心中，一直想要有一个男人可以让他依靠吧。这种萧瑟的感觉，竟让魏安觉得此时的杨静瑶不想太后，倒像是一个不以物靠的弱女子。他没有再让她伺候，自己走出了浴池，拿起衣袍穿上，自始至终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你也出去吧。他留下这句话，便径直走出了浴殿。魏安在水里又泡了一会儿，直到确认他真的走远了，才手脚发软地爬了出来。他3下5除2地穿好衣服，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永安宫。回到自己那间小破屋，他把门死死地拴上，整个人成一个大字形，重重地摔在了床上。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感觉自己刚刚经历的事情实在是有些魔幻。自己这算是太后的男宠吗？算吗？不算吗？刚才那就是事情了吧？不过太后娘娘的确是绝世大美人啊！刺激，太他妈刺激了！他在床上躺了足足1刻钟，才缓过神来。他坐起身，打开了系统界面，开始盘点这次的收获。好感度25，虽然在系统评价里还是个玩具，但至少是个高级定制版的限量款玩具了，随时被扔掉的风险小了很多。最关键的是那个进阶版的察言观色。察言观色中级，被动技能，你能更敏锐地洞察目标人物的微表情和情绪变化，并有一定几率窥探到对方的浅层思维活动。我靠，这不就是低配版的读心术吗？神技啊，这绝对是神技。有了这个，以后再跟这些老油条玩这种你猜我猜你猜不猜得出你的心思的游戏时，他的胜算就大大提高了。好不容易穿越混到现在，可不能说是就死在了这宫中了。这几天真的比他这2世为人的经历都在精彩100倍了。自己成了太后的男人，又被女帝叫去当卧底，监视太后，那不就是监视自己的女人？虽然这奇奇怪怪的逻辑是有些不合理，但这么一琢磨，万万没问题啊。魏安觉得自己应该得站在太后这边，毕竟这女帝完全当自己是身边的一条狗，而且女帝就算再厉害，也还是受太后驱使，这一时半会是肯定推不翻太后的势力的。不想了，不想了，想这些头痛。魏安就这样进入了梦乡。第2天，魏安第一次踏入大燕王朝的权力中枢紫宸殿。他身着崭新的宝蓝色进士服，跟随太后仪仗，无声地立在殿角那片属于永安宫的阴影里，如同殿主的一道影子。龙椅上，女帝李清燕身着繁复龙袍，稚嫩的脸庞紧绷，努力做出威严的模样。她身侧珠帘之后，端坐着大燕的实际掌权者太后。今日北境突厥遣使来朝，宣突厥使臣觐见。随着那世间拉长的唱诺，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踏入殿中。来人一身厚重皮裘，腰悬弯刀，眼神如鹰隼般锐利，扫过满朝文武，带着草原民族特有的不加掩饰的审视。他走到殿中，仅是躬身一礼。突厥使臣巴图见过大燕皇帝。汉话生硬，中气十足。李清燕清冷的声音响起：使臣免礼。谢陛下。巴图直起身，拍了拍手。2名突厥武士抬着一个巨大的托盘上前，上面盖着一张完整的狼皮。我主大汉，听闻大燕皇帝陛下登基，特命我献上北境的山川舆图，以示我部对陛下的臣服之心。巴图一把掀开狼皮，托盘上是一座巧夺天工的沙盘模型，山峦起伏，河流蜿蜒，城郭关隘，纤毫毕现。它完美复刻了北境辽阔的疆域，从大燕的长城关隘一直延伸到突厥的王庭。满朝文武发出一阵压抑的惊叹，这不仅仅是一份地图，这几乎是一份详表，将自己的山川地理、军事要塞毫无保留地呈上来。这是藩属国表示彻底归顺的最高礼节，几位兵部的大臣立刻出列，围着沙盘仔细端详，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色。陛下，此图详尽，山口、水源标注无误，是我朝从未掌握过的舆图，价值连城。突厥俯首，实乃陛下天威所致，是我大燕100年未有之盛世。赞颂之声此起彼伏。龙椅上的李清燕紧绷的小脸也终于有了一丝松动。巴图看着眼前的一切，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弧度。就在这满殿欢腾之际，一个清朗的声音从角落响起：不大，
却异常清晰。陛下，此图不可收。瞬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无数道或惊讶、或愤怒、或不解的目光，如利箭般射向那个从阴影中走出的宝蓝色身影。是魏安！一名武将立刻呵斥：“放肆！你一个阉人，懂什么军国大事？陛下，此人妖言惑众，扰乱朝堂，请即刻拖出去杖毙。”魏安对周围的敌意充耳不闻，他走到殿中，对龙椅与珠帘的方向恭敬行礼，然后直起身，目光直视那座精致的沙盘。陛下，奴才不懂军国大事，奴才只是对北境颇为了解。他伸出手，手指却没有触碰沙盘，只是在它上方缓缓划过。北境有2条母亲河，一条是自西向东灌溉千里沃野的金帐河，另一条是自北向南奔流入我大燕境内的镇北河。他的手指停在沙盘中央那条最雄伟的山脉上。此图中山川走向、城池关隘皆无差错，唯独一点。魏安的声音骤然转冷，如同北境的寒风。他将镇北河的源头标在了山脉的北路，让这条本该滋养我大燕北疆的生命之水倒流进了他们突厥的草原。轰！大殿之内，所有人的大脑都仿佛被重锤砸中。兵部尚书猛地低头看去，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刚才还沉浸在喜悦中的文武百官，此刻呆若木鸡。一条河的源头画错了。不，对于2国边境的堪舆大事，这绝不可能是失误。将大燕的母亲河画成发源于境外、恩泽敌国的河流，这是何等恶毒的诅咒与羞辱！他在暗示，大燕的国运根基已断，命脉倒流，财富与生机都将被北方的草原吸走。这个用心比任何直接的挑衅都阴狠100倍。一旦收下这份国礼，就等于大燕王朝自己承认了这个事实，后患无穷。巴图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他死死盯着魏安，眼神里爆出杀意。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天衣无缝的计策竟会被一个地位最低贱的太监看穿。你！魏安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他转身对着龙椅上的女帝一躬到底。陛下，请恕奴才斗胆绘制正确的舆图。他猛地直起身，走到沙盘前，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伸出右手食指，在那条画错的镇北河源头处狠狠一划，沙土崩落，一道崭新的河道出现。他以指为笔，逆着山势破开山脉，让那条虚拟的河流改道南流，贯穿整个沙盘，最终停在大燕京都的模型之前。一个简单的动作，却充满了无可匹敌的刚猛气势。做完这一切，他侧过身，冰冷的目光锁定巴图。回去告诉你的主人，镇北河永远向南流。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大燕的内陆河。若尔等再敢觊觎，下一次决堤的就不是沙盘上的河，而是我大燕的铁骑。巴图被这股气势所慑，竟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他脸色煞白，浑身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殿之内死一般的寂静。随后不知是谁先开口，一声压抑不住的好，引爆了全场。说得好，壮哉！我大燕风骨。满朝文武看向魏安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那不再是鄙夷，而是震惊与敬佩。龙椅上，李清燕紧握的拳头缓缓松开，他看着殿中那个挺拔的身影，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而珠帘之后，那只端着茶杯的手将茶杯缓缓放回桌上。大一声轻响，为这场无声的战争画上了句点。龙椅上，李清燕紧绷的脸终于舒展开来，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看向魏安的眼睛里仿佛有光，很是欣赏。而珠帘之后，那只停在半空的手将茶杯缓缓放回桌上，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显然也是对魏安的表现十分的满意。想不到哀家身边这小家伙竟有如此才华，晚上得好好问问他这满腹锦纶是哪里来的。太后心里想着，又嘴角带笑，喝起了茶。大殿之上，短暂的死寂后是压抑不住的议论声。所有大燕官员都看着那个身形笔直的年轻太监，眼神复杂，充满了震惊与审视。龙椅上，李清燕嘴角的弧度毫不掩饰，她看着魏安，目光中是纯粹的欣赏。珠帘之后，太后拿起凉透的茶，一饮而尽。就在此时，被搀扶着的巴图挣扎着站稳了。羞辱！他堂堂突厥第一勇士，竟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阉人逼到如此境地。我不服！巴图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推开同伴，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锁住魏安。刚才那不过是你们中原人阴险的文字诡计。他喘着粗气，我们草原上的汉子崇尚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勇气，你敢不敢与我比一场真正的勇士较量？此言一出，几名大燕武将立刻跃跃欲试。巴图却看都不看他们，只死死盯着魏安，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我要比的是你这个伶牙俐齿的小太监，你敢不敢证明你的话和你的人一样有种？说着，
他唰地抽出弯刀，在自己手臂上轻轻一划，血痕立现在我们草原。男人要用血来证明自己话语的分量。他将流血的手臂展示给众人，刀尖遥遥指向魏安：“你敢不敢也划上一刀，证明你不是在信口雌黄？”这是一个关于勇气和尊严的血腥陷阱。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魏安身上。魏安静静地站着，缓缓向前一步：“把刀给我。”他的声音平淡，却让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接过那柄寒光闪闪的弯刀，魏安却没有看自己的手臂。在整个大殿心跳骤停的注视下，他反转手腕，将那柄锋利的弯刀直接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冰冷的刀锋紧贴着他脆弱的喉咙，只要轻轻一动，便会血溅当场。我魏安以项上人头作保，方才所言句句属实。他迎着巴图震撼的目光向前逼近一步，刀锋在脖颈上压出一道浅浅的红痕，淡淡鲜血渗了出来。我的赌注是我的命。他盯着巴图的眼睛，声音不大，却如巨锤般砸在每个人的心上。你的赌注是什么？你敢赌吗？如果你说假话，那就提头来见。巴图脸上的疯狂和残忍，如同被冰水浇灌的火焰，瞬间熄灭。他看着魏安那平静到可怕的眼神，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他怎么敢？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这是一个疯子。就在这时，女帝李青燕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魏安，放下刀。”魏安闻言，手腕一转，将刀收回。他没有扔在地上，而是握在手中。他看着精神已经濒临崩溃的巴图，忽然笑了：“使臣，你看。”他掂了掂手里的弯刀，动刀子，见血。这是勇士的较量，也是野兽的较量，虽然直接，但未免有些粗鲁了。他顿了顿，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你我皆是使臣与进士，是为君主办事的人，也算是体面人，不如我们来点聪明人的较量。”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已经赢了，他还要比？巴图猛地抬头，眼中尚存一丝不甘：“什么较量？我听闻使臣汉学功底不浅。”魏安将弯刀递还给一名内侍，从容地理了礼一袖：“你我便在这紫宸殿上以对连分个高下。你若赢了，刚才之事我可以当你鲁莽；你若输了……”魏安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便带着你的国礼，亲自向我大燕君臣叩首谢罪。”巴图被逼到了绝路，他知道对方是在戏耍他，但他别无选择，这是他挽回尊严的唯一机会。好，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你先请。”魏安做了个手势，气定神闲。巴图怒极反笑，他清了清嗓子，在大殿中来回踱步，将胸中所有的愤懑、不甘与草原的苍凉孤高都融入其中，猛地停住，高声吟到上联是：“大漠孤烟，狼寻千里，野心吞日月。”此联一出，充满了侵略性的意境，让殿上不少文官都微微变了脸色。这是一个霸道无比的上联，下联若对得软了是示弱，对得硬了又失了气度，极难把握。翰林院几位老学士眉头紧锁，苦思冥想，却始终找不到一句足够完美的回应。巴图看着他们窘迫的模样，脸上终于恢复了一丝得意，讥笑道：“怎么，对不出来了？你们中原的智慧不过如此。”魏安没有理他，他只是转过身，面向龙椅，声音清越，响彻整个紫宸殿。使臣的上联气魄不凡，只可惜狼终究是狼，只能在荒漠徘徊，而我大燕是龙。他微微一顿，然后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吟出了下联。下联对：“中原鼎沸，龙盘九天，神威震乾坤。”中原鼎沸，龙盘九天，神威震乾坤。这12个字仿佛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在大殿的梁柱间来回激荡。大漠对中原，孤烟对鼎沸，狼寻千里对龙盘九天，野心吞日月对神威震乾坤。工整、意境、气魄、声势，无一不是碾压。你的狼在地上巡视，我的龙在天上盘踞。你的野心是欲望，我的神威是秩序，高下立判。好，不知是谁第一个忍不住高声喝彩，随即整个大殿掌声、喝彩声如同山呼海啸，瞬间爆发。巴图呆呆地站在原地，嘴里反复念叨着龙盘九天，神威震乾坤，脸上的血色彻底褪去，变得一片死灰。他输了，先输在胆魄，后输在智慧，输得彻彻底底，体无完肤。他引以为傲的一切，在对方面前都成了一个笑话。他再也支撑不住，身体一晃，若不是同伴扶住，便已瘫倒在地。龙椅上，李青燕激动地站了起来，她看着魏安，眼中异彩连连，几乎忘了君臣礼仪。紫宸殿里，巴图被2个同样脸色煞白的突厥武士半拖半架地弄了出去，狼狈得像条丧家之犬。大殿之内，气氛却热烈到了极点。神威震乾坤，说得好！
痛快，太痛快了！所有官员看着魏安，眼神里全是赞叹。龙椅上，女帝李清燕一张俏脸因为激动而微微泛红。她看着殿中那个不卑不亢的身影，越看越满意。这是个人才，是他大燕的功臣，更是他这个皇帝的福星。他需要这样的人，一把能为他冲锋陷阵，又能给他正足脸面的利刃。魏安，李清燕的声音清亮，充满了喜悦。奴才在。魏安转身重新跪下。你今日扬我国威，挫败蛮夷，当赏。李清燕从龙椅上站起，向前走了2步，声音传遍大殿，朕问你，你想要什么赏赐？魏安低着头，心里飞速盘算。他知道这是女帝在拉拢他，他不能要钱，也不能要物，那都太俗了。他要的必须是能让他活下去，活得更好的东西。回陛下，奴才能为陛下分忧，为大燕尽力，是奴才的本分，奴才不敢求赏。朕说要赏，就是要赏。李清燕语气坚决，有功不赏，何以治国？朕看那司礼监掌印太监之位空悬已久，底下的人拉帮结派，乌烟瘴气。从今日起，你魏安就任司礼监掌印，为朕执掌司礼监，整肃内外。轰！女帝的话像一颗炸雷，在所有人的头顶炸响。司礼监掌印，那是什么位置？那是内廷24监之首，名义上的内乡，所有太监的总管，是能接触到皇帝朱批，权势滔天的位置。一个昨天还名不见经传的小太监，一步登天，直接成了大总管。这简直是闻所未闻，满朝文武全都懵了，就连株连后的太后身形都微不可察的一顿。魏安也懵了，他想过女帝会重赏，但没想到赏得这么离谱，这是把他直接架在火上烤啊！他一没资历，二没根基，坐上这个位置，底下的人谁会服他？陛下，万万不可！魏安猛地磕头，奴才年幼，德不配位，恐难当此大任。朕说你当得，你就当得。李清燕的眼神锐利，朕给你权，给你势，谁若不服，就是不服朕。这话说得极重，魏安知道自己没有拒绝的余地了。奴才谢陛下隆恩。他咬着牙接下了这份烫手的任命。退朝后，魏安换上了代表司礼监最高权力的大红色太监袍，手里捧着女帝亲赐的掌印，在无数道复杂目光的注视下走回了司礼监。消息比他的人跑得还快。当他踏入司礼监大门的那一刻，院子里所有太监呼啦一下全都跪下了，头死死地贴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喘。恭迎掌印大人。声音整齐划一，带着发自内心的恐惧。魏安的目光扫过跪在地上的人群，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赵良。他正跪在最前面，身体抖得像筛糠。魏安面无表情地从他身边走过，径直走向了那间属于掌印太监最大最敞亮的屋子。他推开门，屋里一尘不染。他将掌印重重地放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然后他坐下，端起桌上的茶杯，吹了吹。赵良。他声音不大，但院子里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奴才在。赵良连滚带爬地跑进屋，扑通一声跪在魏安面前，头磕得砰砰响。奴才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掌印大人，求大人饶命，求大人饶命啊！魏安抿了口茶，没看他。赵管事，他慢悠悠地开口，你记不记得前2天你是怎么跟我说的？赵良的身体一僵，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魏安放下茶杯，站起身，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你说夜不归宿，按规矩要挨板子。赵良的脸瞬间没了血色。大人，奴才错了，奴才真的错了。规矩就是规矩。魏安打断他，声音冷得像冰。你身为管事，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昨天你当值，却在院里聚众闲聊，怠忽职守，按规矩该当何罪？赵良彻底傻了，他没想到魏安会拿这个说事。来人！魏安对外喊道。2个膀大腰圆的执行太监立刻冲了进来。掌印大人有何吩咐？魏安指着地上的赵良，语气平静的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司礼监管事赵良玩忽职守，无视公规，拖出去按规矩重打20大板，打完扔回他屋里，让他好好反省。是。执行太监一把架起已经下瘫的赵良，就像拖一条死狗。大人饶命，掌印大人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赵良的哭喊求饶声越来越远，很快院子里就传来了木板击打皮肉的闷响和压抑不住的惨叫。魏安回到桌边，重新端起茶杯。整个司礼监鸦雀无声，院子里的惨叫声停了。魏安端着茶杯，手稳得像块石头。他一口喝干了杯里的茶水，然后把杯子轻轻放回桌上。整个司礼监落针可闻，所有跪着的太监头埋得更低了，生怕下一个被拖出去的就是自己。
他们这才真正意识到，这个一步登天的年轻人不是什么好捏的软柿子，而是一头笑里藏刀的恶狼，杀鸡儆猴。魏安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没有根基，女帝给的权势再大，也只是空中楼阁。他必须用最快最狠的手段，把自己的威信砸进每个人的骨子里。都起来吧，他淡淡的开口，各司其职，谁再敢懈怠，照亮就是你们的下场。是，掌印大人。众人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散了。你还别说，这种权势的感觉还真不错。以前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几日后，大燕京城迎来了3年一度的上林诗会。这本是文人墨客自发组织的雅集，但这一届女帝李清燕不知为何也来了兴致，直接下旨由内务府接手，在城中最大的上林苑风风光光的大办一场。棋、琴、书、画、歌、舞、酒、茶，样样俱全，整个京城都沸腾了。魏安作为女帝跟前的红人，司礼监掌印，自然也要随驾出宫，负责沿途的安保和伺候。他坐在马车里，掀开帘子的一角，看着外面张灯结彩、人潮涌动的街道，心里却在思考另一件事：系统调出大燕王朝的武力评估，正在分析。大燕王朝重文轻武，朝堂之上，文官势力远大于武将民间武学凋敝。武道实力划分本世界通用，后天9品，1至3品为练皮，4至6品为练骨，7至9品为练脏。寻常江湖好手，军中精锐多在此列。京城禁军的平均实力，后天4品，先天3境，打通天地之桥，引灵气入体，分为人官、地官、天官，每一境都是天壤之别。真至此境者，已是开宗立派的一方高手。皇宫大内供奉先天人官境3名，宗师凤毛麟角，神龙见首不见尾，传闻可凭虚御风，一人敌一军，已知宗师。魏安看着系统面板，心里凉了半截。整个皇宫才3个先天高手，还只是最低的人官境，这要是碰到真正的高手刺杀，跟纸糊的没什么区别。大燕朝的武备竟已虚弱到如此地步，感觉这也太不合理了。难道那些世外高人都没有想要当皇帝的？有钱有势不就是这个世上最爽的事情吗？这些人还真是装高雅，难不成这世界的人就那几个世界顶级高手不成？他正思索着，马车缓缓停下，上林苑到了。女帝在太后的陪同下进入了早已准备好的最高观景楼，魏安则留在楼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诗会热闹非凡，才子佳人随处可见，吟诗作对，抚琴作画，一派盛世景象。就在这时，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骚动和女子的尖叫。魏安眉头一皱，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卖糖画的老汉摊子被几个锦衣恶少给掀了，糖画碎了一地。那几个恶少正拉扯着老汉的孙女，满脸淫笑。周围的禁军竟位于那几人的家事，不敢上前。住手！一声轻喝，如冰拳击石，人群分开，一个身穿淡青色衣裙的女子走了出来。她看起来不过17、18岁，容貌绝美，气质却冷得像一块冰，手里提着一把连翘长剑。哪来的小妞敢管本少爷的闲事？为首的恶少不屑道。女子没说话，她只是手腕一翻，没人看清她的动作。只听嗖嗖2声破空轻响，2枚细小的柳叶如同最锋利的飞刀，后发先至，精准地划过2个恶少的手腕。啊！惨叫声起，2个恶少的手腕上各出现一道细细的血痕，抓着女孩的手瞬间松开了。为首的恶少大惊失色，正要发作，女子动了，一步踏出，人已如鬼魅般到了他面前。他伸出一根手指，白皙如玉，轻轻点在了恶少的胸口。砰！一声闷响，那恶少150、60斤的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直接倒飞出去，撞翻了一张桌子，当场昏死过去。全场一片死寂。魏安的瞳孔骤然收缩，他的系统界面正在疯狂地弹出警告：检测到超高能级反应人物，实力评估失败，对方已真至先天之境，且精神力强大，无法精确探查，初步判断至少为先天地官境。警告：此人极度危险，请宿主不要轻易接触。先天地官境。魏安倒吸一口凉气，这女子一个人就能把整个皇宫大内给平推了。这高手在皇城遍地走吗？这才刚走几步，就遇到一个绝世高手。那青衣女子看都没看地上的恶少一眼，扶起那个吓坏的小姑娘，又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递给那老汉，转身就要走。就在这一刻，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猛地回头，他的目光清冷如剑，穿过数十米的人群，精准无比地落在了魏安的身上。四目相对，魏安感觉自己的心脏漏跳了一拍。
那女子的目光像两把无形的冰锥，瞬间刺透了魏安的伪装。他心中警铃大作，刚刚升起的些许得意和权势带来的虚荣感，在这一刻被击得粉碎。他几乎是本能地垂下眼帘，收回了目光，重新变回那个卑微恭顺的小太监。好在那女子的目光也只在他身上停留了一瞬，便若无其事地移开，转身汇入人群，几个呼吸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出现过。刚才那女的眼神好吓人，感觉我再多看一眼就要被那家火起杀心了，不能再眼神乱飘了。魏安的后心已是一片冰凉，他不敢再有丝毫懈怠，恭敬的垂手立在观景楼下，履行着自己掌印太监的职责。他的脑子里翻江倒海，先天地观境，那是什么概念？皇宫里那3个供奉加起来都不够他一个人打的，自己这点权谋心计，在这样绝对的力量面前，和一个笑话没什么区别。人家想取他的性命，怕是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不行，这种命运被人攥在手里的感觉太糟糕了。系统，他在心中默念：我能修炼武道吗？系统正在为宿主分析可行性方案。分析完毕。宿主当前身体为普通凡胎，且常年身处宫中，气血两亏，根基薄弱，不具备直接修炼武道功法的资质。魏安心头一沉，不是哥们，我难道就没有一个上进的机会吗？看来我得上一趟山，和你同归于尽了，童子哥。但宿主身为系统天选之人，可通过2种途径逆天改命，踏入武道。途径1，寻找天材地宝或绝品丹药，洗精伐髓，重塑根骨。此法见效快，但所需物品皆是可遇不可求。途径2，兑换或获取特殊功法。本系统资料库中收录有数门无视资质，可由凡体直接修炼的无上神功，但兑换所需点数或触发条件极为苛刻。这还差不多，算你有点眼力见，虽然有点难，但是好歹是有办法。不管多难，有路子就行。就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搞到修炼法门时，又一队人马疾驰而来。为首者是一名身着黑色劲装的女将，她骑着一匹神骏的黑色战马，在离人群10步之遥的地方，猛地一勒缰绳，战马长嘶一声，人立而起，她却稳如泰山。随即一个干净利落的翻身，她已轻巧落地，动作矫健，没有一丝拖泥带水。来人正是六扇门的总捕头，他身材极好，一身利落的黑色劲装，外套六扇门制式的玄铁皮甲，不仅没显得臃肿，反而将那傲人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长发高高竖成马尾，一张脸英气逼人，眼神锐利如鹰。总捕头秦揽月。魏安身旁的一个小太监低声惊呼。秦揽月看都没看地上的恶手，只是对着那几个失职的禁军冷哼一声：一群废物。他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那几个禁军吓得浑身一抖，头垂得更低了。来人，他一挥手，把这几个败坏京城风气的垃圾，连同这几个渎职的禁军，全部给我押回六扇门大牢，严加审问。是。他身后的捕快们立刻上前，如狼似虎的将人犯全部锁上，干脆利落的拖走。魏安下意识地启动了系统扫描，检测到关键人物，正在扫描。人物：秦揽月。身份：大燕王朝六扇门总捕头。实力：先天人观境巅峰。与宿主关系：无。当前状态：执行公务一丝不苟。关键信息：大燕王朝明面上3大先天高手之一，忠于皇室，对贪官污吏、江湖败类极为厌恶，又是一个先天高手。虽然只是人观境，但那股从骨子里透出的彪悍和煞气，却比刚才那个青衣女子更让人心悸。秦揽月处理完现场，目光一转，看到了观景楼下的魏安。他显然认得这身代表司礼监掌印的大红袍，也知道这位是皇帝跟前的红人，但他脸上没有丝毫巴结讨好的意思，只是例行公事般的微微颔首，便转身离去。魏安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又想了想那个神秘的青衣女子，有权还不行，还得有战力，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要是刚才那2个人想杀自己，那还是不像那死一只蚂蚁一样的简单。诗会进行得如火如荼，上林苑湖心的水榭早已被京城中最顶尖的才子佳人占满，女帝李清燕的到来更是将气氛推向了顶点。他挥手免去了繁琐的礼节，饶有兴致地看着场中正在进行的飞花令。此刻的规则比寻常的飞花令更为严苛，不仅要求诗句中带乐字，还要求意境相连，气韵不断，对不出便要当场罚酒3杯，退出此局。在下先来抛砖引玉。一位风度翩翩的公子起身，正是吏部侍郎之子，他摇着扇子吟道：云破见明月，照我满庭霜。此句一出，众人皆赞不俗，立刻有人接上，毫不示弱。月下独酌酒，举杯饮成双。李清燕看得手痒，待轮到他时，他清了清嗓子，
声音清脆，宫阙千重影，跃在最高楼。他的诗句自有一股皇家气派，又暗合他此刻居高临下的身份，引来一片喝彩。魏安垂首立于其后，心中了然。这个世界的诗词发展似乎与他熟知的历史有所不同，虽然也有佳句，但似乎还未曾经历过唐诗宋词那般璀璨的巅峰。游戏继续，气氛越来越紧张。几轮下来，已有数人因对不上而罚酒退场，留在场中的无一不是真正的青年才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有着京城小凤雏之称的状元郎欧阳哲。他才高八斗，性情却颇为倨傲。此刻他瞥了一眼女帝，眼神深处藏着一丝文人特有的清高和不服。轮到他时，欧阳哲长身而起，声音响亮，刻意要压过所有人。双刃映寒月，照我10年孤。这一句意境陡然拔高，从风花雪月转向了金戈铁马的萧杀和10年磨一剑的孤高，气势逼人。满场瞬间一静。这个上联出的太狠太绝，后续者若无相当的气魄，根本无法承接。接连两人都苦思冥想，最终摇头认罚。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女帝李清燕的身上。李清燕的眉头紧紧锁了起来。欧阳哲的这一句霸道无比，几乎堵死了所有温婉的路线。他脑中闪过数句诗，却都觉得软了弱了，一旦说出口就是输了阵仗。他不愿输，不仅仅是文采，更是身为帝王的尊严。时间一点一滴流逝，水榭中竟得能听见风吹过柳梢的声音。李清燕的脸色渐渐有些泛白，欧阳哲的嘴角已经忍不住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就在李清燕几乎要放弃，准备开口认罚之时，一个平静的声音如清泉入耳，在他身后响起：陛下，奴才斗胆，有一言，不知可否解陛下之忧。李清燕猛地回头，看到了魏安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是了，他怎么忘了他？这个在紫宸殿上舌战蛮夷，让他大放异彩的魏安。快说！他急切道，声音压得极低。魏安微微躬身，同样低声道：陛下，何必与他比刀光剑影？我等赏的是风月，品的却是天地。不若换个气象，问一问这天，问一问这月。他顿了顿，念出了那句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当这10个字轻轻传入耳中，李清燕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呆住了。他反复咀嚼着这句词，只觉得一股前所未有的磅礴气象在胸中轰然炸开。是啊，你们都在描写月亮，都在用月亮衬托自己，而朕直接与天对话，质问这千古明月。格局高下立判。在全场屏息的注视下，李清燕缓缓站直了身体，脸上所有的窘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俯瞰众生的帝王威仪。他目光扫过欧阳哲，朱唇轻启，声音响彻全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轰！水榭之中仿佛有无形的惊雷炸响，所有文人雅士有一个算一个，全部惊得站了起来，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这是何等的气魄！不答，反问，竟能以问对答，而且问的是青天。双刃赵姑虽好，却终究是个人悲欢。这一句问的是千古大道啊！欧阳哲脸上的得意笑容瞬间僵住，随后化为一片煞白。他呆呆地望着女帝，感觉自己引以为傲的诗句在对方面前简直就像是小孩子的泥巴玩具，被一脚踩得粉碎。李清燕看着众人的反应，心中涌起滔天巨浪。他知道这还不够，他转身对魏安投去一个催促的眼神。魏安了然，继续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将后续的词句一句句传入他的耳中。李清燕听一句便念一句，他的声音越来越亮，情绪越来越激昂。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当这一段念完，整个水榭已经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首词里描绘的浩瀚仙境和超然出尘的意境给彻底镇住了。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位遗世独立的仙人，在月下徘徊，想要乘风归去，却又留恋人间。那份洒脱，那份矛盾，那份孤独，直击每一个文人的灵魂深处。欧阳哲已经摇摇欲坠，嘴唇发白，喃喃道：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我输了，我输了。然而李清燕并没有停下，她看着众人，话锋一转，语气中多了几分悲天悯人的柔和。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一段如同一股暖流，将众人从高处不胜寒的仙境拉回到了充满烟火气的人间。是啊，人生在世，谁没有悲欢离合？月亮尚且有阴晴圆缺，这自古以来就是难以周全的憾事。不少多愁善感的才子佳人听到此处已是眼圈泛红，感同身受。最后李清燕吸了一口气，将
将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一句温柔而博大的祝福。他的目光越过众人，望向远方万家灯火，声音轻柔却带着无穷的力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话音落下，全场死寂。随即不知是谁第一个将手中的酒杯重重顿在桌上，站起身，对着女帝的方向深深一揖。此词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学生拜服，拜服。我等心服口服。欧阳哲再也支撑不住，扑通一声坐倒在地，面如死灰。他知道自己今日之后，所谓的小凤雏之名将彻底沦为一个笑话。水榭之中，所有的文人，无论男女，无论地位，都自发地站起身，向着李清燕行了最崇敬的弟子之礼。他们拜的不仅仅是帝王，更是这首足以流传千古的绝世好词。李清燕站在原地，接受着万众瞩目，享受着这份他从未体验过的源于文采的无上荣耀。他缓缓转身，看向身后那个自始至终都低着头的魏安。这个人究竟是怎样一个深不见底的宝藏？而在远处最高的观景楼上，珠帘之后，太后杨静瑶端着茶杯的手晃了晃。他听着远处传来的山呼海啸般的喝彩，看着那个被众星捧月般围在中央的女儿，又看了看女儿身后那个模糊的大红色的身影。他的凤眼缓缓眯了起来。水榭中的喝彩声经久不息。魏安低着头站在女帝身后，看似恭敬，实则嘴角微微上扬。苏轼的《水调歌头》放在这个诗词尚未发展到巅峰的世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看着那群平日里眼高于顶的文人，此刻一个个激动得面红耳赤的模样，他心里暗爽不已。陛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翰林颤巍巍地跪倒在地，老臣斗胆，恳请陛下将此词赐予臣等抄录。此词一出，天下再无中秋词矣。李清燕此刻心情大好，她矜持地点点头，准了。她转身，目光灼灼地盯着魏安。魏安，你且将全词写下来。奴才遵旨。魏安躬身应道。立刻有人备好笔墨纸砚。魏安提笔蘸墨，手腕悬空，笔走龙蛇，一个个铁画银钩的字迹跃然纸上，竟是一首难得的好字。定，检测到宿主展现超越时代的文化素养，触发隐藏成就文超功。奖励，技能过目不忘，初级，可准确记忆24小时内接触过的文字内容。魏安笔尖一顿，差点笑出声。这系统连文超功都出来了，真是不给面子。咦，女帝忽然凑近，一缕幽香钻入魏安鼻尖。你这字……魏安心头一跳，原主不过是个小太监，按理说不该有这般书法造诣。他急中生智，低声道：回陛下，奴才闲暇时常临摹太后娘娘的字帖。母后。李清燕眉头微蹙，随即舒展开来，难怪有几分相似。魏安松了口气，继续书写。最后一笔落下，他将宣纸双手呈上。李清燕接过，细细品读，越看越是惊艳。他忽然抬头，目光复杂地看着魏安：你还有多少本事是朕不知道的？魏安刚要回答，突然感到一道锐利的目光从远处射来。他不用抬头也知道，那是太后杨静瑶的视线。他的后背瞬间绷紧，冷汗悄悄浸湿了里衣。陛下谬赞，奴才不过是略通文墨罢了。他声音越来越低。李清燕却误会了他的紧张，以为他是谦虚。他忽然伸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拍了拍魏安的肩膀：今日你为朕解围，立下大功，回宫后朕自有重赏。这个动作看似随意，却让在场所有人瞳孔地震。皇帝亲手拍一个太监的肩膀，这是何等的恩宠。魏安却高兴不起来，他分明感觉到远处那道目光变得更加冰冷了。奴才谢陛下隆恩。他硬着头皮行礼，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如何向太后解释。诗会继续进行，但所有人的心思都还停留在那首《水调歌头》上。李清燕心情极好，甚至破例饮了3杯酒，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陛下，魏安小声提醒，时辰不早了，该回宫了。李清燕意犹未尽，但也知道帝王不宜在外久留。他点点头，摆驾回宫。回程的马车上，魏安终于有机会查看系统提示。当前任务进展，主线任务深宫棋局，太后好感度25，女帝好感度40。警告：太后对宿主与女帝亲近行为产生警惕，好感度有下降风险。新技能解锁，过目不忘，初级。魏安揉了揉太阳穴，这好感度涨得倒是快，可太后那边，想到那双冰冷的凤眼，他就头皮发麻。魏安，女帝的声音忽然从马车内传出：奴才在。车帘被一只纤纤玉手掀起，露出李清燕那张精致的小脸。此刻她眼中带着几分醉意，却格外明亮。今日那词，真是你想出来的？魏安心中警铃大作。这个问题看似随意，
实则暗藏试探。他斟酌着回答：“回陛下，奴才不过是借古人智慧，稍加改动罢了。”哦，李清燕来了兴趣，哪里的古人？朕怎么从未听过？是西域一位叫苏轼的诗人。魏安硬着头皮边道：“奴才幼时曾在市井间偶然得见其诗册。”李清燕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难怪意境如此开阔，不似中原常见风格。他忽然凑近，压低声音：“那册子可还在？”魏安摇头：“早已遗失，可惜。”李清燕叹了口气，随即又笑起来：“不过无妨，你有这般才学，日后多与朕切磋便是。”魏安刚要应声，突然浑身一僵，他感觉到一股熟悉的香气飘来，那是太后专用的龙涎香。果然，一抬头，只见前方宫门处，太后的凤辇正静静地停在那里，仿佛等候多时。李清燕也看到了，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他放下车帘，声音恢复了帝王的威严：“母后怎么来了？”魏安的手心全是汗。凤辇的帘子微微掀起，露出太后那张倾国倾城的脸。他的目光在魏安身上停留了一瞬，随即看向女帝的车驾。清燕，太后的声音温柔中带着不容置疑：“玩得可还尽兴？”李清燕不得不下车行礼：“回母后，儿臣指示。听说你在诗会上大放异彩。”太后打断他，缓步走近，一手水调歌头，让满朝文人心服口服。魏安低着头，却能感觉到太后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他的后背。是魏安帮了儿臣。李清燕直言不讳，他确实才华横溢。空气瞬间凝固，太后轻笑一声，那笑声让魏安毛骨悚然。是吗？哀家怎么不知道？哀家身边的小太监还有这等本事？他走到魏安面前，伸出带着鎏金护甲的手指，轻轻抬起他的下巴。魏安，你来说说，你这身才学是从哪偷来的？魏安对上那双深不见底的凤眼，喉咙发紧。叮，被动技能言多必失冷却完毕，随时可以触发。系统提示音在此刻犹如天籁。魏安深吸一口气，正要开口，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僵局。一名禁军统领飞驰而来，在10步外滚鞍下马。报！突厥使团在驿馆闹事，打伤了我方官员。太后和女帝同时变色。怎么回事？李清燕厉声问道。那巴图醒酒后口出狂言，说大燕文人只会耍嘴皮子，有本事真刀真枪比一场。魏安心中一动，这不正是他展示价值的好机会，而且能暂时避开太后的质问。陛下，他主动请缨，奴才愿前往处理。太后眯起眼睛，你一个太监能处理外交纠纷？母后，李清燕却出人意料地站在了魏安这边。魏安今日在朝堂上舌战巴图，将其气得吐血，此事交给他或许最为合适。太后沉默片刻，忽然笑了：“好啊，那哀家就看看哀家的小魏安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哀家不知道的。”他特意加重了哀家的3个字，听得魏安头皮发麻。去吧。太后挥了挥手，若处理不好。他没有说完，但魏安明白那未尽之言的含义。看着魏安远去的背影，太后的眼神渐渐冷了下来。他转向女儿：“清燕，你似乎很看重这个太监。”李清燕不卑不亢：“能为国分忧者，儿臣自然看重。”是吗？太后轻笑：“那母后倒要看看他到底站在哪一边。”母女2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火花四溅。与此同时，魏安正快马加鞭赶往驿馆。叮，检测到宿主面临多重危机，系统激活隐藏功能5道天赋觉醒初级。在极度危险情况下，宿主可短暂爆发超出常人的身体素质，持续时间30秒。魏安眼前一亮，这技能来的正是时候。既然已经卷入这场权力游戏，那就没办法全身而退了。太后也好，女帝也罢，他魏安绝不会任人摆布。驿馆近在眼前，喧闹声已经清晰可闻。魏安整了整衣冠，大步走入驿馆门前，已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禁军手持长枪维持秩序，却挡不住人群的窃窃私语。魏安刚下马，就听见里面传来瓷器碎裂的声音和嚣张的大笑。大燕无人了吗？派个文官来应付我们。一个粗犷的声音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汉话喊道：“我们要见的是能打的将军，不是只会耍笔杆子酸儒。”魏安整了整衣冠，大步走入驿馆。院内一片狼藉，桌椅翻倒，酒坛碎片散落一地。5、6个身材魁梧的突厥武士围成一圈，中间站着满脸通红的巴图，他手里还拎着半截砸碎的椅子腿。对面几个鸿胪寺的官员被逼到墙角，为首的少卿额头带血，官帽歪斜，却仍挺直腰杆怒视对方。巴图大人，魏安清朗的声音打破了僵局，这就是突厥的待客之道。所有目光瞬间集中到他身上。巴图眯起充血的眼睛，待看清来人是谁后，脸上横肉一抖。
是你！他猛地将椅子腿砸在地上，木屑四溅，紫宸殿上羞辱我的太监。魏安不慌不忙地行了一礼，大人言重了，当日不过是文字游戏，何来羞辱之说？少废话！巴图一脚踢开面前的碎瓷片，你们大燕人就会耍嘴皮子，有本事真刀真枪比一场。他拍了拍腰间弯刀，你若能接我3招，我巴图立刻向你道歉。驿馆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知道巴图是突厥有名的勇士，曾徒手搏杀过草原狼王，而魏安看起来文弱单薄，还是个太监，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叮！检测到宿主面临武力威胁，5道天赋觉醒已就绪，是否激活？魏安眼睛微眯，他本可以找借口推脱，但太后和女帝都在等着看他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他需要这个机会验证系统的能力。好，他解开官袍最上面的扣子，不过刀剑无眼，我们比拳脚如何？巴图哈哈大笑，随手将弯刀扔给同伴，正合我意。他活动了下粗壮的脖子，关节发出咔咔响声，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力量。围观人群自动让出一片空地，鸿胪寺的官员们担忧地看着魏安，有人小声劝道：魏公公，此事还是等禁军来处理吧。魏安摇摇头，走到空地中央，他表面平静，实则全身紧绷。30秒，他只有30秒的超常发挥时间，必须一击制胜。开始！巴图不等旁人发令，突然抱起发难，他庞大的身躯竟灵活如豹，2步跨过3丈距离，右拳带着风声直取魏安心口。这一拳若打实了，足以击碎普通人的胸骨。魏安瞳孔骤缩，在心中大喊：激活！刹那间，世界仿佛慢了下来。巴图的拳头在他眼中变成了一针一针的慢动作，他能看清每个肌肉的收缩轨迹，甚至预判出拳头的落点。5道天赋觉醒已激活，剩余时间29秒。魏安没有应接，而是微微侧身，在拳头即将触及衣襟的瞬间，左手如灵蛇般缠上巴图的手腕，借力一拉，同时右腿横扫对方下盘，4两拨千斤。巴图猝不及防，前冲的势头被这一带，整个人失去平衡，踉跄着向前扑去。但他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勇士，危急时刻腰腹发力，硬生生扭转身形，左肘回击魏安面门。砰！肘击落空，魏安不知何时已绕到他身侧，一记手刀精准砍在巴图颈侧。这一下又快又狠，按理说足以让人当场昏厥，但巴图皮糙肉厚，只是闷哼一声，反手就是一记摆拳。魏安矮身躲过，心中暗惊，这突厥人的抗击打能力远超常人，必须找出弱点。剩余时间25秒，他忽然想起新获得的过目不忘技能，方才2招交锋，巴图的动作细节已如照片般印在脑海中。魏安迅速分析，右肩微沉，左腿习惯性外撇，转身时腰部有灵，3秒的迟滞，破绽在腰。巴图再次扑来，这次双拳齐出，封死魏安左右闪避的空间。眼看就要得手，魏安却突然一个滑步，从不可思议的角度切入他怀中，右手成锥，狠狠戳在巴图右侧肋骨下方。啊！巴图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整个人如遭雷击，僵在原地动弹不得。魏安没有停手，趁势一记膝顶撞在对方腹部，接着抓住巴图衣领，一个漂亮的过肩摔。轰！巴图近200斤的身躯重重砸在地上，震起一片尘土。他蜷缩着身子，像只煮熟的虾米，只能发出痛苦的呻吟。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瞪大眼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突厥第一勇士巴图竟然被一个看似文弱的太监在3招内放倒了。剩余时间20秒，技能自动关闭，力量如潮水般退去。魏安只觉得双腿发软，背后已被冷汗浸透，但他强撑着没有表现出来，而是整了整衣襟，平静道：承让。你用了什么妖法？一个突厥武士结结巴巴地问。魏安轻笑，中原武术讲究以柔克刚，借力打力。他看向地上的巴图，鸠尾穴被击中的滋味不好受吧？放心，半个时辰后就能动了。鸿胪寺的官员们这才回过神来，纷纷上前道贺，而突厥使团的人则手忙脚乱地扶起巴图，在看向魏安时，眼中已带上敬畏。我们认输。一名年长些的突厥使者低头道：巴图大人酒后失态，冒犯贵国官员，我等愿意赔偿一切损失。魏安点点头，希望贵使记住今日教训，大宴以礼待客，但也不惧任何挑衅。他转身欲走，忽然听见身后传来巴图虚弱的声音：等等，你到底是谁？普通太监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魏安没有回头，只是淡淡道：司礼监掌印。魏安走出驿馆，夜风一吹，魏安才发觉自己后背已经湿透。刚才那一战看似轻松，实则凶险万分。若巴图再多撑几秒，
等技能时间结束，倒下的可能就是他自己了。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他握紧拳头，暗下决心。叮，检测到宿主武道首战告捷，开启新任务武道筑基。任务要求：获得一门武道修炼功法。奖励：根据功法品级解锁相应修炼加速功能。魏安眼前一亮，这正是他需要的。回宫路上，一队禁军迎面而来，为首的正是六扇门总捕头秦揽月。他骑在马上，黑色劲装勾勒出矫健的身姿，目光如鹰般锐利。魏公公，他在魏安面前勒住马将，听说你刚刚徒手击败了突厥勇士。魏安拱手行礼，侥幸而已。秦揽月上下打量他，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你的招式很特别，不像是宫中常见的路数。魏安心中一凛，这女人的眼力果然毒辣。他故作镇定道：小时候在街边跟一个游方道人学过几手防身术，不成体系，让秦大人见笑了。秦揽月不置可否，只是淡淡道：有机会切磋一下。说完便带着手下疾驰而去。魏安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六扇门总捕头或许是个获取功法的好渠道。回到宫中，魏安刚踏进司礼监的院子，一个小太监就匆匆跑来。掌印大人，陛下召您即刻去御书房。魏安皱眉，这么晚了？小太监压低声音，陛下听说您在驿馆的事，龙颜大悦，说要重赏您呢。魏安点点头，心里却打了个突。女帝如此急切，恐怕不只是赏赐那么简单。刚转身要走，又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魏公公。魏安回头，看见太后身边的贴身宫女清河站在阴影处，手里捧着一个锦盒。清河姑娘。魏安心头一跳，清河走上前，将锦盒递给他。太后娘娘赏你的。他声音极轻，娘娘还说，让你记住自己的身份，别被些小恩小惠迷了眼。魏安接过锦盒，只觉重若千钧。这是太后的警告，替我谢太后娘娘恩典。他恭敬道。清河点点头，转身离去前又补充一句：娘娘让你明日午时去永安宫见她。魏安深吸一口气，这下好了，女帝要赏，太后要训，他这夹缝求生的小太监日子越发难过了。打开锦盒，里面是一块通体碧绿的玉佩，雕着精致的凤凰图案。玉佩下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只有2个字：很好。魏安盯着这2个字，琢磨着太后的真实意图，是夸他击败突厥人，维护了大燕颜面，还是警告他不要得意忘形？将玉佩收入怀中，他整理好衣冠，向御书房走去。无论前方等待他的是赏赐还是试探，他都只能迎头而上。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唯有掌握真正的力量，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今天他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御书房的灯火通明，映得女帝李清燕那张精致的脸庞格外生动。魏安跪在下方，能清晰地看见她眼中跳动的光芒，那是猎手发现真情时才有的神采。起来吧，这里没外人。李清燕挥了挥手，声音比平日柔和许多。魏安谢恩起身，垂手而立。他注意到御书房内除了贴身宫女外，再无他人，连平日随侍的太监都被屏退了。朕听说李清燕单手托腮，另一只手轻轻敲击着案几。你在驿馆3招就放倒了那个突厥蛮子，奴才侥幸。侥幸。李清燕忽然站起身，绕过案几，走到魏安面前。他比魏安矮了半个头，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势仰视着他。朕查过你的档案，入宫12年，从未显露过武艺，怎么突然就能击败突厥第一勇士了？魏安背后沁出细密的汗珠。女帝果然起了疑心。回陛下，奴才幼时确实学过些粗浅功夫，只是宫中规矩森严，一直不敢显露。他顿了顿，又补充道：那日见鸿胪寺大人们受辱，一时激愤，才……好了。李清燕忽然伸手，指尖轻轻划过魏安的肩膀，朕又没怪你。他转身走向窗边，月光勾勒出他纤细的轮廓，相反，朕很欣赏。魏安一怔，诗才绝世，武艺超群。李清燕侧过脸，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可惜啊。可惜什么？陛下，可惜你是个太监。李清燕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不然朕定要将你收入后宫。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劈在魏安头顶，他猛地抬头，正对上女帝灼灼的目光，那里面竟真有一丝遗憾和渴望。陛下说笑了。魏安慌忙低头，心跳如肋骨。朕从不说笑。李清燕走回案前，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锦盒，这是赏你的。锦盒打开，里面是一块羊脂白玉佩，雕着盘龙云纹，精致非常。陛下，这……魏安认得这是皇室专用纹饰，寻常官员都不能佩戴，何况太监。朕准你戴。李清燕不容拒绝地说，从今日起，你随时可以出入御书房，无需通报。这是天大的恩宠，也意味着他正式被划为女帝一派。魏安心中叫苦，太后那边还不知如何交代，
这边女帝又步步紧逼，谢陛下隆恩，他只能先接下，再谋后路。对了，李清燕忽然想起什么，那首《水调歌头》真是你做的？魏安硬着头皮道：是借鉴前人智慧。朕不管是谁的智慧。李清燕打断他：3日后母后寿辰，朕要你准备一首更好的，在宴上当众献上。魏安眼前一黑，这是要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再次剽窃古人诗词，而且还是在太后寿宴上。奴才遵旨。离开御书房时，魏安的衣襟已经湿透，他摸了摸怀中的龙纹玉佩，又想起太后赏的凤纹玉佩，只觉得自己像走在刀尖上，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叮，检测到宿主陷入双重忠诚危机，解锁新技能危机预判初级，可在危险来临前30秒获得直觉警示。魏安苦笑，系统这是认定他随时可能掉脑袋啊。抬头看看天色，已近午时，太后召见的时间到了。永安宫前，清河早已等候多时。魏公公，他扶了扶身，眼中带着几分同情。娘娘心情不太好，你小心应对。魏安心中一沉，跟着清河穿过重重殿门，来到太后日常处理政务的偏殿。殿内熏香袅袅，杨静瑶正倚在软榻上批阅奏折。她今日穿了一身绛紫色长服，发髻松松挽着，少了几分威严，多了几分慵懒风情。听见脚步声，她头也不抬。来了，奴才参见太后娘娘。魏安跪下磕头，杨静瑶没让他起来，自顾自地翻着奏折。殿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魏安跪得膝盖都麻了，却不敢动一下。终于，太后放下奏折，抬了抬眼皮。听说陛下赏了你一块龙纹玉佩。魏安头皮一麻，心说消息传得可真快。是，陛下厚爱。厚爱。杨静瑶冷笑一声，突然把手中的朱笔往案上一掷，溅起几点朱砂，红得刺眼。哀家养了你12年，还比不上他这2天对你的赏识。魏安吓得赶紧伏在地上，大气不敢出。太后这吃醋的样子，跟那些争宠的妇人似的。抬起头来，魏安刚抬头，就见一个东西飞过来，他下意识接住，一看是一本册子。翻开看看。太后冷着脸说。魏安翻开册子，发现是《水调歌头》的抄本，字迹娟秀，一看就是女人写的，旁边还密密麻麻写了一堆批注，分析用词、意境、格律什么的。好一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杨静瑶站起身，慢慢走到魏安面前。哀家竟不知自己身边藏着这么一位大才子。他俯下身，身上的鎏金护甲勾起魏安的下巴。你说是哀家眼拙，还是你藏得太深？魏安喉咙动了动。娘娘，陛下让你在哀家寿宴上再现新诗。杨静瑶突然话锋一转。魏安瞳孔一缩，太后在女帝身边安插了眼线，而且这眼线地位还不低，不然不会知道这种细节。是。好啊。杨静瑶直起身，声音一下子变冷。那现在你先给哀家做一首，若做得不好。他没说完，但护甲在魏安颈间轻轻一划，寒意彻骨。魏安冷汗直冒，他深吸一口气，脑子飞速运转，给太后的诗必须符合他的身份气质，既不能太柔媚，又不能太刚硬，要恰到好处地展现他的权势与风华。忽然他灵光一现，请娘娘赐笔墨。杨静瑶挑眉，示意清河备好文房四宝。魏安深吸一口气，脑海中飞速思索。片刻之后，他提笔蘸墨，笔走龙蛇，一气呵成。宋太后，金凤栖梧桐，玉殿映朝霞。龙袍披锦绣，凤冠耀日华。一言定乾坤，万邦皆亲服。玉手执权柄，四海皆归心。盛德如日月，照耀九州宁。仁政则苍生，百姓颂恩深。英姿观古今，千古颂英名。魏安双手呈上，心中忐忑不安。杨静瑶接过宣纸，目光扫过每一行字，脸上的表情渐渐柔和。读到一言定乾坤，万邦皆亲服时，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好诗。杨静瑶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赞许。这首诗倒也配得上哀家的身份。魏安心中一松，知道这次算是过关了。太后满意的将诗稿放在案上，转身看向魏安，眼中闪过一丝深意。3日后寿宴，你若能再做如此佳作，哀家定会重重赏你。他的话语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但若敷衍了事，哀家也不会轻饶。魏安连忙伏地谢恩，心中暗自思忖，下次的诗必须更加完美，才能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保全自己。他转身走向窗边，背对魏安站了许久，殿内静得可怕，魏安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终于，太后转过身来，脸上已恢复了一贯的威严。诗尚可，但他缓步走回软榻，比给陛下的那首差了些。魏安刚要请罪，却见太后唇角微扬。不过哀家喜欢。悬着的心终于放下，魏安刚要谢恩，太后却又突然伸手一拽，
他猝不及防，整个人向前扑去，直接倒在了软榻上。娘娘！魏安大惊，手忙脚乱的想爬起来，杨静瑶却按住他的肩膀，俯身在他耳边轻声道：“记住，魏安，谁才是你的主子？”温热的呼吸喷在耳畔，带着龙涎香的馥郁。哀家能给你一切，也能收回一切。魏安浑身僵硬，不敢动弹。这个姿势太过暧昧，太后几乎整个人压在他身上，隔着衣料能感受到那柔软的曲线。3日后寿宴，杨静瑶继续道：“你的失落不能让满朝文武惊叹。”他的护甲缓缓划过魏安的喉结，哀家就让你永远做不出诗来，明白吗？奴才明白。杨静瑶这才满意的起身，整理了下衣襟，又恢复了那个高高在上的太后形象。滚吧！魏安如蒙大赦，慌忙退下，直到走出永安宫很远，他的心跳都没能恢复正常。太后这是什么意思？是警告？是威胁？还是某种隐晦的占有欲？魏安苦笑，这左右逢源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太后寿宴的压力如同一块巨石悬在魏安心头，但比这更让他寝食难安的是自身力量的匮乏。白天在驿馆靠着系统爆发才险胜巴图，那种力量失控又快速消退的无力感，让他深刻认识到，在这危机四伏的深宫，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再高的权位也是镜花水月。回到司礼监那间象征权势却冰冷空旷的掌印房，魏安平退左右，锁好房门。系统出来，5道筑基任务有没有更具体的指引？他在心中急切的呼唤。定，正在为宿主分析最优方案。方案1，获取洗金法髓类天材地宝，推荐度低。理由：此界灵气稀薄，珍稀灵物难寻，且宿主无渠道。方案2，获取特殊功法，推荐度高。理由：宿主拥有过目不忘技能，可尝试接触高阶武学。当前可接触高阶武学地点分析：1. 六扇门武库，风险极高，需突破秦揽月防线。2. 皇家秘藏天禄阁，风险高，需避开守卫及机关。3. 皇宫大内供奉潜修之所，风险极高，等同于自杀。魏安的目光锁定在天禄阁3个字上，这是皇家收藏典籍秘本的地方，据说除了金石子集，也藏有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皇家武技和功法残篇。风险虽高，但比起戒备森严的六扇门和供奉居所，似乎还有一丝机会。天禄阁守卫如何？内部结构可有信息？正在调取宿主记忆碎片，结合当前情报分析。守卫明少3班轮换，每班4人，皆后天5品以上精锐。暗哨位置未知。结构：地上3层，地下2层。武学典籍可能存放于地下1层或2层。特殊防御：传闻有墨家机关束布置，触发后果未知。系统辅助：宿主可激活危机预判，初级提前30秒感知致命危险。过目不忘可快速记忆功法图谱。足够了。魏安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富贵险中求，5道之路更是如此。夜半3更，月黑风高。魏安换上一身紧贴的深灰色夜行衣，脸上蒙着黑巾。他深吸一口气，将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激活危机预判，心中默念：危机预判初级，已激活，持续时长1小时。冷却中，一股奇异的直觉笼罩全身，仿佛周围空气中细微的流动，远处守卫脚步的轻重缓急都变成了可以解读的信息流。他像一只融入夜色的狸猫，凭借着系统赋予的直觉和对皇宫地形的熟悉，巧妙地避开了数队巡逻的禁军，悄无声息地摸到了天禄阁外围的阴影里。天禄阁独立于一片松柏林中，飞檐斗拱，在夜色中如同蛰伏的巨兽。借着月光，魏安清晰地看到门口肃立着4名披甲持戈的侍卫，目光如炬，气息沉稳悠长，确实是精锐中的精锐，不能走正门。魏安目光扫向阁楼侧面，他运起全身力气，配合着对危机的直觉预判，在守卫视线交错的刹那，猛地窜出，足尖在粗糙的墙壁上连点数下，身形如壁虎般向上游走。得益于5道天赋觉醒带来的短暂身体强化记忆，他的动作竟比想象中更灵活几分。翻上2楼回廊，他屏息凝神。危机预判没有传来强烈警示，说明附近暂时没有暗哨。他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扇虚掩的花窗，闪身而入。阁内弥漫着淡淡的樟脑和旧纸的气息，月光透过高窗洒下，照亮一排排顶天立地的巨大书架。他不敢停留，根据系统模糊的指引和建筑结构的常识，快速找到通往地下的阶梯入口。入口是一扇厚重的铁木门，上面挂着一把造型奇特的铜锁。机关锁。魏安皱眉，他不懂开锁，暴力破开必然惊动守卫。就在他思索对策时，危机预判忽然传来一阵微弱的记，不是针对他，
而是指向下方，似乎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地下的警戒。紧接着，下方传来一阵极其轻微的机括转动声和一声压抑的闷哼。有人！魏安瞳孔一缩，而且此人似乎比他更早潜入，还触发了机关。这对他既是危险，也可能是机会。他不再犹豫，趁着下方动静吸引了可能存在的守卫注意力的瞬间，他拔出随身携带的一把用于裁纸的锋利小刀，灌注全身力气，狠狠刺入铁木门荷叶的缝隙，同时另一只手用力一扳，咔嚓，一声脆响在寂静中格外刺耳，一个荷叶竟被他生生撬断，门歪斜着露出一道缝隙。魏安顾不上许多，矮身钻了进去。地下一层的空间比地上小很多，光线昏暗，只有几盏长明灯发出幽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更浓的陈旧气息和一丝淡淡的血腥味。魏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危机预判疯狂示警，提示着数处潜在的机关陷阱，同时清晰地指向一个方向，地下2层的入口。他小心翼翼地避开预判中危险的地砖和墙壁，快速移动到通往地下2层的石阶口。血腥味似乎更浓了，他刚探下头，一道锐利的寒光毫无征兆地直刺他面门，快如闪电。魏安倒吸一口冷气，危机预判提前半秒给了他警示，他几乎是凭借本能猛地后仰，同时右手下意识地向前一抓，试图扣住对方手腕。咦？黑暗中传来一声极轻的惊疑，似乎对魏安能躲开这一击感到意外。借着下面微弱的反光，魏安看清了袭击者，同样是一身夜行衣，身形玲珑矫健，脸上蒙着黑巾，只露出一双清冷如寒星的眼眸。他的武器是一柄细长的软剑，此刻剑尖正微微颤动，指着他的咽喉。而他的左臂衣袖被划破了一道口子，渗出的血迹染红了布料，显然刚才触发机关受伤的是他。两人在狭窄的石阶上对峙，气氛紧张到极点。魏安甚至能听到对方和自己同样急促的心跳声。你是谁？女子的声音压得极低，冰冷刺骨，带着浓浓的戒备和杀意。她的目光锐利如刀，上下扫视着魏安，似乎在评估他的威胁程度。魏安大脑飞速运转，硬拼。对方虽然受伤，但刚才那一剑的迅捷和精准绝对远超巴图，自己那点爆发力在真正的武者面前恐怕不够看，暴露身份更是死路一条。同是天涯寻书人，何必剑拔弩张？魏安也压低声音，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无害。下面的机关想必你也领教了，再打下去惊动了守卫，你我谁都走不了。女子眼神闪烁了一下，杀意稍敛，但剑尖依旧未动。你也是为了金龙九变残篇而来？金龙九变。魏安心中一动，系统立刻响应，检测到关键词金龙九变。大雁皇室秘传顶级外功绝学，据传炼至大成可生化游龙，力破千军，但因修炼条件苛刻且传承断绝，仅于残篇存世。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魏安模棱两可的回答，同时暗中启动过目不忘，借着对方剑身反射的微弱光线，快速扫视地下2层入口附近的墙壁，那里似乎刻着一些图形和文字。女子的目光也随着她的视线扫向那些石刻，显然她刚才就是被这些石刻吸引才触发了机关。下面的机关是牵丝引，触动后3息内必须按特定顺序踏过9块地砖，否则会有毒针和翻版。女子冷冷道，似乎在试探魏安是否真懂机关。你若能解，东西归你，我立刻退走；若不能，休怪我剑下无情。魏安心中冷笑，这女子分明是刚才吃了亏，自己无法破解，想借她之力，甚至可能打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主意。危机预判再次传来警示，守卫的脚步声似乎正在向天路阁靠近。时间不多了，魏安深吸一口气，目光死死锁定墙壁上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刻痕和文字。过目不忘技能全力发动，如同高精度扫描仪，瞬间将图案和文字深深烙印在脑海。震3，离7，坎1，坤9。他口中快速而清晰地报出9个方位和顺序，同时身体如离弦之箭般冲下石阶。他的步伐看似毫无章法，却精准地避开了预判中的致命陷阱，踏在那9块特定的地砖之上。哒哒哒，9声轻响，分毫不差。随着最后一步踏下，机括转动声停止，通往地下2层的最后一道无形屏障似乎解除了。墙壁上一个暗格无声划开，露出了里面一卷色泽古旧、非金非玉的暗青色卷轴，正是金龙九变残篇。魏安心中一喜，伸手便要去拿。就在他指尖即将触碰到卷轴的刹那，身后劲风突起，那女子的软剑如毒蛇吐信，悄无声息地刺向他后心。快、狠、准，角度刁钻至极。果然，魏安早有防备，危机预判让他提前感知到了杀机。他拿到卷轴是假，引对方出手才是真。
他猛地一个矮身侧滚，同时将手中一直紧握的材质小刀灌注了全身力气，当作飞镖狠狠掷向女子受伤的左臂。卑鄙！女子低斥一声，显然没料到魏安反应如此之快，还如此狡诈。他回剑格挡飞刀，动作因左臂伤势稍显凝滞。当一声脆响，飞刀被磕飞。但魏安已经利用这电光火石的间隙，做出了一个让女子目瞪口呆的举动。他没有去抢那卷轴，而是扑向墙壁上刻着功法图谱和口诀的石板。过目不忘，给我记住！魏安在心中狂吼。他的双眼如同高速摄像机，在不到2息的时间内，将整整3面墙壁上密密麻麻的图形和文字，如同拓印般深深烙印进脑海。你！女子又惊又怒，挥剑再刺，但魏安已经完成了他的目标。他猛地一蹬墙壁，身体借力向后弹开，险之又险地避开剑锋，同时右手快如闪电的一抓，却不是抓向卷轴，而是卷轴旁散落的几页似乎被撕扯下来的材质相同但更显残破的纸张。走！魏安低喝一声，将那几页残纸塞入怀中，头也不回地冲向石阶，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犹豫。女子愣住了，她完全没想到魏安的目标竟然不是完整的卷轴，而是墙壁上的刻痕和那几页废纸。等她反应过来，魏安的身影已经消失在石阶之上。该死！女子恨恨地跺了跺脚，守卫的脚步声已经很近了。她看了一眼暗格中的完整卷轴，又看了一眼墙壁上被魏安看过的时刻，眼中闪过一丝决断。她迅速收起卷轴，身形一晃，如同鬼魅般从另一个方向引入黑暗。魏安冲出天路阁，如同丧家之犬，将速度提升到极限。凭借着危机预判的指引，在守卫合围之前，惊险万分地逃离了松柏林，消失在错综复杂的宫殿群阴影之中。直到回到司礼监长印房的密室，锁好房门，魏安才瘫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汗水早已浸透夜行衣，心脏狂跳得几乎要炸开。但下一刻，强烈的兴奋涌了上来，他成功了。他闭上眼，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那3面墙壁上所有的图形和文字，金龙9变前3变的完整修炼图谱和心法口诀。虽然只是残篇的前半部，但对于他来说，这就是通往力量大门的钥匙。叮！恭喜宿主完成5道筑基任务，获得金龙9变前3变修炼图谱及心法，已记录于系统资料库。获得无名残叶 X3 材质特殊，内容待解析。解锁新功能5道推演初级，可消耗精神力，在意识空间模拟功法修炼，大幅降低走火入魔风险，提升修炼效率。系统评价：宿主以智慧与胆魄踏出了武道之路的第一步，虽行险招，但成果斐然，望再接再厉。魏安看着系统提示，咧开嘴无声地笑了。虽然惊险万分，还遇到了那个神秘而强大的女子，但这一切都值了。他迫不及待地盘膝坐下，意识沉入系统空间。那玄奥的功法图谱在心间流淌，强大的5道推演功能开始启动，模拟着真气运行的轨迹。力量，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他感受到了。而此刻，皇宫的某个角落，那个左臂受伤的黑衣女子摘下了面巾，露出一张清丽绝伦却冷若冰霜的脸。她看着手中的金龙9变卷轴，又想起那个狡诈如狐、目标诡异的蒙面人，秀眉微蹙。皇宫中竟有如此人物，她低声自语，眼中闪过一丝凝重和好奇。此人必须查清。近期，皇城上空又笼罩了一层恐怖阴云。就在短短3月内，接连3起命案，震动京师。昨日魏安偷书时又发生一起，受害者皆是寻常百姓，死状凄惨无比，胸口被利爪般的东西生生剖开，心脏不翼而飞。案发时间都在深夜，现场除了受害者挣扎的痕迹和干涸发黑的血迹，几乎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一时间人心惶惶，坊间流言四起，有说是修炼邪功的魔头作祟，有说是山精野怪化形食人，更有甚者竟将矛头隐隐指向了深宫，暗示是某种不祥之兆。恐慌如同瘟疫般蔓延，宵禁时间被迫提前，入夜后街道冷清的如同鬼域。紫宸殿上，女帝李清燕脸色铁青，将一份奏报重重摔在玉案上。废物，一群废物，连凶手的影子都摸不到，朕的子民夜不能寐，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你们给朕的交代。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刑部尚书和京兆尹更是汗如雨下，头几乎埋进了胸口。秦揽月，李清燕的目光如利箭般射向殿中一身玄甲、英姿飒爽的身影。臣在。秦揽月出列，单膝跪地，声音清越而坚定。朕命你全权负责此案，6扇门上下，京畿各衙署，悉听调遣。7日内，朕要看到凶手伏法。李清燕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否则，你这总捕头的乌纱就自己摘了吧。臣
遵旨。秦揽月叩首领命，眼中没有丝毫退缩，只有燃烧的战意。还有，李青燕的目光转向站在一旁垂手而立的魏安。魏安，奴才在，你心思缜密，兼有极致。此案，你代表朕协助秦总捕头查办，一应所需，宫内宫外皆可便宜行事，务必尽快平息民怨。李青燕的旨意让不少朝臣侧目，让一个太监代表天子协助查办如此重案，实属罕见。魏安心中微凛，立刻躬身，奴才定当竭尽全力，不负陛下所托。退朝后，魏安和秦揽月在公道上一前一后走着，气氛微妙。秦揽月步伐矫健，玄铁皮甲随着他的动作发出轻微的铿锵声。他忽然停下脚步，转身，那双锐利如鹰隼的眼睛毫不避讳地上下打量着魏安。魏公公，他的声音听不出情绪，一管徒手拜突厥勇士天禄阁。他故意拖长了尾音，目光仿佛能穿透魏安的身体。那晚你跑得可真快。魏安心中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甚至还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带着点太监式谦卑的笑容。秦大人说笑了，那日一管是侥幸，至于天禄阁，奴才那晚在司里监整理卷宗，彻夜未眠，不知大人所指何事。呵，秦揽月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轻笑，显然不信。陛下让我等同心协力破案，魏公公，你我之间或许该坦诚些。比如，公公这身不俗的身手师承何处？那晚在天禄阁，公公又整理到了什么有趣的卷宗？试探，赤裸裸的试探。这女人果然在怀疑天禄阁那晚的神秘人是她。魏安心思电转，脸上笑容不变，反而带着点无奈。秦大人明鉴，奴才这点微末功夫实在不值一提。幼时确实跟这个走江湖卖艺的老道士学过几年强身健体的把式，都是些花架子，唬唬外行人还行，在大人这样的行家面前贻笑大方了。他巧妙地避开了天禄阁的问题，将话题引向武学渊源。哦，老道士。秦揽月逼近一步，身上那股属于先天高手的凌厉气势隐隐透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使得什么路数？强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魏安感觉自己像是被猛兽盯上的猎物。他暗自运转起刚刚入门尚显微弱的金龙九变第一变心法，一股微不可察的灼热感在丹田升起，勉强抵御着对方的气势压迫。这年代久远，那老道士云游四方，神龙见首不见尾，名号早已记不清了。魏安露出努力回忆的表情。路数嘛，杂得很，踢腿打拳，翻跟斗，胸口碎大石。哦对，还有几手点穴的功夫，说是能治跌打损伤。他故意说的粗浅不堪，甚至带点市井礼俗的味道。点穴。秦揽月捕捉到这个关键词，眼中金光一闪，公公可否演示一二？这魏安面露为难，奴才这点三脚猫，点个穴位还行，真要像大人这样行家运指如飞，风经节脉，那是万万不能的。而且那老道士教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穴位，比如合谷止痛、足三里健胃，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他一边说，一边笨拙地在自己手臂上比划着，动作生涩，毫无章法。秦揽月看着他拙劣的演示，眉头微蹙。他对自己的眼力有自信，魏安此刻展现出的点穴手法确实粗糙简陋，毫无那家真气的痕迹，与那晚天禄阁神秘人诡异迅捷的身法和那精准之出差点伤到自己的飞刀手法判若两人。难道真是自己想多了？或者这太监藏得比自己想象的更深？罢了。秦揽月收回目光，气势收敛，先去案发现场。公公请。他做了个手势，但语气依旧带着疏离和审视。两人带着几名精干的六扇门捕快，来到了最新的一处案发现场。城西一处偏僻的民居，浓重的血腥味即使过去了一夜，依旧挥之不去。屋内脏乱，打斗痕迹明显。死者是一名中年货郎，仰面倒在血泊中，胸口那个血淋淋的大洞触目惊心。秦揽月蹲下身，仔细检查尸体和周围环境，手法专业而利落。他指着死者脖颈处几道细微的几乎不可见的紫黑色淤痕，看这里，凶手是先以极快的手法扼住咽喉，令其瞬间窒息，失去反抗能力，然后才下的毒手，手法干净利落，绝非寻常盗匪或流寇。他又捻起地上一点极其细微的近乎透明的粉末，放在鼻尖轻嗅，眉头紧锁，有股极淡的阴寒腥气，不似寻常毒物，像是某种重置留下的分泌物。魏安站在一旁，没有像秦揽月那样直接接触现场，他暗中全力运转起金龙九变的心法，随着丹田内那股微弱却坚韧的灼热气流缓缓流动，灌注于双耳和双目，他的感官在功法的加持下瞬间变得异常敏锐。空气中弥漫的常人几乎忽略的细微气味涌入鼻腔，浓烈的血腥味之下掩盖着一丝极淡的类似陈年墓穴的土腥气和一种难以言喻的
令人本能厌恶的甜腻腥气，正是秦揽月发现的那种粉末的味道。他的目光扫过地面，在秦揽月未曾注意的墙角阴影里，捕捉到几点极其微小的、几乎融入尘土的暗褐色结晶，像是某种东西干涸后的残留。秦大人，魏安忽然开口，声音平静：“您看墙角那几点褐色结晶，是否与您发现的粉末有关联？”秦揽月闻言，立刻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眼神一凝。他快步走过去，小心翼翼地用银针挑起一点，仔细观察，又凑近闻了闻，脸色瞬间变得凝重无比。这是腐心谷的排泄物结晶。他失声低呼，眼中充满了震惊。此物只生长在南疆10万大山深处的阴府之地，由一种极其罕见的腐心虫分泌。传说此虫以人心为食，尤其喜好刚死之人心头精血。但此虫早已绝迹多年，怎会出现在京城？腐心谷，腐心虫。魏安心中巨震。不仅如此，秦揽月站起身，环顾四周，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寒意。凶手用此虫作案，取其心头精血，这绝非简单的杀人弑心，更像是一种邪异的仪式，或是喂养。喂养这个词让魏安头皮发麻。用人心喂养蛊虫，那这蛊虫背后的人所图为何？秦大人，魏安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忧虑和求知欲。此等邪物危害巨大，必须尽快铲除。不知六扇门对南疆巫蛊之术可有研究？或者，大人您是否与南疆高手交过手，可知其弱点？他看似忧心忡忡的询问，实则是在不动声色地套取秦揽月的信息，尤其是关于南疆武功路数和弱点的情报，这对他未来可能的遭遇至关重要。秦揽月深深看了魏安一眼，似乎想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魏安的眼神真诚而焦急，毫无破绽。南疆巫蛊诡秘莫测。秦揽月沉声道：“我曾追捕过一个叛逃的南疆蛊师，其驱虫控蛊之术防不胜防，武功路数也刁钻阴毒，擅长隐匿、用毒和驱使毒虫，其内力往往带有阴寒腐蚀的特性，与中原武学大相径庭。对付他们，首要便是找出其藏身之蛊母或本命蛊，其次需以阳刚炽热之内立刻治其阴寒邪毒。”他话未说完，目光突然锐利地扫向魏安身后窗外，一道极其细微的几乎与风声融为一体的衣袂破空声传来：“有人窥视！”秦揽月低喝一声，身形如电，瞬间撞破窗户追了出去。魏安反应也是极快，立刻跟着冲出，但以他目前的修为，速度远不及秦揽月，只看到一道模糊的黑影在远处的屋脊上一闪而逝，而秦揽月紧追不舍的身影也迅速消失在夜色中。魏安停下脚步，喘息未定，他环顾四周，夜色深沉，万籁俱寂，仿佛刚才的窥视只是幻觉。然而就在他转身准备返回屋内时，眼角余光瞥见巷口阴影处似乎有个人影一闪而过。那人影的动作，魏安瞳孔微缩，虽然只是一瞥，但那走路的姿态和身形轮廓，怎么那么像太后身边的心腹宫女清河？清河，她怎么会在这里？是巧合，还是太后也在关注此案，甚至怀疑他魏安？魏安拼命追赶着秦揽月和那神秘黑影，双腿如灌了铅般沉重。他刚刚入门的金龙九变功法在丹田内疯狂运转，勉强让他不至于被甩得太远。夜风呼啸，吹得他衣袍猎猎作响，远处的黑影和秦揽月如同两道鬼魅，在月光下忽隐忽现。这女人跑得也太快了！魏安咬牙暗骂，胸口火辣辣的疼。他这才真切体会到后天与先天之间的天堑差距。秦揽月如履平地般在屋脊间纵跃，而他却只能狼狈地沿着街道狂奔，时不时还要绕开障碍，一路追出城门。护城河在月光下泛着幽幽冷光，河畔荒草丛生，几棵歪脖老柳树在风中摇曳，投下斑驳的阴影。站住！秦揽月清冷的喝声传来。魏安气喘吁吁地赶到时，正看到秦揽月与那黑衣人隔河对峙。黑衣人全身裹在黑色斗篷中，只露出一双阴冷的眼睛，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青绿色六扇门总捕头秦揽月。黑衣人开口，声音嘶哑难辨男女，何必追着我不放？京城掏心案，可是你所为？秦揽月右手按在腰间佩剑上，气势凌厉如出鞘利刃。黑衣人发出一声古怪的轻笑：“多管闲事，只会招来杀身之祸。此事不是你们能插手的，速速退去，否则后果自负。”狂妄！秦揽月怒喝一声，身形如电，瞬间掠过河面，长剑出鞘，寒光乍现。黑衣人似乎早有准备，斗篷一展，数道银芒激射而出。暗器！魏安惊呼，却见秦揽月手腕一抖，剑光如瀑，叮叮当当将暗器尽数击落。那竟是几枚造型诡异的飞镖，落地后竟发出嘶嘶声响，腐蚀了周围的野草。有毒！魏安瞳孔骤缩，下意识后退半步。
这种阴毒手段绝非正道所为。秦揽月显然也被激怒了，剑势陡然凌厉，招招直取要害。黑衣人被迫连连后退，斗篷被剑气割裂，竖到口子。魏安看得分明，秦揽月的剑法大开大合，刚猛凌厉，每一剑都带着灼热的气劲，正是克制阴邪功法的上乘武学。束手就擒！秦揽月一声轻叱，长剑如龙，直刺黑衣人咽喉。黑衣人仓促闪避，却还是被剑气划破肩头，黑色布料下露出一截苍白的近乎病态的皮肤。更令魏安心惊的是，那伤口处流出的血竟然是暗绿色的。你不是人！秦揽月显然也发现了异常，剑势更急，到底是何方妖孽？黑衣人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笑，双手猛地扬起，刹那间无数细小的黑影从他袖中飞出，嗡嗡作响，竟是密密麻麻的毒虫。秦揽月见光如目，将大部分毒虫斩落，但仍有几只突破了防线，眼看就要扑到他脸上。小心！魏安顾不得多想，金龙九变第一变龙鳞护体全力运转，丹田内那微弱的热流瞬间涌向四肢百骸，他纵身一跃，挡在秦揽月身前。嗤嗤嗤，毒虫撞在魏安身上，发出令人牙酸的腐蚀声。剧痛从胸口传来，魏安闷哼一声，却死死挡在秦揽月前面，双臂交叉护住头脸。魏安！秦揽月惊呼，剑势一转，炽热的剑气横扫，将剩余毒虫尽数焚灭。黑衣人见状，怪笑一声：好一对同命鸳鸯，今日暂且放过你们，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说罢，身形一晃，竟化作一团黑雾，消散在夜色中。想走！秦揽月欲追，却听身后魏安一声闷哼，单膝跪地。他回头一看，顿时脸色大变。魏安胸前的衣袍已被腐蚀出几个大洞，露出的皮肤上几个铜钱大小的伤口正泛着诡异的青黑色，周围的血管都变成了可怖的紫黑色。毒虫入体！秦揽月立刻收剑，一把扶住摇摇欲坠的魏安，别动毒气攻心就完了。魏安只觉得胸口火烧般疼痛，眼前阵阵发黑，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秦大人没事就好，闭嘴！秦揽月厉声喝道，手上动作却异常轻柔。他迅速点了他胸前几处大穴，又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倒出一粒赤红如火的丹药，吞下去。这是我六扇门秘制的赤阳丹，可暂时压制阴毒。魏安艰难地咽下丹药，顿时一股热流从喉头直冲丹田，与金龙九变的内息相融，勉强抵住了毒素的蔓延。但毒伤太重，他的意识还是渐渐模糊。恍惚间，他感觉自己被一双有力的手臂抱起，鼻端萦绕着淡淡的不同于宫中脂粉的清爽气息。撑住，我带你去找能解毒的人。秦揽月的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魏安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随即陷入了黑暗。不知过了多久，魏安被一阵剧痛惊醒，他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简朴的木屋中，胸口衣物已被除去，伤口处插着几根银针，针尾微微颤动。醒了！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魏安艰难转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正捣弄着一碗散发着刺鼻气味的药膏。算你命大，这副腥虫的毒，寻常人沾上一点，3息之内必死无疑。你居然能撑到老夫这里，看来体内有股奇特的内力护住了心脉。魏安这才注意到，秦揽月正站在老者身后，脸上罕见的带着一丝紧张。见他醒来，他明显松了口气，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冷峻模样。鲁大师，他怎么样？死不了。被称为鲁大师的老者哼了一声，这小子体质特殊，体内有股阳刚内息，正好克制阴毒。换作是你这丫头中了毒，就算能撑到我这，也得去掉半条命。秦揽月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走到魏安榻前，犹豫片刻，低声道：为什么？魏安知道他问的是什么，虚弱的笑了笑：秦大人，乃国之栋梁，破案击凶，离不开您，奴才贱命一条，死了也无妨。胡说八道！秦揽月突然提高了声音，随即又意识到失态，深吸一口气：你不必如此，今日之恩，秦某记下了。鲁大师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嘿嘿一笑：有意思，六扇门铁面无私的玉罗纱居然会关心一个太监的死活。鲁大师！秦揽月耳根微红，随即正色道：那黑衣人您也看到了，到底是什么来路？鲁大师的表情顿时凝重起来。辅星虫乃南疆万毒门秘传蛊虫，此门100年前就被正道联手剿灭，没想到还有余孽存活。更麻烦的是，他指了指魏安的伤口，这毒虫被改良过，毒性更强，还能受人操控，背后之人恐怕所图非小。秦揽月眉头紧锁，京城掏心案必是此人所为，但他取人心头精血喂养毒虫，究竟意欲何为？鲁大师摇摇头，万毒门邪术诡异，取人心血多半是为了炼制某种邪门功法或毒蛊，若让他得逞，
后果不堪设想。魏安听着两人对话，心中惊涛骇浪，莫非与这万毒门有关？秦大人，魏安艰难开口，那黑衣人临走前说的话，您可听清了？秦揽月点头，他称我们为同命鸳鸯，还说要我们别多管闲事。他突然一顿，眼中金光一闪，等等，他认识我，知道我是六扇门总捕头。魏安也反应过来，而且他似乎并不惧怕朝廷势力，反而像是在警告我们。鲁大师冷笑，万毒门余孽敢在京城如此嚣张，背后必有倚仗。丫头，此事恐怕牵扯甚广，你一人之力未必能应付。秦揽月握紧佩剑，眼中战意熊熊。事关京城百姓安危，秦某义不容辞。只是他看向魏安，欲言又止。魏安明白他的顾虑，强撑着坐起身。秦大人放心，奴才虽武功低微，但脑子还算灵光，定当竭尽全力协助大人破案。秦揽月定定看了他许久，突然伸手按住他的肩膀，别动，伤口会裂开。他的声音依旧冷硬，却多了几分之前没有的温度。你先养伤，3日后我来接你。说完，他转身大步离去，背影挺拔如松。鲁大师看着他的背影，又看看魏安，意味深长地捋了捋胡子。小子，能让玉罗纱如此对待的，你是第一个。魏安苦笑，大师说笑了，秦大人指示，职责所在。鲁大师哼了一声，将药膏重重按在魏安伤口上，疼得他龇牙咧嘴。少装蒜，老夫活了80多岁，什么看不明白？你这伤没个10天半月好不了，但看那丫头的架势，3天后就要带你走。嘿，有意思。魏安疼得说不出话，心中却思绪万千。鲁大师的药膏火辣辣地灼烧着伤口，魏安却猛然从榻上弹起，冷汗瞬间浸透了衣衫。太后寿辰，他掐指一算，自己昏迷竟已2日有余，明日便是太后杨静瑶的寿辰，而他作为司礼监掌印，若缺席这等重要场合，不仅会惹来非议，更会引起太后和女帝的猜疑，尤其是在这多事之秋。鲁大师，魏安咬牙忍痛翻身下榻，在下必须回宫。鲁大师正在研磨药材，闻言头也不抬，伤口刚结痂，动一动就会裂开。那丫头说了3日后来接你，你急什么？魏安顾不上解释，匆匆套上已被洗净烘干的衣袍，胸前的伤口被布料摩擦，疼得他眼前发黑。药带上。鲁大师扔来一个小瓷瓶，1日1粒，能镇痛止血。记住，7日之内不得运功，否则毒性反噬，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你。魏安深深一揖，多谢大师救命之恩。离开木屋时，夕阳已经西沉。魏安雇了辆马车，忍着颠簸之痛赶回皇城。一路上，他反复思索着要献给太后的诗，既要惊艳四座，又要符合太后身份，还不能与之前给女帝的水调歌头风格雷同，以免引起怀疑。有了，他眼睛一亮，想起了一首绝对符合太后心境的千古名篇。回到宫中已是深夜，魏安刚踏入司礼间，小太监福顺就慌慌张张迎上来。掌印大人，您可算回来了。这2日太后派人来问了3次，陛下也差人来过。魏安摆摆手，寿典准备的如何了？一切就绪，就等明日了。福顺压低声音，不过太后似乎心情不佳，昨日还杖毙了2个手脚不麻利的宫女。魏安心中一凛，太后喜怒无常，但如此暴力实属罕见。莫非宫中发生了什么？备热水，我要沐浴更衣，另外准备一套新的掌印礼服。魏安吩咐道，随即想起什么，对了，这2日可有6扇门的人来找我？福顺摇头，没有。不过他凑得更近，听说城西又发生了一起掏心案，这次死的不是平民，而是一个告老还乡的礼部员外郎。秦总捕头亲自坐镇，全城搜捕呢。魏安瞳孔微缩，凶手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竟敢对官员下手，而且时机如此巧合，偏偏选在太后寿辰前夕。这一夜，魏安辗转难眠，胸口的伤疼痛难忍，但更让他不安的是那种山雨欲来的预感。天蒙蒙亮时，他才勉强合眼片刻，就被福顺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掌印大人，时辰到了。永安宫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殿前广场上，百官按品级肃立，亲王贵胄依次入席。魏安身着大红掌印礼服，强忍伤痛，指挥着小太监们忙前忙后。陛下驾到！随着一声高喝，女帝李清燕身着明黄龙袍，头戴金冠，在宫女太监的簇拥下缓步而来。她今日妆容精致，眉间一点朱砂更添威仪，但眼下淡淡的青黑却暴露了她的疲惫。参见陛下！百官跪拜。李清燕抬手示意平身，目光扫过人群，在看到魏安时微微一顿，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很快恢复如常。
太后娘娘驾到！又是一声高喝，全场再次跪拜。魏安偷偷抬眼，只见太后杨静瑶一袭绛紫凤袍，头戴九凤金冠，在宫女搀扶下雍容而来。她妆容华美，却掩不住眉宇间的一丝阴郁。儿臣公主母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李清燕率先行礼，杨静瑶微微一笑，伸手虚扶。陛下有心了。这看似平常的母女互动，在魏安眼中却充满了微妙的张力。他注意到太后扶起女帝时，护甲在女帝腕上留下的轻微红痕，以及女帝眼中一闪而逝的冷意。寿典正式开始，百官依次上前献礼，珍奇异宝琳琅满目。魏安站在一旁，强忍伤痛，维持着恭敬姿态，额头已渗出细密汗珠。臣弟恭祝皇嫂千秋。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魏安转头，只见一位身着戎装、面容刚毅的中年男子大步上前，正是镇守北疆的肃亲王李承焕。边关苦寒，无甚珍品，唯有这柄突厥可汗的佩刀，聊表心意。李承焕双手奉上一柄镶嵌宝石的弯刀，此刀名为狼式，是臣弟上月击退突厥犯边时所获。杨静瑶接过弯刀，拔刀出鞘，寒光凛冽。肃亲王有心了。北疆战事如何？李承焕面色凝重。回皇嫂，突厥近来频频犯边，规模虽不大，但战术诡谲，似有试探之意。臣弟怀疑。他看了眼女帝，欲言又止。皇叔但说无妨。李清燕开口道：臣怀疑突厥与南疆某些势力有所勾结。李承焕沉声道：上月截获的密信中提到古师北上4字，臣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听闻京城掏心案。殿内瞬间安静下来。魏安心头巨震，突厥与南疆勾结，掏心案与边关战事有关。杨静瑶凤眼微眯。肃亲王是说京城凶案背后可能有突厥指使，臣不敢妄言，只是……李承焕正要继续，杨静瑶却突然抬手打断。今日是哀家寿辰，国事容后再议。他转向女帝：陛下以为如何？李清燕面色不变：母后所言极是，皇叔可于明日早朝详奏。魏安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太后与女帝的微妙互动，肃亲王带来的惊人消息，以及古师北上4个字，如同一道闪电，将他之前的种种疑惑串联起来。歌舞表演开始，一群身着轻纱的舞姬翩然入场。魏安正思索间，忽觉一道锐利的目光刺来，抬头望去，太后正冷冷盯着他，确切地说是盯着他看歌舞的眼神。魏安顿时头皮发麻，赶紧低头，但为时已晚，太后已经开口：魏安，奴才在。他快步上前，跪倒在阶下：哀家寿辰，你身为司礼监掌印，可有准备什么特别的贺礼？杨静瑶的声音带着几分危险的味道。魏安知道太后这是在刁难他。按照惯例，太监只需负责典礼流程，无需单独献礼。魏安深吸一口气，强忍胸口疼痛，挺直腰背：回娘娘，奴才斗胆准备了一首拙诗，赞美娘娘绝世容颜。哦。杨静瑶来了兴趣，念来听听。魏安闭目片刻，仿佛在酝酿情绪。当他再次睁眼时，声音清朗而深情：霞彩锦佩露才同，小雾清阶色玉浓。若未尘香亭北域，因寻落水梦中逢。最后一句落下，满殿寂静。杨静瑶的表情几经变换，最终定格在一种由衷的喜悦上。她缓缓起身，凤袍微移：好一个因寻落水梦中逢。魏安，你倒是会说话。女帝李清燕也震惊地看着魏安，眼中闪烁着不可思议的光芒。这首诗的华美辞藻和精妙比喻丝毫不输水调歌头。肃亲王李承焕拍案叫绝：好诗！将太后娘娘的天姿国色描绘得淋漓尽致。有他带头，其他官员也纷纷附和，殿内气氛顿时热烈起来。杨静瑶缓步走下台阶，来到魏安面前，他伸手抬起魏安的下巴，流经护甲冰凉的触感让他微微一颤。诗很好。太后轻声道，眼中满是赞赏：哀家很久没听到这么动人的赞美了。他松开手，转身对众人道：赏魏安黄金100两，锦缎10匹。另外，他意味深长地看了魏安一眼：今晚你来永安宫，哀家要好好赏你。就在寿宴即将圆满结束时，殿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紧接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大步走入，竟是秦揽月。他一身悬甲染血，面色苍白，却目光如电，径直走到殿中央，单膝跪地：臣秦揽月参见陛下、太后娘娘。满殿哗然。6扇门总捕头擅闯太后寿宴，这可是大不敬之罪。但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接下来说的话：臣有10万火急军情，城南发现大批突厥细作，与掏心案凶手有关。他们计划趁太后寿辰，在城中多处引爆炸药。臣已率人剿灭大半，但仍有漏网之鱼，请陛下即刻下令全城戒严。魏安闻言，
如遭雷击。掏心案凶手竟是突厥细作，魏公公跑得挺快啊！秦揽月策马与魏安并肩而行，玄甲在阳光下泛着冷光，他嘴角噙着一丝玩味的笑意。不是说好了3日后我去接你？怎么怕我食言？魏安强忍胸口疼痛，努力保持平稳的骑姿。秦大人说笑了，太后寿辰这等大事，奴才若缺席，怕是要掉脑袋的。哼！秦揽月轻笑一声，眼中闪烁着促狭的光芒。原来咱们魏大掌印也有怕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魏安无奈地瞥了他一眼，秦大人就别取笑奴才了。您不知道，这2日太后派人来司礼监问了3次，陛下也差人来过。我若再不回来，怕是要被当成逃犯了。秦揽月闻言笑得更加灿烂，那张常年冷若冰霜的脸，此刻竟显出几分少女般的灵动。有意思，堂堂司礼监掌印，舌战突厥使臣，诗经满朝文武的魏安，居然被太后吓得连夜逃回宫。秦大人，魏安佯装恼怒，却牵动了胸口伤势，不禁闷哼一声。秦揽月立刻收敛笑容，关切道：伤口又疼了，鲁大师的药不管用？魏安摆摆手：无妨，倒是秦大人，咱们这是去了。秦揽月神色一怔，醉仙楼，据线报，最后2个突厥细作就藏在那里。他从怀中取出一块金令，陛下有令，命你协助我击凶，并有权调动禁军封锁全城。魏安接过令牌，只见上面刻着如朕亲临寺的大字，沉甸甸的颇有分量。他当即对随行的小太监下令，传我命令，即刻封锁9门，所有可疑人员一律扣留。另外增派3倍兵力把守皇宫各处要道，尤其是通往太后寝宫和御书房的路。小太监领命而去。秦揽月挑眉看他，魏公公好大的官威啊！魏安苦笑，秦大人就别取笑我了，这案子牵涉突厥细作，又正值太后寿辰，若出半点差池，你我脑袋都得搬家。秦揽月不置可否，只是突然压低声音：你刚才说增兵把守太后寝宫和御书房，为何特别提到这2处？魏安目光深沉，直觉太后寿宴，女帝和所有重臣都会在场，若我是突厥人。他没有说完，但秦揽月已经会意，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你倒想得周全，走吧，先拿下醉仙楼那2个，或许能问出些什么。行了，秦揽月打断他，前面就是醉仙楼，最后2个突厥细作就藏在那里。记住，跟紧我，别逞强。魏安点头，心中却暗自盘算，从系统兑换的袖里针还藏在袖中，这暗器外形普通，却能射出细如牛毛的麻醉针，30步内百发百中。只是兑换代价不小，消耗了他积攒的30点积分。醉仙楼前，禁军已将四周团团围住，老鸨战战兢兢地迎上来。官爷，我们这可是正经生意。少废话！秦揽月厉声道：“3楼雅间是不是有个西域客商包了3天？”老鸨脸色一变：“是有这么个人，出手阔绰。”秦揽月与魏安对视一眼，立刻带人冲上楼去。刚到3楼走廊，就听见一声女子尖叫：“砰！”秦揽月一脚踹开房门，只见一个满脸横肉的突厥大汉，一手掐着个绿衣女子的脖子，另一手持弯刀抵在她咽喉处。女子约莫18、19岁，肤若凝脂，眉目如画，此刻却吓得花容失色，正是醉仙楼头牌云清儿。别过来！突厥大汉厉声喝道：“再上前一步，我就割断他的喉咙！”秦揽月立刻止步，右手按在剑柄上：“放开人质，饶你不死！”大汉狂笑，6扇门的走狗也配谈条件。魏安悄悄观察着房间布局，窗户被封死，大汉背靠墙壁，确实无路可退。但奇怪的是，这突厥人虽然凶狠，眼神却有些涣散，额头上青筋暴起，像是服用了什么药物。你们中原人都该死！大汉突然激动起来：“我要为巴图大人报仇！”魏安心中一动，巴图，那个被他击败的突厥使臣，看来这些细作果然是冲着太后寿辰来的。冷静点！魏安上前一步，语气平和：“你想要什么？钱？马匹？我们都可以谈。我要你们的命！”大汉怒吼，刀锋在云清儿雪白的脖颈上压出一道血痕。女子吓得泪流满面，却不敢出声。秦揽月悄悄向魏安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继续吸引注意。魏安会意，故作轻松的摊手：“杀个青楼女子算什么本事？不如放了她，我来当你的人质如何？我可是司礼监掌印，比她有价值多了。”大汉狐疑地打量着他：“你一个太监？”“正是。”魏安缓步向前，太后身边的红人，女帝眼前的红人，你说我值不值钱？他每走一步都在计算距离，20步，15步，再近些，站住！大汉突然警觉，再上前我就杀了他。魏安停步，脸上露出遗憾的表情。好吧，不过他突然指向窗外，
那是谁？大汉本能的转头，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魏安袖中的袖里针无声发动，嗖，一道几乎看不见的银光闪过，正中大汉持刀的手腕。啊！大汉吃痛，弯刀当啷落地。秦揽月如猎豹般扑上，一掌劈在他颈侧，将其击晕。云七儿瘫软在地，魏安连忙上前扶住他：“姑娘没事吧？”多谢大人相救。云青儿惊魂未定，却仍保持着大家闺秀般的仪态。她抬眸看向魏安，眼中满是感激。秦揽月利落地将突厥大汉捆好，回头看见这一幕，冷哼一声：“魏公公好手段啊，英雄救美。”魏安尴尬地松开手：“秦大人说笑了，还是快审问这厮要紧。”秦揽月检查了一下大汉的手腕，皱眉道：“你用的什么暗器？针呢？”魏安心中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家传的小玩意儿，针上淬了麻药，见血即化，不留痕迹。秦揽月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却没再多问。就在此时，那大汉突然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怎么回事？魏安大惊。秦揽月迅速掰开他的嘴。该死！他咬破了毒囊。两人眼睁睁看着大汉在几息之间断了气，脸色变得铁青。南疆剧毒。秦揽月沉着脸站起身，看来他们早有准备，宁死不被俘。魏安若有所思：“秦大人，你觉不觉得奇怪？这些突厥人行事风格大变，而且……”他指了指大汉扭曲的面容，像是被什么控制了神智。秦揽月正要回答，云青儿突然怯生生道：“两位大人，小女子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说。秦揽月干脆利落：“这位客官，他这几日常念叨什么圣虫、献祭之类的怪话，还往酒里加一种绿色的粉末。”魏安与秦揽月对视一眼，同时想到了什么：腐心虫。两人异口同声。秦揽月立刻下令彻查此房间，把所有可疑物品带回6扇门。魏安则扶起云七儿：“姑娘可还记得那绿色粉末的样子？”云七儿蹙眉思索：“像是碾碎的翡翠，泛着银光。”正说着，一个捕快突然惊呼：“大人，床底下有个暗格！”魏安和秦揽月连忙过去查看，暗格中赫然是一个精致的玉盒，盒中残留着少许绿色粉末，旁边还有一封烧了一半的信件，上面依稀可见几个字：“圣虫苏醒，祭品齐备，月圆之夜，皇宫。”秦揽月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的目标是皇宫。魏安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月圆之夜，不就是今晚吗？太后寿宴，女帝和所有重臣都会在场，立刻回宫。魏安转身就要走，秦揽月一把拉住他：“等等，这粉末。”他凑近闻了闻，突然脸色大变：“不对，这是调虎离山，他们的真正目标是……”他的话还没说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紧接着滚滚浓烟从城西方向升起。火药库！秦揽月脸色惨白，他们要制造全城混乱。魏安脑中灵光一闪：“不止如此，秦大人，你带人去城西，我必须立刻回宫。”“为什么？”秦揽月不解。因为魏安的声音低沉而急促，太后寿宴的歌舞班子是3天前进宫的。秦揽月瞳孔骤缩，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两人分头行动前，秦揽月突然塞给魏安一块令牌：“拿着，6扇门最高调令，可随时调集城中所有武力。”魏安郑重接过，翻身上马。他回头看了眼站在楼上的云青儿，女子正倚栏而望，眼中似有千言万语，但此刻他已无暇多想。皇宫危在旦夕，而他胸前的伤口又开始隐隐作痛。魏安冲进永安宫时，寿宴正进行到高潮，丝竹声声，觥筹交错。太后端坐高位，凤冠霞帔映着烛光，美得不可方物。女帝李清燕陪坐一旁，不时举杯向母后祝寿。满朝文武分列两侧，脸上堆着恰到好处的笑容，一切看起来那么祥和，仿佛城外的爆炸与这里的歌舞升平是2个世界。难道我猜错了？魏安扶着殿门喘息，胸口火辣辣的疼。他强撑着直起身，目光如鹰隼般扫过全场。舞姬们水袖翻飞，乐师们专注演奏，宫女太监们穿梭其间。等等，一个端着金盘的小太监正低头走向太后，他脚步轻盈的不像话，托盘的手稳如磐石，指节却泛着不正常的清白。不对，魏安瞳孔骤缩，宫中太监常年劳作，哪有这般轻盈身法？而且那指节颜色，分明是练过独掌的特征。电光火石间，那小太监已到太后跟前，他恭敬弯腰呈上金盘，却在太后伸手的刹那，猛地从盘底抽出一柄泛着绿芒的短刃。娘娘小心！魏安一声暴喝，金龙9变第1变龙鳞护体强行运转，丹田内那股微弱热流不顾鲁大师的警告，
疯狂涌向四肢百骸。他如离弦之箭冲出，在千钧一发之际撞开了刺客，砰！两人重重摔在地上。短刃擦着太后凤袍划过，将一截金线刺绣，腐蚀的滋滋作响。有刺客！护驾！殿内瞬间大乱。女帝李青燕猛地站起，脸色煞白。太后却出奇的镇定，只微微后仰避开毒刃，凤眸中寒光乍现。拿下！禁军如潮水般涌来。那刺客见行刺失败，竟毫不犹豫反手将短刃刺向自己心口。想死？没那么容易。魏安忍痛扣住他手腕，一个巧劲卸了关节。刺客闷哼一声，毒刃当啷落地。直到这时，魏安才看清刺客的脸，蜡黄面色，平平无奇，唯独那双眼睛竟泛着诡异的青绿色。你不是太监？魏安厉喝，你是谁派来的？刺客嘴角突然勾起一抹狞笑，喉咙里发出咯咯怪响。魏安顿觉不妙，急忙捏住他下巴，却为时已晚。一股黑血从刺客嘴角涌出，他的瞳孔迅速涣散。又是毒囊！魏安松开手，心中一片冰凉。这些死士竟连被生擒的机会都不留。魏安！一声惊呼传来。魏安抬头，只见太后不知何时已走到他面前，那张绝美的脸上罕见的带着一丝担忧。他想行礼，却突然一阵天旋地转。强行运功的后果来了，胸口伤口崩裂，毒素如烈火般在血管里肆虐。他眼前一黑，重重栽倒在地。最后的意识里，他感觉有人接住了他，鼻端萦绕着熟悉的龙涎香。传太医！立刻！太后冰冷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魏安在醒来时，眼前是熟悉的纱帐，竟是太后的凤榻。他吓得一个机灵，挣扎着要起身，却被一只柔蹄按住了肩膀。别动！太后杨静瑶坐在榻边，已换下华服，指着一袭素白寝衣，青丝披散，少了白日里的威严，多了几分慵懒风情。伤口刚处理好，再裂开，你就真没命了。魏安这才注意到自己上衣被除去，胸口缠着厚厚的纱布，隐约透出药香。娘娘，奴才该死，污了您的凤榻。他声音嘶哑，挣扎着要下跪。太后嗤笑一声，行了，都这副模样了，还讲究这些虚礼。他端起案上一碗汤药，喝了。魏安受宠若惊，连忙双手接过。药汁乌黑，气味刺鼻，一看就不是凡品。他仰头一饮而尽，苦得整张脸都皱了起来。噗！太后竟被他的表情逗笑了，堂堂司礼监掌印，连碗药都怕。魏安讪讪放下碗，娘娘见笑，这药着实非同凡响。当然非同凡响。太后凤眸微眯，这是哀家珍藏的9转还魂汤，用了9种珍稀药材，能解百毒。先帝在位时，南疆进贡的也不过3剂。魏安大惊，慌忙叩首，奴才何德何能？行了！太后打断他，今日若非你，哀家恐怕已经……他没说完，但眼中闪过一丝后怕。魏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瞬的脆弱。高高在上的太后，终究也是血肉之躯，奴才分内之事。他低声道：“只是那刺客死了。”太后声音转冷：“查过了，不是宫中人，脸上戴着人皮面具，真容易毁。倒是你。”他突然俯身，鎏金护甲勾起魏安下巴，怎么看出他有问题的？两人距离近得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魏安喉结滚动，强自镇定。奴才注意到他脚步轻盈异常，指节泛青，像是练过毒功。哦，太后挑眉，魏公公对武功很了解吗？魏安背后沁出冷汗，要糟，露馅了。奴才幼时在街边厮混，见过些江湖把式。他硬着头皮解释。太后不置可否，只是指尖在他下巴上轻轻摩挲。是吗？那今日你救驾时用的身法，也是街边学的？魏安哑然，正绞尽脑汁想借口，太后却突然松手，起身走向窗边。罢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他背对着魏安，声音忽然有些飘忽。今日多谢你。月光透过窗纱，勾勒出他纤细的轮廓。那一刻，魏安恍惚觉得眼前不是权倾朝野的太后，只是个需要保护的女子。娘娘，他鬼使神差的开口，奴才有一事相求。说。那刺客眼中泛着青绿色，与奴才之前遇到的突厥细作如出一辙。奴才怀疑宫中还有他们的同党，请娘娘准许奴才彻查。太后转身，凤眸中金光闪烁。准了，哀家给你3天时间，宫中上下任你搜查。他顿了顿，包括哀家的永安宫。这信任来得太突然，魏安一时愣住。怎么不敢接？太后似笑非笑。魏安深吸一口气，郑重叩首。奴才定不负娘娘所托，起来吧。太后走回榻边，突然伸手抚上他胸前的纱布，
指尖传来的温度让魏安浑身一僵，疼吗？还好。魏安结结巴巴地回答。太后轻笑一声，突然俯身在他耳边低语：记住，魏安，你的命是哀家的，没有哀家允许，不准再这么拼命，明白吗？温热的呼吸喷在耳畔，带着龙涎香的馥郁。魏安耳根发烫，只能点头。奴才明白。睡吧。太后直起身，恢复了那高高在上的姿态。今夜你就在这休息，敢乱动，哀家打断你的腿。魏安。太后转身离去，只留下一世幽香。魏安躺在凤榻上，心乱如麻。今日种种走马灯般在脑海回放，刺客诡异的青绿色眼睛，太后罕见的温柔，还有那句你的命是哀家的。定。太后好感度加10，当前好感度40，欣赏中带着沾有欲。警告，好感度过高可能触发特殊事件，请宿主谨慎应对。魏安看着系统提示，哭笑不得。这下好了，前有突厥阴谋未解，后有太后情愫暗生，这深宫的日子真是越来越精彩了。魏安是被一阵窒息感惊醒的，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发现自己的脸正埋在一片柔软之中，那绣着金凤的素白寝衣，那熟悉的龙涎香，还有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的曲线。太后娘娘。魏安浑身一僵，差点从凤榻上滚下去。他明明记得太后离开前让他独自休息，怎么一觉醒来，这位主子竟躺在了自己身边。定。检测到关键人物近距离接触。太后好感度50。警告，好感度突破临界值，触发红鸾心动事件。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炸响，魏安只觉得头皮发麻。50点好感度，这已经超出了普通主仆情谊的范畴了吧？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他偷偷打量近在咫尺的太后，褪去了白日里的威严妆容，此刻的杨静瑶睡颜恬静，长睫如蝶一般轻颤，朱唇微起，呼出的气息带着淡淡的酒香，想必是寿宴上饮了不少。最要命的是，他的一只玉臂正搭在自己腰间，一条腿更是毫不客气地跨在他身上，整个人像抱着软枕似的将他箍在怀里。魏安大气都不敢出，只能僵硬地躺着装睡。太后忽然在梦中轻哼一声，不但没松手，反而抱得更紧了。她的脸颊无意识地在魏安肩头蹭了蹭，发丝扫过他的脖颈，痒得他差点破功。先帝。太后梦一般呢喃，您终于来看臣妾了。魏安一愣，先帝。太后这是把他当成先帝了。还没等他细想，太后突然一个翻身，整个人直接压了上来，温香软玉满怀，魏安差点窒息。更要命的是，太后似乎觉得这个人形抱枕很舒服，竟将脸埋在他颈窝处，满足地叹了口气。魏安浑身绷得像块石头，某个不可描述的部位却不受控制地起了反应。他绝望地闭上眼睛，在心里把系统骂了10000遍，这他妈是什么地狱级考验？魏安。太后突然轻声唤他的名字，吓得魏安魂飞魄散。他偷偷眯起一条缝，发现太后依然闭着眼睛，原来是在说梦话。你这个小太监，胆子不小。太后在梦中轻笑，手指无意识地在他胸前画圈，敢骗哀家，看哀家怎么罚你。魏安背后冷汗涔涔，太后连做梦都在想着怎么收拾他，这到底是好感度50还是仇恨值50啊？就在他胡思乱想时，太后的手突然下移，在他腹肌上摸了一把，然后啪，一记清脆的巴掌拍在他肚子上。不听话，打屁股。太后嘟囔着，手上力道却不小。魏安疼得龇牙咧嘴，又不敢出声，只能在心里哀嚎。太后娘娘，您这梦游打人的毛病是跟谁学的？更可怕的是，太后拍完似乎还不解气，竟张嘴在他肩膀上咬了一口。死！魏安倒吸一口凉气，差点跳起来。这一口虽然不重，但那种湿润柔软的触感，还有牙齿轻轻碾磨的微妙感觉，简直要了他的命。丁，检测到宿主肾上腺素飙升，警告，生理反应过于强烈。魏安欲哭无泪，他现在宁愿去单挑10个突厥刺客，也不想继续躺在这张要命的凤榻上了。正当他考虑要不要不小心把太后踢下床时，殿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娘娘，出事了！是清河的声音。太后猛地惊醒，四目相对的瞬间，两人都僵住了。魏安绝望地闭上眼睛，完了，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出乎意料的是，太后并没有尖叫或者暴怒，她只是飞快地从魏安身上爬起来，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寝衣，脸上闪过一丝可疑的红晕。进来。她的声音已经恢复了平日的威严，仿佛刚才那个抱着人又咬又打的根本不是她。清河匆匆入内，看到榻上的情形时，明显愣了一下，但很快低下头。娘娘，6扇门勤总捕在宫外求见，说抓到了突厥细作的首领。太后凤眸一眯，带他去偏殿候着。
他转头看向还在装睡的魏安，突然伸手在他腰间狠狠掐了一把：“别装了，起来干活。”魏安嗷的一声弹起来，手忙脚乱地滚下榻跪好：“娘娘恕罪，奴才不知道您什么时候。”闭嘴！太后冷冷打断，耳根却微微泛红。今晚的事敢说出去半个字，哀家拔了你的舌头！魏安把头磕得砰砰响。奴才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好家伙，原来太后娘娘也是装的，皇宫套路深啊！太后轻哼一声，转身让清河伺候更衣。临走前，她突然回头，意味深长地看了魏安一眼：“你的伤好的倒是挺快。”魏安一愣，低头看去，原本缠满胸口的纱布不知何时已经散开，露出下面几乎愈合的伤口。九转还魂汤的药效竟然恐怖如斯。更让他心惊的是，太后最后那个眼神，仿佛已经看穿了他所有的秘密。叮！太后好感度更新55，情感复杂，探索欲增强。新任务触发，将武道修为提升至后天6品以上。任务奖励，技能瞒天过海，可暂时改变体貌特征。魏安看着系统提示，再看看自己快愈合的伤口，突然觉得前途一片黑暗。这下好了，武道要练，突厥要查，太后要应付。太后的仪仗刚到偏殿门口，魏安就听见里面传来铁链哗啦的响声。跪下！秦揽月清冷的声音里带着肃杀之气。魏安跟在太后身后踏入殿内，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突厥大汉被铁链锁着跪在地上，身上血迹斑斑，却仍昂着头，眼中满是桀骜。秦揽月一身悬甲染血，英姿飒爽地站在一旁，见太后进来，立刻单膝跪地，参见太后娘娘。让魏安意外的是，秦揽月看到他时连眉毛都没动一下，仿佛早就料到他会和太后一同出现起来吧。太后凤袍微移，缓步走向主座，这就是那细作首领。正是。秦揽月起身，一脚踹在突厥人膝窝，逼他伏低。此人名唤阿史那鲁，是突厥可汗的亲卫队长。我们在城南一处地窖里抓到他时，他正在调配那种绿色毒粉。魏安目光一凝，这秦揽月汇报的如此详尽，却从头到尾没提女帝半个字，他果然是太后的人。可那天在天禄阁，如果秦揽月是太后心腹，为何要偷金龙9变？以太后的权势，这功法不是唾手可得吗？阿史那鲁，太后指尖轻敲扶手，说吧，是谁指使你们？幕后的主谋是谁？突厥大汉啐出一口血痰，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想让老子背叛大汉，做梦！秦揽月二话不说，一剑鞘砸在他嘴上，顿时鲜血直流。放肆！太后摆摆手制止他，凤眸微眯，倒是条硬汉。不过，他突然看向魏安，魏安，你有办法让他开口？魏安正思索着秦揽月的立场，闻言一惊，连忙上前。奴才确实有个主意。他蹲下身，与阿史那鲁平视。你们突厥人最重勇士，想必你看不起我们这些软骨头的中原人吧？阿史那鲁冷哼一声，算是回答。那这样如何？魏安突然扯开自己衣襟，露出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我不用刑，不逼供，就和你打个赌。若你能在我手下撑过1炷香不开口，太后娘娘就给你个痛快；若撑不过，就乖乖招供。阿史那鲁狞笑，就凭你个小白脸太监？魏安不恼，反而笑了。对，就凭我这个小白脸太监，敢不敢？殿内众人都愣住了。秦揽月皱眉看向太后，见太后微微颔首，便退到一旁。好，阿史那鲁正了正铁链，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魏安向太后行了一礼，请娘娘准奴才借银针一用。太后饶有兴趣的挑眉，示意清河取来针囊。魏安抽出3根最长的银针，在烛火上烤了烤，然后猛地扎进阿史那鲁后颈3处大穴。啊！突厥大汉一声惨叫，浑身肌肉瞬间绷紧。别紧张，这只是让你暂时说不出谎话。魏安声音轻柔，手上却不停，又取出几根细针，分别刺入他手腕、脚踝等处。阿史那鲁起初还怒目而视，渐渐的眼神开始涣散，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现在我问你答。魏安凑近他耳边，声音突然变得飘忽诡异。你们来大燕，真正目标是谁？阿史那鲁牙关打颤，似乎在极力抵抗，但最终还是嘶声道：女帝。殿内气氛骤然一凝。秦揽月的手按上了剑柄，太后眼中寒光乍现。为何是女帝？魏安继续问。大汉说，只要女帝一死，太后必乱。大燕可破。魏安与太后交换了一个眼神，又问：城中爆炸和掏心案都是为了制造混乱？是，也不是。阿史那鲁表情扭曲，爆炸是掩护，掏心是为了喂养圣虫。圣虫？魏安心头一跳，什么圣虫？万毒门的蛊王。阿史那鲁突然剧烈挣扎起来，眼中布满血丝，不能说。
啊！他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七窍突然涌出黑血，整个人抽搐着倒地，转眼间就没了气息。怎么回事？秦揽月一个箭步上前探查，死了，像是某种蛊毒发作。魏安拔出银针，脸色难看。他体内早就被下了禁制，一旦触及核心机密就会毒发。太后缓缓起身，凤袍无风自动。好一个突厥可汗，好一个万都门。他看向秦揽月，秦爱卿，此事你怎么看？秦揽月抱拳道：回娘娘，臣怀疑朝中有人与突厥暗通款曲，这些细作能轻易混入京城，甚至混入宫中，必有人接应。魏安在一旁听得心惊，秦揽月这番话几乎是在明指女帝身边有内奸，可他为何对太后如此忠心，又为何要偷金龙9变？魏安，太后突然唤他，你今日立下大功，想要什么赏赐？魏安连忙跪下，为娘娘分忧是奴才本分，不敢求赏。是吗？太后似笑非笑，金龙9变练得如何了？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震得魏安魂飞魄散。太后知道他去偷功法，那秦揽月，他猛地抬头，正对上秦揽月意味深长的眼神，那分明是一种同谋的默契。奴才，奴才！魏安额头沁出冷汗，突然福至心灵，奴才愚钝，只参透了皮毛，正想向娘娘请教。呵！太后轻笑一声，竟亲自扶他起来，早这么老实不就好了？他转向秦揽月，你先退下吧，哀家和魏安单独聊聊。秦揽月躬身退下，临走前还给了魏安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店门关上后，太后突然掐住魏安下巴，说吧，那天在天禄阁除了功法还看到了什么？魏安心跳如鼓，奴才还遇到了一个黑衣女子。哦，太后手上力道加重，然后呢？然后奴才和她打了一架，抢了几页残篇。魏安硬着头皮道，娘娘，那女子莫非是？太后松开手，突然大笑起来，好你个魏安，连哀家派去的暗卫都敢打。他转身从袖中取出一物，正是那卷金龙9变的完整卷轴。这魏安彻底懵了，没想到你倒机灵，不抢完整卷轴，反而去记墙上的图谱。太后凤眸中闪烁着赞赏。魏安这才恍然大悟，墙上那些刻痕竟是太后亲手所留。娘娘恕罪。他扑通跪下，奴才起来。太后打断他，哀家若要治你的罪，你早死了800回了。他将卷轴塞进魏安手中，既然你想学，哀家亲自教你。魏安受宠若惊地接过卷轴，突然想到什么，娘娘，那突厥人的供词。太后神色一冷，女帝那边哀家自会处理，至于万毒门和那个圣虫，他意味深长地看着魏安，就交给你和秦揽月去查了。魏安心中一动，太后这是再给他和秦揽月创造独处机会，是想试探什么？还是记住？太后突然贴近，在他耳边轻声道，你这条命是哀家的，查案可以，但若敢和秦揽月有什么不该有的。他的手突然下移，在某处轻轻一掐，哀家就让你变成真太监。魏安倒吸一口凉气，夹紧双腿，连连点头，奴才不敢。太后满意的直起身，去吧，秦揽月在殿外等你。走出偏殿时，魏安的脑子还是猛的，这一晚上的信息量太大。秦揽月是太后的人，天禄阁是太后设的局，突厥人要杀女帝，还有个什么圣宠？发什么呆？秦揽月抱剑靠在廊柱下，太后让我俩搭档查案，你好像很不乐意。魏安苦笑，岂敢，只是秦大人瞒得我好苦。秦揽月挑眉，彼此，魏公公那手银针逼供的法子可不像是街边学来的。他突然凑近，我更好奇的是，你和太后娘娘到底是什么关系？月光下，他英气的脸庞近在咫尺，眼中闪烁着探究的光芒。魏安突然意识到，这个看似直率的6扇门总捕，心思恐怕比他想象的还要深。走吧。秦揽月转身，先去城南那个地窖看看，路上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身上有太后寝宫的熏香味？魏安，这一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魏公公，你这走路姿势怎么怪怪的？秦揽月抱剑走在前面，突然回头促狭一笑，该不会是在太后寝宫跪太久了吧？魏安一个趔趄，差点被自己的脚绊倒。这位秦总捕从城南查到城北，这张嘴就没停过，变着花样调侃他和太后的关系。秦大人说笑了。魏安干笑2声，不着痕迹地夹紧双腿。太后那一掐的余威犹在，他现在走路都感觉某个部位凉飕飕的。不过太后还真是慧眼如炬。秦揽月突然凑近，英气的脸庞在月光下格外清晰。选个太监当心腹，既不用担心男女之防，又能贴身使唤。他意味深长地眨眨眼，高，实在是高。魏安耳根发烫，只能装傻充愣。秦大人查案也这么爱说笑？
谁让我天生爱笑呢？秦揽月耸耸肩，突然正色道：“说正经的，你觉得宫中内应会是谁？”话题转得太快，魏安差点闪了舌头。他沉思片刻，能安排刺客混入寿宴歌舞班子的，至少得是内务府级别的人物，或者更高级别。秦揽月意味深长地补充，比如某些能自由出入宫禁的皇亲国戚。魏安心头一跳，他这是在暗示肃亲王，还是今日先到这里吧？秦揽月伸了个懒腰，玄甲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明日我去查内务府的记录，你去会会那个醉仙楼的云清儿。他突然坏笑，反正你是太监，太后娘娘不会吃醋的。魏安目送秦揽月飒爽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魏安长舒一口气，这女人太危险了，每句话都像在试探什么。要不是他定力够强，怕是早被套出话来。回到司礼监掌印房，魏安锁好门窗，确认四下无人后，终于能安心调出系统面板。淡蓝色的光幕在眼前展开，数据流如瀑布般滚动。宿主魏安，身份大燕王朝司礼监掌印，5道境界，后天3品突破在即，体力7、10轻伤状态，智力8、10，魅力9、10小白脸加成 max， 权势6、10太后宠臣 buff。 当前技能1言多必失初级，避免祸从口出。2察言观色中级，洞察微表情及浅层思维。3过目不忘初级，记忆24小时内文字内容。4危机预判初级，提前30秒感知致命危险。5道推演初级，意识空间模拟修炼。系统隐藏功能5道天赋觉醒，在极度危险情况下，宿主可短暂爆发超出常人的身体素质，持续时间30秒。当前任务主线深宫棋局，在太后与女帝间周旋，进度 65%。5道筑基，将金龙9变前3变炼制小成，进度 42%。3追查圣虫，查明万毒门阴谋，进度 15%。5道提升，将修为提升只至后天6品，进度 50%。魏安仔细浏览着每一项数据，自从获得系统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全面检视自己的能力。不得不说，虽然危机重重，但进步也是实打实的。系统显示全部可兑换功能，他在心中默念。光幕变换，一个新的列表展开。高级技能兑换区需消耗积分。瞒天过海50积分，暂时改变体貌特征。洞若观火80积分，看破幻术与伪装。移花接木100积分，短时间转移伤害。神机百变150积分，易容大师级能力。特殊物品兑换区9转续命丹200积分，起死回生。天蚕宝甲150积分，刀枪不入。幻音铃100积分，干扰敌人神智。千里镜50积分，超远距离侦查。当前积分85点。魏安眼睛一亮，85积分虽然换不起最贵的，但已经能兑换一些实用技能了。他盯着神机千变看了许久，但转念一想，当务之急是提升实力。金龙9变才练到 42%， 距离太后要求的后天6品还差得远。系统开启5道推演，修炼金龙9变，第1变龙鳞护体。眼前景象瞬间变化，魏安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纯白的意识空间，半透明的经脉图谱悬浮在空中，标注着真气运行的轨迹。他盘膝而坐，按照心法引导体内那股微弱的热流。起初只是丝丝缕缕，渐渐的热流越来越强，如小溪般在经脉中奔涌，气走任脉，过山中至丹田。魏安默念口诀，热流随之运转。突然在某条细小经脉处，真气滞涩不前。就是这里。魏安精神一振，上次修炼就是卡在这个节点。他深吸一口气，调动全部精神力冲击阻塞轰，意识空间剧烈震动，那道阻塞如堤坝决口，真气汹涌而过。魏安浑身一颤，现实中盘坐的身体竟然微微浮空了3寸。定，金龙9变第1变突破至小成境界，宿主5道境界提升至后天4品，奖励积分20点。魏安惊喜地睁开眼，只觉浑身充满了力量。他试着运起龙鳞护体，皮肤表面竟隐隐浮现出细密的鳞片状纹路，摸上去坚硬如铁。这就是后天4品的力量。魏安握了握拳，空气都被捏出爆响。按照这个速度突破到6品并非不可能。
正欣喜间，系统突然弹出红色警告：警告，检测到异常能量波动，来源宿主怀中金龙9变卷轴，解析中，发现隐藏信息。魏安一惊，连忙取出太后给的卷轴，在系统加持下，他竟看到卷轴边缘有些若隐若现的暗红色小字，这是血书。他小心翼翼地将卷轴完全展开，对着烛光调整角度，那些暗红色小字渐渐清晰起来。于杨敬尧被困深宫10载，袭此宫欲脱樊笼，然女子之身终难大成，特留此血书，望有缘人得知。魏安的手微微发抖，这是太后年轻时写的，他竟然也曾想靠金龙9变逃离皇宫。继续往下看，字迹越发潦草。金龙非男子，不可炼至巅峰，于另辟蹊径，创凤舞9天相符。藏于后面的字迹模糊不清，关键信息恰好被污渍遮盖。魏安急得抓耳挠腮，却怎么也辨认不出。凤舞9天，他喃喃自语，太后自创的功法藏在哪里？突然一个大胆的猜想浮现在脑海，莫非太后让他偷学金龙9变，是想找个试验品验证他自创的功法？这个念头让魏安浑身发冷。如果真是这样，那太后对他的宠爱恐怕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咚咚咚，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谁？魏安警觉地收起卷轴。魏公公，是我。门外传来清和压低的声音：太后娘娘急召。魏安眉头一皱，这么晚了，太后找他做什么？难道……他忽然想起阿史那鲁临死前的话：圣宠，万毒门的蛊王，莫非宫中出事了？魏安刚回到司礼间，还没来得及坐下喝口茶，清河就急匆匆地找上门来。魏公公，娘娘急召。清河脸色凝重，声音压得极低：立刻随我去永安宫。魏安心头一跳，这么晚，出什么事了？清河摇头：娘娘没说，只让我立刻带你过去。魏安不敢耽搁，立刻跟着清河快步往永安宫赶。夜已深，宫道上的灯笼被风吹得摇晃，映出2道匆匆而行的影子。这么急，难道是刺客的事有眉目了？魏安心中猜测，脚步更快了几分。到了永安宫外，清河却没有进去的意思，只是站在殿门外，低声道：娘娘在里面等你，你自己进去吧。魏安一愣：你不一起？清河摇头，眼神微妙：娘娘只召见你一人。魏安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也不敢多问，只好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殿内静悄悄的，烛火摇曳，却不见太后的身影。娘娘，魏安试探性的唤了一声，无人应答。奇怪，魏安往里走了几步，穿过外殿，来到太后的寝阁。珠帘垂落，香炉里飘着淡淡的龙涎香，可依旧没看到人。这么晚召见，人却不在。魏安正疑惑着，忽然一道慵懒的声音从更深处传来：魏安，过来。那声音是从浴池方向传来的。魏安浑身一僵，冷汗瞬间浸透后背。浴池，他喉结滚动，脚步像是灌了铅，艰难地往浴池方向挪去。绕过屏风，温热的水汽扑面而来。偌大的浴池里，杨敬尧正倚靠在池边，乌黑的长发湿漉漉地披散在肩头，雪白的肌肤在氤氲的水雾中若隐若现。他微微侧头，凤眸斜睨过来，唇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怎么，还要哀家请你过来？魏安立刻低头，不敢多看，声音发紧：娘娘恕罪，奴才不知您在沐浴，这就退下。站住！太后淡淡道：哀家让你走了吗？魏安僵在原地，不敢动。过来！魏安硬着头皮往前走了几步，停在池边，眼睛死死盯着地面。娘娘，这么晚召见奴才，是有什么要紧事？太后轻笑一声，水声轻响，她缓缓从池中站起，水珠顺着她修长的颈项滑落。要紧事？她慢悠悠道：替哀家沐浴，难道不是最要紧的事？魏安头皮发麻，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沐浴！他猛地抬头，又立刻低下，声音发颤：娘娘，这不合规矩。规矩！太后伸手指尖挑起他的下巴，迫使他抬头。哀家的话就是规矩。魏安被迫对上他的眼睛，心跳如肋骨。完了，今晚怕是在劫难逃了。娘娘！魏安站在浴池入口处，声音都变了调。氤氲的水汽中，太后杨敬尧正慵懒地靠在汉白浴池边，乌黑的长发如海藻般散在水中，水面上飘着层层花瓣，却遮不住那若隐若现的曼妙曲线。愣着做什么？太后头也不回，舀起一捧水浇在雪白的肩头，还不过来伺候。魏安的脚像是生了根，半步都挪不动。这场景比上次共浴还要命，那次好歹还穿着礼衣，这次太后可是……怎么？太后忽然转身，水珠顺着精致的锁骨滑落。哀家的话不管用了。
魏安扑通跪下，额头抵着冰凉的地砖。娘娘恕罪。奴才，奴才，你什么你？太后轻笑一声，上次不是伺候得很好吗？他突然从水中站起，哗啦的水声吓得魏安死死闭眼，一阵香风扑面，接着下巴被一根湿漉漉的手指挑起。魏安战战兢兢睁眼，只见太后已经披了件薄如蝉翼的纱衣站在面前，水珠顺着发梢滴在他脸上。魏安，太后俯身，红唇几乎贴到他耳边，你以为哀家叫你来真是为了沐浴？温热的呼吸带着酒香，熏得魏安头晕目眩。他结结巴巴道：奴才愚钝。起来。太后突然退后一步，声音恢复了往日的威严。看看这个。魏安这才注意到浴池边的矮几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玉盒，正是秦揽月从突厥细作那里搜出的那个。打开。太后命令道。魏安小心翼翼地上前掀开盒盖，里面是少许绿色粉末，在烛光下泛着诡异的荧光。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些粉末竟然在微微蠕动，仿佛有生命一般。这是活物。魏安倒吸一口凉气。太后冷笑，万毒门的辅心骨以人心头精血喂养，阿史那鲁死前收的圣虫应该就是他们的母体。魏安突然想起什么，娘娘，您是说这些蛊虫能感应到母体？聪明。太后赞许地看了他一眼，哀家试过了，这些虫子一到子时就会朝某个方向躁动，它指向玉盒，而今晚它们指向的是……魏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顿时汗毛倒竖。那是皇宫的西北角，女帝李清燕的寝宫所在，他们要对陛下下手。魏安失声惊呼，太后却露出一个古怪的笑容。不，清燕今晚在太庙斋戒，那个方向现在住的是肃亲王。魏安恍然大悟，他今日进宫为娘娘贺寿，暗例留宿在紫宸殿偏殿。太后满意的点头，现在明白为何哀家要你伺候沐浴了。他重新滑入水中，肃亲王身边必有高手护卫，硬闯只会打草惊蛇，但若是司礼监长应奉太后懿旨，深夜送行酒汤。魏安眼前一亮，奴才明白了，可这蛊虫哀家自有安排。太后拍了拍手，清河立刻捧着一个食盒进来，目不斜视地放在池边，又迅速退下。食盒里是一碗醒酒汤，汤底沉着几粒珍珠般的药丸，九转必毒丹。太后轻声道，你服一粒，汤里放一粒，若肃亲王真是幕后黑手，这汤他绝不敢喝。魏安会意，正要领命而去，太后却突然叫住他，等等。他不知从哪变出一条细如发丝的金链，亲手系在魏安手腕上。这是同心链，若你遇险，哀家能立刻感知。金链触肤冰凉，魏安却觉得心头一热。太后这是在担心他的安危。别多想。太后仿佛看穿他的心思，红唇微勾，哀家只是不想损失一条好狗。魏安离开永安宫时，魏安摸了摸腕上的金链，又看了看手中食盒，心中五味杂陈。太后这女人心思比迷宫还复杂，明明可以利用职权直接搜查肃亲王，却偏要绕这么大圈子。魏公公，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阴影处传来。魏安转头，只见秦揽月抱剑倚在宫墙下，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深更半夜从太后寝宫出来，还提着食盒，看来传言不虚啊。魏安老脸一红，秦大人别误会，这是醒酒汤吗？我懂。秦揽月眨眨眼，不过巧了，我正要去查肃亲王，一起。魏安一愣，你怎么知道？猜的。秦揽月耸耸肩，突厥人供词指向女帝，但陛下今晚不在宫中，而肃亲王恰好留宿在相同方位。他突然压低声音，更重要的是，我查到那务府记录，寿宴歌舞班子是金肃亲王一个门人引荐入宫的。魏安心头一震，这下所有线索都连上了。走吧。秦揽月转身，再耽搁天都要亮了。两人借着夜色前行至紫宸殿偏殿。出乎意料的是，殿外竟无一人把守，殿内也黑漆漆的，没有半点光亮。不对劲。秦揽月按住剑柄，堂堂亲王怎么可能没有侍卫？魏安也感到一阵心悸，太安静了，安静的可怕。突然他腕上的金链毫无征兆地发起烫来。退后。魏安一把拉住秦揽月，几乎是同时，一道黑影从殿顶扑下，利爪划过他们刚才站立的位置，青石板顿时出现5道深深的沟壑。什么人？秦揽月拔剑出鞘，剑光如练。那黑影落地后竟不答话，喉咙里发出咯咯怪响，再次扑来。借着月光，魏安终于看清，那根本不是人，而是一具皮肤青黑、眼睛泛着绿光的活尸。辅心骨控制的傀儡。魏安失声喊道，小心别被他伤到。秦揽月剑法凌厉，招招直取活尸要害，但那怪物不知疼痛，即便被刺穿胸口仍不停手，一爪扫向秦揽月面门。龙鳞护体。魏安纵身而上，双臂交叉格挡。
金铁蛟鸣声中，活尸的利爪在他手臂上划出数道火星，却未能破防。好硬的功夫！秦揽月惊叹一声，抓住机会一剑斩下活尸头颅，黑血喷溅，那无头身躯竟然还在动弹。魏安眼疾手快，从食盒中掏出一粒九转碧毒丹，捏碎，粉末撒在尸体上。吃！一阵白烟升起，尸体终于停止挣扎，迅速腐化成了一滩黑水。好厉害的蛊毒！秦揽月心有余悸，看来肃亲王果然有问题。魏安正要说话，偏殿内突然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是肃亲王的声音。秦揽月脸色大变，顾不上危险，一脚踹开殿门冲了进去。魏安紧随其后，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肃亲王李承焕被5根诡异的绿色细丝悬在半空，胸口插着一根骨笛，一个披头散发的黑衣人正将某种绿色液体倒入他张大的口中助手。秦揽月挥剑斩向绿丝，却如斩金铁，火星四溅。黑衣人缓缓转头，露出一张布满诡异纹路的脸。又来了2只虫子，他沙哑的声音仿佛无数虫子在爬，正好给圣虫加餐。魏安突然发现肃亲王的皮肤下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像是无数细小的虫子在游走。不好，他在把肃亲王练成古人。魏安猛地想起关于南疆邪术的记载，必须打断仪式。怎么打断？秦揽月焦急地问。魏安看向手中的醒酒汤，突然计上心头。秦大人，掩护我！秦揽月二话不说，剑光如瀑攻向黑衣人。魏安则趁机运起全身功力，将醒酒汤连碗带汤朝肃亲王胸口砸去。砰！此碗正中骨笛，汤水溅了肃亲王满身。九转碧毒丹遇骨即溶，肃亲王顿时发出不似人声的惨嚎，皮肤下的蠕动骤然加剧。你们找死！黑衣人大怒，袖中飞出无数绿色小虫。秦揽月剑光如幕，将大部分毒虫斩落，但仍有一些突破防线。眼看魏安就要被毒虫淹没，一道金光突然从他腕上射出，化作屏障挡在前方。护体金光！黑衣人惊呼一声，竟转身就逃。想走！秦揽月正要追击，肃亲王的身体却突然膨胀起来。快躲开！他要爆了！魏安拉着秦揽月扑向殿外。轰！一声巨响，整个偏殿被炸得4分5裂。烟尘中，无数绿色光点四散飞逃，那是尚未成熟的腐星蛊虫。该死！秦揽月挥剑斩落几只飞进的蛊虫，让那妖人跑了。魏安却盯着废墟中的某处。不一定。他走过去，从瓦砾中捡起半块碎裂的玉佩，上面清清楚楚刻着一个赵字。这是……秦揽月凑近一看，脸色骤变，赵公府的标记。魏安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国公赵无极，当朝宰相，女帝李清燕最信任的重臣，竟然与突厥和万独门有勾结。突然，他腕上的金链再次发烫，太后急促的声音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魏安，立刻去太庙，清燕有危险，快走！魏安拽着秦揽月就往太庙方向狂奔，腕上的金链烫得惊人，太后急促的传音在脑海中炸响：清燕有危险，古王现世，速去！转过宫墙拐角，两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太庙上空黑云压城，数以百万计的毒虫遮天蔽日，它们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嗡鸣。地面上横七竖八躺着禁军尸体，每个人的胸口都被掏出一个血洞，心脏不翼而飞。这是要变天啊！秦揽月握剑的手微微发抖。魏安眼中金光爆闪，系统，给我兑换焚天诀体验卡。叮，消耗85积分兑换焚天诀1小时体验卡，剩余积分0。刹那间，一股浩瀚如海的力量涌入魏安体内，他周身燃起赤红烈焰，整个人如同火神降世。秦大人，跟紧我！魏安一声长啸，双掌推出，2条火龙咆哮而出，在虫群中撕开一条通道，所过之处，毒虫尽数化为灰烬。你这是什么功夫？秦揽月瞪大美眸，待会再说。魏安一把拦住他的纤腰，脚踏烈焰冲入太庙。殿内景象触目惊心，女帝李清燕被逼到祭坛角落，护体金光已经摇摇欲坠。祭坛中央，一只3丈高的巨型蛊虫正在吞吐毒物，每吸一口气就有数十只小蛊虫从他腹中钻出。圣虫本体！魏安瞳孔骤缩，那怪物发现闯入者，复眼中闪过人性化的讥讽。他口气一张，一道墨绿毒箭激射而来。小心！秦揽月挥剑格挡，金刚长剑竟被腐蚀得滋滋作响。魏安冷笑一声，区区蛊虫也敢在我面前嚣张？他双手结印，周身烈焰暴涨，焚天逐海。轰！一道直径10丈的火柱冲天而起，将太庙屋顶直接掀飞。漫天毒虫瞬间气化，连灰烬都没留下。圣虫发出凄厉惨叫，
肥硕的身躯被烧得滋滋冒油，他疯狂扭动着，喷出大量绿色粘液，企图灭火。想逃，魏安脚踏地面腾空而起，每一步都在空中留下火焰脚印。他居高临下俯视圣虫，如同神明审判蝼蚁。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力量。九阳焚天，9轮烈日虚影在魏安身后浮现，炽热的光芒让整座皇城亮如白昼。圣虫在这等威压下瑟瑟发抖，竟然转身想逃。死！9轮烈日同时砸下，圣虫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气化成一片绿雾。定，检测到极品古王残骸，可兑换500积分，是否收取？魏安眼前一亮，收！绿雾瞬间被系统吸收，积分余额暴涨到500。魏安，女帝虚弱的声音传来，魏安这才想起正事，连忙收敛火焰落下。只见李青燕瘫坐在地，凤袍破损，露出大片雪白肌肤。她仰头望着魏安的眼神中满是震惊，还有劫后余生的欣喜。陛下受惊了。魏安正要行礼，突然腰间一紧，秦揽月从后面一把抱住他，饱满的胸脯紧贴在他背上。魏安，你刚才太帅了。女帝见状，美眸中闪过一丝不悦，不是秦总铺头，怎么现在搞这出？他什么意思？魏安脑子里一片茫然，不知秦揽月在干什么，这也不符合他的人设啊。就在这时，一道金光破空而至，太后杨静瑶御空而来，凤袍猎猎，宛如9天玄女。她看到魏安被秦揽月抱着的场景，眼中寒光爆射。魏安，太后一声冷喝，给哀家解释清楚。这下魏安知道秦揽月安得什么心了，原来这家伙早就感知到了太后要来，演的这么一出，这是要置他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啊。魏安都能想象现在太后的表情一定很吓人。魏安头皮发麻，正要开口，突然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检测到3位女主好感度同时突破到50，解锁隐藏成就芳心纵火犯，奖励魅力值永久+5。魏安，他现在宁愿再去打10个圣虫。太后飘然落下，一把揪住魏安耳朵，小安子能耐了啊，敢在哀家眼皮底下，娘娘饶命。魏安龇牙咧嘴，奴才这是为了救驾啊。女帝突然站起身，一把拉住魏安另一只手，母后，魏安救了儿臣性命，您不能。秦揽月也不甘示弱，露出一抹坏笑，从后面环住魏安的腰。太后娘娘，魏安刚才可帅了，您是没看见？都给我闭嘴！太后凤眸寒煞，魏安是哀家的人，你们报！一名金甲侍卫慌慌张张跑来，赵国公带着文武百官往太庙来了，说是看到异象，要来护驾。魏安的脑袋嗡的一声，感觉自己像是被3头饿狼盯上的小绵羊。一个太后，一个女帝，一个6扇门总捕头，这修罗场谁扛得住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名金甲侍卫的通报声简直如同天籁之音。赵国公来了。太后凤眼一眯，瞬间松开了魏安的耳朵，脸上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冰冷的威严。女帝也立刻放开了魏安的手，重新恢复了帝王的仪态。只有秦揽月还坏笑着在魏安背后用手指戳了戳他紧绷的腰。魏安头皮发麻，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一个机灵闪到女帝身边，压低了声音，用只有3个人能听到的语速飞快说道：陛下，娘娘将计就计，赵无极此刻前来，名为护驾，实为查探虚实。若见陛下安然无恙，他定不会暴露，请陛下假装被蛊虫所伤，驾崩于此。奴才断定，他一旦确认陛下身亡，必会得意忘形，露出马脚。这计划简单粗暴，但却是眼下唯一的破局之法。太后和女帝对视一眼，瞬间明白了魏安的意思。这小子脑子转的就是快。好，李青燕眼中闪过一丝决断，她二话不说，突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接着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惨白，嘴角溢出一丝黑血，然后眼一闭，腿一蹬，直挺挺地朝着魏安怀里倒去。陛下！魏安立刻戏精附体，一把抱住驾崩的女帝，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陛下您怎么了？您醒醒啊！青燕太后更是影后级别的，她一个踉跄，险些摔倒，脸上瞬间布满了悲痛与绝望，指着周围厉声嘶吼：还愣着干什么？护驾！快传太医！秦揽月也反应过来，立刻指挥禁军将龙体团团围住，一副忠心护主的模样。就在这时，赵国公带着一大帮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赶到了。为首的赵无极年过半百，方面大耳，留着一部漂亮的胡须，看起来忠厚无比。老臣救驾来迟，请太后娘娘恕罪。赵无极一看到殿内的惨状，立刻老泪纵横地跪倒在地：陛下，陛下这是怎么了？太后用手帕拭着眼角，声音哽咽：哀家的青燕被那妖人所伤，已经去了。什么？赵无极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傻了。
他连滚带爬的扑到禁军包围圈外，扒开一个侍卫，看到了躺在魏安怀里气息全无的女帝和他嘴角那丝刺眼的黑血。他伸出手探了探鼻息，又摸了摸脉搏。片刻之后，他缓缓站起身，脸上的悲痛之色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不住的扭曲的狂喜。哈哈哈哈！赵无极突然仰天大笑，笑声中充满了得意与嚣张。死了，终于死了！李青燕，你这个黄毛丫头也想跟老夫斗？满朝文武全都惊呆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以为他受刺激疯了。赵无极，你放肆！太后指着他，气得浑身发抖。放肆！赵无极冷笑一声，从怀中掏出一面黑色的小旗，猛地一挥。事到如今，老夫也不怕告诉你们，老夫早已与突厥大汉联手，这圣虫就是老夫引狼入室，助他们养成的。只要女帝一死，大燕必乱，届时突厥铁骑南下，这江山就是我们的了。我儿赵亮将会是新皇，而我就是太上皇。哈哈！他状若疯魔，对着周围那些还处于震惊中的官员大吼：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凡是效忠于我的，将来个个都是开国功臣，冥顽不灵者杀无赦。他话音刚落，那些官员中竟真的有1/3的人站了出来，拔出藏在袖中的匕首，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杀！赵无极小旗一指，先杀了太后这个老妖婆。叛党们叫嚣着冲了上来。太后看着这群跳梁小丑，脸上没有丝毫惧色，反而露出一抹冰冷的讥讽。他缓缓举起手，打了个响指，刷刷刷！刹那间，无数身穿黑色劲装、手持利刃的身影如同鬼魅般从太庙的四面八方杀出。他们个个身手矫健，出手狠辣，正是太后最精锐的亲卫凤卫。凤卫一出现，局势瞬间逆转。那些叛党官员在这些专业的杀手面前，简直如同待宰的羔羊，一个照面就被砍倒一片。赵无极彻底傻眼了，不可能！你们是哪里冒出来的？他惊恐的后退。回答他的是秦揽月冰冷的剑锋。束手就擒吧，赵国公！转眼之间，所有叛党都被凤卫和禁军砍瓜切菜一般全部制服，赵无极也被五花大绑的押了上来。直到这时，魏安怀里的女帝才缓缓睁开了眼睛。她坐起身，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冷冷地看着面如死灰的赵无极。赵爱卿，女帝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你刚才说想让谁当新皇来着？扑通！赵无极再也支撑不住，瘫倒在地，嘴里喃喃道：没死！你竟然没死！这是个圈套！魏安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走到太后身边，露出了一个谦卑的笑容。娘娘，幸不辱命。太后看着他，又看了看旁边一脸崇拜的女帝和眼神灼灼的秦揽月，凤眸微眯，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太庙前的广场上，血腥味与尘土味混合在一起，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来人！太后杨静瑶的声音打破了死寂，冰冷的不带一丝温度，将赵无极及其同党全部押入天牢，严加看管。旁边的女帝李清燕也立刻接口，声音同样冷冽：你指彻查朝堂所有官员，凡今日附逆者一律拿下，株连九族，绝不姑息。母女二人此刻空前默契，一道道雷霆万钧的命令下去，整个京城的官场即将迎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看着那些被拖下去时面如死灰、哭爹喊娘的叛党，魏安心里毫无波澜。我只想赶紧找个地方躺着。他现在感觉自己就像个被戳了洞的皮球，胸口疼，脑子也疼，刚才强行运转焚天诀的后遗症上来了，浑身都软绵绵的。青燕，你也受惊了，快回寝殿歇息吧。太后转身看向脸色依旧苍白的女儿，语气难得的柔和了几分。李青燕点点头，深深的看了魏安一眼，那眼神里有关切，有好奇，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魏安，他开口道：你也辛苦了，先回去调养吧，朕改日再赏你。谢陛下。魏安如蒙大赦，躬身行礼，心里盘算着赶紧溜回司礼监自己的小黑屋，锁上门，谁也不见。然而他刚转过身，就感觉一道锐利的目光落在了自己后背上。是太后。魏安的脚步瞬间僵住，他不用回头也知道，那眼神里的意思简单明了。你敢走一步试试？得，跑不掉了。魏安认命的转过身，对着太后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太后没说话，只是收回目光，对着凤辇的方向抬了抬下巴，随即转身登辇，意思很明显，跟上。魏安耷拉着脑袋，在周围小太监们羡慕又嫉妒的目光中，垂头丧气地跟上了太后的仪仗，活像一只被主人拎着耳朵回家的猫。回到永安宫，太后屏退了所有下人，只留下了清河。偌大的寝殿里，烛火摇曳，气氛静谧的有些过分。清河，去把哀家那瓶玉鸡膏拿来。
太后慵懒地靠在软榻上，解下了头顶沉重的凤冠。是。清河应声退下，很快捧着一个温润的白玉瓶回来。脱光，躺好。太后接过玉瓶，对着还处在那里的魏安淡淡的吩咐道：哈。魏安怀疑自己听错了，脱光。我靠，大姐，咱能别这么直接吗？虽然上次也疗过伤，但那是在浴池，这次可是在您老的凤榻上。太后凤眼一挑，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危险。魏安浑身一个机灵，哪还敢有半句废话。他磨磨蹭蹭地解开衣袍，露出缠着纱布的胸膛，然后视死如归地躺到了凤榻的边缘，僵硬的像块木板。太后轻哼一声，似乎对他的反应还算满意。他坐到榻边，亲自为魏安解开纱布。当看到那狰狞的伤口时，他的眉头不易察觉地蹙了一下。他用温水沾湿丝帕，小心翼翼地为他清洗伤口，动作轻柔得不像话。魏安紧张的手心冒汗，太后指尖冰凉的触感和温热的丝帕在他胸口来回擦拭，那种酥麻的感觉让他浑身都不自在。清洗完毕，太后用玉勺挑起一点碧绿色的药膏，一股清凉的幽香瞬间弥漫开来。这玉鸡膏是西域进贡的圣品，活死人肉白骨不敢说，但去腐生肌，不留疤痕，却是天下第一。他一边说，一边将药膏均匀地涂抹在魏安的伤口上。清凉的药膏瞬间缓解了灼痛感，舒服的魏安差点呻吟出声。你倒是挺能忍。太后见他咬着牙不吭声，语气有些复杂。就在这暧昧又诡异的气氛中，太后突然开口，问出了一个让魏安心跳骤停的问题：说吧，你对秦揽月到底是个什么想法？来了，送命题来了。魏安的大脑瞬间飞速运转，开始组织语言。回娘娘。魏安斟酌着，准备说一句模棱两可、滴水不漏的漂亮话。然而就在他张嘴的瞬间，叮，检测到宿主正处于极度危险的语言环境中，被动技能言多必失已自动触发。下一秒，魏安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人掐住了，一个字都蹦不出来。他张着嘴啊了两声，脸憋得通红。我靠，系统你个猪队友，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你想玩死我啊？魏安的内心在疯狂咆哮。太后见他这副模样，疑惑地歪了歪头。怎么了？被哀家说中了？心虚的说不出话来了。他突然凑近，凤眸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压低声音问道：你对那丫头有意思了？魏安急得满头大汗，说不出话，只能拼命地疯狂地摇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哦，没有。太后嘴角的笑意更浓了，那就是嫌弃他是个武将，不懂风情，太粗鲁了。魏安想死的心都有了，这不还是在说秦揽月的坏话吗？他只能继续疯狂摇头。也不是。太后摸着下巴，故作思索状。那哀家知道了，你肯定是觉得她比哀家貌美，对不对？这个问题太阴险了。魏安的头摇到一半，硬生生卡住了，他只能露出一副快哭了的表情，继续摇头，但幅度明显小了很多。太后看着他这副可怜又可爱的模样，眼中的笑意几乎要溢出来。他知道火候差不多了。他突然收起笑容，脸上露出一丝失望和了然的神色，悠悠地叹了口气。罢了，哀家都明白了。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用一种看似体谅的语气说道：这么说，你是不想留在哀家这里了，想回自己那狗窝去，也不想今晚事情了，对不对？魏安的大脑已经彻底宕机，他被前面一连串的问题绕得晕头转向，根本没听清这最后一个问题的具体内容。他只知道摇头就对了。于是他想也没想，对着太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疯狂地坚定地摇了摇头。摇完之后，他才猛然反应过来，不想事情。摇头的意思是想。魏安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他缓缓抬头，正对上太后那双得逞的如同狐狸般狡黠的凤眼。完了，BBQ了，这是他脑海里唯一的念头。很好。太后缓缓俯下身，红唇贴在他的耳边。今晚你留下。魏安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留下？留下？我靠，玩真的啊！他看着太后那张似笑非笑的绝美脸庞，只觉得这永安宫的寝殿比天牢还要可怕。怎么不乐意？太后重新在榻边坐下，顺手理了理他散乱的衣襟，指尖有意无意地划过他的胸膛。不，奴才乐意。为娘娘侍寝，是奴才8辈子修来的福分。魏安求生欲瞬间拉满，脑袋摇得像吃了炫迈，根本停不下来。哼，算你识相。太后满意的轻哼一声，仿佛刚才那个霸王硬上弓的女流氓不是她一样。她盘腿坐在魏安身边，寝殿内的气氛一时间有些微妙。打破沉默的还是太后。你那金龙9变练得如何了？她看似随意地问道。
提到正事，魏安精神一振，连忙恭敬回答：“回娘娘，托您的福，奴才已经突破到后天4品，只是后续功法晦涩，进展缓慢。”他没有隐瞒，在这种妖精面前耍小聪明就是自寻死路。4品倒也不慢了。太后点点头，凤眸中闪过一丝赞许，看来哀家没看错人。魏安趁机将话题引开：“娘娘，今日之事，奴才有一拙见。”说：“今日赵无极谋反，竟能策动近3成官员附逆，可见朝堂之上早已是暗流涌动，人心叵测。”魏安神色凝重，刑部与京兆营只管案发之事，却无力洞察人心，长此以往，国之大患啊！太后指尖轻敲着床沿，没有说话，示意他继续。所以奴才斗胆，恳请娘娘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魏安眼中金光一闪，此机构独立于朝堂百官之外，不受任何掣肘，专司监察、缉捕、审讯之权，上可查公卿，下可探民情，为陛下与娘娘扫清一切障碍，做您2位的耳目与刀剑。太后的凤眸亮了起来：“你的意思是组建一支只听命于你我的密探？”正是。魏安趁热打铁，宫中东侧有一处废弃的衙署，地方隐蔽，正好用作我等的大本营，就叫东厂如何？而奴才愿为娘娘执掌东厂，肝脑涂地，在所不辞。东厂，太后反复咀嚼着这2个字，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浓。好一个魏安，这不仅仅是献策，更是在表露忠心，同时将自己牢牢地绑在了他和女帝的战车上。这等手段，这等心智，哪里像个小太监，分明是个天生的权臣。准了。太后一锤定音：“此事哀家会与陛下商议，明日就下旨，东厂提督就由你来当。”谢娘娘。魏安大喜过望，重重叩首。有了东厂这个名头，他才算真正在这皇宫里有了立足之地。起来吧。太后扶起他，柔声道：“你也累了一天，想必是饿了。”来人。清河闻声而入，手里捧着一个早已温着的汤盅。“娘娘，您要的龙阳大补汤。”噗！魏安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龙阳大补汤，这名字也太直白了吧！太后接过汤盅，亲自用玉勺舀了一勺，递到魏安嘴边：“来，张嘴，这是哀家特意命御膳房为你熬的，补身子的。”魏安看着那黑乎乎的汤汁，脸都绿了。“娘娘，奴才自己来就好，哀家喂你，是你的福气。”太后不容置疑的将勺子又往前送了送。“我信你个鬼，这里面肯定加了料。”魏安内心疯狂吐槽，但看着太后那不容拒绝的眼神，他只能硬着头皮张嘴将那勺汤要喝了下去。汤汁入口倒没有想象中的苦涩，反而带着一股奇异的甘甜。这就对了。太后满意的笑了，一勺一勺的亲自喂他。魏安跟个嗷嗷待哺的雏鸟似的被动的喝着。一碗汤下肚，他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可没过多久，一股难以言喻的热流猛地从丹田升起，瞬间冲向4肢百骸。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暖和了起来，像是泡在温泉里，舒服的让他昏昏欲睡。然而下一秒他就感觉不对劲了，那股热流并没有消散，反而全都朝着一个地方汇聚而去，尤其是那个部位暖洋洋的，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我靠！魏安的脸轰的一下就红透了，他惊恐地看向太后，只见太后正单手托腮，好整以暇地看着他，那张绝美的脸上露出了狐狸般狡黠的笑容。他红唇微起，声音带着一丝蛊惑的沙哑：“怎么了，我的魏大提督？哀家看你这副模样，莫非是……”他故意拖长了尾音，俯身在魏安耳边吐气如兰。魏安不想要，小魏安是不是想要了？魏安感觉自己的人生正在朝着一个不可控的方向狂奔。他看着眼前媚眼如丝的太后，听着那句几乎是明示的虎狼之词，整个人都麻了。反抗？不存在的。拒绝？那更是坟头草3尺高的作死行为。既然不能反抗，那还是享受吧。很好。太后见他一副认命的呆傻模样，满意的勾起了红唇。他站起身，声音慵懒的吩咐道：“清河，备水，拿一套干净的衣物来，哀家要和魏大提督一起洗去这满身的血腥气。”门外的清河身子一颤，低低应了声是，那声音里带着3分震惊，3分羡慕，还有4分我什么都没听见的求生欲。温热的池水再次包裹住魏安的身体，只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了先前的紧张与抗拒，或者说是已经麻木了。一番云雨过后，魏安只觉得自己的骨头都快散架了。他沉沉睡去，再醒来时已经是第2天日上3竿，身旁的凤榻早已空空如也，只有枕边还残留着太后那淡淡的龙涎香，证明着昨夜的一切并非梦境。掌印大人，您醒了。小太监福顺的声音在殿外响起。进来吧。魏安揉着酸痛的后腰坐起身。大人，圣旨到了。福顺满脸喜色的捧着一卷明黄圣旨进来，
身后还跟着几个捧着官服和腰牌的小太监。魏安连忙下地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司礼监长应太监魏安，性姿敏慧，忠勇可嘉，于社稷有功，特进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总领司礼监事务。令为倾诉朝纲，铲除奸佞，特设东厂，命魏安为东厂提督，赐金牌、牙牌，可便宜行事，巡查缉捕百官。钦此。魏安听完，心中巨浪翻涌。秉笔太监，东厂提督，这一下他算是真正走到了内廷权力的顶峰。女帝和太后这是给了他一把最锋利的刀啊！奴才领旨谢恩。他接过圣旨和那身代表着东厂最高权力的黑色飞鱼服，心中五味杂陈。刚打发走传旨的太监，一个熟悉又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就从门口传了来：哟，这不是咱们新上任的魏大提督吗？恭喜恭喜，现在跟本官可是平起平坐了。秦揽月不知何时已经到了，正抱剑倚在门框上，一双锐利的眼睛饶有兴致的上下打量着他。魏安老脸一红，悻然的将官服放到一边：秦大人就别取笑我了，都是太后和陛下抬爱。是吗？秦揽月缓步走进来，围着他绕了一圈，鼻子还像小狗似的在他身上嗅了嗅。魏安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秦大人，有事说事，你这是查案呢？当然。秦揽月突然站定，脸上笑容一收，本官就是在查案，查一个图谋不轨、故意陷害同僚的案子。魏安心头一跳，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秦揽月逼近一步，英气的脸庞几乎贴到他面前，我就是想问问魏大提督，前日在太庙，是谁非要在太后娘娘面前跟我拉拉扯扯、勾肩搭背的？是你吧？他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当着太后的面故意与我做出亲密动作，是想让太后误会我俩的关系，你好坐收渔翁之利，还是想故意害我，让太后治我的罪？魏公公，你这图谋不轨的算盘打得可是真响啊！我靠，恶人先告状啊！魏安被他这番话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明明是你在演我，现在倒打一耙。秦揽月，魏安也来了火气，不再用敬称，你少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图谋不轨，故意做戏给太后娘娘看，你安的什么心？你自己不清楚吗？我安的什么心？秦揽月突然笑了，笑得像只偷了心的猫。他不退反进，指尖轻轻点在魏安的胸口，吐气如兰。我能安什么心？我只是个外臣，太后娘娘就算看见了，最多也就骂我几句。可你不一样啊，魏公公。他拖长了尾音，慢悠悠地说道：你这么激动，反应这么大，莫非你和太后娘娘之间真的有什么不能让我碰的特殊关系？你承认了？你承认你和太后娘娘有那种关系了，对不对？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哦。完了，魏安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他心中大呼不妙，自己一时激愤，竟然被秦揽月这个妖女给套话了。他刚才那番话等于变相承认了他和太后的关系不一般，所以才会害怕被太后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魏安张口结舌，百口莫辩。看着他这副吃瘪的窘迫模样，秦揽月笑得花枝乱颤，胸前那惊人的弧度一起一伏。行了行了，不逗你了。他摆摆手，突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好奇地问道：对了，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是假太监？这个话题转得太快，魏安再次愣住。他看着秦揽月那双清澈又狡黠的眼睛，深吸一口气，索性破罐子破摔了。是，那又如何？他反问道：你又是怎么知道的？他本以为秦揽月会惊讶或者会追问，谁知他竟是一副早就知道的表情，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早就知道了呀，他轻描淡写地说道。魏安彻底懵了，早就知道了。什么时候？秦揽月伸出手指点了点他的胸口，就是上次中毒受伤的位置。就上次啊，你替我挡了毒虫，身中剧毒，我抱你去鲁大师那里疗伤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个极其促狭又回味无穷的表情，凑到魏安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声笑道：当时情况紧急，给你换药的时候一不小心可就什么都看光了呀。他退后一步，将魏安从头到脚又打量了一遍，最后目光在某个不可描述的部位停留了片刻，咂了咂嘴，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感叹：我们的魏公公还真是，咦，有点东西啊。魏安一张脸涨得通红，从耳根一直红到了脖子，被一个女人，还是一个英姿飒爽、身材火爆的女捕头当面调戏有点东西，这谁顶得住啊？他感觉自己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的威严，在秦揽月面前简直碎了一地，连渣都不剩。嗨，魏安尴尬地咳嗽2声，强行把话题拉回正轨。秦大人，玩笑就开到这里吧，咱们还是先谈谈正事。万毒门的事，你到底知道多少？他必须掌握主动权，不然迟早被这妖女玩死。
秦揽月见他这副窘迫又故作镇定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倒也见好就收，不再调侃。他神色一正，沉声道：“万毒门这个名字，六扇门的卷宗里已经有近100年没有出现过了。”他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仿佛在回忆某些古老的、令人不安的记载。根据六扇门秘卷记载，万毒门是100年前横行于南疆的邪派第一大宗，其门人行事诡异，手段狠毒，尤其擅长炼制蛊毒和驱使毒虫。蛊毒？魏安皱眉，他想起了那个被炼成活尸的肃亲王。没错。秦揽月点点头，他们能将活人炼制成悍不畏死、力大无穷的蛊人，也能驱使各种匪夷所思的毒虫杀人于无形。就像我们之前遇到的辅心蛊，就是他们最臭名昭著的手段之一。100年前，万毒门仗着蛊术横行无忌，激起武林公愤，最终被当时的中原各大门派联手围剿于南疆的万重谷。那一战打得天昏地暗，据说各大派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将万毒门连根拔起，其门主和一众长老尽数伏诛。从那以后，万毒门便销声匿迹，世人都以为他们已经彻底覆灭。魏安听得心惊，没想到这背后还牵扯着这等武林秘闻。可如今他们不仅死灰复燃，还和北边的突厥人勾结在了一起。秦揽月的声音冷了下来，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相隔万里，若说其中没有一个巨大的阴谋，我是绝不相信的。魏安也陷入了沉思，他将所有的线索在脑海中串联起来。突厥使臣巴图的挑衅，寿宴上的刺杀，赵国公的谋反，被炼成蛊人的肃亲王，还有那个神秘的圣虫，一张无形的大网似乎早已笼罩了整个大燕王朝。我明白了。魏安缓缓开口，眼神锐利。突厥负责在正面战场施压，提供政治和军事上的掩护，而万毒门则像是藏在暗处的毒蛇，负责用最阴毒的手段进行刺杀、渗透和制造混乱。赵无极恐怕也只是他们推到明面上的一颗棋子。秦揽月赞同的点头，没错，我们虽然抓了赵无极，斩断了他们在朝堂上的一只手，但真正的幕后黑手突厥可汗和那个神秘的万毒门新门主依然逍遥法外，只要他们还在，大燕就永无宁日。可眼下线索全断了。秦揽月有些烦躁地踱了2步，阿史那鲁和那个刺客都是死士，赵无极嘴硬得很，在天牢里一句话都不说，我们该从何查起？魏安的目光闪了闪，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一个被他从突厥细作刀下救出的看似柔弱无害的青楼女子。不，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魏安看着秦揽月，一字一句地说道：醉仙楼。秦揽月先是一愣，随即恍然大悟，你是说那个头牌云清儿？对。魏安点头，那个突厥细作在醉仙楼潜伏了数日，云清儿是他接触最多的人。当时情况紧急，我们或许忽略了某些细节。而且魏安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一个能在刀架在脖子上时还保持着大家闺秀般仪态的青楼女子，秦大人，你不觉得很有趣吗？秦揽月冰雪聪明，立刻明白了魏安的言外之意。走。他不再废话，转身就往外走，干脆利落。哎，等等我！魏安连忙跟上，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司礼间，正要上马，秦揽月突然又回头，促狭地眨了眨眼。怎么？我们的魏大提督刚上任，就要光明正大的去逛青楼查案？他故意拖长了语调，笑得像只狐狸。就不怕太后娘娘知道了，家法伺候？魏安一个踉跄，差点从马背上摔下来。这女人绝对是他天生的克星。醉仙楼依旧是那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模样，丝毫没有被城中的紧张气氛所影响。穿着暴露的姑娘们在门口招揽着客人，空气中弥漫着廉价的脂粉气和酒气。两位官爷，里面请啊！老鸨扭着水桶腰，甩着手帕迎了上来。一看到秦揽月那身六扇门的玄甲和魏安那身代表着东厂的黑色飞鱼服，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这不是秦总捕贺，魏提督吗？老鸨吓得腿都软了。不知二位大人大驾光临，有何吩咐？秦揽月懒得跟他废话，冷冷道：把云谦儿叫来，我们有话要问他。云谦儿？老鸨的脸色瞬间变得比哭还难看，他搓着手为难道：哎呦喂，我的两位活菩萨，真不是我不配合，实在是青儿他有客人在，现在不方便啊。有客魏安眉头一皱，什么客人比东厂和六扇门联手办案还重要？让他立刻下来。他如今身为东厂提督，说话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谁知那老鸨听了，竟然扑通一声跪下了，抱着魏安的大腿哭喊起来：魏提督饶命啊！不是小人敢耽误您二位办案，实在是楼上那位爷，咱们醉仙楼上上下下没一个惹得起啊！秦揽月和魏安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恼火。什么人物这么大排场？秦揽月冷哼一声：是户部尚书家的小公子，钱多，钱公子。老鸨颤声说道：他可是我们这的常客，每次来都把青儿包下好几天，要是扫了他的心，他
他能拆了我们这醉仙楼啊？又是这种仗着家世横行霸道的公子哥，在这种全城戒严的非常时期，居然还有心思在这里寻欢作乐。秦揽月本就不是什么好脾气，此刻更是怒上心头。一个尚书之子就敢阻挠本官和魏提督办案，我看他是活腻了。带路。魏安也懒得再废话，声音冷得像冰，我倒要亲自去会会这位钱公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哎，是。老鸨连滚带爬的从地上起来，哆哆嗦嗦的在前面引路，心里已经把那钱公子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两人跟着老鸨来到3楼最里间的一间豪华包房门口，房门紧闭，但隐约能听见里面传来一些奇怪的呜咽声。秦揽月皱了皱眉，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他根本不给老鸨开口的机会，直接抬起穿着玄铁战靴的长腿，对着那扇名贵的梨花木门就是干脆利落的一脚。砰！一声巨响，门板4分5裂。魏安和秦揽月一步踏入，下一秒两人都如同被施了定身法，彻底僵在了原地。好家伙，这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场景？只见那华丽的房间中央，户部尚书家的钱公子正被人用五彩的绸带五花大绑，像个粽子一样跪在地上，嘴里还塞着一块手帕，只能发出呜呜的悲鸣。而那个本应是受害者的醉仙楼头牌云七儿，此刻正慵懒地斜靠在铺着虎皮的太师椅上，她一袭薄如蝉翼的青色纱裙，姿态优雅地端着一杯清茶，而她那双精致白皙涂着扣丹的玉足正毫不客气地踩在钱公子的头上。那画面香艳诡异，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刺激感。魏安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我靠，这是什么情况？现场玩法这么刺激的吗？这位钱公子怎么还有这种特殊的癖好？他看着云七儿那张清丽脱俗，此刻却带着几分冰冷和厌恶的脸，再看看地上那个满脸通红，眼中满是屈辱和兴奋的钱公子，只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秦揽月也是一脸的错愕，显然也没料到会是这么个场面，他那握着剑柄的手都忘了放下，就那么呆呆地看着。在短暂的震惊过后，秦揽月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他猛地转过头，那双锐利又带着几分促狭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魏安，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那眼神意味深长，仿佛在说，魏公公，没想到啊，这世上还有跟你同道中人。魏安被秦揽月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看得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我靠，这女人什么意思？他脑子一转，瞬间就明白了秦揽月眼神里的调侃和戏谑。他这是在怀疑我也有这种龙阳之好，不对，是受虐之好啊。可魏安老脸一红，立刻义正言辞地澄清，秦大人，我可提醒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魏安顶天立地，癖好和取向都是正常，对这种事绝无半点兴趣。他一边说，一边在心里疯狂感叹，好家伙，没想到啊，这个架空世界居然也有这种会玩的群体，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两人这旁若无人的对话，终于让房间里另外2个人反应了过来。云七儿呀的一声，像是受惊的兔子，连忙把那双踩在钱公子头上的玉足收了回来，一张俏脸瞬间布满了慌乱，手忙脚乱的想把鞋穿上。而被踩在脚下的钱多多，在最初的惊恐过后，无尽的愤怒涌上了心头。他堂堂户部尚书的公子，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被人破门而入，还看到了自己最私密的一面。呜呜！钱多多剧烈的挣扎起来。魏安走了过去，一脸嫌弃的伸手，一把将他嘴里那块散发着古怪味道的丝帕给扯了出来。兄弟，魏安看着他，啧啧称奇，你这癖好挺特殊啊。呸！钱多多一口唾沫吐在地上，涨红了脸，对着魏安和秦揽月怒斥道：你们是什么狗东西？知道老子是谁吗？敢来打扰老子的好事，你们死定了！秦揽月最见不得这种纨绔子弟嚣张的嘴脸，他甚至懒得跟对方废话。众人只看到一道黑影闪过，秦揽月已经到了钱多多面前。他二话不说，抬起穿着玄铁战靴的脚，对着还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的钱多多就是狠狠一脚。砰！钱多多像个皮球一样被直接踹翻在地，滚了2圈。啊！你个臭娘们，你敢踹我！钱多多疼得龇牙咧嘴，开始疯狂地咒骂起来。你死定了！我告诉你，你全家都死定了！等我出去，我一定……他一边骂，一边挣扎着想爬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叫嚣。你知道我是谁吗？家父户部上。他那个上字还没说出口，秦揽月又是一脚精准地踹在了他脸上，直接把他后半句话给踹了回去。聒噪！秦揽月收回脚，还在地上蹭了蹭，满脸嫌恶，真是脏了本官的脚。呜啊，你还敢打我！钱多多的鼻子都被踹出了血，他更加生气了，涕泗横流的吼道：家父！砰！又是一脚，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这次钱多多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躺在地上
眼泪和鼻血混在一起，整个人都抽噎了起来。他所有的嚣张和跋扈，在秦揽月这不讲道理的三角之下被踹得稀碎。他看着秦揽月，眼中充满了恐惧，最后带着哭腔又挤出了2个字：家父。秦揽月见他这副怂样，连再抬脚的兴趣都没有了。他有些无聊地转过身，对着一旁看得目瞪口呆的魏安说道：这次你来吧，我累了。魏安看着秦揽月那一脸我累了你上的表情，心里一阵无语。这女人打人的时候生龙活虎，现在倒会偷懒了。不过看着地上还在哼哼唧唧的钱多多，魏安心里也确实有点手痒。他走上前，学着秦揽月刚才的样子，对着钱多多的屁股也慢悠悠地来了一脚，砰，力道不大，侮辱性极强。魏安煞有介事的点点头，甚至还用脚尖感受了一下，嘴里评价道：脚感还真心不错。秦揽月在一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地上的钱多多感受到这双重侮辱，白眼一翻，竟是直接气晕了过去。行了，别玩了。短暂的欢乐过后，秦揽月恢复了正经神色。魏安也收起了玩笑的心思，对着门外候着的禁军吩咐道：把这家伙拖出去，找个地方看好了，等候发落。是，提督大人。2个禁军立刻进来，像拖死狗一样把晕过去的钱多多给拖走了。房间里瞬间只剩下了魏安、秦揽月，还有那个从始至终都站在角落缩着肩膀看起来柔弱又无助的云清儿。魏安拉过一张椅子坐下，秦揽月则抱剑靠在窗边，2人一唱一和，审讯正式开始。云姑娘，魏安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温和，我们又见面了，这次来是想再问问关于那日突厥细作的事。云清儿怯生生地抬起头，小声道：大人想问什么？奴家知无不言。那日除了那个突厥人，你还见过什么其他行为举止比较奇怪的人吗？或者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太一样的事情？魏安盯着他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一丝微表情。云七儿蹙着秀眉，仔细地回忆了半晌，最终还是轻轻地摇了摇头。回大人，没有。那天就和往常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也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那个突厥客官除了出手阔绰些，话少些，也没什么不一样的。他的回答滴水不漏，神情看起来也真诚无比。秦揽月在一旁听着，突然冷不丁地开口：云姑娘是哪里人士？听这口音不像是京城本地人。云七儿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一愣，随即低头道：回秦大人，奴家是江南人士，家乡遭了水灾，才流落至此。哦，江南。秦揽月嘴角微勾，那云姑娘这身调教人的本事也是在江南学的。这话一出，云七儿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她慌忙跪倒在地：大人明鉴，奴家是被逼的，是那钱公子，他非要如此，奴家若不从，他便要打骂。他说着眼圈就红了，一副受尽了委屈的可怜模样。秦揽月又旁敲侧击地问了几个问题，比如他的身世，如何来到醉仙楼等等，云七儿都对答如流，找不出一丝破绽。她看起来就像一个身世凄苦，被迫流入风尘的普通弱女子。试探无果，魏安和秦揽月对视一眼，也问不出更多东西，只好起身离开。今日多谢姑娘配合，若想起什么，可随时去东厂或6扇门报备。魏安临走前客气了一句。2人刚走到房门口，身后突然传来云七儿急切又带着几分羞怯的声音：魏大人，请留步。魏安和秦揽月同时回头，只见云七儿快步追了出来，对着魏安盈盈一拂，那张梨花带雨的俏脸上写满了感激。奴家多谢大人当日的救命之恩，一直未能当面道谢。他说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就那么望着魏安，眼波流转，媚态横生。举手之劳，姑娘不必挂怀。魏安客套道：不，对大人是举手之劳，对奴家却是再生之德。云七儿的声音变得又轻又柔，她微微上前一步，红着脸，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大人英明神武，奴家心中仰慕。若是大人下次再来，无需通报，奴家可以单独为大人辅导。他特意加重了单独辅导4个字，说完还对着魏安抛了个媚眼。魏安，他还没来得及作何反应，就感觉到旁边射来一道鄙夷至极的目光。他一转头，正对上秦揽月那张写满了果然如此的脸。秦揽月什么都没说，只是用一种看垃圾的眼神上上下下的扫了魏安一遍，又扫了云清儿一遍。最后他冷哼一声，转身就走。魏安能清晰地读懂他此刻心里的想法，那绝对是哼，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姓魏的跟那个钱多多果然是一路货色，都有这种见不得光的特殊癖好。魏安几步追上秦揽月，与他并肩而行，脸上还带着几分薄怒。秦大人，他压低声音，气急败坏地解释道：我再说一遍，我不是那种人，你可不能对我有什么奇怪的想法。绝对不是。秦揽月闻言连头都懒得回，只是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玩味的弧度。
他什么都没说，但那副表情，那略带笑意的眼神，已经把他的心思表达得明明白白。那表情仿佛在说我懂，我懂。男人嘛，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你就接着装。魏安看着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模样，一口老草卡在喉咙里，差点没把自己憋出内伤。跟这女人根本解释不清。两人一路无话，探寻万毒门的线索，最终还是陷入了僵局。在司礼监门口，两人相互道别，各自回去休息。魏安回到自己那间空旷的掌印房，把门一关，整个人疲惫地瘫倒在椅子上。线索断了，不行，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他揉了揉太阳穴，将意识沉入系统。系统打开兑换列表，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破局的东西。淡蓝色的光幕在眼前展开，魏安的目光快速扫过那些琳琅满目的技能和道具。突然，他的目光定格在了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新技能上。究极探查技能，读心术，初级。技能描述：可消耗精神力，读取指定目标人物当前最表层的内心想法，有效距离3步之内。兑换所需积分100点。读心术，魏安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这简直就是为眼下量身定做的神技啊！虽然要100积分，但只要能查清云七儿的底细，这笔买卖血赚。兑换，他毫不犹豫地在心中确认。定，积分1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读心术初级。一股清凉的信息流涌入脑海，魏安只觉得自己的头脑似乎变得更加清明了。事不宜迟，夜长梦多。他换下官服，再次穿上一身不起眼的长服，趁着夜色又一次独自一人朝着醉仙楼的方向走去。当魏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醉仙楼门口时，云清儿仿佛心有灵犀一般，早已等候在2楼的栏杆旁。一见到魏安，他眼中顿时绽放出惊喜的光彩。魏大人，他提着裙摆，如同一只翩跹的蝴蝶，快步从楼上跑了下来。没等魏安反应，就直接扑进了他怀里，温香软玉，吐气如兰。奴家就知道，大人一定会再来的。云七儿紧紧抱着他，声音又娇又媚。魏安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投怀送抱搞得有些发懵，但还是不动声色地开启了新技能。读心术启动。几乎是同时，一道截然不同的声音在魏安的脑海中响起。这男人还真来了，看来上次的诱饵下对了，他3番2次来找我，绝不是为了查案那么简单，他身上肯定有秘密。今晚必须想办法把他灌醉，套出他的真实目的。魏安心中冷笑，好家伙，果然是个影后。表面上热情似火，心里却盘算着怎么套路我。有意思。大人，云七儿抬起那张妩媚动人的脸，眼波流转。今晚奴家必须好好的给您单独辅导辅导。他拉着魏安的手，轻车熟路的将他引向了之前那间包厢。房间里早已备下了酒菜，两人相对而坐，云七儿一边殷勤的为魏安斟酒，一边用各种撩人的姿势伺候着他布菜，身体时不时的与他发生一些不经意的触碰。魏安则来者不拒，一边与他虚与委蛇，一边竖起耳朵，饶有兴致的听着他的心声。奇怪，这家伙酒量不错啊，灌了3杯了，怎么脸都不红一下，眼神还这么清明，不好对付。不行，得换个法子。男人嘛，都好那一口，我就不信他能坐怀不乱。酒过3巡，云七儿缓缓起身，走到魏安身后，伸出柔弱无骨的双臂，轻轻环住了他的脖子。他将温润的脸颊贴在他的后颈上，悠悠地问道：公子，良宵苦短，难道今夜我们就只有喝酒这项活动吗？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哀怨，一丝魅惑，足以让任何男人心神动摇。而此刻，魏安正全神贯注地偷听着他最新的心声。哼，木头，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看你怎么接。只要你敢动手动脚，我立刻就能发难，试探出你的真实实力。原来是在这等我呢。魏安洞悉了他的计谋，心中冷笑，嘴上却因为分神慢了半拍才回答。他本想说当然不是，我还有正事要问你，以此来占据主动。可话到了嘴边，又被他慢悠悠地说了出来，听起来就变成了当然不是。他顿了顿，端起酒杯，装作思考的样子，才继续道：一会再说。魏安那句慢悠悠的一会再说，在云七儿听来简直就是最赤裸裸的默许和暗示。哼，果然是个闷骚的男人，嘴上说着不要，心里早就急不可耐了。也好，省了我一番功夫。云清儿心中冷笑，面上却装得更加妩媚动人。她松开环着魏安脖子的手，转而滑到他的胸前，指尖在他心口画着圈圈，声音甜得发腻。大人，那咱们还等什么呀？春宵一刻值千金呢。他一边说，一边顺手端起桌上一杯早已准备好的葡萄酒，吐气如兰地递到魏安嘴边。大人，喝了这杯交杯酒，奴家今晚就是你的人了。这杯酒里我下了3倍剂量的软金散，无色无味，就算是先天高手喝下去，半刻钟之内也得变成软脚下，任我宰割。看你这次还怎么装。魏安心中冷笑，好家伙，
图穷匕现了是吧？他看着眼前那杯在烛光下显得格外诱人的美酒，脸上露出了一个让云清儿心花怒放的色受魂语的表情。他张开嘴，似乎正要就着云清儿的手喝下去。就在云清儿以为自己即将得手时，魏安却突然哎呦一声，像是被酒气冲到，身子一歪，恰好撞到了云清儿端着酒杯的手。啪！那杯加了猛料的葡萄酒一滴不剩，全都洒在了云清儿那身昂贵的青色纱裙上，瞬间染湿了一大片。呀！云清儿惊呼一声，连忙起身擦拭。该死，怎么这么不小心？我的计划，哎呀，真是不好意思。魏安连忙起身，拿起手帕，装模作样的帮她擦拭裙摆，嘴里还心疼的说道：瞧我这笨手笨脚的，把姑娘这么漂亮的裙子都弄脏了，真是罪过，罪过。他一边擦，手还不老实的在云清儿的大腿上不小心的摸了一把。云清儿浑身一僵，这家伙居然敢占我便宜。不过也好，说明他已经上钩了，看来我的美人计还是有用的。他压下心中的怒火，反而顺势倒在魏安怀里，嘤嘤啜泣起来。大人，您把人家的裙子都弄湿了，这可让人家怎么见人嘛？倒我怀里了，很好，袖子里的毒针已经准备就绪，只要他敢抱紧我，我就让他尝尝七步断肠的滋味。魏安看着怀中梨花带雨的美人，心中早已警铃大作。这女人的袖子里藏着淬了剧毒的毒针，是我的错，是我的错。魏安一边安抚，一边手忙脚乱地想扶她起来。他看似要去抱她，却在她即将发动毒针的前一刹那，脚下又是一个踉跄，恰好踩在了她刚才倒下的位置。结果云清儿非但没被扶起来，反而被他这么一带，整个人重心不稳，以一个极其狼狈的姿势咕咚一下摔了个结结实实。哎呦，这次云清儿是真的摔疼了，她趴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这混蛋，他绝对是故意的，他怎么可能每次都这要巧？难道他能看穿我的心思？不可能，这世上绝没有这种武功。魏安看着他那副又气又痛又想不通的憋屈模样，差点没笑出声。他强忍笑意，连忙上前，一脸焦急地伸出手。云姑娘，你没事吧？快起来，地上凉。云七儿现在看魏安这张脸，只觉得无比的虚伪和可恶，他的耐心已经耗尽了。不管了，这家伙邪门得很，既然下药和偷袭都不成，老娘就跟你拼了。就在魏安的手即将碰到他的瞬间，云七儿眼中杀机爆射，他猛地从地上一跃而起，原本柔弱无骨的玉手，指甲瞬间弹出半寸长，变得乌黑发亮，带着一股腥风，直取魏安的咽喉。万毒门妖女总算露出真面目了。魏安一声冷喝，不退反进。他早已将金龙九变的内力运至巅峰，后天四品的修为虽然不高，但功法神妙，气势竟丝毫不弱。龙鳞护体，他双臂交叉格挡，皮肤上浮现出淡淡的龙鳞纹路。当，云七儿的毒爪抓在魏安手臂上，竟发出了金铁交鸣之声，火星四溅。什么？云七儿大惊失色，他这淬炼了数十种剧毒的玄阴鬼爪，足以洞穿金石，竟然破不开一个太监的防御。魏安哪里会给他再次攻击的机会？金龙探爪，他五指成爪，后发先至，一把扣住了云七儿的手腕，一股灼热霸道的内力瞬间涌入。云七儿只觉得手腕一麻，整条手臂的力气都被卸得干干净净。他另一只手急忙从袖中甩出数道绿芒，正是淬了剧毒的飞针。魏安早有防备，身形一晃，如同游龙般避开所有飞针，欺身而上，一掌印在了云七儿的丹田之上。噗！云七儿如遭重击，喷出一口黑血，整个人软倒在地，再也动弹不得。魏安一脚踩住他还在挣扎的手，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声音冷得像冰。说吧，你们万毒门的圣宠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们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云七儿抬起头，脸上满是怨毒和不甘。他突然神经质的大笑起来，哈哈，魏安，你以为你赢了吗？你太天真了。他看着魏安，眼中充满了疯狂的讥讽。杀了我也没用，圣虫的计划已经启动，谁也无法阻止。他看着地上笑得癫狂的云七儿，脸色瞬间拉了下来，再无半分玩笑之意。这妖女死到临头了，还敢在这里故弄玄虚，跟他玩心理战。看来不给你上点硬菜，你是不肯老实交代了。魏安的声音冷得像冰，他缓缓蹲下身，与云七儿平视。他不再废话，直接将意识沉入系统。500点的巨款积分在账户上闪闪发光，给了他十足的底气。系统打开兑换列表，给我找能让人说真话的东西。叮，正在为宿主筛选。特殊丹药，真话丸，效果一次性消耗品。目标服下后，在1个时辰内无法说出任何谎言，有问必答。兑换所需积分100点，好贵，但物超所值。兑换，魏安毫不犹豫。叮，积分100，
恭喜宿主获得真化丸 X1，已存放至系统背包。魏安意念一动，一枚龙眼大小、散发着淡淡清香的白色药丸便出现在他手中。云七儿看着他手中凭空出现的药丸，眼中闪过一丝惊疑。这是什么东西？他从哪拿出来的？这小太监身上果然有古怪。这是什么？云七儿警惕地问道。好东西。魏安脸上露出了一个和善的，却让云七儿毛骨悚然的微笑。他一把捏住云七儿的下巴，力道之大让他根本无法反抗。你想干什么？云七儿惊恐地挣扎。魏安根本不理会，另一只手粗暴地将那枚真化丸塞进了他嘴里，然后顺势在他喉头一按。云七儿只觉得喉咙一动，那药丸便顺着食道滑了下去。你给我吃了什么？他又惊又怒。别急，先来测试一下药效。魏安松开手，好整以暇地问道：你今年多大？我凭什么？云七儿刚想嘴硬，话到嘴边却不受控制地变成了19。说完他自己都愣住了。该死，怎么回事？我的嘴不受控制了。我为什么会回答他？魏安看着他那副见了鬼的表情，心中大定。他又问了几个不相关的问题。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天青色。不能说。闭嘴，快闭嘴啊！你上次洗澡是什么时候？昨天早上。这到底是什么妖法？我要杀了他！魏安听着他内心疯狂的咆哮和嘴上老实的回答，脸上露出了魔鬼般的微笑。他拍了拍云七儿的脸蛋，轻声道：你看，这样坦诚一点，我们交流起来是不是顺畅多了？我坦诚你个仙人板板，等我脱困，我一定把你练成最下贱的古人。魏安心中冷笑，这下老实了吧？好了，游戏结束。魏安收起笑容，眼神再次变得锐利如刀。现在我问你答，圣宠选定的下一个宿主到底是谁？云七儿的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牙关咬得咯咯作响，似乎在用尽全身的力气抵抗着药效，但最终他的嘴还是比他的意志更诚实。是，他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是当朝太后杨静瑶。果然是他。魏安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万毒门这群疯子竟然把主意打到了太后身上，他们的计划远比刺杀女帝、搅乱朝纲要疯狂得多。他们是想控制大燕王朝的最高权力象征。你们的据点在哪？万毒门如今的势力到底发展到了什么地步？魏安心中的杀意沸腾，继续追问。不，我不能。云七儿的五官都扭曲了，显然这个问题触及了更深层的禁制。但真化丸的药效霸道无比，他的嘴唇蠕动着，最终还是吐出了令魏安震惊的答案。万毒门早已不是100年前的残兵败将，新门主雄才大略，早已在南方各处的深山密林中重建了12处分舵，每一处分舵都有长老坐镇。我们的势力遍布江南、两广，甚至渗透了朝中不少地方官员，发展的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说完这番话，云七儿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瘫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魏安听完，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12处分舵，遍布南方，渗透官场，这已经不是一个江湖邪派了，这简直就是一个藏在暗处的地下王国。魏安看着地上昏迷不醒的云七儿，眼神里没有半分怜香惜玉。这女人心如蛇蝎，留着她或许还有别的用处。他懒得叫人，直接像扛麻袋一样将云七儿甩到自己肩上，然后施展轻功，朝着六扇门的方向奔去。当魏安扛着一个大活人从天而降落在六扇门总部的院子里时，正在擦拭佩剑的秦揽月手都抖了一下。你这是干什么？秦揽月看着他肩上的云七儿，一脸错愕。魏安随手将云七儿扔在地上，拍了拍手，一副搞定收工的模样。审完了。他言简意赅地将刚才用真化丸审讯出的所有情报，包括万毒门在南方的12处分舵、势力渗透官场，以及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太后等等，全都告诉了秦揽月。秦揽月听完，那张向来冷峻的俏脸此刻写满了震惊和凝重。这些情报太过骇人听闻，足以让整个大燕王朝翻天覆地。好了，人我交给你了。魏安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这天大的功劳就送给秦大人了，我实在是又困又乏，得回去歇着了。他说完转身就要走。站住！秦揽月一个闪身拦在了他面前，他那双锐利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魏安，充满了探究和不可思议。不对劲！秦揽月皱眉道，我俩同去，我都没能让他开口，你一个人回去，前后不过1个时辰，怎么可能问出这么多核心机密？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怀疑。魏安，你老实交代，你到底用了什么法子？魏安看着秦揽月这副求知欲爆棚的模样，心里顿时乐开了花。嘿，这小妞也有求着他的时候，这下该轮到我了吧？
他越想越觉得有趣，一股犯贱的小心思油然而生。他故作高深地清了清嗓子，双手负于身后，45度角仰望天空，就是不说话。秦揽月见他这副装模作样的姿态，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快说啊，这关系到整个案子的走向。他有些急了，甚至伸手拽住了魏安的袖子。魏安还是不答，只是用眼角余光瞥着他，嘴角挂着一丝欠揍的微笑。气不气？就问你气不气？你……秦揽月被他这态度气得不行，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连那常年挺拔的香肩都微微颤抖起来。魏安，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魏安的读心术效果还未完全失效，此刻清晰地听见了秦揽月内心的抓狂。这死太监，他绝对是故意的。他到底怎么办到的？为什么不告诉我？气死我了！真想现在就断了他的命根。魏安，你可别被我带到，被我带到你可就死定了。魏安心中早已笑翻了天。小样儿，跟我斗！现在知道小爷的厉害了吧？你也有今天啊，秦揽月。眼看火候差不多了，魏安这才收起那副高人姿态，清了清嗓子，开始故弄玄虚。哎，罢了罢了。他叹了口气，一副看你这么可怜就告诉你吧的表情。此乃我东厂不传之秘，本不能外泄，但看在秦大人你我同僚一场的份上。秦揽月一听有戏，眼睛瞬间就亮了，连忙凑了过来。当真？那当然。魏安神秘一笑，对着他勾了勾手指。不过此事干系重大，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你再凑近些。秦揽月不疑有他，立刻将耳朵凑了过去，白皙的耳垂在月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魏安看着他那近在咫尺的毫无防备的侧脸，闻着他身上淡淡的不同于宫中脂粉的清爽皂角香，坏心思又起来了。他没有说话，而是深吸一口气，对着秦揽月那小巧玲珑的耳朵轻轻的吹了口热气。呼！秦揽月的身体如同被电击了一般，瞬间僵住，一股难以言喻的酥麻感从耳根直冲心底，他那张英气的脸庞轰的一下就红透了。等他反应过来自己被戏耍了，猛地转过头时，魏安早已脚底抹油，窜出了7、8米远。喂，安，我杀了你！秦揽月暴怒的尖叫声响彻了6扇门的夜空，回答他的是魏安那渐行渐远、充满了快活气息的笑声。妖女的情报记得跟陛下和太后汇报一声啊！我先回去睡觉了。声音还在回荡，人早已没了踪影。这家伙哪敢在这多留啊？晚跑1秒都是对自己的命根的不尊重。因为秦揽月他真的敢这么做。独留秦揽月一个人站在原地，手握着剑柄，肩膀微微颤抖，一张俏脸又红又白，又气又恼，气都冷。秦揽月站在原地，看着魏安消失的方向，足足愣了3息。随后他那张又红又白的俏脸瞬间布满了寒霜。喂，安！一声咬牙切齿的怒吼从6扇门总捕头的口中发出，惊得院中几只栖息的夜鸟扑棱棱飞起。他这辈子就没受过这等奇耻大辱，被一个太监吹了耳朵。好吧，是一个假太监，但是也很可恶啊！死魏安，等我找到机会，看我不狠狠搞你一笔。这口气他秦揽月记下了。而另一边，成功戏耍了女总捕的魏安，心情那叫一个舒畅。他一路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回到了司礼间。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踏入自己那间熟悉的掌印房，就被几个小太监恭恭敬敬地拦住了。魏提督，这边请。为首的小太监福顺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陛下和太后娘娘有旨，您如今已是东厂提督，司礼监这边就不劳您去救了，您的新府邸早已备好。魏安一愣，随即跟着福顺穿过几条公道，来到了一处气派非凡的独立院落前。院门上挂着一块崭新的黑底金字牌匾，上面龙飞凤舞的刻着2个大字：东厂。走进院内，只见亭台楼阁，假山流水，比他之前那小破屋不知奢华了多少倍。主屋的卧房里，那张他心心念念的黄花梨木大床上，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套崭新的用金线绣着狰狞飞鱼图案的黑色官服，旁边还放着一块沉甸甸的象征着东厂最高权力的乌木腰牌。我靠，这就鸟枪换炮了！魏安抚摸着那顺滑的丝绸官服，一时间有些恍惚。昨天他还是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太监，今天就成了权倾内廷，连昭中大员都要忌惮3分的东厂提督。这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提督大人，福顺在门外恭敬地禀报，昨夜抓捕的逆党，除了赵国公等首恶被押入天牢外，其余从犯127人已全部关入咱们东厂新建的诏狱，等候您亲自审问。知道了，下去吧。魏安挥挥手，换上那身威严的黑色飞鱼服，腰间挂上提督腰牌。魏安看着镜中那个眼神锐利、气势非凡的自己，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壮志从心底油然而生。从前他是棋子，现在他要当那个执棋的手。
他正沉浸在升官的喜悦中，殿外再次传来通报声：提督大人，太后娘娘有请。魏安不敢怠慢，立刻整理好衣冠，赶往永安宫。这一次气氛与昨夜截然不同。太后杨静瑶端坐在主位之上，身着一袭象征着无上权力的玄色凤袍，神情威严，不怒自威。奴才参见太后娘娘。起来吧，魏提督。太后淡淡的开口，刻意加重了提督二字。谢娘娘。东厂出力，百废待兴。太后指尖轻敲着扶手，开门见山。哀家给你第一个任务。赵无极虽然嘴硬，但他那些党羽却未必个个都是硬骨头。哀家要你在3日之内撬开他们的嘴，将朝中所有与逆党有牵连的官员全部给哀家揪出来，一个都不能放过。他说着，从袖中取出一份烫金的名册，扔到魏安面前。尤其是这上面的几个人，给哀家重点关照。魏安捡起名册，打开一看，瞳孔微缩。名册上赫然是几位当朝一品大员的名字，每一个都是跺跺脚能让朝堂震3震的人物。太后这是要借他东厂这把刀来一场朝堂大清洗。奴才遵旨。魏安将名册收入怀中，心中已有了计较。他刚要告退，太后却又叫住了他。等等。他从座位上走下，缓步来到魏安面前，亲手为他整理了一下略微歪斜的衣领。他的动作轻柔，眼神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占有欲。记住，东厂是哀家给你的，你的权，你的事，你的一切都源于哀家，不要让哀家失望。奴才不敢。魏安低头恭敬地回答。就在这时，太后整理他衣领的手指微微一顿，他凑近了些，鼻尖在魏安的颈间轻轻嗅了嗅，凤眼瞬间眯了起来，原本缓和的气氛骤然降至冰点。你身上，太后的声音变得悠悠的，带着一丝危险的寒意，是什么味道？魏安浑身一僵，心里咯噔一下。我靠，什么味道？我身上除了皂角的味道还有什么？不像是宫里的熏香。太后缓缓直起身，指尖轻轻划过她的喉结，声音更冷了，倒像是外头那些三教九流之地女人身上才有的胭脂味。魏安的脑子嗡的一声，瞬间想到了昨夜在六扇门与秦揽月那番近距离的对峙，还有在醉仙楼被云妻儿投怀送抱的场景。完了，肯定是那时候沾上的。这妖妇的鼻子是狗吗？这都能闻出来。他心中警铃大作，知道这绝对是一道送命题。若是承认自己见了别的女人，以太后这堪比太平洋的占有欲，怕是当场就要让她变成真太监。电光火石之间，魏安急中生智，脸上立刻露出了一副为公操劳的恭敬与坦然。回娘娘，您明鉴。他躬身道。东厂出力，耳目未封。奴才昨夜离开皇宫后，并未回府歇息，而是连夜去了城中几处鱼龙混杂之地，如赌场、酒肆，安插了些眼线，想着能为娘娘尽快探听到一些关于逆党的风声。那些地方人多手杂，奴才一心只想着为娘娘办事，许是不小心蹭到的，奴才该死，污了娘娘的眼，这就回去沐浴更衣。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解释了香味的来源，又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为了太后的事业不辞辛劳、鞠躬尽瘁的忠犬形象。太后听完，盯着他看了许久，那双深不见底的凤眸仿佛要将他整个人看穿。魏安低着头，后背已被冷汗浸透。终于，太后轻哼一声，语气莫测：最好是这样。他再次伸手，用丝帕重重地擦了擦刚才碰过魏安衣领的手指，仿佛在擦什么脏东西。哀家的人身上不该有别的女人的味道。他将丝帕扔到一边，冷冷地警告道：记住了吗？奴才记住了。魏安的心这才稍稍放下。从永安宫出来，魏安只觉得怀里的那份名册滚烫。他还没走出多远，迎面就撞上了一个行色匆匆的小宫女。魏提督。小宫女见到他，如见救星，连忙行礼：陛下，陛下请您立刻去书房一趟。又来。魏安一个头两个大，这母女俩是把他当成陀螺了吗？来到御书房，女帝李清燕正在批阅奏折。她看起来一夜未眠，眼下带着淡淡的青涩，却更添了几分坚毅。魏安，你来了。见到他，李清燕立刻放下朱笔：朕让你来，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交给你。陛下请讲。赵无极谋反只是表象，其背后与突厥、万独门勾结，才是动摇国本的祸根。李清燕的声音带着一丝切齿的恨意：朕要你动用东厂的一切力量，不必理会朝中那些琐事，给朕死查，查清万独门的底细，查清他们在南方的所有据点，查清他们和突厥的联系。朕要将这颗毒瘤连根拔起。魏安听完，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太后让他查朝中内奸，重点是对内女帝让他查万独门，重点是对外。这两人命令截然不同，他该听谁的？这根本就是一道无解的送命题。看着魏安面露难色，李清燕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他从岸上拿起一枚小巧的用明黄丝绦系着的龙形玉佩，递到魏安面前。这是朕的贴身玉佩，见此物如见朕亲临。他的声音放缓，带着一丝期许和拉拢。魏安，你是朕亲封的提督，朕相信你知道谁才是这大燕王朝真正的主人，帮朕办好此事，将来朕绝不会亏待你。魏安接过那枚上带着女帝体温的玉佩，心中正思考，女帝却忽然轻声唤他的名字。魏安。他的声音不再是君王的威严，反而带着几分追忆和柔软。奴才在。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在母后的宫里，朕贪玩不小心打碎了父皇赏赐的那柄白玉如意？李清燕的眼神有些飘忽，仿佛回到了遥远的过去。魏安一愣，脑海中属于这具身体的记忆瞬间被唤醒。他立刻低头恭敬地回答：奴才记得，当时您吓坏了，躲在假山后面哭，是奴才站出来对太后娘娘说是奴才失手打碎的，替您领了30手新版。是啊。女帝的眼中泛起一层水雾，嘴角却带着一丝温暖的笑意。他们都怕母后，怕被责罚，只有你这个傻瓜，当时想的不是自己会不会挨打，而是怕朕受委屈。他走下台阶，来到魏安面前，定定地看着他。从那时候起，朕就知道你和他们不一样，在你的心里，朕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他这句话看似是问句，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像一把温柔的刀，直接剖开了魏安心中最纠结的地方。他这是在告诉他，你应该像小时候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我。所以，魏安，他轻轻将他的手合上，让他握紧那枚龙形玉佩。朕信你，就像小时候一样。魏安握着那枚温润的玉佩，只觉得比太后的名册还要烫手。这块玉佩上承载的不仅是君王的命令，更有一份沉甸甸的来自过往的期许与信任。他揣着2件烫手山芋，浑浑噩噩地走出了皇宫，直奔6扇门。他现在急需找个人商量对策，而那个又气又恼却又冰雪聪明的女总捕是唯一的人选。6扇门总部，秦揽月正在演武场上练剑。他身形矫健，剑光如雪，每一招都带着凌厉的杀气，显然是把眼前的木桩当成了某个吹他耳朵的混蛋。秦大人好雅兴。魏安走上前去，秦揽月收剑回鞘，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魏提督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是又想来戏耍本官一番吗？不敢不敢。魏安连忙摆手，开门见山地将太后和女帝分别下达的命令说了一遍。秦揽月听完，柳眉也紧紧地蹙了起来，一个让你肃清朝堂，一个让你远征南疆，他们母女俩这是把你架在火上烤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以我才来找你。魏安诚恳地看着他，此事我一人办不来，我需要你的帮助。看着魏安那难得正经又带着几分求助的眼神，秦揽月心中的那点气不知不觉也消了。他沉思片刻道，此事可分2步走，你主内，我主外。你利用东厂审问逆党，顺着太后的意思清洗朝堂，揪出所有内奸，巩固京城。我则利用6扇门在江湖上的眼线，拦下查探万毒门的虚实。我们明暗配合，互通有无。魏安眼睛一亮，好主意。不过，秦揽月话锋一转，嘴角又勾起那抹熟悉的坏笑。我帮你有什么好处？魏安心里暗骂一声妖女，嘴上却笑道，好处自然是有的，比如我可以把我审讯犯人的独门秘诀交给秦大人你啊。秦揽月的眼睛瞬间就亮了，此话当真？当真？魏安神秘一笑，对着他勾了勾手指，你附耳过来，我只告诉你一个人。秦揽月半信半疑地凑了过去。魏安看着他那近在咫尺的写满了好奇2字的俏脸，再次深吸一口气，啪一声轻响。没等他故技重施，秦揽月已经一巴掌拍开了他的脸，满面寒霜地退后3步。同样的当，你以为本官会上2次？他冷冷地说道，耳根却悄悄地红了。魏安摸了摸被打疼的脸，讪讪一笑，看来这女总捕也不傻嘛。次日一早，魏安换上了那身象征着权力和冷酷的黑色飞鱼服，腰间挂着东厂提督的乌木腰牌，在一众小太监敬畏的目光中径直前往天牢。天牢是整个皇城最阴森、守卫最森严的地方，空气中常年弥漫着一股血腥和腐朽的混合气味，冰冷潮湿的石壁上似乎还回荡着无数囚犯的哀嚎。魏安一到，天牢的狱卒长就连滚带爬地迎了出来，小的参见提督大人。赵无极官在哪？魏安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在最深处的水牢。狱卒长哆哆嗦嗦地在前面引路，穿过一道道沉重的铁门，魏安来到水牢前，还未走近，就听见里面传来清脆的鞭子破空声和女人冰冷的喝问：“说不说？”哼！啪！又是一声皮开肉绽的闷响。魏安走进牢房，只见赵无极被粗大的铁链锁在刑架上，浑身血迹斑斑，状甚凄惨。一个身穿劲装、
身材高挑的女狱卒正手持长鞭，气喘吁吁地站在一旁。她见魏安进来，连忙行礼：“参见提督大人。”魏安摆摆手，目光落在赵无极身上。这家伙倒也硬气，被折磨成这样，竟还昂着头，眼中满是怨毒，就是不肯松口。怎么样了？魏安问那女狱卒。女狱卒擦了擦额头的汗，无奈道：“回大人，这家伙嘴太硬了，小的已经抽了他足足30鞭，手都快抬不起来了，他还是一个字都不肯说。”哦，魏安闻言反而笑了。他缓步走到赵无极面前，绕着他走了一圈，啧啧称奇：“赵大人还真是铁骨铮铮，是条汉子。”他话锋一转，声音里带上了几分戏谑：“可惜啊，你遇见了我。”魏安挥退了女狱卒，搬了张椅子，大马金刀的在赵无极面前坐下。“赵大人，本督呢，不喜欢玩那些打打杀杀的粗活。”魏安从袖中摸出5个光滑的玉石珠子，在手里抛了抛：“咱们来玩个游戏，如何？”赵无极抬起头，轻蔑地看着他：“一个太监也想审问老夫？别急着拒绝嘛。”魏安启动了读心术，赵无极内心的想法瞬间在他脑海中变得一清二楚。哼，一个阉人装神弄鬼，以为老夫是吓大的，酷刑老夫都不怕，还怕你玩游戏？这样吧，魏安笑道，我给你这5颗珠子，你把它藏在左右手里，数量随意，我来猜你每只手里有几颗。我若猜对了，魏安的眼神变得锐利，你就老老实实回答我一个关于万毒门或者关于你那些叛党同伙的问题。可我若是猜错了，他故意顿了顿，露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微笑，那本督就亲自打开这牢门，放你走，如何？赵无极的瞳孔瞬间收缩。什么？这小太监是疯了吗？跟我赌这个？他怎么可能猜中？5颗珠子分在2只手里，有6种可能，他猜中的几率太低了。这是天赐我也，只要我赢一局，我就能活着出去，东山再起。赵无极心中狂喜，面上却不动声色，冷哼道：“此话当真？本督一言九鼎。”好，老夫跟你赌了。赵无极立刻答应，生怕魏安反悔。魏安笑着将5颗珠子交到他被解开的血肉模糊的手中。那么游戏开始。赵无极将双手负于身后，一阵摸索后重新伸到身前，握紧了拳头。哼，第一局就来个最简单的，左手2颗，右手3颗。他绝对想不到我第一把会这么平平无奇。他肯定会猜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一只手是空的。魏安看着他那自作聪明的样子，心中暗笑。他慢悠悠地端起一杯茶，吹了吹，然后轻描淡写地说道：“左手2颗，右手3颗。”哐当，赵无极手中的珠子掉了一地，他整个人如同被雷劈了一般，目瞪口呆地看着魏安。你怎么知道？不可能，绝对是巧合，他一定是蒙的。该回答问题了，赵大人。魏安提醒道：“你安插在禁军里的最高级别的内应是谁？”赵无地级脸色铁青，挣扎了半天，最终还是咬着牙吐出了一个名字：禁军副统领王莽。很好，魏安满意地点点头。我们继续。赵无极再次将珠子藏好，这一次他变得格外谨慎。巧合，一定是巧合。这次老夫把5颗珠子全都放在左手，右手是空的。我看你还怎么蒙？魏安看着他，突然笑了。赵大人，这次你可有点不老实，右手空空如也，是想迷惑我吗？5颗都在左手吧？赵无极的身体猛地一颤，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他惊恐地摊开双手，左手5颗，右手空空。妖术？你会妖术？赵无极的声音都开始发颤。他怎么可能知道的？这不可能，这不合常理。难道他能看穿我的心思？不，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该你了，赵大人。魏安的声音如同催命的魔咒。赵无极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他颤抖着说出了第2个秘密：万毒门的联络人是醉仙楼的云清儿。继续。魏安脸上的笑容愈发和善。赵无极已经汗如雨下，他看着魏安，如同在看一个魔鬼。他最后一次将手伸到背后，这一次他想出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办法。他绝对会妖术，我不能按常理来。这次我假装把珠子分好，但在手伸出来之前，我把5颗珠子全都从背后悄悄扔在地上，这样我2只手都是空的。我看你还怎么猜？你总不能猜我手里1颗都没有吧？我真是个天才。魏安看着他那副自作聪明、冷汗直流的模样，连心声都懒得听了。他站起身，慢悠悠地走到刑架后面。在赵无极惊恐的注视下，魏安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了那5颗散落的玉石珠子。赵大人，魏安将珠子在他眼前晃了晃，脸上的笑容灿烂又残忍。你是在找这个吗？啊！
赵无极看着那5颗珠子，再看着魏安那洞察一切的魔鬼笑容，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他发出了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惨叫，整个人都瘫软在了刑架上。魏安走回座位，重新坐下，声音平静的可怕。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把你所知道的关于万毒门，关于你所有同党的一切，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说出来。看着脚下彻底崩溃，如同烂泥一般瘫软在刑架上的赵无极，魏安的脸上没有半分得意的神色，只有一片冰冷的漠然。对于这种经营官场一辈子，早已将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只信奉权力的老狐狸来说，单纯的皮肉之苦根本无法让他屈服。只有这种来自心理层面的打击，才能让他屈服，一步一步地击垮他的心理防线。然而，就在魏安以为可以顺利进行下一步审问时，那赵无极竟又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最后一丝疯狂和怨毒。妖术，都是妖术。他声音嘶哑，你休想从老夫嘴里知道任何事，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夫。18年后，老夫又是一条好汉。他竟是准备耍赖到底，做这最后一搏。我绝不能说，圣虫的计划关系重大，我若说了，翠儿和儿也会被牵连。我死了，他们没人知道，还能活下去。我若说了，他们也活不成。对，我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哦，魏安听着他内心的咆哮，嘴角缓缓勾起了一抹残忍的弧度。软肋，找到了。系统开启扫描，给我扫描赵无极。魏安在心中给系统指示，系统很快就扫描了赵无极，里面包含了他的一些基本信息和生平事迹。赵大人，骨气可嘉。魏安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慢悠悠地坐回了椅子上，甚至还给自己倒了杯茶。他抿了一口，像是拉家常一般，看似随意地问道：说起来，本都倒是挺好奇，赵大人你15岁那年在国子监读书，听闻因为偷看夫子的小妾洗澡，不小心失足掉进了院里的大水缸里，差点淹死，可有此事啊？这些都是系统扫描后魏安得知的生平事迹。魏安一脸闲适地继续喝着茶。你……赵无极的瞳孔骤然收缩，仿佛被毒蛇咬了一口。这件事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糗事，基本没什么人知道。这个小太监，他是怎么知道的？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件事已经过去40年了，连我夫人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别急嘛，我知道的事多了去了。魏安听了赵无极的心声，下意识地直接脱口而出。魏安放下茶杯，脸上的笑容愈发和善。我这还有更有趣的，比如说在城里的某个胡同，哪个不起眼的小院里，你偷偷养着的那对母子。轰！这句话如同一道9天神雷，直直劈在了赵无极的天灵盖上。他整个人都僵住了，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眼中流露出了真正的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魏安站起身，缓缓走到他的面前，俯下身，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如同魔鬼般低语：你那养在外面的小老婆叫翠儿，对吧？原是江南扬州来的瘦马，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被你一眼相中，花了千金赎了身。你把他藏得可真好啊，这么多年连你那位国公夫人都没发现半点端倪。当魏安问起赵无极关于这对母女的事情的时候，赵无极的内心就开始疯狂想起这对母女的事，这些都被魏安通通都知道了。赵无极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魏安没有停下，继续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残忍的话：还有你那个宝贝私生子，大名叫赵安，今年该有7岁了吧，长得虎头虎脑，跟你小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把自己名字里的安字都给了他，是希望他能一世平安，将来好继承你的衣钵，对不对？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赵无极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魏安直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脸上的笑容终于消失。赵大人，你好好想一想，你谋反是株连9族的大罪，你府上那些人，你的国公夫人，你的嫡子嫡孙，一个都跑不掉，这是国法谁也改变不了。可你这对宝贝母子，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本可以拿着你藏好的金银远走高飞，安安稳稳地活下去。魏安的声音陡然一转，变得如同地狱里的寒风。除非本都一不小心把金丝胡同那个小院的地址，还有那对母子的消息呈送给太后娘娘呢？你猜以太后娘娘的手段找到他们需要多久？你猜对于叛贼留下的孽种，太后娘娘会如何处置？不要！赵无极的精神防线在这一刻被这诛心之言彻底击得粉碎。他引以为傲的权谋，他宁死不屈的骨气，在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和儿子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别动他们，求求你别动他们！这个刚才还硬扛着30鞭一声不吭的铁汉，此刻竟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鼻涕眼泪流了满脸。他用头拼命地撞着刑架，发出砰砰的闷响。我全都说，只要你放过他们母子，我什么都告诉你。万毒门，
突厥人，朝中的同党，我一个字都不会隐瞒。求求你，我求求你。魏安看着脚下这个彻底崩溃、再无半点国公仪态的老人，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他缓缓坐回椅子上，重新端起那杯早已凉透的茶。很好，那么这下可以从头开始了吧？赵无极那根紧绷了60年的精神之弦，在魏安诛心3连问之下，彻底断了。他那点所谓的骨气和城府，在心爱的私生子面前，脆弱的如同一张薄纸。我说，我全都说。接下来的半个时辰里，天牢最深处的水牢中，只有赵无极那嘶哑又绝望的忏悔声。他就像一个拧开了就关不上的水龙头，把他知道的所有秘密，关于万毒门，关于突厥人，关于朝中同党，全都竹筒倒豆子一般，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个干干净净。魏安一边听，一边让旁边的狱卒奋笔疾书，心中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原来万毒门和突厥人的合作，远比他想象的要深入和可怕。突厥人答应帮助万毒门在南方重建势力，甚至提供战俘、流民给他们炼制古人和喂养圣虫。而作为回报，万毒门则需要为突厥人办3件事：第一，刺杀女帝，搅乱大燕朝堂；第二，利用蛊毒控制大燕南方的几处重要关隘的将领，为突厥铁骑南下时从背后打开大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旦时机成熟，万毒门将献出他们培养的终极兵器圣虫，与突厥的秘法结合，制造出一支不畏死亡、力大无穷的古人军队。这个计划狠毒疯狂，简直闻所未闻。好，很好。魏安听完所有供词，缓缓站起身，看着已经变成一滩烂泥的赵无极，脸上露出了和善的微笑。赵大人，早这么配合，不就不用受那么多皮肉之苦了吗？他转身对狱卒长吩咐道：把这份口供整理好，立刻送到6扇门勤总捕那里，告诉他接下来的调查工作就全权交给他了。是，提督大人。魏安伸了个懒腰，扛着审了一夜的疲惫，走出了阴森的天牢。阳光照在身上，他眯了眯眼，只觉得神清气爽。查，抓人，那是6扇门的事。他魏大提督如今可是有更重要也更有趣的事情要办了。东厂衙门前，100名新招募的东厂番子早已集合待命，他们个个身手矫健，眼神冷酷，是魏安从禁军和大内侍卫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魏安换上那身黑色的飞鱼服，腰挎乌木牌，大步走到众人面前。弟兄们，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太后与陛下有旨，命我东厂清查逆党，抄没家产。他从怀中掏出那份太后亲赐的烫金名册，高高举起。这上面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国家的蛀虫，人民的公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蛀虫从骨头里刮出来的油水，一滴不剩的给他收归国库。听明白了吗？明白。100名番子齐声怒吼，声震云霄。很好。魏安满意地点点头，嘴角勾起一抹恶魔般的微笑。记住本督的宗旨，就6个字，不留一针一线。出发。第一个目标，吏部尚书王郎府。半个时辰后，吏部尚书府邸前鸡飞狗跳。当魏安带着东厂番子踹开大门时，正在和几个小妾嬉笑打闹的王尚书还以为是哪里来的强盗。放肆！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我乃当朝吏部。他的话还没说完，当他看清魏安身上那身狰狞的飞鱼服时，后面的话瞬间卡在了喉咙里，一张脸刷的就白了。东厂，王大人记性不错嘛。魏安从怀中掏出圣旨，奉旨抄家，把他给我拿下。冤枉啊！魏提督，我冤枉啊！王尚书杀猪般的嚎叫起来。魏安懒得理他，直接对着手下大手一挥，抄！一声令下，如狼似虎的东厂番子瞬间涌入了尚书府的每一个角落。一场堪称蝗虫过境似的抄家正式开始。禀告提督，后院墙壁夹层里发现黄金5000两，收走。禀告提督，书房暗格里发现各地官员行贿的账本，带回去好好存档。禀告提督，花园里的那块赏玩的太湖石是前朝遗物，价值连城，给他刨出来搬走。禀告提督，他小老婆头上那根翡翠簪子好像是贡品。魏安眼睛一亮，是吗？给本督拔下来，我亲自鉴定一下。1个时辰后，原本富丽堂皇的尚书府变得比狗舔过的盘子还干净。别说金银珠宝，就连院子里的2棵桂花树都被魏安下令连根挖起，说是要移到东厂衙门里给大家闻闻香。王尚书和他的家眷们穿着单薄的礼衣，瑟瑟发抖地跪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看着这比强盗还专业的场面，哭都哭不出来了。魏安满意地看着这一切，又掏出了那份长长的名册。他吹了吹上面不存在的灰尘，用一种愉悦的语气轻声念道：下一个是谁呢？哦，兵部侍郎李德全。走着，
弟兄们，干活了！东厂的番子们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跟着魏安扑向了下一个目标——兵部侍郎李德全府。与文官王朗不同，李德全乃是武将出身，府上的家丁护院也都是些见过血的练家子。见到东厂番子如狼似虎的冲进来，这些护院竟还想反抗。保护大人，擅闯是狼府者，杀无赦！一名护院头子拔出腰刀，怒吼着想组织人手。魏安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他身后的东厂百户福顺立刻心领神会，不知死活的东西。福顺拔出绣春刀，狞笑一声：“提督大人在此，尔等也敢放肆？给我上！但有反抗者，格杀勿论。”杀！东厂番子们早就憋着一股劲，此刻得了命令，如同猛虎下山，瞬间与府上护院战作一团。然而寻常的家丁护院又哪里是这些大内精英的对手？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地上便躺满了哀嚎的护院。兵部侍郎李德全则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肥鸡，被福顺提溜着扔到了魏安面前。魏提督！李德全吓得浑身发抖。下官冤枉啊！冤枉！魏安用脚尖踢了踢他肥硕的肚子，笑了。本都这名册上的人个个都说自己冤枉，可惜本都不信。他环顾四周，再次下达了那句让所有官员闻风丧胆的命令：搜！记住本都的宗旨，连一根耗子毛都不能给他们留下。东厂番子们轰然应诺，再次开始了刮地3尺式的抄家作业。一时间，整个京城的官场都笼罩在了东厂的恐怖阴影之下。听说了吗？吏部王尚书家连门口的石狮子都被东厂给搬走了。何止啊！兵部李侍郎家池塘里的锦鲤都被捞干净了，说是要给提督大人炖汤补身子。我的天爷，这位魏提督是属貔貅的吗？只进不出啊！嘘，小声点，你不要命了？现在东厂番子满街都是，谁家门口有只狗多叫了2声，都得被抓去问话。短短1日之内，魏安带着东厂连续抄了名册上的7位朝中大员，一箱箱的金银珠宝，一车车的绫罗绸缎，如同流水一般被运往国库，顺便也充实了一下东厂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小金库。那些往日里作威作福的官员们，一个个哭天抢地，却无济于事。整个京城的官僚集团都被魏安这雷霆万钧、不讲情面的狠辣手段给彻底震慑住了。魏提督3个字，一夜之间成了能让小儿止啼的恐怖代名词。而此刻，这位恐怖的代名词正坐在兵部侍郎李德全的书房里，手里把玩着一样刚刚搜出来的东西。那是一张用不知名兽皮绘制的地图，地图上描绘的是京城郊外的一处乱葬岗，而在乱葬岗的中心，用朱砂画着一个极其诡异的符号，一只栩栩如生的血色蜈蚣。这地图藏得如此隐秘，绝非凡物。这血蜈蚣的标记带着一股邪气，莫非与万毒门有关？魏安心中一动，他将地图小心翼翼地收入怀中，这或许是比金山银山更重要的线索。抄完了第7家，天色已晚，魏安并没有收手的意思，他看着名册上剩下的10几个名字，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走，去下一家，户部主事。提督大人，福顺匆匆来报，宫里来人了，太后娘娘和陛下同时传召，让您立刻回宫议事。魏安眉头一挑，看来他这一天的业绩已经传回宫里去了。回到皇宫，魏安直接被引到了御书房，让他意外的是，太后杨静瑶竟然也在。母女2人，一个坐在主位，一个坐在侧席，气氛看起来有些微妙。奴才参见太后娘娘，参见陛下。平身吧，魏爱卿。开口的是女帝李清燕，她今天看起来心情极好，看向魏安的眼神里满是毫不掩饰的欣赏和赞许。你今日的所作所为，朕都听说了。女帝笑道，干得漂亮，就是要用这等雷霆手段，才能震慑住那帮宵小之徒，为国库充盈了这么多银两，你当即手工。一旁的太后闻言却轻哼一声，端起茶杯，淡淡道，抄家是抄得干净利落，只是哀家让你查的那间同党可有眉目了。魏安立刻躬身，从怀中掏出那张兽皮地图，呈了上去。回禀娘娘，陛下，奴才在抄没兵部侍郎李德全府邸时，于其密室之中发现了这张地图。哦，太后和女帝同时来了兴趣。李清燕接过地图，展开一看，秀眉微蹙，这是城郊的乱葬岗，这血蜈蚣的标记是何意？太后也凑过去看了看，凤眸中闪过一丝凝重。这标记，哀家似乎在某些南疆的秘文卷宗里见过，是某种邪教的图腾。万毒门。魏安沉声道，奴才斗胆猜测，这就是万毒门在京城附近的一处秘密据点。乱葬岗。李清燕喃喃道，突然脸色一白，他们不会是用那些尸体喂养蛊虫？魏安替他说出了那个可怕的猜测。
御书房内的空气瞬间降至冰点，欺人太甚。太后重重地将茶杯顿在桌上，眼中杀机爆射。这群阴沟里的臭虫，竟敢在天子脚下行此等丧尽天良之事！魏安，女帝也看向他，眼神锐利。朕命你立刻点齐东厂人马，联合6扇门，给朕踏平了这个乱葬岗。哀家要让这万毒门知道，大燕的疆土之上，没有他们藏污纳垢的地方。奴才遵旨。魏安躬身领命，心中却是一片火热。正愁没有线索，这不就送上门来了吗？魏安手持圣旨，大步流星地走出御书房，他的眼神锐利如刀，身上那件黑色的飞鱼拂在夜风中猎猎作响，一股肃杀之气油然而生。查，不，这是战争，一场他与万毒门之间不死不休的战争。回到东厂衙门，100名精锐番子早已整装待发，院子里一片森然。魏安翻身上马，抽出腰间的绣春刀，刀尖直指夜空，声音如同炸雷：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夜随本都荡平妖孽，扬我东厂神威，让整个京城都看看我们东厂的刀到底有多快，有多利。神威，神威，神威！100名番子齐声怒吼，气势如虹，杀气冲天。魏安满意地点点头，马鞭一指，厉声道：出发！东厂的铁蹄踏碎了京城深夜的宁静，直奔6扇门总部而去。当魏安带着人马赶到时，秦揽月也早已点齐了6扇门的精英捕快，一身玄甲，抱剑而立，英姿飒爽。他看到魏安这副杀气腾腾的模样，先是微微一愣，随即嘴角勾起一抹熟悉的欠揍的笑容。哟，魏大提督，这是刚朝玩家又来我这儿耍威风了。他懒洋洋地开口：怎么，这次是准备抄我6扇门的牌匾，还是又想跟本官切磋一下啊？上次让你跑了。魏安老脸一黑，差点从马背上栽下来。这妖女记仇得很。秦大人要是再提这事，魏安冷哼一声，晃了晃手中的圣旨，信不信本都现在就以妨碍公务的罪名把你这6扇门给查封了？你敢？秦揽月柳眉一竖，你看我敢不敢？魏安寸步不让。两人在马上大眼瞪小眼，空气中仿佛有电光闪过。最终还是秦揽月先败下阵来，他无奈地摆摆手：行了行了，说正事，乱葬岗那边情况如何？正要与你商议。魏安收起玩笑的心思，将兽皮地图递给他。此地阴气极重，又是万毒门的老巢，硬闯恐怕会中埋伏，我们需兵分2路。两人头凑在一起，就着月光迅速商定了作战计划。1刻钟后，2支京城最精锐的特务力量如2道黑色的利剑，悄无声息地扑向了城郊那片不祥之地。乱葬岗上夜风凄厉，吹得野草摇晃，如同鬼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尸体腐烂和泥土混合的恶臭，令人作呕。魏安与秦揽月并肩而行，两人身后是身手最矫健的20名番子和捕快。入口应该就在那座最大的孤坟后面。秦揽月压低声音指了指不远处一个巨大的坟包。魏安点头做了个手势，2名东厂番子立刻像狸猫般摸了过去。片刻之后，番子回报，坟后果然有一处被伪装成墓碑的暗门。行动！秦揽月一声令下，众人如猛虎下山，瞬间冲入暗门。暗门后是一条深不见底的向下阶梯，一股更加浓郁、更加腥甜的恶臭从地底扑面而来。众人刚冲下阶梯，两侧的墙壁上突然射出无数泛着绿芒的毒针。小心！秦揽月挥剑格挡，剑光舞成一片光幕，将毒针尽数击落。而魏安则更快一步，他一把拉住秦揽月，将他护在身后，同时运起龙鳞护体，用自己的身体硬扛下了漏网的几枚毒针。当当当，毒针撞在他浮现出龙鳞纹路的手臂上，竟如同撞在金刚上，火星四溅，纷纷折断。秦揽月看着他宽阔的后背，心中莫名一暖。你别分心。魏安头也不回，沉声道。阶梯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溶洞内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溶洞四周摆放着上百个巨大的玻璃罐，罐里浸泡着绿色的液体，液体中竟是一个个面容扭曲的活人，他们的身体上插满了管子，似乎正在被抽取着什么东西。而在溶洞的中央，一个穿着血色长袍、脸上戴着蝎子面具的干瘦老者，正盘坐在一座由无数骷髅堆成的祭坛上，口中念念有词。听到动静，那老者缓缓转过头，面具下露出2点猩红的光芒。呵呵呵，来了几只送死的虫子。他的声音嘶哑得如同2块砂纸在摩擦。妖人！秦揽月怒喝一声，挥剑就上，受死！不自量力！蝎子长老冷笑一声，猛地一拍祭坛。吼！那些浸泡在玻璃罐里的人突然齐齐睁开了眼睛，他们的眼球竟是和刺客一样的诡异的青绿色。砰！砰！砰！上百个玻璃罐同时炸裂，那些被改造成古人的怪物
嘶吼着朝众人扑了上来。结阵！秦揽月临危不乱，立刻指挥捕快们组成防御阵型。东厂番子们也拔出绣春刀，护在魏安身前。一场惨烈的大战瞬间爆发。这些古人不知疼痛，力大无穷，寻常刀剑砍在身上，只能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番子和捕快们虽然精锐，但在这种怪物的围攻下，很快便出现了伤亡。这样下去不行。魏安眼神一凝，擒贼先擒王。他看向秦揽月，秦揽月也恰好向他看来，两人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我左你右。好。两人同时发力，如两道离弦之箭，绕开古人的围攻，直取祭坛上的蝎子长老。找死！蝎子长老怪笑一声，从背后抽出一根由无数蝎子尾钩串联而成的长鞭，带起一阵腥风，抽向二人。秦揽月剑法刚猛，一剑劈在长鞭上，却被一股阴柔诡异的力道带偏，险些中招。而魏安则运起金龙九变，身形飘忽，竟是险之又险地避开了鞭影，一掌拍向蝎子长老的面门。金龙掌！咦？蝎子长老似乎有些意外，匆忙抬手格挡。双掌相交，一股灼热霸道的内力瞬间爆发。蝎子长老闷哼一声，竟被震得后退了半步。好霸道的内力！他眼中闪过一丝贪婪。小子，你这身功夫不错，正好给老夫当新的妖人。他说着，猛地张嘴，竟从口中吐出一只通体漆黑的毒蝎。那毒蝎快如闪电，直奔魏安面门而来。魏安瞳孔骤缩，避无可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秦揽月娇斥一声，竟是不顾危险，飞身挡在了魏安面前。噗嗤，毒蝎的尾钩深深地刺入了秦揽月的手臂。秦揽月！魏安目眦欲裂。秦揽月的手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紫黑色，但他却咬紧牙关，反手一剑将那毒蝎死死地钉在了石壁上。我没事，他喘息道，快杀了他！你找死！看到秦揽月受伤，魏安彻底暴怒了。他不再保留，将体内所有的内力悉数灌注于双掌之上。来之前，魏安就已经兑换了焚天诀，以备不时之需。虽是消耗品，但是这是目前他能使出手段里最强的了。焚天诀第一式，烈焰焚身。轰！一股比之前更加狂暴、更加炽热的赤红色烈焰从魏安身上轰然爆发，整个溶洞的温度瞬间飙升。这是什么功夫？蝎子长老眼中流露出了恐惧。魏安没有回答他，只是双掌前推，化作一道火龙，瞬间将那蝎子长老吞噬。啊！凄厉的惨叫声中，蝎子长老连同他身下的骷髅祭坛一同化为了飞灰。他一死，那些围攻众人的古人也瞬间失去了控制，齐齐倒地，化作一滩滩绿色的脓水。战斗结束了。没办法，这第五世界出现了玄幻世界的法术，你们这些凡人又怎么能够抗衡和理解呢？魏安连忙冲到秦揽月身边，只见他手臂上的紫黑色已经蔓延到了肩膀，整个人摇摇欲坠。别动！魏安撕开他的衣袖，看着那可怖的伤口，想也不想，直接俯下身，用嘴对准了伤口。你干什么？秦揽月大惊失色，想推开他。别动！魏安含糊不清地喝道，这毒有古怪，必须立刻吸出来。他不管不顾，用力地吸吮着伤口处的毒血，然后一口一口地吐在地上。黑色的毒血落在地上。秦揽月看着伏在自己手臂上，不顾一切为自己吸吮毒血的魏安，整个人都呆住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随着毒血被一点点吸出，手臂上那股阴冷的麻痹感正在迅速消退，而魏安的脸却因为沾染了毒血，泛起了一层淡淡的青色。他是在用自己的命换他的命。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毫无征兆地涌上秦揽月的心头。他想起了这家伙之前的种种恶行，在六扇门吹自己的耳朵，用各种无赖的手段戏耍自己。可此时此刻，那些恼人的记忆却仿佛被这股暖流冲刷得一干二净。原来他并非只是一个油嘴滑舌、投机取巧的人，在他那副玩世不恭的面具之下，竟也藏着这般奋不顾身的血性与担当。这一刻，魏安在他心中的形象前所未有的高大了起来，甚至还带上了一层英雄般的光环。噗！魏安吐出最后一口污血，猛地抬起头，脸色虽然有些苍白，但眼神却亮晶晶的。他看着秦揽月手臂上已经恢复红润的伤口，邀功似的笑了笑。秦揽月看着他那副虚弱却又带着傻气的笑容，心中那点刚刚融化的冰山似乎又融化了几分。魏安的脸色苍白如纸，气息虚弱，但他那双眼睛却像燃烧着某种疯狂的光芒，直勾勾地盯着秦揽月。他踉跄着向前一步，顾不得擦拭嘴角的血迹，双手捧起秦揽月的脸颊，他的指尖冰凉，带着还未干涸的毒血，触碰着他温热的肌肤。秦揽月一惊，下意识地想要后退，却被魏安扣得死死的。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他急促而滚烫的呼吸喷洒在自己的脸上，带着一丝血腥气。魏安的头缓缓低下，
他的目光贪婪地注视着他的嘴唇，越来越近，近到秦揽月甚至能感受到他颤抖的睫毛扫过自己的脸颊。就在两人的嘴唇几乎要贴上的那一刻，魏安停住了，他眼神迷离，仿佛在极力克制着什么，嘴角却咧开一个带着邪气的笑容。他的声音低哑，带着一丝蛊惑，秦大人记得给小费。秦揽月的身体瞬间僵硬了，他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张近在咫尺的脸。那刚刚涌起的感动，那刚刚建立起来的高大形象，那刚刚在他心中绽放的英雄光环，秦揽月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那刚刚涌起的感动，那刚刚建立起来的高大形象，那刚刚在他心中绽放的英雄光环，在这一刻，轰的一声碎成了漫天飞舞的渣渣。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在疯狂回响：我刚才竟然会觉得这家伙很帅，我刚才竟然会为这个无耻之徒感动。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可救药的卑鄙下流的混蛋。这点小毒，以我的内力，最多花半个时辰就能逼出来，用得着他在这里占我便宜？占便宜也就算了，他还敢说风凉话，还敢回味。秦揽月心中的怒火如同火山爆发，瞬间冲垮了他所有的理智。他甚至都忘了自己手臂上还有伤。他看着魏安那张还带着几分得意和快夸我表情的脸，杀意前所未有的沸腾了。秦揽月咬牙切齿地挤出一个字：魏安还没意识到危险的降临，甚至还贱兮兮地挑了挑眉：怎么了，秦大人？是不是感动的想以身相许了？这个嘛，倒也不是不可以伤。他那个伤字还没说完，回答他的是秦揽月那只穿着玄铁战靴的，凝聚了他毕生怒火的毫不留情的一脚。砰！一声巨响，魏安只觉得自己的胸口像是被一头狂奔的犀牛给正面撞上了，他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以一个极其优美的抛物线倒飞出去7-8米远，最后重重地砸在一堆碎石瓦砾之中，整个溶洞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秦揽月缓缓收回脚，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显然是真的被气坏了。他看着远处那个砸进碎石堆里的身影，冷哼一声。然而等了半天也不见对方有半点动静。喂！秦揽月皱了皱眉，别装死了，快起来！碎石堆里依旧毫无反应。魏安飞了出去，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秦揽月的心咯噔一下，不会吧？我刚才是不是用力过猛了？整个地下溶洞死一般的寂静。秦揽月站在原地，看着7-8米外那个躺在碎石堆里一动不动的身影，好看的柳眉紧紧地蹙了起来。这家伙不会真被我一脚踹死了吧？他心里咯噔一下，但随即又觉得不可能。刚才他硬扛古人毒爪时那身横练功夫，自己是亲眼所见的，怎么可能这么不经踹？喂！他试探性地喊了一声，别装死了，快起来！魏安毫无反应。我数到3，你再不起来，我就把你一个人扔在这位虫子了。秦揽月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威胁。1、2，碎石堆里的人依旧如同尸体一般纹丝不动。这下秦揽月是真的有点慌了，他快步走了过去，蹲下身，先是推了推魏安的肩膀。魏安还是没反应。他的心跳开始加速，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他颤抖着伸出手指探向魏安的鼻下，指尖一片冰凉，竟是感受不到半点呼吸。秦揽月的脑袋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死了，真的死了。他竟然失手把当朝最红的东厂提督、太后和陛下面前的宠臣给一脚踹死了。不会的。秦揽月的声音都开始发颤，他手忙脚乱地去探魏安的脉搏，可入手处也是一片冰冷，毫无跳动。这下他是真的信了。一股巨大的恐慌和懊悔瞬间淹没了他的心，眼泪不听使唤地在眼眶里打转。魏安，你醒醒，你别吓我啊！他疯狂地晃着魏安的身体，声音里带上了哭腔。我不是故意那么用力的，谁让你嘴那么贱？你快起来啊！而此刻正在被疯狂摇晃的尸体魏安内心早已乐开了花。哈哈哈哈！小样儿，让你踹我，让你天天调戏我，看我这次不吓死你！这丫头片子居然还真哭了，演技不错嘛，回头可以招进东厂当个特务。他强忍着笑意，继续屏息装死。他甚至能感觉到秦揽月的眼泪滴到了他的脸上，温热温热的。眼看秦揽月哭得梨花带雨，伤心欲绝，魏安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再装下去就有点过分了。是时候上演一出王者归来的好戏了。就在秦揽月哭得最伤心的时候，他怀里的尸体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哈哈哈哈，不行了，憋不住了。魏安睁开眼，乐不可支地看着秦揽月那张挂着泪痕的惊愕俏脸，贱兮兮地笑道：
怎么样，秦大人？本都这手龟息功练得还不错吧？看把你给吓的。他本以为接下来会看到秦揽月又羞又恼，恼羞成怒的表情，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秦揽月仿佛根本没看见他已经活了过来。他依旧自顾自地抱着他，脸上还是那副悲痛欲绝的神情，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魏安：“你快活过来啊，你不能死啊！”他一边说，一边举起了粉拳，对着魏安的胸口就开始咚咚咚地捶了起来。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踹你的，你快醒醒啊！咚，咚，咚。他嘴里说着最愧疚的话，手上的力道却一点都不含糊，每一拳下去都捶得魏安胸口发闷，气血翻涌。我靠！魏安被捶得差点背过气去。停手！我活了，我已经活了。他想挣扎着起来，可秦揽月却突然一把将他死死地抱在怀里，那力道大得像一把铁钳。我知道你还没死透，我来救你。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魏安翻了个面，让他趴在自己腿上，然后举起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抢救。咚，咚，咚！我不好，我真的不好，我让你嘴贱，我让你装死，我让你吓唬我。他嘴里念叨着，拳头却像雨点一样落下。这下魏安要是再不明白，他就是个傻子了。这女人，他早就知道自己在演戏，他刚才那伤心欲绝的样子全都是装出来的。他这是在上演一场戏中戏，将计就计，借着救他的名义公报私仇啊！啊，姑奶奶，女侠，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魏安被捶得嗷嗷直叫，这可比挨鞭子疼多了，别打了，再打就真死了。我投降，我投降了。他现在毫不怀疑，秦揽月再不停手，他今天真的要被他给活活就死在这里了。听到魏安那凄惨的求饶声，秦揽月这才心满意足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松开手，任由魏安像条死狗一样从他腿上滑了下去。他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在地上蜷缩成一团的魏安，脸上哪里还有半点悲伤，分明是一副大仇的报的傲娇与得意。他拍了拍手上的灰，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轻哼一声，总结道：总算是报仇了。哼，跟我斗！魏安在地上蜷缩成一团，感觉自己浑身的骨头都像是被拆开重组了一遍，疼，太他妈疼了。他现在算是彻底明白了，千万别惹女人，尤其是会武功、心眼还跟针尖一样小的女人。怎么？魏大提督秦揽月缓缓走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脸上挂着大仇的报的胜利者般的微笑，不装死了。刚才不是很能耐吗？还归西宫呢，要不要本官再帮你活血化瘀一下？他说着，还故意抬了抬那只穿着玄铁战靴的脚。魏安一个机灵，也顾不上疼了，连滚带爬的从地上起来，离他远远的。姑奶奶，女侠，我错了。魏安这下是彻底老实了，被秦揽月这一套戏中戏摆了一道，他现在是完全没有了先前半分调戏的心思，全身上下就只剩下一个自疼。他一边揉着自己的胸口和后背，一边龇牙咧嘴的抱怨道：你这是谋杀，谋杀朝廷命官，我要去太后和陛下面前告你。你去啊！秦揽月满不在乎的抱起剑，正好也让本官有机会跟太后娘娘和陛下好好说道说道，我们的魏大提督是如何在查案途中舍生忘死的为我吸毒疗伤，又是如何对我关怀备至的。他特意加重了关怀备至4个字，脸上还露出了一个我懂我都懂的表情。魏安瞬间就蔫了，得，这妖女抓着他的把柄了，这桩是告不成了。看着魏安那副吃瘪又不敢发作的憋屈模样，秦揽月心情大好，但他也没有继续穷追猛打，而是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了一丝真正的好奇。说正经的，他问道：刚才你最后用的那招火焰功夫到底是什么来路？我从未见过如此霸道的阳刚内力，竟能将那妖人直接焚为灰烬。魏安眼珠一转，立刻开始随口胡诌：哦，那个。他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道：乃是我家传300年的绝学，这套掌法专克一些阴冷潮湿不好处理的食材，比如蛇虫鼠蚁之类的，没想到今天倒是派上了用场。秦揽月，他用一种看傻子似的眼神看着魏安，显然一个字都不信。不过他也知道，这必然是魏安最大的秘密，既然他不想说，自己再怎么追问也无用。秦揽月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也就不再多问。两人之间的气氛在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和戏中戏之后，变得有些微妙起来。之前的针锋相对和调戏似乎都淡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好了，先不说这个了。秦揽月的神色重新变得凝重，他看着这片狼藉的地下溶洞，眉头紧锁。万毒门的计划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怕。魏安也收起了嬉皮笑脸，点了点头。没错，他们在各地不断收集死人，用秘法炼制成悍不畏死的古人，又用活人的心头血来喂养那只所谓的圣虫。
这些家伙干的全都是些伤天害理、人神共愤的事情。最可怕的是，秦揽月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忧虑。根据云七儿的供词，他们在南方已经发展了12处分舵，势力盘根错节，甚至渗透了地方官场。这场针对大燕的阴谋，已经不是光靠我们东厂和六扇门就能解决的了。魏安深以为然，他看着那些被毁坏的装着古人的玻璃罐，沉声道：“你说的对，万毒门连固若金汤的皇城都已经渗透了进来，更何况是山高皇帝远的南方各个省份呢？那里恐怕早已是他们的天下。所以秦揽月看着他，眼神前所未有的认真。我们必须想办法通知中原武林的各大门派，让他们一起介入此事。万毒门是整个武林的公敌，100年前各大派能联手剿灭他们一次，现在就能剿灭他们第2次。只有联合所有正道的力量，才能将他们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据点一个一个的连根拔起。”没错，魏安立刻赞同了他的想法，此事必须尽快禀报陛下与太后，以朝廷的名义下发武林召集令，邀请各大派掌门齐聚京城，共商大计。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决断。溶洞之外，天色已近黎明。一场激战过后，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和血腥气。东厂的番子和六扇门的捕快们正在清理战场，将那些被制成古人的尸骸集中焚烧，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劫后余生的凝重。魏安和秦揽月并肩站在一处高地上，沉默地看着这一切。我即刻带人回城，将此事原原本本禀报陛下与太后。秦揽月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看了一眼自己手臂上已经重新包扎好的伤口，又看了一眼魏安那张略显苍白的脸。你也早些回去休息吧，今日多谢了。他的声音里少了几分平日的锋芒和戏谑，多了几分真诚的郑重。分内之事，魏安点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两人在山坡下分道扬镳。秦揽月带着幸存的部下和几名被解救的神志不清的百姓快马加鞭赶回京城，而魏安则带着东厂的人马返回了那座属于他的崭新的府邸。一踏入东厂大门，魏安立刻下达了严令：传我命令，即刻起，本提督要闭关3日，任何人不得打扰。东厂一切事务暂由福顺代为处理，若有紧急要事，一律先报给六扇门勤总部。福顺等人虽然疑惑，但也不敢多问，连忙领命而去。魏安径直走入府邸最深处的一间密室，这间密室是他昨日刚刚下令修建的，墙壁由3尺厚的青石砌成，隔音效果绝佳，是闭关修炼的绝佳场所。他盘膝坐在蒲团之上，将从李德全府上搜出的那张兽皮地图和女帝赐予的龙形玉佩、太后赏赐的凤纹玉佩一并放在身前。呼！魏安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将外界的一切纷扰都抛之脑后。他知道，无论是万毒门的阴谋，还是朝堂上的风波，亦或是太后与女帝之间那微妙的平衡，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实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实力，你连做棋子的资格都没有。而如今，他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档次。系统，他在心中沉声喝道，开启5道推演功能，目标后天6品境界，金龙9变第3层。定，5道推演功能已启动，精神力开始消耗，正在为宿主构建最佳修炼模型。模型构建完毕。刹那间，魏安只觉得眼前一黑，意识便被拉入了一个纯白色的无边无际的虚无空间。在他的面前，一个由无数金色光点组成的与他一模一样的人形经脉图谱正缓缓旋转。金龙9变前3层的功法星诀如同涓涓细流在他的脑海中淌过。第一变，龙鳞护体，主外防，炼制大成，可身披无形龙鳞，刀枪难入。第二变，金龙探爪，主外功，炼气成爪，可隔空碎石，撕裂金铁。而他即将冲击的第3变名为龙息流转，这一变不再是单纯的外功，而是真正涉及到内力循环生生不息的那家心法。一旦练成，便意味着体内的内力可以像真龙呼吸一般自行运转，恢复速度和爆发力都将得到质的飞跃。这也是从后天5品突破至6品的关键所在。开始推演，魏安的意识沉入那金色的人形图谱，开始按照第3变的心法，引导着体内那股灼热的真气，冲击着那些从未涉足过的更为细密复杂的经脉。1次、2次、10次，在系统空间内没有时间和疲惫的概念。魏安的意识一遍又一遍地模拟着真气运行，每一次失败，系统都会立刻分析出错误点，并给出最佳的修正方案。他的身体在密室中一动不动，但皮肤表面却渐渐浮现出一层淡淡的金色光泽，周围的空气也因为他体内高速运转的内力而变得微微扭曲起来。不知过了多久，或许是1天，或许是2天，当魏安的意识第1001次引导着那股已经壮大到如同江河般的真气，冲向那最后一个也是最坚固的玄关大穴时，给我破！轰！现实世界中，
盘坐在蒲团上的魏安猛地睁开了眼睛，两道金色的金光从他眼中一闪而逝，一股强大无匹的气浪以他为中心轰然爆发。密室之内狂风大作，桌椅倒塌，连那3尺厚的青石墙壁都出现了细密的裂纹。叮！恭喜宿主，5道境界成功突破至后天6品。叮！恭喜宿主，金龙9变第3变龙息流转已真至小成境界，任务5道提升已完成，奖励积分200点。魏安缓缓站起身，感受着体内那股前所未有的澎湃浩瀚的力量，忍不住仰天长啸。他握了握拳，空气被他捏得发出了噼啪的爆响。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听力、视力、感知力都得到了数倍的提升。现在的他比闭关前强了不止1个档次。系统打开我的个人面板，宿主魏安，身份大燕王朝司礼监秉笔太监，东厂提督，5道境界，后天6品龙息流转，体力10巅峰状态，智力8 10，魅力9 10，权势7 10，东厂提督 buff， 积分400点。看着自己焕然一新的属性面板，魏安的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安全感。他推开密室的大门，刺眼的阳光让他微微眯起了眼睛。提督大人，您出关了。福顺听到动静，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脸上满是惊喜。我闭关了多久？魏安问道。回大人，整整2天2夜了。2天，魏安点点头，随即皱起了眉头。奇怪，按理说自己搞出这么大动静，又失联了2天，宫里那位爱吃醋的太后娘娘怎么着也该派人来问问情况了。可这2天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符合她的风格。太后娘娘便是草动物了。魏安心里头忽然就冒出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担忧、好奇，鬼知道，反正搅得他嗓子发干。他居然在担心那女人，这念头窜出来，他自己都懵了。备驾，本都要进宫一趟。话一出口，他就想抽自己，大半夜的抽哪门子风？可话已落地，他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车。一炷香后，马车吱呀一声停在永安宫外。魏安跳下车，夜风裹着桂花香往他袖口里钻，凉得他打了个哆嗦，心里那股邪火却越烧越旺。更邪门的是，宫门守卫远远瞧见他，扑通就跪，连例行盘问都省了。甬道两侧的宫女太监更是鹌鹑似的缩着脖子，脑袋埋得一个比一个低，愣是没人敢上前通报。殿门虚掩，里头静得能听见月光落地的声音。魏安在门口杵了半息，抬手轻轻一推之呀，门轴发出老旧的叹息，像替他先怂了。一进门，满是檀香混着墨香扑面而来。太后杨静瑶背对他站在巨幅鱼图前，素白宫装过着单薄的肩，青丝只一根玉簪松松挽着，少了平日的金光璀璨，倒显出几分脆弱。他指尖还点在南方某处，整个人却愣愣的，连魏安踩碎月光的声音都没惊动。直到魏安走近，嗓子发涩的唤了句：“奴才参见太后娘娘。”那背影才微微一颤，像从梦里被拽出来。回头时，眼里的惊讶一闪而过，随即又换上了熟悉的看猎物似的笑。他慢条斯理的卷起鱼图，冲他勾勾手指，声音里带着钩子：“过来。”魏安挪过去，膝盖还没弯，就被他捏住下巴，指尖冰凉。今儿长进了。他吐气如兰，知道主动来领赏。虎狼之词烫得他耳根通红，赶紧转移话题。娘娘盯着地图出啥神？他叹了口气，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卷轴。秦揽月那丫头回禀，万毒门在南边的据点跟牛皮癣似的，怎么抠都抠不干净。哀家在想，怎么布个局才能把这帮毒瘤连根拔了？魏安看着他蹙起的眉，心里忽然就软了一块。鬼使神差的，他上前一步，从后面一把他圈进怀里。娘娘，怀里的身子瞬间僵成木板。魏安却抱得更紧，下巴搁在他肩窝，声音低得能掐出水。今天先别管毒瘤了，成吗？还有比这更要紧的事。他没怔，只微微侧过脸，温热的呼吸扫过他耳廓。哦，什么事比国事重要？魏安低笑一声，猛地一个公主抱，怀里的女人惊得凤眸溜圆。当然是。他低头对上那张又惊又羞的绝色小脸，笑得像个得逞的贼。先干咱们的正事。说罢，他抱着这位权倾天下的女人，大步流星地朝那张铺着锦绣鸳鸯的凤榻走去。门砰的合上，月光被关在殿外，只剩心跳声咚咚咚的乱跳。寝殿里的空气像被谁一把攥住，连烛火都忘了晃。杨静瑶整个人被魏安恒抱在怀里，凤眸瞪得溜圆，活了36年。他第一次被人用这么羞耻的姿势端着，还是被一个假太监。魏安，他耳根瞬间烧红，声音都劈了叉：“你疯了，放哀家下去！”魏安飞但没松手，反而往怀里掂了掂，笑得又坏又得意。
娘娘亲口说的正是，奴才这就办。慈沉的嗓音钻进他耳窝，烫得他脊背一麻。内室幽暗，龙涎香混着暖融融的竹蜡味。魏安单膝跪在榻边，把怀里的人轻轻放下，动作轻的像怕碰碎一件薄胎瓷。颈背现出一个小小的窝，杨静瑶陷在里面，额前碎发被汗水粘住，平日里的锋利全化成水汽，衬得那双眼越发潋滟。你好大的胆子！他嗓音哑得厉害，却不再是呵斥，倒像撒娇。魏安握住他戴着鎏金护甲的手，指尖冰凉，他低头，唇落在那节玉白的指尖，落下一个滚烫的吻。娘娘是凤凰，却被这座金笼子折了翅膀。您替天下人操心，可天下有谁问过您一句累不累？一句一句像小钩子，把他心里最软的那块肉生生扯出来。杨静瑶指尖颤了颤，护甲咔嗒一声被摘下，随手滚落在地毯上。既然说是正事，他忽地笑了，眼尾绯红。那就让哀家看看你办得好不好。红烛燃尽，晨光透窗时，魏安浑身像被扒皮马碾过，骨头缝都透着酸。怀里的人正拿他的手臂当枕头，睫毛上还沾着细小的汗珠，睡颜安静的像个偷溜出家的少女。魏安看呆了，谁能想到昨夜在他身下婉转承欢，咬着他肩头求饶的女人，是那个一句话就能让朝堂抖三抖的太后。睫毛颤了颤，凤眸睁开，带着晨起的慵懒。醒了，他声音沙哑，像掺了蜜。魏安老脸一红，刚想抽胳膊，被他一把按住。别动！说罢还拿鼻尖在他胸前蹭了蹭，像只厌足的猫。昨夜不是挺能耐，这会子知道羞了。魏安知误娘，往后在哀家面前不许说奴才。他伸指点在他唇上，眼神认真，就说我。这俩字像火星子落进魏安心口，轰地烧出一片滚烫。我明白了。怀里的人满意的眯眼，把玩着他一缕头发，忽然话锋一转。金龙九变练得不错，可惜孤阳不长，再练下去的经脉寸断。魏安心里咯噔一下，那怎么办？杨静瑶笑得像只偷了鱼的猫。哀家自创了凤舞9天，正好阴阳互补。不过嘛，他指尖绕着他喉结画圈，得看你往后听不听话。就在这满是以你，魏安准备再接再厉，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的听话时，殿外突然传来了轻和急促的敲门声。娘娘，提督大人。6扇门的秦总捕送来800里加急密报。这不合时宜的声音瞬间打破了房间里的暧昧气氛。杨静瑶的眉头不悦地蹙了起来，魏安也只好无奈地从温柔乡中坐起身，让他进来。清河捧着一个火漆密封的信筒，低着头快步走入，连看都不敢看床榻上的景象。魏安接过信筒，拆开一看，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怎么了？杨静瑶问道。是秦揽月来的消息。魏安沉声道，他在南方查到了万独门12分舵之一百足堂的总坛所在。百足堂？魏安看着手里的密信，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原本房间里还弥漫着一丝暧昧的气氛，可这封从南方送来的急信一到，那种感觉瞬间就没了。哼，秦揽月这丫头倒是有几分本事。太后杨静瑶已经坐了起来，被子从肩头滑落，露出一大片白皙的皮肤，但她好像感觉不到冷，随手抓起旁边的衣服披上，遮住了身上那些痕迹。她赤着脚下了床，冰冷的地板让她皱了皱眉，整个人一下子又变得像一把随时都能杀人的眼刀。她走过去，从魏安手里接过信，很快扫了一遍，凤眸中寒光闪闪。堂堂12分舵之一的总坛，竟这么快就被他找到线索了。看来哀家倒是小瞧了6扇门的能力。魏安沉声道。秦总捕在信里说，百足堂形势隐秘，总坛设在一处名为千丈谷的险恶之地，谷中毒瘴弥漫，易守难攻。他人手不足，不敢贸然深入，请求朝廷派兵支援。派兵？太后冷笑一声道，南方各省的地方卫所早已被渗透的如同筛子一般，此刻派兵无异于打草惊蛇，给他们通风报信。魏安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上前一步，目光灼灼地看着太后，一字一句掷地有声道，娘娘，此事不能再等了，微臣必须亲自去一趟南方。这不仅仅是为了铲除万独门，更是为了眼前这个女人的安危。万独门的目标是她，只要这个邪派一日不除，她就一日身处险境。这是魏安觉对无法容忍的杨静瑶定定地看着他，看着他眼中那份不容置疑的决绝和深藏的关切，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地触动了一下。他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南方是万独门的老巢，龙潭虎穴，危险重重，你孤身一人前往？不。魏安摇头，微臣代表的是东厂。此战不仅要捣毁百足堂，更要让天下人看看我东厂的獠牙到底有多锋利。微臣要让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毒虫们知道，敢与朝廷为敌，觊觎娘娘是何等下场。他的话充满了霸气与自信，让杨静瑶的凤眸中都忍不住泛起了一丝异彩。好，
他终于点头，哀家准了。他转身走到梳妆台前，从一个上锁的精致首饰盒中取出了一个通体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寒气的小玉瓶。他拔开瓶塞，又从发髻上取下那根一直戴着的、象征着他身份的凤头玉簪。在魏安惊愕的目光中，杨静瑶竟是毫不犹豫地用玉簪尖锐的尾部在自己手轻轻一划，一滴嫣红如血钻、散发着奇异兰花香气的血珠从那雪白的肌肤上渗了出来。接着，他运功凝聚，提炼了一滴精血。他小心翼翼地用玉瓶接住了那滴精血。娘娘你，这是魏安喉咙发紧，下意识地上前一步。别动。杨静瑶的脸色白了几分，但眼神却异常明亮。她将玉瓶递到魏安面前，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命令：拿着。娘娘，这万万不可。魏安心中巨震，武者乃是武者精元之所在，损耗一滴至少要折损3年的功力。哀家让拿着你就拿着。杨静瑶的语气依旧霸道，但眼神却柔和了下来。哀家修炼的凤舞9天，精血中蕴含至阴至纯的凤凰真气，它能在你生死关头救你一命，更能让哀家随时知道你是生是死。魏安看着他那苍白的脸色和故作坚强的眼神，心中仿佛被万千情绪填满。他不再犹豫，接过玉瓶，也划开自己的手相，将那滴精血滴在手掌中。血珠化作一股清凉而磅礴的暖流，瞬间融入他的四肢百骸，与他体内那股至刚至阳的金龙真气完美的交融在了一起。魏安感受着体内那股前所未有的阴阳调和的圆融之力，心中涌起万丈豪情。叮，检测到宿主融合凤凰真气、金龙9变与凤舞9天产生共鸣，宿主获得特殊状态：龙凤合鸣，内力恢复速度正 50%， 对阴邪毒攻抗性正 100%。 他猛地上前一步，在杨静瑶惊讶的目光中一把将他拥入怀中。这一次不再是霸道的占有，而是充满了珍视的温柔。等我。他在他的耳边许下了最郑重的承诺：我一定会回来。杨静瑶靠在他的胸膛，听着他那强健有力的心跳，缓缓闭上了眼睛，嘴角勾起了一抹安心的笑容。半个时辰后，东厂衙门前灯火通明。魏安亲手挑选的20名东厂最精锐的番子，已经换上了不起眼的江湖劲装，背着兵器，整装待发。为首的正是如今的东厂百户福顺。提督大人。福顺等人单膝跪地，眼神狂热。此去南疆，九死一生。魏安看着眼前这些将要与自己一同奔赴战场的下属，声音铿锵有力：你们怕不怕？不怕。20名番子齐声怒吼：为提督大人效死，为东厂尽忠。好。魏安翻身上马，那就让南疆武林的那帮土包子们见识见识我们京城来的过江龙到底有多猛。出发。一声令下，21骑快马如同黑色的闪电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消失在了通往南方的官道之上。城楼之上，一道玄色的身影凭栏而立，默默地注视着那对远去的烟尘，久久未动。指望着那道远去的背影，低声道：你若不回，我便让整个南疆给你陪葬。魏安，你可千万别食言，一定要回来。北风呼啸，马蹄疾奔，1日千里。魏安带着20个精挑细选的兄弟，换上了普通的江湖劲装，日夜兼程，一路往南赶。越往南走，景色和风气就越不一样了。官道变得崎岖不平，城池也不再那么规整森严。路上碰到的不再是那些低头哈腰的文官和百姓，而是那些腰里别着刀、眼神凶狠的江湖人。空气里似乎都少了几分规矩，多了几分江湖的血腥气。头儿，福顺策马追上来，压低声音道：咱们已经进了两广的地界，再往前300里就是秦总捕在信里说的云州城。魏安点点头，目光扫了一圈周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真正踏入江湖，没有皇宫里的勾心斗角，也没有朝堂上的尔虞我诈，这里的一切都靠实力说话，谁厉害谁说了算。这种感觉挺危险的，但魏安心里的热血也忍不住开始沸腾。传令下去，魏安沉声道：进了云州城，所有人都低调点，我们现在是京城来的皮货商人，谁也不许暴露身份，听我的指挥。是。云州城是两广这边最大的城之一，南来北往的商人和江湖人都汇聚在这里，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魏安他们挑了城里最有名、消息也最灵通的龙门客栈住下。刚一踏进客栈大堂，就感觉热热闹闹的，声音吵得不行。划拳喝酒的佣兵，吹牛聊天的游侠，还有小声商量事情的商人，各种各样的人，就像一幅活生生的江湖画卷。魏安随便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下，点了几样酒菜，一边吃喝，一边耳朵竖得直直的，听着周围的人都在聊些什么。福顺和其他东厂的人也都散开，各自找地方开始收集情报。哎，这日子没法过了。上个月交了3成的孝敬钱，这个月又要涨到4成，我们这些跑单帮的还活不活了？
邻桌几个镖师打扮的汉子在唉声叹气。谁说不是呢？自从那五毒教占了城西的地盘，咱们云州城的规矩就一天比一天多了。小声点，你不要命了？听说前2天铁掌帮的帮主就因为多说了2句，第2天全家30多口人一夜之间全变成了脓水，死的那叫一个惨，丝变成脓水，这是什么邪门功夫？谁知道呢？都说那五毒教的妖人会用一种怪虫，厉害得很。五毒教，怪虫。魏安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这2个词很重要，他给福顺使了个眼色。福顺立刻明白了，起身走向那捉镖师，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大大方方地拍在桌上。几位大哥，小弟出来跪地，想打听打听，这五毒教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啊？那几个镖师一看到银子，眼睛都亮了，其中一个马上拉着福顺坐下，压低声音说：兄弟，你问这个可问对人了，这五毒教是半年前突然冒出来的，手段特别狠，不到3个月就统一了整个云州城的地下势力。就在福顺在那儿套情报的时候，门口负责望风的一个东厂番子不小心和一个醉醺醺的壮汉撞了个满怀。哎呦！壮汉手里的酒坛子摔得粉碎，酒水溅了那番子一身。你他娘的没长眼睛啊！壮汉一下子火了，一把揪住那番子的衣领。住手！邻桌那几个镖师一看到壮汉，脸都吓白了，赶紧起身劝道：沙大哥，沙大哥息怒，这是一场误会，误会，滚开！被称为沙大哥的壮汉一把推开镖师，指着那年轻番子的鼻子骂道：老子今天心情不好，小子，要么你跪下把地上的酒舔干净，要么老子就卸你一条胳膊。这口气也太大了吧！魏安眼神一下子冷了下来，他慢慢起身走了过去，脸上却还带着笑。他从怀里掏出一锭大银元宝，那沙大哥看到银子，眼神一下子亮了，他伸手就去拿。就在沙大哥的手快要碰到银元宝时，魏安突然手腕一翻，银元宝稳稳落入自己掌心。沙大哥脸色瞬间一变，刚要发作，魏安冷冷道：给你钱，你还真敢要啊！沙大哥恼羞成怒，挥起拳头就朝魏安砸来。魏安侧身一闪，轻松躲过，接着一脚踢在沙大哥膝盖上，沙大哥扑通一声跪下。魏安趁势一脚就把他踹飞了5米远，随即吩咐属下给他点好果子吃。沙大哥瞬间被打得鼻青脸肿，嗷嗷惨叫，周围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暴打惊住，一时间没人敢上前阻拦。那些镖师也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福顺他们打累了，这才站起身，一脚把沙大哥踹翻在地。沙大哥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他看着魏安那张还带着笑的脸，觉得比看到阎王爷还可怕。前辈，他的声音都在发抖，酒也醒了一大半，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我没事。魏安把那钉印着指印的银元宝硬塞进他手里，又踹了他一脚。这钱你还要吗？不要了。沙大哥捂着肚子痛苦地嚎叫着。魏安这才转头看向那几个吓傻了的镖师，几位现在可以继续说了吗？当天晚上在龙门客栈的天字号房里，魏安听着福顺他们会总来的情报，手指轻轻在桌上敲着。这么说，这个五毒教做事的风格和万毒门差不多，而且他们还在暗中抓人，特别是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民和乞丐。是的，提督大人。福顺恭敬地回答，属下查过了，近半年来云州城失踪的人比往年多了3倍不止，官府却一直压着不敢声张。魏安的脸色越来越冷，看来这个五毒教10有8九就是万毒门在南方的一个分舵，甚至可能就是个专门给他们提供原材料的人间炼狱。原本的计划是和秦揽月会合，直接去打百足堂，但现在看来，传我的命令。魏安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那片黑乎乎的像巨兽一样潜伏的山脉。明天一早不用等秦总部了，我们先去会会这个五毒教。第2天早上天还没亮呢，魏安带着那20个人悄没声的就离开了龙门客栈。他们没走大路，而是像21道黑影一样钻进了云州城外那片被晨雾笼罩的深山老林里。福顺昨天晚上打听到的情报说，五毒教的老窝就在城西30里外一个叫百毒窟的山谷里。那地方可邪乎了，常年被毒气罩着，一般人进去不出半个时辰就得变成一滩血水，是云州这儿人人害怕的绝地。大家都把这百草解毒丹吃了。进山谷之前，魏安从怀里掏出几个瓷瓶给大家分发，这是他昨天晚上画了个图谱，让福顺跑遍了云州城所有药铺，好不容易凑齐药材，连夜熬出来的简易解毒丹。虽说比不上皇宫里那些珍贵的，但对付普通的毒气那是绰绰有余。大家吃了药，马上觉得一股凉意在身体里散开，把周围那股让人头晕目眩的甜腥味都挡在了外面。提督大人，您还会医术？福顺看着魏安，眼睛里满是崇拜，觉得自家头儿简直无所不能。
魏安微微一笑，没多说。其实他现在有读心术和过目不忘的本事，昨天晚上不过是去了城里的大医馆，站在药柜前，把那老大夫药铺里的药方都看了一遍，包括各种医药机理和作用，各种不同的配方，完完全全的放在了脑子里，这才感知了这批解毒丹。一行人继续往前走，山路越来越不好走，周围的树也长得奇形怪状的，连地上的土都是暗红色的，看着就瘆人。停！魏安突然抬手，让大家隐蔽起来。他那敏锐的感知力捕捉到了前方林子里有几道若有若无的、毫无生机的气息，前面有埋伏。他压低声音说：“不是活人。”福顺等人立刻握紧了手中的兵器，警惕地看着四周。魏安做了个手势，两个身手最敏捷的番子立刻像壁虎一样，悄无声息地从两侧的峭壁上攀爬了过去。过了一会儿，林子里传来两声轻微的闷响。番子回来报告：“提督大人，是2具被操控的尸体，已经解决了。”果然是万毒门的手段。魏安眼神一冷，看来他们找对地方了。越过这处岗哨，前面的景象一下子开阔起来。只见一个巨大的山谷盆地里，竟然有大大小小几十座竹楼和石屋，无数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教众在谷里穿梭忙碌，乍一看还挺像世外桃源的。但是当魏安运足内力，看清楚谷里毒气缭绕下的真实情况时，一股寒意瞬间从脚底直冲脑门。山谷正中央有个巨大的石坑，像游泳池那么大，坑里翻滚着墨绿色的恶心的粘稠液体，无数毒蛇、蜈蚣、蝎子、蟾蜍在里面撕咬翻滚，发出沙沙的恐怖声响。最让魏安心惊的是，几个五毒教的教众正狞笑着，把几个被捆得死死的还在拼命挣扎的活人像扔垃圾一样扔进了那个毒雾翻滚的炼蛊池里。凄厉的惨叫声瞬间响起，但很快就被沙沙的虫鸣声淹没了。石坑旁，一个穿着黑袍、佝偻得像虾米一样的老者正拄着一根用人骨做的拐杖，看着池里的景象发出桀桀的怪笑。好，很好，这批药材的质量不错，再加把劲，3天之内一定要再炼出300具毒尸来。他对身边的弟子说，百足堂那边已经传话了，谢长老的计划绝不能耽误。下一批祭品什么时候能送到？那弟子连忙躬身回答，回禀教主，已经跟山下的黑风寨说好了，他们今晚子时就会送来50个新抓的货，保证个个身强力壮。黑风寨祭品，魏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听得清清楚楚，他握刀的手都捏得发白了。他身后的东厂番子们也个个气愤得不行，眼中杀机四射。这帮丧尽天良的畜生，竟然用活人炼蛊，今天一个都别想活。魏安强压下心中的怒火，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这五毒教的教众至少有500-600人，他们这21人要是硬冲进去，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他对着身后的人做了个撤退的手势，一行人再次像鬼魅一样悄无声息地退回到了山谷外的安全地带。提督大人，下令吧，弟兄们，愿意跟您杀进去，跟这帮畜生拼了。福顺双眼通红，第一个请战。拼！魏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我们是东厂，是天子的爪牙，可不是江湖上逞勇的莽夫，我们的刀得用在最该用的地方。他环视众人，声音冰冷又清晰，对付这帮阴险的，我们就得比他们更阴更狠。魏安的脑海里，一个大胆又毒辣的计划已经成型。他看着福顺，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福顺，属下在，你现在马上带2个人去一趟那个黑风寨，不用跟他们打，你只需要……魏安凑到他耳边低声吩咐了一番。福顺听完，先是一愣，接着脸上露出恍然大悟和钦佩的神情。提督大人，高，实在是高啊。魏安笑了笑，又看向另外几名番子，你们去云州城，把城里最烈的烧刀子酒能买多少就买多少，还有你们，他指着最后几人去准备一些东西，今晚咱们也给这五毒教送一份大礼。他的眼中闪烁着冰冷又疯狂的光芒，他们喜欢玩火玩毒，对吧？今夜子时就让他们尝尝什么叫做真正的引火烧身，以毒攻毒。夜色黑得像墨汁一样，百毒窟外面的深山老林里，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魏安带着20个手下，就像和黑夜融为一体的影子，悄无声地葬在那儿，等着合适的时机动手。提督大人，一道黑影一闪，福顺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魏安身边，单膝跪下，声音里带着一丝兴奋和血腥味。黑风寨那帮山贼312口人，一个都没活下来，都是些寻常山贼，不是武者。他们的腰牌、信物，还有今晚交易的暗号，我都拿到了。福顺说话的语气就像再说一件小事，但那股东厂的狠劲儿却让人不寒而栗。魏安满意地点点头，对付那些靠贩卖人口为生的山贼，他一点都不心软。很好，杀了也就杀了，也算是为民除害了。接着负责采购的其他机队人也陆续回来汇报，
10几辆破旧的板车被推了过来，上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酒坛子，那浓烈的烧刀子酒味，隔着老远都能闻到。在酒坛子下面还藏着一袋袋硫磺、硝石这些容易起火的东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弟兄们，魏安看着眼前这些眼神狂热、战意十足的下属，声音低沉又清晰：计划都记住了吧？记住了。大家齐声低喝。今儿晚上，咱们就是黑风寨的山贼，去给五毒教送一份大礼。魏安嘴角露出一丝冰冷的笑容。记住，进了山谷，一切听我指挥。咱们的目标不是把他们都杀光，而是用最小的代价搅得他们天翻地覆。今儿晚上，我要让这百毒窟火光冲天，鸡犬不留。此时月黑风高，一支由10几辆板车组成的车队在崎岖的山路上缓缓前行。打头的是一个满脸络腮胡，肩上扛着一把鬼头刀，看起来粗野无比的山大王。这人正是魏安亲自伪装的。在他身后，福顺等人扮作喽啰，推着板车。板车上盖着几块破烂的草席，草席下面隐约能看到10几个被捆绑的结结实实，嘴里塞着破布的货。这些自然也是由身手最矫健的番子们伪装的。车队很快来到了百毒窟的入口。站住！什么人？2个守门的五毒教教众立刻举起手中的火把，大声喝问。魏安从马上跳下来，大大咧咧地走上前，把一块黑色的铁牌扔过去，用一种粗俗的语气骂道：瞎了狗眼啊！黑风寨送货，快去通报你们教主。那守卫接过铁牌，又借着火光打量了一下车队，皱眉道：怎么现在才来？比约定时间晚了半个时辰。少废话！魏安不耐烦地啐了一口。路上碰到2个不长眼的肥羊，耽搁了点时间。谢长老那边催得紧，要是耽误了你们教主的大事，你担得起吗？他故意搬出了从教主嘴里听来的谢长老的名号。果然，那2个守卫一听谢长老3个字，气焰一下子矮了半截。那也不能就这么进去，我们得验货。另一个守卫虽然害怕，但还是坚持要按规矩办事。验你妈的头！魏安一脚踹在他身上，把他踹了个趔趄。这是给你们教主上供的孝敬，你也敢验？说着，他从车上搬下一坛酒，啪的一声拍开泥封，仰头就灌了几大口，然后把酒坛子砸在地上。这是黑风寨孝敬教主的3日刀，一口就能醉倒一头牛。你要不要也尝尝？那守卫闻着那霸道的酒气，看着魏安那凶神恶煞的模样，哪还敢多说？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大王里面请。魏安冷哼一声，大手一挥，带着车队大摇大摆地进了山谷。一进山谷，那股又腥又臭的味道和无数毒虫的沙沙声，让所有番子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车队被引到了山谷中央，那个巨大的炼蛊池旁边。那个拄着人骨拐杖的五毒教主果然早就等在那儿了。他看到车队，又看了看车上的货，干瘦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结，黑风寨办事果然牢靠。他正要上前验货，就是现在。魏安眼中杀机四射，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猛地把手中的火把朝天一举，这是动手的信号。杀！几乎就在同一瞬间，板车上那10几个被捆绑的货瞬间挣断了特制的绳索，他们像出笼的猛虎一样从草席下一跃而起，抽出藏在身下的刀，对着周围那些毫无防备的五毒教教众就砍了过去。动手，送他们上西天！魏安大喝一声，把手中的火把狠狠地扔向那10几辆装满烈酒的板车。轰！一声巨响，10几坛烈酒同时被点燃，瞬间变成一片滔天的火海。炽热的火焰像狂暴的巨龙一样，夹杂着硫磺和硝石的刺鼻气味，朝着四周的竹楼和那个巨大的炼蛊池席卷而去。敌袭！五毒教主发出一声惊恐至极的尖叫。可一切都太晚了，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整个山谷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那些竹木建造的房屋一沾火就着，而那个装满毒虫和诡异液体的炼蛊池在高温的炙烤下竟然发出咕噜咕噜的沸腾声，紧接着轰隆一声更加恐怖的爆炸冲天而起。墨绿色的毒液混合着无数毒虫的残骸，像天女散花一样四散飞溅，只要沾上一点的教众立刻发出凄厉的惨叫，当场化作一滩脓血。整个五毒教总坛在魏安精心策划的投毒和纵火之下瞬间乱成了一锅粥。魏安站在火海的边缘，黑色的飞鱼服被烈焰映照得像魔神的战袍，他冷冷地看着眼前这片人间炼狱，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悯。就在这时，一声充满了无尽怨毒与愤怒的咆哮从火焰中传了出来：是你破坏了我的祭坛，我要你的命！只见那五毒教主浑身燃烧着绿色的火焰从爆炸的中心冲了出来，他那张干瘦的脸此刻已经变得不似人形，像厉鬼一样直勾勾地扑向了魏安。五毒教主浑身烧着绿火，从地狱里爬出来似的朝着魏安扑过来。魏安身后的东厂番子们一下子全拔出了刀，挡在魏安前面。
保护提督大人！福顺大吼一声，冲在最前面，一刀就朝着那怪物砍了过去。不自量力！五毒教主怪笑一声，根本没躲，就让福顺的刀砍在胸口。当一声脆响，福顺只觉得一股大力震过来，手都麻了，虎口直接震裂，刀也被弹飞了。可那五毒教主的胸口连个白印都没留下。结，老夫这万毒不侵的宝体，可不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的兵器能伤的。他伸出干枯的像鸡爪一样的手，一把掐住福顺的脖子，把他提了起来。福顺，魏安眼神一凝，都退下！他沉声喝道：“这不是你们能应付的对手，把山谷封了，一只虫子都别放出去。”番子们虽然着急，但提督的命令就是天，立刻领命，后退结阵，把整个战场围了起来。魏安缓缓上前一步，一股强大的气势轰然爆发。老毒物，你的对手是我。哦，五毒教主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魏安，猩红的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好精纯的阳刚气血，比那些废物药材强了不知多少倍。小子，把你练成我的本命古人，老夫的功力定能再上一层楼。说着，他随手把福顺扔到一边，身体像鬼魅一样，带着一股腥臭的恶风，朝着魏安扑了过来。五毒辅星掌，他一掌拍出，掌风竟然是墨绿色的，所过之处连空气都发出滋滋的腐蚀声。魏安不退反进，眼中金光大盛，就凭你这旁门左道，也敢在本都面前班门弄斧？他深吸一口气，体内的金龙真气按照第3变龙息流转的心法，生生不息地运转起来。金龙探爪，魏安同样一掌迎上，他的手掌之上覆盖了一层淡淡的金色龙鳞虚影，一股至刚至阳的霸道气息轰然爆发。砰！双掌相交，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哼。只见那五毒教主墨绿色的掌风在接触到魏安那金色龙鳞的瞬间，就像冰雪消融一样迅速溃散了。一股灼热霸道的真气势如破竹地涌入了他的体内。哇！五毒教主喷出一口黑血，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这是什么内力？竟然能克制我的万毒真气！克制！魏安缓缓收回手，脸上露出一个冰冷的笑容，不是碾压。他修炼的金龙9变本就是天下一等一的阳刚功法，又融合了太后的凤凰真气，阴阳调和，圆融无缺，正是这些阴邪毒功的天然克星。我不信！五毒教主从地上一跃而起，状若疯魔，避临鬼火。他猛地张嘴，喷出一团幽绿色的火焰。那火焰看似温度不高，却带着一股能焚烧神魂的诡异气息，所过之处连石头都被烧成了粉末。魏安眼神一凝，却依旧不闪不避。他深吸一口气，同样张嘴，吐出的却是一道凝练无比的带着淡淡龙吟之声的白色气剑。龙息流转，真气外放，咻！白色气剑与那避临鬼火在半空中轰然相撞，没有爆炸，没有巨响，那幽绿色的鬼火在接触到白色气剑的瞬间，竟像遇到了克星一样，瞬间湮灭了。而白色气剑去势不减，直接洞穿了五毒教主的肩膀。啊！五毒教主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条左臂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那股霸道的真气震成了血雾。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肩膀，彻底陷入了疯狂。他知道自己已经败了，但他还有最后一招。是你逼我的！五毒教主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猛地咬破舌尖，喷出一大口紫黑色的心头精血。那精血在半空中化作一片诡异的血雾，朝着魏安笼罩而来，心血谷物。这是老夫的本命剧毒。小子，给我一起陪葬吧！面对这能瞬间毒杀先天高手的绝命一击，魏安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丝不屑。他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张开双臂，任由那血雾将自己完全吞噬。提督大人，福顺等人失声惊呼，五毒教主也露出了得逞的狂笑。然而下一秒，他的笑声便戛然而止。只见那浓郁的血雾之中，一道金光骤然亮起，魏安的身影在金光中缓缓浮现，毫发无伤。那些足以腐蚀金铁的剧毒血雾，在接触到他身体的瞬间，竟是被他体表那层龙鳞护体的罡气直接震散了，甚至有小部分被他吸入体内，随即被龙息流转的霸道真气直接炼化成了最精纯的能量。你竟然能炼化我的本命蛊毒！五毒教主看着眼前这如同神魔一般的景象，最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游戏结束了，魏安的声音如同九幽之下的死神宣判。他身形一晃，瞬间出现在五毒教主面前，在那张惊恐绝望的脸上印下了最后一掌。五毒教主眼中的生机迅速消散，临死前他口中只喃喃地吐出了几个字：龙气，你是皇族。战斗结束，山谷之内一片狼藉。
魏安站在火光与废墟之中，黑色的飞鱼服随风飘动，眼神冷漠。他身后的东厂番子们看着自家提督这神魔般的身影，眼神里充满了狂热的崇拜与敬畏。打扫战场。魏安的声音将众人从震惊中唤醒，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给本督找出来。是。很快福顺便前来禀报，提督大人，在那妖人盘坐的祭坛下面发现了一处暗门，似乎是个密室。魏安立刻带人赶了过去。密室的石门坚固无比，却被魏安一掌拍得粉碎。密室之内别有洞天，四周的架子上摆满了各种贴着标签的瓶瓶罐罐，里面浸泡着各种恶心恐怖的毒虫和器官。而在密室的正中央，一张石桌之上赫然摆放着一个漆黑的金属盒子。魏安上前用刀鞘将盒子挑开，盒子里面静静地躺着3样东西：一本用人皮制成的散发着邪恶气息的黑色经书，一张更为详细的标注了南方11处秘密据点的地图，以及一封用火漆密封的来自百足堂的密信。魏安拆开密信，快速浏览了一遍，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他猛地转头对着福顺厉声喝道：福顺！立刻传令下去，所有人备上最快的马，带上所有的解毒丹，我们立刻赶往千丈谷。提督大人，出啥事了？您咋这么慌张呢？福顺看着魏安那瞬间变得无比难看的脸色，心里一惊，情总不有危险。魏安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焦急和恐惧。他没多说别的，直接把那封来自百足堂的密信塞进了福顺手里。你自己看。福顺赶忙借着火光快速地扫了一眼，信上的内容让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信是百足堂的堂主写给已经被魏安干掉的五毒教主的。信上说，他们故意泄露了百足堂的假总坛位置，就是为了引诱京城来的高手，尤其是6扇门的秦揽月进他们精心布置的陷阱千丈谷。秦揽月修炼的是至刚至阳的烈阳剑法，他的纯阳气血正是万毒门某个邪恶圣级仪式所需要的最佳祭品。他们计划在今夜子时在千丈谷中启动万古绝命阵，把秦揽月生擒活捉，用他的纯阳之血来帮助那只所谓的圣虫完成一次至关重要的蜕变。信的末尾还用血字写着：阵法一开，神鬼难逃。该死！福顺看完又惊又怒，这帮狗娘养的杂碎，他们这是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就等着秦总捕自己跳进去啊！魏安心里更是懊悔和愤怒交加。我咋忘了？秦揽月那女人性子刚烈急躁，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她查到了线索，肯定会第一时间就杀过去。是我让她去查的，这等于我亲手把她推进了火坑里。一股前所未有的焦躁像火焰一样灼烧着他的内心。他想起那个女人虽然嘴巴毒，爱戏弄人，却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飞身替他挡下毒蝎的身影。他想起他那张英气逼人，却又会在被他气到时微微泛红的脸颊。他不能让他出事，绝对不能！来不及了！魏安猛地抬头看着天边的月色，声音嘶哑地吼道：现在已经是亥时，离他们动手的子时只剩下不到2个时辰。快，备上最快的马，带上所有的解毒丹。福顺，属下在。你立刻派人800里加急，把这信送回京城，交给太后和陛下。其余的人一个都别落下，全都跟本督走。提督大人，您是要？没错。魏安的眼中燃起了2簇疯狂的火焰。我们去闯一闯他们那所谓的万古绝命阵。月色如水，官道如龙，27块马像黑色的狂风一样，在寂静的夜色中掀起了一片片尘土。马蹄声急促的像鼓点一样敲打着每个人的心。他们把马催到了极限，坐下的战马都快跑不动了，口吐白沫，却还是不敢减速。1个时辰后，所有的战马终于受不了了，悲鸣着倒在地上。弃马，全速前进。魏安毫不犹豫翻身下马，把龙息流转的内力运到双腿，整个人像离弦的箭一样沿着官道狂奔而去。他身后的20名东厂番子也都是好手，立刻施展轻功，紧紧跟在后面。魏安只觉得胸口那低太后的心头血此刻正散发着丝丝清凉，和他体内那股因为焦急而变得狂暴的金龙真气完美融合，让他感觉不到丝毫的疲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再快一点，一定要赶上。终于在子时即将到来的前一刻，一座散发着不祥气息的巨大山谷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尽头。千丈谷还没靠近，一股比百毒窟浓郁10倍的五彩斑斓的毒瘴就像有生命的巨兽一样迎面扑来。整座山谷被一层诡异的闪烁着幽光的能量护罩笼罩，无数细小的蛊虫在护罩上爬行，发出滋滋的声响，让人头皮发麻。万古绝命阵已经启动了。福顺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绝望：提督大人，我们来晚了。
魏安没说话，他只是运足目力，朝着山谷深处望去。只见山谷的中心，一座由白骨堆砌的巨大祭坛之上，火光冲天。祭坛的中央，秦揽月浑身是血，正用剑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他周围，他手下仅剩的7、8名捕快也个个带伤，结成一个圆阵，被数以百计的眼中泛着绿光的万毒门教众和古人团团围住。而在祭坛的最顶端，一个身穿百足蜈蚣长袍、手持古杖的长老正狞笑着，欣赏着这场猫捉老鼠的好戏。那巨大的能量护罩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收缩，不断压缩着他们的生存空间。情况危急到了极点。提督大人，这阵法我们要是进去了，恐怕也出不来了。福顺焦急地劝道。魏安没回答他，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个被围困在中心，明明已经身受重伤，却依旧把属下护在身后，眼神倔强如狼的女人。他缓缓地从怀中掏出了那面代表他身份的东厂提督腰牌。福顺，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属下在。东厂的场训是什么？福顺一愣，随即挺直了胸膛，用尽全身的力气，嘶声吼道：东厂办事，神鬼退散，百无禁忌，不死不休。很好。他把腰牌高高举起，对着那固若金汤的散发着死亡气息的万古绝命阵发出命令。今夜本督就是要看看，是他们这狗屁的破阵硬，还是我们东厂的刀更硬。所有人听我号令，随我杀进去，杀进去。魏安这声怒吼就像一道惊雷，在所有东厂番子的耳边炸响。没有犹豫，没有恐惧，杀！20名东厂的精锐番子眼中满是对魏安的狂热崇拜，齐齐拔出腰间的绣春刀，发出了悍不畏死的咆哮。他们跟着魏安的脚步，就像一道黑色的洪流，朝着那片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固若金汤的万古绝命阵发起了决死冲锋。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山谷里，祭坛上的蜈蚣长老注意到了外面这群飞蛾扑火般的虫子，脸上露出极度不屑的狞笑。他甚至懒得理会，在他看来，这些人冲上来唯一的下场就是被大阵的万千蛊虫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然而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只见冲在最前面的魏安在即将接触到能量护罩的瞬间，猛地停下了脚步。他深吸一口气，缓缓举起了双手，一股既霸道又神圣的气息从他体内轰然爆发。他体内的金龙真气狂暴而出，体内真气四溢。左手之上浮现出一条栩栩如生的金色龙影，右手之上燃烧起一团华丽高贵的赤色凤炎。龙凤和鸣，神威盖世。给我破！魏安双掌前推，一声怒吼，一龙一凤，两道蕴含着天地间至刚至阳之力的能量洪流瞬间脱手而出，在半空中交汇融合，化作一道更加粗壮更加狂暴的金红色毁灭光束，狠狠地轰击在了那万古绝命阵的护罩之上。滋！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一阵阵令人牙酸的如同滚油浇在冰雪上的恐怖声响。那号称神鬼难逃的绝命大阵，在接触到这股毁灭光束的瞬间，就像遇到了天敌，发出了凄厉的哀鸣。护罩剧烈的扭曲沸腾，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那道金红色的光束硬生生地融化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不可能！祭坛上的蜈蚣长老发出了见鬼一般的惊叫，而山谷里早已陷入绝望，正在做着最后困兽之斗的秦揽月也猛地回过头。当他看到那如同神迹一般的景象时，整个人都呆住了。在那被强行撕裂的燃烧着金色火焰的阵法缺口之后，一道熟悉的身影沐浴着金光，手持长刀，正缓缓地一步一步地走了进来。他身后是20名眼神冷酷杀气冲天的东厂番子，他们就像从地狱里杀出来的神兵天将。这家伙秦揽月看着那个为首的身影，喃喃自语，眼中那因为绝望而暗淡下去的光芒在这一刻重新被点燃，并且前所未有的明亮。是魏提督，提督大人来救我们了。他身边幸存的捕快们也爆发出了劫后余生般的巨大欢呼。魏安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他只是冷冷地扫视了一圈战场，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了祭坛上那个早已吓傻了的蜈蚣长老身上。他缓缓举起手中的绣春刀，刀尖遥遥指向对方，下达了最冰冷的命令：东厂办事，一个不留，杀！一声令下，20名东厂番子就像出闸的猛虎，瞬间冲入了那早已乱成一团的万毒门教众之中。刀光闪烁，血肉横飞。这些东厂的精英每一个都身经百战，他们的刀法没有半分花哨，招招致命，讲究的就是一击必杀。他们就像最高效的杀戮机器，所过之处，那些万毒门的妖人就像麦子一样成片成片地倒下。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又是你这个阉人，坏我圣门大事！
蜈蚣长老终于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他发出一声怨毒的咆哮，从祭坛上一跃而下，直取魏安。你的对手是我！秦揽月娇喝一声，不顾自己身上的伤势，强提一口真气，挥舞着烈阳宝剑迎了上去。滚开！蜈蚣长老从袖中甩出数条铁链，那铁链竟如同活物一般，像一条条毒蛇缠向秦揽月。秦揽月剑法精妙，将铁链一一荡开，但他本就有伤在身，真气不济，很快便落入了下风，被逼得连连后退。结，烈阳剑法的传人，正好拿你来当我的主菜。蜈蚣长老狞笑着，一爪抓向秦揽月的天灵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金色的身影如同瞬移一般出现在了秦揽月的身前。你也配！魏安的声音平静的可怕，他只用一只手便轻描淡写地架住了蜈蚣长老那势在必得的致命一爪。什么？蜈蚣长老大惊失色。你该庆幸魏安的眼神冷得没有一丝温度，你刚才没有伤到他，否则你会死的比现在痛苦10000倍。话音未落，魏安的手上金光爆射，龙息流转，金龙掌，轰！一股狂暴无匹的霸道真气轰然爆发。蜈蚣长老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条手臂连同半边身子竟被这一掌直接轰成了漫天飞舞的血肉碎末。他那引以为傲的毒功，在魏安这只刚至阳又融合了凤凰真气的神功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的一般。不！蜈蚣长老看着自己残破的身躯，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和绝望。魏安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他身形再闪，一指点出，直接洞穿了蜈蚣长老的眉心。战斗结束，整个山谷除了东厂和6扇门的人，再无一个活口。魏安缓缓收回手，胸口微微起伏，他转过身，走向那个正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女人。秦揽月靠在剑上，大口地喘着气，他身上的伤口还在流血，脸色苍白，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魏安走到他的面前，沉默地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倒出一粒疗伤丹药，笑着说道：还能走吗，秦大人？秦揽月看着魏安递到嘴边的丹药，又看了看他那张因为担心而显得无比认真的脸，心中最坚硬的地方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他本想嘴硬地说一句我没事，可话到了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他张开干裂的嘴唇，将那枚上带着魏安指尖温度的丹药轻轻含了进去。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温暖的药力，迅速流遍四肢百骸，驱散了手臂上传来的阴冷痛楚。可比这药力更温暖的，却是秦揽月心中那股陌生的让他有些不知所措的悸动。这家伙怎么突然这么温柔？我的心跳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么快？别逞强了。魏安看着他那副故作坚强的模样，心中没来由的一软。他不由分说撕下自己那身早已破烂不堪的飞鱼服内衬，蹲下身，小心翼翼地为秦揽月重新包扎手臂上的伤口。溶洞之内尸骸遍地，血流成河。可在这片修罗场般的废墟之中，两人身边的方寸之地却仿佛自成一个世界，静谧而温暖。秦揽月低着头看着魏安娜专注的侧脸，他的动作很轻很柔，生怕弄疼了他。那双曾经戏耍过自己也曾沾满鲜血的手，此刻却带着一种令人安心的温度。你自己也受伤了？秦揽月看着他手臂上被古人利爪画出的深深伤痕，声音有些发涩。要不要紧？干嘛这么拼命？皮外伤不碍事。魏安头也不抬，专心致志地为他打上一个漂亮的结。倒是你中了那妖人的本命蛊毒，又强行运功，经脉受损不轻，必须立刻找个地方好好调息。包扎完毕，魏安站起身，环顾四周，找了一块还算干净的大石头，用袖子擦了擦，才扶着秦揽月坐下。两人一时无言，只有远处篝火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刚才秦揽月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看着跳动的火焰，轻声道：我以为我死定了，若是你没来，想必我定是已经化作祭品，被毒虫吃了。这是他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流露出如此脆弱的一面。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魏安看着他的侧脸，鬼使神差的将自己心底最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就是不能让你出事，总算是没白费我这2天日夜兼程的狂奔过来。你没事就好。秦揽月身体微微一颤，猛地转过头，撞进了魏安那双深邃如星空的眼眸里。那眼神里没有了平日的戏谑与玩味，只有一片他从未见过的滚烫的认真。四目相对，空气中有什么东西似乎在悄然改变。秦揽月感觉自己的脸颊不受控制地发起烫来，他慌乱地移开目光，心中小鹿乱撞，竟是再也不敢看他。他真的累了，身体上的伤痛，精神上的紧绷，在这一刻仿佛都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他靠在身后的石壁上，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间他的头一歪，竟是轻轻地靠在了魏安的肩膀上。
魏安的身体瞬间僵住，他能清晰地闻到他发梢传来的混合着淡淡血腥气和皂角香的独特气息。他缓缓转头，看着那张在火光映照下少了几分英气，多了几分柔美的睡颜，心中那根最坚硬的弦仿佛被轻轻地拨动了一下。他没有推开他，反而小心翼翼地调整了一下坐姿，让他可以靠得更舒服一些。甚至他还伸出手臂，轻轻地将他揽入了怀中。提督大人，福顺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将这片宁静打破。魏安怀中的秦揽月也悠悠转醒，当他发现自己竟像只小猫一样蜷缩在魏安怀里时，一张俏脸轰的一下就红透了。他连忙挣扎着站起身，整理着凌乱的衣甲，不敢去看魏安的眼睛。嗨嗨，魏安也有些尴尬地站起身。什么事？大人，战场已经打扫完毕，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福顺请示道。魏安看着秦揽月那副摇摇欲坠的模样，皱了皱眉。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必须立刻离开，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整。他说着走到秦揽月面前。我们该走了。秦揽月点点头，刚想迈步，却觉得双腿一软，一个踉跄，险些摔倒。魏安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扶住。还没等秦揽月反应过来，下一秒他只觉得身体一轻，整个人竟是被魏安以一个无比标准的公主抱直接横抱了起来。啊，你干什么？快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秦揽月又羞又急，在他怀里挣扎起来。这混蛋怎么又来这招？别动！魏安的声音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温柔和霸道。再乱动，伤口裂开了，我可不管了。他低头看着怀中那张羞愤交加的俏脸，嘴角勾起一抹宠溺的笑容。秦揽月被他这么一看，挣扎的力气竟是小了许多，最后只能认命般的将头埋在了他结实的胸膛里，不敢再看周围那些东厂番子和六扇门捕快们那想笑又不敢笑的古怪表情。魏安不再多言，他抱着他，大步流星地走出了这座埋葬了无数罪恶的地下溶洞。月光如水洒在两人身上，秦揽月靠在魏安的怀里，听着他那沉稳有力的心跳声，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那股令人安心的气息，一颗冰封了多年的心在这一刻彻底融化了。这女人睡着了倒还挺乖的，就是有点沉。魏安心里美滋滋地想到。魏安抱着秦揽月，大步流星地走在最前面。他身后20名东厂番子和7、8名幸存的六扇门捕快默默地跟随着，每个人的表情都有些古怪。他们时不时地用一种混杂着敬畏、八卦和我什么都没看见的眼神，偷偷瞥一眼自家那位被提督大人公主抱着的向来以玉罗纱知名威震江湖的女总捕。气氛一时间尴尬到了极点。秦揽月将整张脸都埋在了魏安的胸膛里，又羞又恼，偏偏浑身酸软无力，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他只能在心里把这个胆大包天的混蛋骂了1000遍1万遍。魏安自然能感受到怀中家人那僵硬的身体和略显急促的呼吸，他心中暗笑，脚下的步伐却更稳了几分。嘿，这女人嘴上不承认，身体倒还挺诚实的嘛，抱紧点，可别摔下去了。一行人很快便撤出了千丈谷，在附近找到了一处干燥隐蔽的山洞，暂时安顿下来。篝火升起，驱散了山洞中的寒意与潮气。魏安小心翼翼地将秦揽月放在一处铺着柔软干草的石台上，然后转身开始有条不紊地下达命令。福顺，你带一半人在洞外设下明哨暗哨，警戒。是。六扇门的兄弟清点伤员，处理伤口。是。还有你，他指着一个机灵的番子，立刻将此地战况写成密报，用最高级别的信鸽传回京城。是。命令一条条下去，清晰明确，井井有条。那些原本还有些散漫的六扇门捕快看着魏安这副运筹帷幄、杀伐果断的模样，眼神中都流露出了一丝由衷的敬佩。这位传说中的魏提督似乎并非只是个靠着溜须拍马和裙带关系上位的阉人。安排好一切，魏安这才重新走到秦揽月身边。此刻的他正靠在石壁上默默地运功调息，但那只受伤的手臂依旧泛着不正常的紫黑色，显然那蜈蚣长老的本命蛊毒非同小可。别硬撑了。魏安在他身边坐下，语气不容置疑，把外甲脱了，我再帮你看看伤口。我自己来就行。秦揽月睁开眼，眼神有些躲闪，让他当着一个男人的面脱下这身从不离身的盔甲，他还是第一次。你是伤员，我是主帅，这是命令。魏安的态度前所未有的强硬。秦揽月看着他那不容拒绝的眼神，不知为何竟是说不出反驳的话来。他咬了咬下唇，默默地转过身去，解开了那身沉重的玄铁盔甲。当盔甲落地，露出里面被汗水和血水浸透的紧身里衣时，饶是魏安也忍不住呼吸一滞。没想到这女人身材竟然这么好。非礼勿视，非礼勿视，我这是在疗伤，对，我是在疗伤。
魏安强行压下心中的旖旎念头，小心翼翼地撕开他手臂上被鲜血浸透的布条。只见那伤口周围数条黑色的细线，正如同活物一般，顺着他的经脉朝着心脏的方向缓慢蔓延。好阴毒的蛊毒！魏安脸色一变，他在侵蚀你的经脉。他不再犹豫，立刻伸出2根手指，以内力封住了秦揽月肩膀处的几处大穴，阻止了毒素的继续扩散。然后他将自己的手掌轻轻地贴在了他的后心之上。你干什么？秦揽月身体一僵，又羞又怒。别动！魏安沉声喝道，想活命就收敛心神，引导我的内力冲击毒素。一股温润而霸道的带着龙凤和鸣之意的精纯内力缓缓地从魏安的掌心渡入了秦揽月的体内。秦揽月只觉得一股前所未有的暖流涌入经脉，那股阴冷的蛊毒在这股霸道内力的冲击下竟是节节败退。他心中大惊，不再反抗，立刻收敛心神，引导着这股外来真气在体内循环往复，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那些被毒素侵蚀的经脉。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秦揽月手臂上的黑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消退，而魏安的额头上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脸色也变得越来越苍白。为他人疗伤本就极其耗费内力，更何况是这种霸道无比的蛊毒。终于，当最后一丝黑气被秦揽月从指尖逼出时，魏安长出了一口气，缓缓收回了手掌，整个人都有些脱力。好了，他声音有些虚弱。秦揽月缓缓睁开眼，感受着体内那前所未有的轻松与通透，眼神复杂地看着魏安，你为了我损耗了这么多功力。嘿嘿，魏安故作轻松地笑了笑，秦大人乃国之栋梁，我这点功力算得了什么？他刚想再说几句骚话调戏一下这女人，可当他看到秦揽月那双亮晶晶的仿佛蕴含着万千星辰的眼眸时，后面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了。魏安，秦揽月突然开口，声音轻得像风，谢谢你。说完，他竟是主动伸出手，用自己那干净的衣袖轻轻地为魏安擦去了额头上的汗珠。他的动作笨拙，却又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魏安的心漏跳了一拍，山洞之内篝火跳动，气氛一时间变得无比温馨和暧昧。两人都没有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享受着这份宁静。许久，还是魏安率先打破了沉默。他从怀中掏出了那2份从五毒教和百足堂密室中搜出的地图与密信。好了，儿女情长先放一边，他将东西摊在地上，该干正事了。秦揽月俏脸一红，啐了一口，谁跟你儿女情长了？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凑了过来，神色也重新变得凝重。这是万毒门在南疆所有分舵的分部图，以及一份他们的行动日志。魏安指着那本地图和人皮经书，沉声道。两人头凑在一起，就着火光仔细地研究起来。越看，两人的脸色便越是难看。4宫12舵，秦揽月喃喃道：这万毒门的势力竟是如此庞大，他们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名，设立了东西南北4座毒宫，每座毒宫下辖3个分舵。我们之前捣毁的五毒教和百足堂都只是朱雀宫的下属分舵而已。魏安的眼神变得无比凝重。你看这里，他指着那本人皮经书上的一段记载，日志上说，朱雀宫公主正在全力筹备圣祭，只待时机成熟，便会将朱雀圣女送入京城，作为唤醒蛊王的最终容器。朱雀圣女，秦揽月失声道。恐怕是的。魏安看着那地图上从南方一路蜿蜒向北，最终指向京城的血色路线，眼神里杀机爆射。看来我们不能再这么被动的一个一个据点往下查了，我们必须主动出击。他猛地抬头看向秦揽月，眼中闪烁着疯狂而大胆的光芒。秦大人，你敢不敢陪我玩一票大的？我们直接去端了他们这所谓的朱雀宫，端了他们这所谓的朱雀宫。魏安的话充满了霸气与豪情，在场的东厂番子们听的是个个热血沸腾，恨不得现在就跟着提督大人杀他个七进七出。然而听到这话的秦揽月却非但没有半分激动，反而那张刚刚恢复了些血色的俏脸瞬间又凝重了下去。不行，他斩钉截铁地否定道，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魏安眉头一挑，为何不行？如今我们有12分舵的地图在手，敌明我暗，正是趁他们病，要他们命的大好时机。魏安，你疯了！秦揽月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以为万毒门是你捏的？我们捣毁的不过是他们最外围的2个据点。那朱雀宫作为统领南方3处分舵的总部，其防御力量和高手数量至少是百足堂的10倍以上。他顿了顿，语气更加严肃。更重要的是，我们接连端掉他们2个据点，现在已经是打草惊蛇了。你信不信，现在那朱雀宫必然已经张开了一张天罗地网，就等着我们这些过江龙自投罗网呢？贸然杀过去，
跟送死没有任何区别。魏安听完也渐渐冷静了下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是被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有些轻敌了。秦揽月这女人的分析虽然不中听，但却勾据在理。这女人胸大，嗨，胸怀宽广，见识也不错嘛。看来以后不能只把她当个打手，还得当半个军师用。那依你之见，我们该如何行事？魏安虚心求教。见他听劝，秦揽月的脸色也缓和了许多。他指着地图上云州城附近的另一个标记，说道：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朱雀公是硬骨头，暂时啃不动，但我们可以先把他们露在外面的爪牙一根一根地全部给他剁了。根据这地图上的标记，云州地界除了我们端掉的五毒教，应该还有一处名为隐诸阁的分舵。我们不如先回云州城，从长计议，想办法把这只毒蜘蛛也给他揪出来。好，魏安当即拍板，就依你所言。一行人带着伤员连夜返回了云州城。再次踏入这座南方大城，魏安和秦揽月敏锐地察觉到城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古怪。街道上多了许多穿着统一的青色道袍，背着长剑，神情倨傲的年轻弟子在巡逻。他们三五成群，盘查着来往的路人，甚至连官府的衙役见到他们都得客客气气地绕道走。这些人是……魏安皱起了眉头。云天派的弟子。秦揽月的声音里也带着一丝疑惑。两人回到龙门客栈，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福顺和六扇门的副捕头便行色匆匆地前来禀报：提督大人，秦总捕。福顺的脸上满是惊疑，出怪事了。我们离开的这一天一夜，云州城变天了。说，自从咱们端了五毒教，城西的地下势力变成了一盘散沙。可就在今天早上，中原六大派之一的云天派突然大举入城。他们以维护地方安宁、斩妖除魔为名，接管了城中所有的防务，甚至连官府都和他们共同协作，客客气气的。六扇门的副捕头也补充道：不仅如此，昨夜城中有3名富商和2名地方官员被发现吊死在自己家中，官府的仵作验尸说是畏罪自杀。可我们的人暗中查探，发现这5家都曾与五毒教有过来往，而且在他们府邸附近都有云天派弟子出没的痕迹。听完汇报，魏安和秦揽月的脸色都变得无比凝重。云天派，秦揽月喃道，眼中满是难以置信。这不可能，云天派乃是中原正道魁首之一，创派300年来一直以除魔卫道，不涉凡俗为宗旨。其掌门清风道长更是江湖上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们怎么会插手这种江湖仇杀和地方事务，还用这种近乎灭口的手段？这行为哪里像是名门正派，分明比他们东厂和六扇门的手段还要狠辣。会不会是他们也在调查万毒门？事出反常必有妖。魏安的眼神渐渐冷了下来，他想起了那份万毒门的地图。他走到桌前，将那张兽皮地图重新展开，手指在上面缓缓移动，最后停留在了那个代表着隐诸阁的标记之上。秦揽月也凑了过来，当他看清那标记所在的位置时，那张英气的俏脸瞬间眉头微蹙。只见那地图上隐诸阁的标记赫然就坐落在云州城外那片属于云天派的山门属地云天山脉的深处。一个荒谬却又极度可怕的猜测同时浮现在了两人的心头。这个被誉为中原正道魁首之一的云天派，难道竟会是万毒门在南方的同伙？有意思。魏安看着地图，脸上缓缓地露出了一个冰冷的充满了探究意味的笑容。看来这云州城的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浑得多啊。这不可能。秦揽月看着地图上那个几乎与云天派山门重合的隐诸阁标记，那张英气逼人的俏脸上流露出了深深的震惊与迷茫。魏安，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云天派乃中原6大派之一，是指武林正道牛耳的泰山北斗，其掌门清风道长更是我父亲当年的至交好友，为人光明磊落，一生都以降妖除魔为己任。他们怎么可能和万毒门这种邪魔歪道同流合污？他不愿意，也不能相信自己从小敬仰的名门正派会是藏污纳垢之地。魏安理解他的心情，这就好比有人告诉你少林寺的方丈其实是魔教的卧底一样，荒谬且让人难以接受。但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证据。秦大人，你先冷静一下。魏安的声音前所未有的沉稳。我不管他云天派的名声有多大，清风道长的品行有多高，我只问你，我们入城以来，云天派的所作所为正常吗？他们插手城中防务，血腥清洗那些与五毒教有染的官员富商，这手段比我们东厂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像是一个名门正派该有的行事风格吗？还有这地图，魏安的手指重重地点在了那个隐诸阁的标记之上，这是从万毒门分舵主密室里搜出来的东西，难道还会是假的吗？一连串的质问如同重锤，狠狠地敲击在秦揽月的心上。他张了张嘴，却发现
自己竟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是啊，云天派的所作所为，处处都透着诡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秦揽月有些失神地问道。难道真要像你之前说的那样，直接带人杀上云天山？不，魏安摇了摇头，眼神变得无比深邃。之前是我冲动了，现在情况有变，对手从一个单纯的邪派分舵，变成了一个连我们都看不透的亦正亦邪的庞然大物，再用之前的法子，就是去送死。那你的意思是，打蛇要打7寸，在没有摸清这条云天大蛇的底细之前，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魏安的眼中闪烁着属于东厂提督的独有的狡黠与冰冷。我们需要一双眼睛，一双能潜入蛇窟深处，看清它究竟是黑是白的眼睛。秦揽月冰雪聪明，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你要亲自去卧底。他失声惊呼，不行，太危险了。你如今的身份早已不是秘密，一旦被识破，你连逃出来的机会都没有。所以魏安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自信的弧度，我就不能是魏安了。他看着秦揽月，开始详细的阐述自己的计划。你秦总捕威名在外，6扇门的招牌也太响，不适合干这种潜伏的脏活。但我们东厂不同，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膛，探查虚实，伪装潜伏本就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我需要一个新的身份，一个能顺理成章的进入云天派，又能相对自由的在他们山门内走动，还不会引起太多怀疑的身份。秦揽月蹙眉思索，商人不行，只能在外门活动，相克更不行，待不了几天。难道你要冒充去投师的弟子？我这把年纪去当入门弟子，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魏安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不过无论是名门正派还是邪魔外道，有一种人他们永远都不会拒绝。什么人？大夫。魏安笑道，一个能治病救人，尤其是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神医。武林中人打打杀杀，谁能不受伤？越是大的门派，对医术高明的大夫就越是渴求。只要我能展露出足够高明的医术，他们必定会奉我为座上宾。半个时辰后，龙门客栈的天字号房内，秦揽月看着眼前这个焕然一新的魏安，表情古怪到了极点。只见魏安换下了一身威严的飞鱼服，穿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原本竖起的长发也用一根木簪松地挽着，脸上还沾上了一副看起来颇有几分滑稽的八字胡。他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药箱，正对着一面小小的铜镜，努力地想挤出一个仙风道骨的表情。你确定你这是易容，不是在脸上画符？秦揽月实在没忍住，笑着吐槽道。你不懂。魏安对着镜子摆了一个自认为很深沉的俯视，这叫氛围感。神医嘛，总要有点不修边幅的怪癖，这样才显得高深莫测。他说着，又从怀里掏出几本破破烂烂的写着《本草纲目》《千金方》等字样的医书，塞进了药箱里。看着他这副有模有样的姿态，秦揽月竟是一时间也分不清他到底是真懂还是在装蒜了。好了，魏神医要出诊了。魏安背起药箱，理了理衣衫，我走之后，你和他们就留在云州城，按兵不动，等我的消息。你要一个人去？秦揽月的心没来由的一紧。当然。魏安笑道，我一个人，目标才小，放心，我这身医术或许杀不了人，但自保还是绰绰有余的。他说完转身就要走。等等。秦揽月突然叫住了他。他走到他面前，脸上所有的戏谑和玩笑都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前所未有的凝重。魏安，你听着。他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如果那云天派真的有问题，他们的虚伪会比万毒门的坦荡更危险100倍，你千万要小心。他说着，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只有指节大小的造型精巧的竹筒，塞进了魏安手里。这是6扇门最高级别的信号弹，穿云箭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动用，可你若真到了生死关头无法脱身。他的声音微微有些发颤，你就把它放出去。我秦揽月对天发誓，只要看到信号，哪怕是与整个中原武林为敌，我也会带着6扇门和东厂的所有人杀上云天山救你出来。这是一个承诺，一个沉重无比却又让人心中无比温暖的承诺。魏安看着他那双写满了担忧和决绝的眼眸，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再次被触动了。他没有再说什么骚话，只是郑重地点了点头，将那支穿云箭紧紧握在手心。知道了。他转身推开房门，没有再回头。门外阳光正好，魏安的背影在阳光的照耀下被拉得很长，看起来竟有几分萧瑟与悲壮。他将独自一人踏入那龙潭虎穴般的云天山门。云天山脉在南疆，那可是个有名的地方，山上云雾缭绕，风景特别好。山脚下有个小镇叫云来镇，因为靠住重名气的云天派，小镇也跟着沾光，挺繁荣的，日子过得安宁。小镇上有个茶楼叫迎客来，是南来北往的客商和云天派下山弟子最爱去的地方。
这天，迎客来跟往常一样热闹，人声鼎沸的。在茶楼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着一个穿着青布长衫、留着八字胡的中年郎中，看起来有点落魄。他面前只放了一杯最便宜的粗茶，自己慢慢喝着，跟周围热闹的气氛一点都不搭。这个人啊，其实就是易容改扮后的魏安。他已经在那儿坐了1个多时辰了，表面上随意地打量着茶楼里的每一个人，实际上呀，早就把所有人的身份、谈吐，甚至武功修为都摸得一清二楚了。特别是大堂中央坐着的几个穿云天派青色道袍的内门弟子，更是被他重点观察。魏安心里想着，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主角登场了。福顺那小子，我可是下血本培训了他1晚上，可别给我演砸了。就在这时，突然从茶楼门口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喊：“神医，神医在哪里啊？求求你们行行好，救救我家公子吧！”只见一个穿着华贵丝绸的汉子，扮成富家仆从的样子，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怀里还抱着一个昏迷不醒、浑身抽搐的病人。这2个人其实是早就等在这儿的东厂百户福顺和另一名演技很好的番子。那病人的模样看着可吓人了，双目紧闭，嘴唇发紫，脸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蓝色，全身剧烈地颤抖着，嘴里还不断溢出白色的泡沫。整个茶楼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一幕吸引了过去。福顺抱着病人直接跪在了大堂中央，朝着满堂茶客磕头如捣蒜：“各位大爷，哪位是神医？哪位懂医术啊？求求你们救救我家公子！我家主人说了，只要能治好公子，愿出黄金1000两，白银10000两啊！”他还一边哭喊，一边从怀里掏出几张金叶子撒在地上，看得周围人又是同情又是眼热。很快就有好事的人围了上来，其中一人说：“哎呦，这不是城东张员外家的公子吗？前2天还好好的，这是得了什么怪病？谁知道呢？听说是中了什么阴邪的奇毒，请遍了云州城所有的大夫，连姓灵堂的王神医都去看过了，说是寒毒攻心，神仙难救，让准备后事了。这么严重，可惜了，这张公子平日里还挺善良的。”众人议论纷纷，却没人敢上前。那几个云天派的弟子也皱着眉头看着，可他们对医术也不懂，帮不上忙。福顺哭得声嘶力竭，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人群中不知是谁小声说了一句：“哎，你们看，那里不是还坐着一位大夫吗？”唰，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聚焦到了角落里的魏安身上。福顺就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连滚带爬地扑到魏安面前，抱着他的腿哭吼：“神医，您一定是神医，求求您大发慈悲，救救我家公子吧！只要您能救他，您就是我们张家的大恩人，黄金10000两，我立刻给您奉上。”魏安缓缓放下茶杯，皱着眉头，一脸为难地摆了摆手：“哎，这位客官，你认错人了。”他故意压低嗓音，让声音听起来又苍老又疲惫：“老夫只是个云游四方的赤脚郎中，只会这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令公子的病症这么奇特，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啊！你还是另请高明吧。”这话说的可真像那么回事，脸上的爱莫能助的表情演得相当到位。可福顺一听，哭得更伤心了，抱着魏安的腿，哭得那叫一个惨：“神医啊，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您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求求您了，您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吧。”魏安听着福顺心里的吐槽，差点没绷住笑场。他强忍着笑意，在福顺的再三恳求下，终于站起身，叹了口气：“也罢，也罢，医者父母心，老夫就姑且为你家公子看一看吧。”在所有人，尤其是那几个云天派弟子好奇的目光下，魏安走到病人面前，装模作样的伸出2根手指搭在他脉搏上，闭目凝神片刻后，他缓缓睁开眼，用一种高深莫测的语气说道：“此非病，亦非毒，而是中了天下至阴至寒之物所伤，导致玄冰寒气入体，寒气冻结经脉，道行逆施，若再过半个时辰，必将寒气攻心，大罗神仙也难回天。”这番话既专业又唬人，听得周围人一愣一愣的。那可有救？福顺紧张地问。寻常汤药是无救的。魏安抚了抚自己的八字胡，从药箱里取出一套用布包着的长短不一的银针，唯有以金针刺穴，用老夫的独门纯阳内力，才能把他体内的寒气逼出来。说完，他捻起一根3寸长的银针，快如闪电地刺入病人胸口的山中穴。紧接着，第2根、第3根，转眼间，病人上半身插满了银针。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魏安伸出右手须按在病人头顶百会穴上，一道淡淡的金色气流从他掌心缓缓渡过去，那些银针仿佛受到感应，齐齐发出嗡嗡的清鸣。丝丝缕缕的白色寒气从病人七窍和周身大穴逼了出来，整个茶楼的温度都好像下降了好几度。这是内力逼毒。那几个云天派弟子惊得站了起来，脸上满是震惊。一炷香后，魏安收回手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躺在地上的病人脸上的青蓝色早褪去，变得红润起来。他突然坐起，哇地吐出一大口带着冰碴子的乌黑毒血公子。
你醒了。福顺惊喜地扑了上去。我这是在哪？我不是。病人缓缓睁开眼，一脸茫然。茶楼在短暂的寂静后，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与惊叹。神医，真是活神仙下凡啊！起死回生，这真是起死回生的神迹啊！福顺激动得语无伦次，又要抱着魏安的腿磕头，被魏安扶住。悬壶济世，来我辈本分，不必多礼。魏安淡然收起银针，摆了摆手，一副深藏功与名的高人模样。那几个云天派弟子互相对视一眼，眼里满是震惊与火热。其中一个弟子趁众人不注意，悄悄溜出茶楼，朝着云天山飞奔而去。魏安用余光把这一切尽收眼底，端起桌上早已凉透的粗茶，轻轻抿了一口。魏安在茶楼里气定神闲的又喝完了一杯粗茶。这出戏是故意演给云天派弟子看的。先前人群中，他就用读心术知道了云天派在找可以解寒毒的医者。这出戏直接就是吊翘嘴，还怕他云天派不上钩。周围那些看客早已将他奉若神明，一个个围了上来，有求医的，有问药的，差点把他那小小的角落给挤爆了。他正愁着该如何脱身，茶楼门口一阵骚动。只见之前那个跑上山的云天派弟子，此刻正领着一个看起来地位更高的、身穿白袍、腰挎长剑的青年道士，行色匆匆地走了进来。那青年道士约莫27、8，面如冠玉，目若朗星，自有一股名门大派首席弟子才有的英气与傲气。他一进门，目光便如鹰隼般精准地锁定了被人群包围的魏安。他拨开人群，快步走到魏安面前，对着他这个看起来邋里邋遢的老郎中，竟是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标准的到家鸡手礼。晚辈云天派大弟子宋青书，前辈真乃神医在世啊！方才泄那寒毒可真是神仙手段，实乃在试华佗啊！他这话一出，整个茶楼都安静了下来。云天派的大弟子，那可是整个南疆武林年轻一辈中的翘楚人物，竟然对一个乡野郎中口称前辈。魏安缓缓抬起眼皮，瞥了他一眼，继续扮演着自己那世外高人的形象，声音沙哑地回答道：什么神医不神医的，老夫不过是个云游四方、混口饭吃的赤脚郎中罢了，在试华佗更是无从谈起。宋青书见他这副高人姿态，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愈发恭敬。高手嘛，总是有怪癖的，前辈谦虚了。宋青书再次行礼，语气诚恳无比。家师听闻前辈医术通神，能解玄冰寒毒，特命晚辈前来，恳请前辈能移步上山，为我派一位长老诊治。无论是成与否，我云天派上下都必有重谢。来了。魏安心中暗笑，脸上却依旧是一副为难的模样。并非老夫不愿，只是我那病人，你也看到了，寒毒虽解，但元气大伤，还需老夫在一旁照料。前辈放心。宋青书立刻接口道：我们可以在镇上最好的客栈为他安排一间上房，并派了专人照料，保证万无一失。另外，无论前辈是否出手，我派都愿献上这株300年份的雪顶灵芝作为诊金。他说着，从身后弟子手中接过一个锦盒，打了开来。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茶楼。只见那锦盒之中静静地躺着一株通体雪白、流光溢彩的灵芝，一看就知绝非凡品。周围众人全都看直了眼。300年份的雪顶灵芝，这可是有架势的疗伤圣药啊！云天派果然是家大业大，出手阔绰。魏安看着那灵芝，也忍不住咽了口唾沫。我靠，败家子啊！这么好的东西就这么送出来了，等会儿必须得想办法给他昧下来，回头给太后娘娘熬汤喝，肯定大补。他心中虽然已经乐开了花，但表面上还是推辞了一番，最后才在宋青书的再三恳求之下，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也罢，也罢，既然你等如此有诚意，那老夫就随你们上山走一遭吧。一路上，魏安被奉为座上宾，由宋青书亲自陪同，朝着云天山的山门走去。云天山不愧是南疆第一仙山，山道整洁，古木参天，云雾缭绕之间，亭台楼阁若隐若现，不时还能看到成群的仙鹤从头顶飞过，好一派仙家气象。沿途的演武场上，更有成百上千的云天派弟子正在刻苦练剑，剑气纵横，呼喝之声中气十足，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积极向上，光明正大。好一个名门正派的气象，山门宏伟，弟子精良。若不是亲眼看到地图，谁能想到这仙气缭绕的地方会和万毒门那种邪魔歪道有关系？藏得可真深啊！魏安心中冷笑，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甚至还抚须点头，不时地赞叹几句贵派真是人才济济，正道栋梁之类的屁话。很快，他便被领到了一处极为清幽雅致的独立院落——云天派的丹药炉。还未进门，一股浓郁的药香便扑面而来。一个面容枯槁、眼神阴鸷的灰袍老者早已等候在门口。大师兄，你回来了。他看到宋青书，点了点头，随即目光便如同2把锥子落在了魏安身上。这位
就是你请来的神医？正是。宋青书连忙介绍道，这位是戒律长老，长老，这位便是能解玄冰寒毒的魏神医。戒律长老，不是应该丹药长老管这事吗？魏安心中一动，脸上却依旧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对着那长老只是随意的拱了拱手。戒律长老显然对魏安这副无礼的姿态有些不满，但他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是不是神医，试过便知。他也不废话，直接转身推开了身后一间密室的石门，病人就在里面，魏神医，请吧。一股比之前在山谷中闻到的玄冰寒气还要浓烈10倍的阴寒之气，瞬间从密室中狂涌而出。魏安走进密室，只见一张寒玉床之上躺着一个面色青紫、浑身覆盖着一层薄冰的青年弟子，他的气息若有若无，已是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而最让魏安心惊的是，他能清晰地看到这名弟子的皮肤之下有无数条细密的如同蛛网般的黑色丝线正在缓缓蠕动。魏安故作凝重地上前搭脉，翻看眼皮，一套流程做得有模有样，心中却在疯狂吐槽，我靠，是隐珠寒蛊，这玩意儿比蝎子长老的本命蛊毒还阴险，我的龙凤真气只能暂时压制，根本除不了根啊！这下逼装过头了，要露馅了，不行，亏本也要干。系统，给我兑换能解这蛊毒的东西。定，检测到宿主需求，正在筛选商品。一次性疗伤圣物，九阳神针，效果蕴含至刚至阳的纯净能量，专克天下一切阴寒蛊毒，一针下去，药到病除。兑换所需积分100点，100点，你怎么不去抢？我辛辛苦苦攒的积分啊！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兑换，定，积分100，恭喜宿主兑换九阳神针 X1，已自动存放至您的药箱针囊之中。魏安心疼的直抽抽，脸上却依旧是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他收回手，对着一脸紧张的戒律长老和宋青书缓缓地摇了摇头。难啊！戒律长老的心瞬间沉了下去。神医，当真无解。唉，魏安长叹一口气，此乃天下奇蛊隐珠寒蛊，已与宿主经脉融为一体，若强行逼出，宿主必将当场暴毙。若非老夫囊中还藏着一根仙师所赐的无上神针，恐怕今日也只能束手无策了。他说着，转过身，装模作样的在自己的药箱里翻找了半天，然后才从针囊最深处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根与众不同的通体流淌着淡金色光泽的毫针。那根针一出现，整个密室的阴寒之气似乎都被驱散了几分。戒律长老和宋青书全都看直了眼，此乃九阳神针。魏安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乃采集天外云铁，辅以9981种阳刚药材，于地火之中炼制7749日方成。天下仅此一根，用过几次后便会灵气散尽，化为凡铁。他这番话说得神乎其神，唬得两人一愣一愣的。但魏安并没有立刻施针，反而拿着那根金针，一脸痛惜地抹撒着，嘴里还念念有词：师傅啊师傅，徒儿不孝，今日为了救人，怕是要毁了您留下的唯一念想了。戒律长老和宋青书都是人精，一看他这副模样，哪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宋青书连忙上前，再次奉上之前那个装着雪顶灵芝的锦盒，诚恳道：前辈，此物您还未收下，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前辈。唉，魏安直接打断，义正言辞地说道：救死扶伤，乃医者本分，老夫岂是贪图身外之物的人。他话锋一转，又看向了那根金针，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只是此针乃仙师遗物，用一次少一次，老夫实在是于心不忍啊。除非……戒律长老立刻接口道：除非什么？神医但说无妨，只要我云天派能办到，绝不推辞。魏安等的就是这句话，他故作为难的沉吟了半晌，才缓缓开口：除非能有3株不5株与这雪顶灵芝品级相当的灵药，让老夫带回去祭奠仙师在天之灵，老夫或可心安1-2。100积分买的神针，怎么着也得讹回300两黄金的价值吧？5株300年份的灵药，差不多了。戒律长老和宋青书听完，嘴角都微微抽搐了一下。好家伙，狮子大开口啊！但这弟子的命悬于一线，他们也只能咬着牙答应下来。没问题。戒律长老立刻拍板，别说5株10株都行，只要神医能出手相救，我云天派的药谱任您采摘。魏安这才满意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孺子可教的欣慰笑容。他不再多言，手持神针，神情肃穆地走上前。他捻起那根九阳神针，对准了那弟子头顶的百会穴，深吸一口气，缓缓刺入。奇迹发生了，只见那根金针仿佛活了过来，针尾嗡嗡作响，一股至刚至阳的肉眼可见的金色暖流从针身涌出，瞬间冲入了那弟子的四肢百骸。滋滋滋，那弟子皮肤下蠕动的黑色蛛丝仿佛遇到了克星一般，
发出了凄厉的嘶鸣，一缕缕黑色的烟气顺着金针刺入的穴位不断的被逼出蒸发，空气中弥漫开一股焦臭的气味。不过片刻功夫，那弟子身上的黑色蛛丝便已消退得干干净净。他猛地吐出一口漆黑如墨的淤血，竟是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成了！戒律长老和宋青书看着眼前这如同神迹一般的景象，激动得浑身发抖。魏神医，真乃神人也！戒律长老看着魏安，眼神里再无半分怀疑，只剩下无尽的敬畏与火热。他上前一步，对着魏安深深一揖：“魏神医，此等神迹，当世无双。老夫有一不情之请，恳请神医能在我云天派盘桓数日，助我这猎徒彻底清除余毒。我云天派上下必将视您为最尊贵的上宾，任何要求无不应允。”魏安强忍着花光了积分又大赚一笔的狂喜和计划成功的喜悦，脸上却是一副救死扶伤乃我本分的淡然。长老言重了，既然如此，那老夫就叨扰几日了。魏安以魏神医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在云天派住了下来。他被安排在一处极为清幽雅致的独立院落，每日里奇珍异草，百年人参流水般的送来。戒律长老罗旋更是日日前来请安，态度恭敬到了极点，几乎是将他当成了活神仙一般供着。魏安表面上每日为那名弟子施针疗伤，摆出一副钻研医术、冥思苦想的模样，实则心中早已有了新的计划。这天，他找到了正焦急等待着的罗旋长老。罗长老，魏安一脸凝重地说道：“令徒体内的蛊毒，老夫虽能用九阳神针暂时镇住，但此法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毒根深种于经脉之内，若想彻底根除，非同小可。”神医，罗旋一听，立刻紧张起来：“您有办法了？”“办法倒是有个。”魏安故作高深地叹了口气：“只是老夫需要查阅大量关于南疆蛊术的古籍，印证心中所想，不知贵派的藏经阁可否借老夫一用？”藏经阁乃是一个门派的禁地，收藏着门中所有的武功秘籍和历代祖师的手札心得，寻常弟子都不得擅入，更何况是一个外人。罗旋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为难的神色。魏安见状，冷哼一声，做事就要收拾药箱。既然如此，那便是老夫强人所难了。令徒的病，老夫也无能为力，就此告辞。神医留步。罗旋哪敢放他走，自己徒弟的命还捏在他手里呢。他一咬牙，当即拍板。神医说笑了：“区藏经阁，您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不过按照本派规矩，4层以上乃是本派核心功法所在，还请神医只在1至3层的医术杂谈区阅览。”好说好说。魏安抚须一笑，心中早已乐开了花。不让我上4楼，你以为这就能拦住我了？太天真了。云天派的藏经阁是一座高达7层的古朴宝塔，里面收藏的典籍浩如烟海，散发着古老而庄严的气息。魏安装模作样的在1层的医书区翻看了半天，等到夜深人静，负责看守的弟子都已昏昏欲睡之时，他的身形便如同一缕青烟，悄无声息地绕过了所有的岗哨，直接潜入了禁地中的禁地藏经阁第7层。第7层空间不大，只摆放着寥寥几个书架，上面的秘籍每一本都用锦盒装着，显然都是云天派最核心的传承。魏安当然不是来找医书的，他要找的是云天派的镇派绝学。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而归吧？我替你们解决这么大的麻烦，收点利息，不过分吧？他凭借着强大的感知力，很快便在一处不起眼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块与其他石砖颜色略有不同的暗格。他轻轻一按，石壁无声划开，露出了里面一个由千年寒玉制成的玉盒。玉盒打开，一股清新而磅礴的灵气扑面而来。只见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本用金色丝线编织而成的薄如蝉翼的秘籍，封面上龙飞凤舞的写着4个大字：九天云生诀。魏安的眼睛瞬间就亮了。我靠，发财了！这就是传说中云天派的镇派神功，据说炼制大成，可身化祥云，遨游9天，厉害的一批。这趟来的也太值了。他知道此物绝不能带走，当即不再犹豫。系统，过目不忘，给我开到最大功率。他翻开秘籍，双眼如同最高速的扫描仪，一目十行的飞速浏览起来。那玄奥无比的功法心诀，那复杂至极的经脉运行图，在系统神迹的加持下，如同拓印一般，一字不差，分毫不爽的被他深深的烙印进了脑海之中。不过短短1炷香的功夫，这本足以让整个南疆武林都为之疯狂的镇派神功，便已成了魏安的囊中之物。他心满意足的将秘籍原样放回，恢复好暗格，正准备继续寻找万毒门的线索。突然，他在同一个暗格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本没有名字的用黑色封皮包裹的日志。他好奇地翻开，瞳孔骤然收缩，只见上面用血红的朱砂记录了一桩桩、一件件令人触目惊心的秘文。7月15，弟子张远
于后山练剑后失踪。8月初3，弟子李牧被黑色毒株咬伤，次日毒发身亡，尸化脓血。8月15，擒获万毒门引诸阁妖人1名。8月16，掌门师兄召我议事，此事若传出，我云天派100年清誉将毁于一旦，决议封锁消息，一切都真相大白了。魏安手握着这本日志，心中五味杂陈。云天派不是同党，他们只是一群想用错误的方式去掩盖一个巨大伤口的骄傲的受害者。就在他心中感叹之时，一个苍老而平和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他的身后响了起来。你看完了吗？魏安浑身一僵，猛地回头，只见一个身穿朴素灰色道袍、须发皆白、仙风骨的老道士，不知何时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了他的身后。他便是云天派的掌门，一代宗师清风道长。阁下来我云天派所为何事？清风道长缓缓开口，他的眼神古井无波，却又仿佛能洞察世间一切。现在清风道长看着魏安，声音里带着一丝萧瑟与疲惫。你都知道我云天派的丑事了。魏安沉默了片刻，将手中的日志轻轻地放回了原处。他对着这位正道领袖微微躬身。掌门言重了，晚辈看到的不是丑事，我看到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名门大派，在遭受了邪魔的阴险暗算之后，为了维护弟子的尊严，为了守护门派的清誉，所做出的无奈而悲壮的抉择。清风道长那古井无波的眼神泛起了一丝波澜，他深深地看了魏安一眼，长长地叹了口气。好一个无奈而悲壮，你这后生倒是看得通透。他不再隐瞒将后山已被万株母巢的毒气侵蚀，自己不得不避死关镇压的事情和盘托出。接着他的声音里带上了更深的痛苦。你以为我们只是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声誉吗？那引珠寒谷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除了螺旋师弟的爱徒，派中还有36名核心弟子都先后中了此毒，如今全被冰封在后山寒潭之中，靠着老道我用功力续命，苟延残喘。所以当你出现时，我们明知你来历不明，却也不得不将你强行请上山来，因为你是我们云天派那37个孩子最后的希望。魏安听完，心中已有了计较。摊牌的时刻到了。清风掌门，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他缓缓撕下脸上的伪装，从怀中掏出了那面代表着东厂最高权力的乌木腰牌。我乃当朝东厂提督魏安，奉天子之命，专为剿灭万毒门而来。清风道长看着那面腰牌，看着眼前这个气势截然不同的年轻人，眼中先是震惊，随即化作了释然。原来是提督大人亲临，老道失敬了。掌门，魏安的嘴角缓缓勾起了一抹冰冷的嗜血的笑容。既然我们目的一致，不如将计就计，陪那引诸阁的妖人好好演一出戏。我要让他们自以为得计，主动地走出他们的乌龟壳，然后将他们连同他们那所谓的万株母巢一网打尽。夜色如墨，云天山脉的后山却比京城最繁华的夜市还要热闹。藏经阁第7层，烛火通明。魏安与清风道长二人相对而坐，身前的桌案上，那张从万毒门妖人手中缴获的兽皮地图被一块镇纸死死压住。地图上那个代表着引诸阁的血色蜘蛛标记，在烛光下显得狰狞无比，恰好与云天派的山门属地重叠在了一起。提督大人的意思是，清风道长这位仙风道骨的一派之主，此刻眉头紧锁，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要将我云天派那37名被冰封的弟子当成诱饵。不是诱饵，魏安纠正道，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决断，是战帖。他伸出手指，重重地点在了地图之上。掌门，你想引诸阁为何迟迟没有对你们赶尽杀绝？不是他们仁慈，而是因为有你这位宗师高手坐镇，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同时那37名中了引珠寒谷的弟子，对他们而言就是捏在手里的37个人质，更是他们培养万株母巢的最佳养料。他们现在等的只是一个时机，一个你油尽灯枯，或是母巢彻底成熟的时机。清风道长闻言长叹一声，眼中满是痛心疾首。魏安说的句句属实，所以魏安的眼中闪烁疯狂与狠厉。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我们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我魏神医能解此蛊。这37份养料你们别想要了，我不仅要断了你们的粮，还要砸了你们的锅。掌门，你想到那时他们还能坐得住吗？清风道长浑浊的眼中瞬间爆出一团金光，他明白了，魏安这是要逼宫，逼那藏在暗处的引诸阁主动从他们的乌龟壳里爬出来。好一个釜底抽薪。清风道长一掌拍在桌案之上，沉声道，就依提督大人所言，我云天派上下愿随提督大人与那邪魔歪道决一死战。第二日，
一则足以震动整个南疆武林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从云天派的山门传遍了云州城的每一个角落。云天派数十名内门以及外门弟子在后山，身中不明毒素，至今未解，就连药王谷的医师都没有任何办法，来了之后只能悻悻而归。但中原来了一位医术通神的魏神医，此人不仅能起死回生，更夸下海口，能在3日之内彻底根除云天派弟子所中的奇毒引蛛寒蛊。为证其言，云天派掌门清风道长更是广发英雄帖，邀请南疆武林各路同道于3日后的正午齐聚云天派演武场，共同见证这一医学奇迹。消息一出，满城哗然，一时间整个云州城都沸腾了，无数的江湖人士抱着看热闹、瞧稀奇，甚至是想来寻医问药的心思，纷纷涌向了云天山，都想瞧一瞧这位魏神医究竟是何人。就连云天派这种大宗门都没有办法解的毒，他能解，着实是难以置信。而此刻，这场风暴的中心，魏安正盘坐在东厂的密室之中，进行着最后的准备。他将那本从藏经阁借鉴来的九天云生诀与自己修炼的金龙九变相互印证，在系统5道推演功能的帮助下，他体内的真气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得愈发凝练与狂暴。还差一点，如今的实力想要对抗朱影阁妖人，想必还是没有10成的把握，必须再更进一步。魏安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距离那后天7品的门槛只剩下最后薄薄的一层窗户纸，他要用影珠阁那些妖人的命来当自己突破的磨刀石。3日时间转瞬即逝，云天派中央演武场，人山人海，旌旗招展。演武场的正中央早已搭起了一座高台，37名被冰封的云天派弟子如同冰雕一般被整齐地摆放在高台之上，散发着森森寒气。清风道长与一众长老神情肃穆地坐在观礼台的主位，台下则是闻讯赶来的数千名南疆武林的各路豪杰。正午时分，烈日当空，身穿一袭青布长衫，粘着8字胡的魏安背着他那个破旧的药箱，在万众瞩目之下缓步登上了高台。他先是对着清风道长和台下众人随意地拱了拱手，随即便在无数道或好奇或怀疑或轻蔑的目光中取出了自己那套长短不一的银针。装神弄鬼，我就不信连药王谷都束手无策的奇毒，他一个乡野郎中能解。台下议论纷纷，魏安却充耳不闻。他捻起一根最长的银针，深吸一口气，正准备施展他那早已排练了无数遍的神仙演技。突然异变陡生，咻咻咻，数十道细如牛毛的黑色毒针毫无征兆地从四面八方的人群之中如同暴雨一般朝着台上的魏安激射而来。与此同时，7、8道穿着各异伪装成普通江湖人士的黑影如同鬼魅般从人群中暴起，手中提着泛着绿芒的毒刃，直取观礼台上的清风道长与一众长老。有埋伏，保护掌门！云天派大弟子宋青书反应最快，拔剑怒吼，当先一步迎了上去。整个演武场瞬间大乱，那些前来观礼的江湖人士吓得哭爹喊娘，四散奔逃。而高台之上，面对着那铺天盖地而来的毒针，魏安的脸上却没有半分惧色，他甚至连动都懒得动一下。龙鳞护体，一股金色的罡气轰然爆发，叮叮当叮，密集的撞击声中，那些足以洞穿铁甲的毒针在接触到魏安护体罡气的瞬间，竟如同撞在了最坚硬的金刚之上，纷纷被弹飞了出去。什么？隐藏在人群中的影珠阁杀手们齐齐发出了不敢置信的惊呼。而就在他们失神的这一刹那，魏安动了，他缓缓撕下脸上那副滑稽的8字胡，脱下那身碍事的青布长衫，露出了里面那套早已穿好的绣着狰狞飞鱼的黑色官服。他看着台下那些惊慌失措的杀手，脸上缓缓地露出了一个冰冷的如同死神般的微笑。东厂办事，送你们上路。话音未落，他的身形便已从高台之上一跃而下。金龙九变得强大气势，如同山崩海啸，瞬间笼罩了整个演武场。他就像一头冲入羊群的史前暴龙，手中不知何时已经多了一把寒光闪闪的绣春刀，刀光亮起，一颗带着斗笠的头颅冲天而起，鲜血如同喷泉。魏安没有半分停顿，脚踏玄妙的九天云生诀步伐，身形飘忽不定，每一次闪烁都必然会带走一条鲜活的生命。金龙探爪，他左手五指成爪，隔空一抓，一个正欲逃跑的影珠阁杀手身体猛地一僵，胸口竟是凭空出现了5个血洞，心脏被直接捏爆，龙息流转。他深吸一口气，猛地张嘴，一道凝练无比的白色气剑如同激光一般，瞬间洞穿了3名杀手的咽喉。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魏安的身法太快，刀法太狠，内力太霸道，那些在南疆武林足以让闻风丧胆的影珠阁精英杀手，在他的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的一般。他们引以为傲的毒药、暗器，甚至连魏安的
护体罡气都破不开。他们的身法、刀法，在魏安那神鬼莫测的步伐面前，慢得像是在玩过家家。不过短短10几个呼吸的功夫，冲出来的30多名影诸阁杀手，已尽数被魏安一人斩于刀下。整个演武场，除了呼啸的风声和远处云天派弟子与另一波敌人的厮杀声，竟是落针可闻。所有侥幸未死的江湖人士，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站在尸山血海之中，浑身浴血，宛如魔神降世的黑衣青年。魏安缓缓收刀，甩掉刀尖上的血珠。他没有去看那些被吓傻了的观众，而是缓缓抬头，将目光投向了演武场最高处的那座钟楼。他知道正主就在那里，看了这么久的好戏，也该现身了吧。魏安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影诸阁的阁主。魏安的声音如同九幽之下传来的死神宣判，清晰地回荡在每一个人的耳边。演武场上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顺着魏安的视线投向了那座高耸的钟楼。那里空空如也，只有山风吹过，发出呜呜的声响。哼，装神弄鬼！观礼台上，一名云天派的长老怒喝一声，正欲派人上前查探。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阴冷诡异，仿佛由无数毒虫摩擦翅膀发出的声音，毫无征兆地从钟楼的阴影中响了起来。结，好一个东厂提督，好一个魏安，本座倒是小瞧了你，没想到我影诸阁精心布下的死局，竟被你一人破得干干净净。话音未落，一道漆黑如墨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钟楼的飞檐之上。那人身穿一袭绣着诡异黑色蜘蛛图案的紧身夜行衣，脸上戴着一张青铜铸就的狰狞的蜘蛛面具，只露出一双不带丝毫感情的如同深渊般冰冷的眼睛。他仅仅是站在那里，一股阴寒、粘稠、令人作呕的邪恶气息便如同潮水一般，瞬间笼罩了整个演武场。是影诸阁阁主。台下有见多识广的江湖人士失声惊呼，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恐惧。没错，正是在下。影诸阁主缓缓鼓掌，那声音在寂静的演武场上显得格外刺耳，能以一人之力屠尽我影诸阁36名地煞级杀手。魏提督的武功确实让本座大开眼界。他嘴上说着赞赏的话，语气中却没有半分敬意，反而充满了猫捉鼠鼠般的戏谑。不过他话锋一转，声音陡然变得森然，游戏到此为止了。你以为你赢了吗？他猛地抬起手，打了个响指。啪一声脆响，刹那间异变再生。啊，我的手怎么动不了了？救命！有东西钻进我身体里了。原本正在与另一波刺客厮杀的云天派弟子和那些四散奔逃的江湖人士之中，竟有近100人同时发出凄厉的惨叫，齐齐栽倒在地。只见他们的皮肤之下有什么东西正在快速蠕动，一条条黑色的丝线如同活物一般迅速遍布他们的全身。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那些倒地的人便再次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们的双眼已经变得和之前的古人一样，一片诡异的青绿，毫无半分神采。这是千丝骨。观礼台上，清风道长失声惊呼，脸上满是骇然。你竟然早就将蛊虫下在了我们所有人的身上！结！影诸阁主发出了得意的狂笑。清风老道，你以为本座为何要等你们召集这么多人才肯现身？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会出来吗？你这牛鼻子老道已经为了压制弟子的毒素，自己也受了这诸毒影响，实力怕是10不存1了吧？哈哈哈哈！你们在我眼中不过是一群早已准备好的傀儡罢了。现在就让你们尝尝被自己人亲手撕碎的滋味吧。他大手一挥，给我杀光他们！吼！那近100名被千丝谷控制的武林人士和云天派弟子瞬间失去了理智，如同疯魔的野兽一般，朝着身边昔日的同门好友挥起了屠刀。整个演武场瞬间变成了一片人间炼狱。畜生！清风道长气得浑身发抖，拔剑而起，却被影诸阁主隔空一掌逼退。你的对手是我！影诸阁主的身影如同瞬移一般出现在了观礼台前，拦住了所有云天派长老的去路。而魏安则被那数十名同样中了蛊的云天派内门弟子团团围在了中央。这些弟子每一个都有着后天5品以上的修为，此刻被蛊虫激发了所有潜力，悍不畏死，实力比之前那些杀手还要强上3分。魏提督，现在可有办法？远处传来宋青书焦急的呼喊，他正被几个中了蛊的江湖名宿死死缠住，根本无法脱身。魏提督，钟楼之上传来影诸阁主那充满了快意的声音，好好享受吧，这可是本座为你准备的最后盛宴。面对着这必死的绝境，魏安的脸上却没有半分惧色。他看着周围那些曾经鲜活，此刻却沦为傀儡的生命，魏安再也忍受不住了，必须得解决这个妖人。系统，
他在心中怒吼：“给我兑换！最强的力量！”淡蓝色的光幕在眼前一闪而过。临时境界提升卡，先天人关境，可在10分钟内将宿主修为强行提升至先天人关境。兑换所需积分100点。焚天诀兑换。魏安毫不犹豫，定。积分100，恭喜宿主获得临时境界提升卡，已自动使用。定。积分85，恭喜宿主获得焚天诀1小时体验卡。话音未落，轰！一股前所未有的狂暴无匹的金色气浪，如同核弹爆炸一般，从魏安的体内轰然爆发。那不再是后天真气，而是打通了天地之桥，引灵气入体后才有的先天罡气。后天6品与先天人关境一名之别，却是天壤之别。那些刚刚扑到他身前，眼中还泛着绿光的朱影阁妖人，在接触到这股金色罡气的瞬间，竟如同被万吨巨锤正面轰中。砰砰砰砰，一连串的爆响，他们的身体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在半空中被那股霸道无匹的罡气直接震成了漫天飞舞的血雾。这是融合了金龙九变的内功气劲，还有先天罡气的合力一击，威力自然是不可小觑。秒杀，彻彻底底的碾压式的秒杀。魏安缓缓收回手，甚至连衣角都没有沾上半分血迹。他沐浴在金色的气浪之中，黑色的飞鱼服无风自动，眼神冷漠的如同高高在上的神明，正在俯视着一群卑微的蝼蚁。整个演武场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无论是正在厮杀的云天派弟子，还是那些被控制的傀儡，亦或是观礼台上正与影珠阁主对峙的清风道长，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如同神魔降世的一幕。钟楼之上，影珠阁主那得意的狂笑声戛然而止，他面具下的那双眼睛流露出了真正的恐惧。先天之境，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先天高手？上回秦揽月在百足堂完全是受到了毒素的压制，中了埋伏，就算是这样，他也还是几乎灭杀了百足堂2/3的人手，坚持到了魏安到来。这朱影阁阁主不过后天9品，自然不是魏安的对手，若不是清风道长体内残毒未消，这妖人断不敢犯。没什么不可能的。魏安缓缓抬起脚，一步一步地朝着钟楼的方向走去。他每踏出一步，脚下的青石板便会应声碎裂，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他身上的气势也随着他的脚步一步一步的攀升，压得整个空间都仿佛要凝固起来。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把你们这些藏在阴沟里的臭虫放在眼里，我之所以陪你们演这么久的戏。魏安抬起头，看着那个已经开始瑟瑟发抖的身影，脸上露出了一个残忍的笑容。不过试想看看，你们这所谓的影珠阁到底能从这阴暗的巢穴里爬出来多少只可怜的虫子？现在看来都到齐了。那么他的身影在原地留下一个淡淡的残影。游戏也该结束了。9天云生，龙游太虚。魏安的身法快到了极致，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他竟是脚踏虚空，如履平地，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那数10丈高的钟楼。妖孽，你到底是人是鬼？影珠阁主彻底崩溃了，他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再也顾不上什么高手风范，转身就要逃。在本都面前，你逃得掉吗？魏安的声音如同催命的魔咒在他的耳边响起。不知何时，魏安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后。金龙探爪，一只覆盖着金色龙鳞的如同神罚之手般的大手一把扣住了影珠阁主的天灵盖。不，在影珠阁主那充满了无尽恐惧与绝望的惨叫声中，魏安武指猛地收紧，扑哧一声轻响，那颗戴着青铜面具的头颅如同一个熟透的西瓜被硬生生地捏爆，红的白的溅了一地。影珠阁主死！魏安随手扔掉手中的无头尸体，如同扔掉一件垃圾。他站在钟楼之顶，俯瞰着下方那片混乱的战场，声音如同滚滚天雷，传遍了整个云天山脉。影珠阁主已死，所有余孽一个不留，杀无赦。这声音对那些被控制的傀儡来说毫无意义，但对那些尚在苦苦支撑的云天派弟子和6扇门捕快来说，却如同最振奋人心的战鼓。杀！士气大振的正道人士发起了最后的反攻，而魏安则站在最高处，如同掌控一切的君王。他缓缓举起双手，体内的龙凤真气疯狂运转，龙凤合鸣，焚天逐海。一金一红2道巨大的能量光柱从他掌心冲天而起，在半空中交汇，化作一片覆盖了整个演武场的金红色火雨。那火雨对友方来说是温暖的圣光，能驱散他们体内的蛊毒，但对那些被控制的傀儡和残存的影珠阁妖人来说，却是来自地狱的毁灭业火。啊！凄厉的惨叫声中，
所有被火雨沾染的敌人都在瞬间被焚烧成了飞灰。片刻之后，火雨散尽，整个演武场除了云天派和六扇门的人，再无一个活着的敌人。尹诸葛，这个让整个南疆武林都闻风丧胆的毒瘤，自此全员覆灭。魏安缓缓从空中落下，黑色的飞鱼符在风中猎猎作响。他站在尸山血海之中，一人一刀，宛如神魔全场，死寂。演武场上的空气安静的有点过分，仿佛连风都忘了该怎么吹。所有活着的人，无论是德高望重的清风道长，还是那些刚刚从鬼门关爬回来的江湖豪杰，此刻都像被人掐住了脖子的鸭子，张着嘴瞪着眼，傻愣愣地看着那个站在尸山血海中央的男人。那男人一身黑色的飞鱼服，在刚才那毁天灭地般的火雨过后，竟是纤尘不染。他一手提着还在滴血的绣春刀，一手负于身后，眼神淡漠地扫视着自己的杰作。那模样，与其说是救世的英雄，不如说更像是刚刚打扫完自家院子的魔神。完了，这下装逼装过头了。这是魏安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股从系统兑换来的属于先天高手的磅礴力量，正在如同退潮般飞速地从他体内流逝。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深入骨髓的疲惫与虚弱感，仿佛身体被掏空。叮，临时境界提升卡剩余时间10、9、8、3、2、1，体验时间结束，宿主修为恢复至后天6品。副作用：未来12个时辰内，宿主将处于极度虚弱状态，内力10不存1。我靠，还有副作用！系统你个奸商！兑换的时候怎么不说？魏安只觉得眼前一黑，双腿一软，差点当场跪了。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用绣春刀拄着地，才勉强没有倒下。帅，果然是不能超过3秒的。魏提督，终于还是清风道长第一个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他看着魏安，那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震惊，有感激，但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他领着一众云天派的长老，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那脚步轻的像是生怕惊扰了这位不知是神是魔的爷。提督大人神威盖世，今日若非您出手，我云天派乃至整个南疆武林恐怕都将万劫不复。此等大恩，老道。他正要对着魏安行一个大礼，魏安却突然摆了摆手，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如纸。噗，一口鲜血毫无征兆地从魏安嘴里喷了出来，洒在了他身前的青石板上，触目惊心。紧接着他眼一闭，身子一歪，就那么直挺挺地朝着后面倒了下去。这一下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魏安一声焦急的惊呼，一道快如闪电的倩影瞬间从人群中冲出，抢在所有人之前，一把将即将倒地的魏安稳稳地接入了怀中。正是刚刚赶来的秦揽月。喂，你怎么样？你别吓我！秦揽月抱着怀里昏迷不醒的魏安，那张英气的俏脸上慌乱起来。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魏安此刻的气息微弱得如同风中残烛，体内更是空空如也，哪还有半分刚才那神魔般的威势。而此刻正躺在六扇门女总捕那温香软玉的怀抱里，享受着顶级福利的魏安，内心早已乐开了花。没错，这口血是他故意逼出来的，这晕也是他故意装的。开玩笑，刚才那么大的阵仗，秒天秒的秒空气，现在突然跟个软脚虾一样，怎么解释？最好的解释就是不解释，直接上演一出英雄救美、力竭吐血、壮烈昏迷的苦情戏码，不仅能完美掩盖自己修为的秘密，还能顺便收割一波同情和美女的关心。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快把提督大人扶到净室，快去取本派最好的疗伤丹药来。清风道长也急了，连忙指挥弟子。秦揽月二话不说，直接将魏安拦腰抱起，那动作比魏安抱他的时候还要标准几分。他抱着魏安，急匆匆的就往丹药炉的方向冲，一边跑一边还对着怀里那个不省人事的家伙又气又急的低吼：混蛋，谁让你逞强的？刚才不是很能耐吗？怎么现在跟个死狗一样？你要是敢死，他我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狠话来，最后只能气得眼圈一红，抱着他跑得更快了。丹药炉净室之内，魏安被平放在一张温暖的玉床之上，清风道长亲自为他输送内力，云天派压箱底的各种天材地宝，什么百年老山参、千年何首乌，不要钱似的往他嘴里灌。秦揽月则守在床边，亲手用温热的毛巾为他擦拭着脸上的血迹，那双向来只握剑的手，此刻却温柔的不可思议。门外，福顺带着一众东厂番子和云天派的弟子们，一个个都神情紧张的守着，那气氛比自家老爹快不行了还凝重。唉，清风道长缓缓收回手，长叹一声，脸上满是忧虑。提督大人刚才那一招，恐怕是某种激发所有潜能的禁术，威力虽大，但后患无穷。他如今经脉空虚，气血两亏，
能不能醒过来，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秦揽月听完，娇躯一颤，刚刚止住的眼泪又差点掉了下来。他看着床上那个脸色惨白、嘴唇干裂的男人，心中五味杂陈，悔恨、担忧、心疼，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尝到了什么叫牵肠挂肚的滋味。他就这么守着，寸步不离，直到夜深人静，所有人都被劝去休息了，静室之内只剩下他和床上那个还在昏迷的魏安。秦揽月端着一碗刚刚熬好的参汤，用玉勺舀起，小心翼翼地吹了吹，准备像话本里写的那样给他嘴对嘴的喂下去。然而就在他的红唇即将印上去的前一刹那，床上那个本应昏迷不醒的家伙眼睛唰的一下睁开了。他还贱兮兮地舔了舔嘴唇，笑道：秦大人这么主动，这多不好意思啊。秦揽月，空气瞬间凝固了。秦揽月端着那碗参汤的手在半空中僵了足足3秒，下一秒他那张又羞又气的俏脸瞬间涨得通红。他终于明白了，这家伙从头到尾都是在装的。喂啊！一声包含了无尽羞愤与怒火的尖叫响彻了整个丹药炉。秦揽月想也没想，直接把手里那碗滚烫的参汤朝着魏安那张欠揍的笑脸就泼了过去。魏安早有防备，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一跃而起，险之又险地避开。哎，谋杀亲夫啊，你还敢胡说！秦揽月气得浑身发抖，拔出佩剑就追了上去。今天本姑娘要是不把你阉了，我就不姓秦！救命啊！6扇门总捕头公报私仇，草菅人命啊！一时间整个丹药炉鸡飞狗跳。门外守着的福顺等人听着里面那打情骂俏的动静，面面相觑，最后都露出了一个我都懂的猥琐笑容。毕竟这事也不是第一次见了。丹药炉内上演着一出惊世骇俗的追逐大戏。堂堂6扇门玉罗刹提着3尺清风，追着新上任的东厂提督从进室一路砍到院子里，那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上演什么江湖仇杀的戏码。姑奶奶，女侠，我错了。魏安仗着9天云生诀那鬼魅般的身法，在院子里的丹炉和药架之间上蹿下跳，嘴里求饶的话是一句接一句，我再也不敢了。您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总捕头怀里能跑马，你还敢胡说！秦揽月气得俏脸通红，一剑劈碎了旁边一个无辜的炼丹炉。眼看着整个丹药炉就要被这2人拆了，清风道长终于闻讯赶来。住手！都给老道住手！老道长看着自己一片狼藉的宝贝药炉，心疼的胡子都在抖。秦揽月见到长辈，这才悻然地收了剑，但那双冒着火的眼睛还是死死地瞪着魏安，仿佛在说：小子，你等着，这事没完。魏安则麻溜地躲到清风道长身后，探出个脑袋，一脸无辜。开玩笑，跟女人斗，赢了输感情，输了输面子，怎么算都亏，还是躲在老头子后面安全。哎，提督大人，秦总捕，清风道长看着眼前这对欢喜冤家，也是一个头2个大，尹诸葛已除，2位都是我南疆武林的大恩人，何必如此呢？哼！秦揽月扭过头去不说话，魏安则立刻换上了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他捂着胸口，脸色唰的一下又变得惨白，还煞有介事地咳嗽了2声。道长，您有所不知啊，他痛心疾首地说道，方才为了斩杀那尹诸葛主，晚辈不得已动用了一门家师严令禁止的禁术，如今气血逆行，经脉受损，怕是命不久矣了。他说的那叫一个凄惨，仿佛下一秒就要驾鹤西去。清风道长一听，顿时大惊失色，竟有此事，快让老道为你看看。秦揽月在一旁看着他这精湛的演技，嘴角直抽抽，这家伙又开始了。清风道长哪里知道魏安肚子里的坏水，他搭上魏安的脉搏，只觉得他体内气息紊乱，内力空虚，果然是一副元气大伤的模样，顿时信了7、8分。唉，提督大人为我南疆武林竟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老道惭愧啊！老道长满脸愧疚，道长言重了。魏安虚弱的摆摆手，除魔未道，来我背本分。只是晚辈这伤，怕是需要一些极品的天才地宝慢慢调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图穷匕现。秦揽月在一旁差点没忍住笑出声，这家伙铺垫了半天，原来是在这等着呢。这是讹人讹到郑道奎手头上来。清风道长此刻正是满心愧疚，哪还听不出魏安的言外之意，他当即一拍胸脯，豪气干云地说：提督大人放心，我云天派传承300年，别的不敢说，这奇珍异草还是有些收藏的。来人！他对着身后弟子吩咐道：去，把本派药谱里所有100年以上的灵药、雪莲、火枝、龙血参，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给本督，不对，给提督大人打包送过去。另外再把我珍藏的那2坛猴儿酒也一并送上。魏安一听，
眼睛都亮了。我靠，猴儿酒，这可是传说中的好东西啊！这波血赚，他脸上却是一副愧不敢当的表情，连连推辞：使不得，使不得，这太贵重了。嘴上说着使不得，眼睛却诚实地瞟向了药铺的方向。半个时辰后，魏安志得意满地走出了云天派的山门。他身后，福顺带着几个番子，正嘿咻嘿咻地抬着几个沉甸甸的大箱子，那浓郁的药香隔着老远都能闻到。秦揽月跟在他身边，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魏提督，你这东厂的买卖真是做到家了，连哄带骗，把人家云天派的家底都快掏空了。什么话？魏安义正言辞：我这是凭本事换来的疗伤药。再说，他突然凑近，贱兮兮地笑道：到时候分你一根300年的人参，给你补补身子，你看怎么样？滚！两人一路斗着嘴，返回了云州城。经过这一役，魏安在南疆武林算是彻底打响了名头。东厂提督魏安孤身潜入，定计除魔，一招焚天诀，火烧毒巢，一己之力斩杀引珠阁主，桩桩件件都成了说书先生嘴里最精彩的段子。而他和六扇门玉罗刹秦揽月之间那点若有若无的八卦，更是成了大家茶余饭后最津津乐道的谈资。在云州城休整了2日，魏安的伤势也养得差不多了。南疆之事散了，也是时候该回京城了。归途之上，夕阳西下，魏安与秦揽月并步而行，官道上拉出2道长长的影子。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英气的侧脸上，竟多了几分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柔和。魏安，他突然开口，声音很轻：这边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不和你一起回去了。你自己回去后注意点，别说错话了。放心。魏安笑了，那笑容在夕阳下显得格外自信。龙潭虎穴我都闯过来了，那个，我先回宫复命了。魏安干巴巴的开口。秦揽月酷酷的点点头，眼神却不知道该往哪瞟。你也是，早点回去歇着，伤还没好利索。知道了，那我走了。走吧。两人磨磨蹭蹭说了半天废话，最后还是秦揽月受不了这黏糊糊的气氛，一拉缰绳，丢下一句走了，便头也不回的策马而去。只是那背影怎么看都带着几分落荒而逃的意味。魏安看着他的背影，无奈的摇了摇头。唉，女人心海底针，打打杀杀的时候挺好，一回到这太平日子，怎么就变得这么麻烦了？他这边的麻烦也才刚刚开始。回到焕然一新的东厂衙门，魏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扔进那张舒服的黄花梨木大床上，昏天暗地的睡了一整天。等他再醒来时，已经是第2天中午。福顺早已在门外候着，见他醒来，立刻捧着一堆账本和拜帖，满脸愁容的走了进来。提督大人，您可算醒了。福顺哭丧着脸：您快看看吧，这是各家王公大臣送来的贺礼，库房都快堆不下了。还有这些是想请您吃饭的拜帖，从城门都排到咱们衙门口了。魏安揉着惺忪的睡眼，随手翻了翻。好家伙，送礼的规格一个比一个高，什么南海珍珠、东海夜明珠，甚至还有人直接送来了2个绝色西域舞姬的房契。腐败，太腐败了！我东厂是何等清正廉明之地，岂能与尔等同流合污？福顺把那2个舞姬的契可把所有礼单都封存入库，谁送的记下名字，以后有的是算账的时候。打发走福顺，魏安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他换上那身黑色的飞鱼服，整理好衣冠，硬着头皮走向了那个他最不想面对却又必须去面对的地方——永安宫。一路上他都在盘算着该如何应对，毕竟自己离家出走了这么多天，还跟别的女人同生共死，那位促进比海还深的太后娘娘会是何等反应？结果当他走进永安宫时，却发现气氛出奇的平静。太后杨静瑶正慵懒地斜靠在软榻上，手里捧着一卷书，看得津津有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根本没看见他进来。魏安的心咯噔一下，完了，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臣魏安参见太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他老老实实地跪下行礼。太后没说话，只是翻了一页书。寝殿之内静得可怕，只有他那修长玉只画过书页的沙沙声味，安贵的膝盖都快麻了，也不敢起身。许久，太后才仿佛刚刚发现他似的，缓缓放下书卷，用一种平淡无奇的语气开口道：哟，我们剿灭了百年邪派，拯救了南疆武林的大英雄回来了。这阴阳怪气的调调听得魏安是头皮发麻。娘娘谬赞，臣不敢当。他把头埋得更低了，是不敢当，还是在外面玩野了，忘了自己是谁的奴才了？太后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臣在南疆，日夜思念娘娘，片刻不敢忘怀。魏安立刻表忠心。是吗？太后呷了口茶，凤眸斜睨过来。那哀家怎么听说有人在南疆，又是替人吸毒疗伤，又是英雄救美，还跟六扇门的玉罗刹出双入对，
好不快活啊！果然，东厂和6扇门里都有他的眼线。魏安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他知道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他当即不再废话，直接从怀中捧出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锦盒。娘娘明鉴。他膝长上前，将锦盒高高举起，沉在南疆于万丈深渊之下的毒龙潭中，九死一生，才侥幸采得这株龙血冰莲。此物能解百毒，更能驻颜养容。陈毅心想着，此乃天赐神物，正配娘娘便马不停蹄地给您送回来了。这番话说的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连他自己都快信了。太后看着那锦盒里流光溢彩，一看就知绝非凡品的龙血冰莲，其实就是从云天派讹来的10株灵药里最好的一株。脸上的冰霜终于融化了些许，他轻哼一声，算是默认了这份孝心。起来吧，他淡淡道，看在你还有这份心的份上，哀家就暂且饶你这一次。谢娘娘。魏安如蒙大赦，这场拉扯总算是他险胜一局。然而他这口气还没松完，刚走出永安宫，迎面就撞上了女帝的贴身宫女。魏提督，陛下有请。御书房内气氛与永安宫截然不同，女帝李清燕没有处理政务，而是独自一人站在窗前，看着一盆开得正盛的兰花发呆。他见魏安进来，脸上露出了真诚的不含杂质的喜悦。你回来了，臣参见陛下。免礼。李清燕转过身，示意他上前。在南疆辛苦你了，有没有受伤？他的声音温柔的不像是一位帝王，更像是一个关心着远行归人的少女。魏安的心莫名的漏跳了一拍。谢陛下关心，臣无碍。那就好。李清燕点点头，她从一旁的锦盒中取出了一样东西。你看，朕找到了这个。魏安定睛一看，竟是几块碎裂的用金丝线小心翼翼地重新粘合起来的白玉残片，正是当年那柄他替他顶罪的白玉如意。这么多年，李清燕的眼中泛起一丝追忆的温柔。你还是和那时候一样，总喜欢把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扛着。南疆那么危险，你也不多带些人手。若是有个3长2短，你让朕该如何是好？他这番话已经近乎是在表露心迹了。魏安的心彻底乱了，一个太后已经够他受的了，现在又来一个女帝。他刚想说些为陛下分忧，乃臣之本分之类的场面话，李清燕却抢先一步，将一枚早已准备好的用明黄色丝线穿着的平安扣塞进了他手里。那平安扣是用上好的羊脂白玉雕成，触手温润，上面还带着淡淡的属于少女的体香。这个是朕亲手在太庙为你求的。他红着脸低声道，你贴身带着，不许弄丢了。他的语气不像是命令，更像是一种带着几分娇羞的嘱托。魏安手握着那枚平安扣，只觉得他比整个南疆的烂摊子还要烫手。他走出御书房时，整个人还是猛的，怀里揣着太后赏赐的灵药，手里攥着女帝亲赠的平安扣。一个霸道少妇，一个温柔少女，一个要我身，一个要我心。魏安抬头望天，45度角，明媚而忧伤。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夜深了，魏安躺在东厂提督府那张足以容纳5、6个人的黄花梨木大床上，却翻来覆去，久久无法入眠。左手手心似乎还残留着女帝李清燕赠予的那枚平安扣的温润，而鼻尖仿佛还萦绕着太后杨静瑶寝宫内那霸道又旖旎的龙涎香。一个霸道少妇，一个清纯女帝，这福气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我这小身板怕是有点遭不住啊。他正胡思乱想着，门外突然传来了福顺压得极低的声音。提督大人，您睡下了吗？什么事？魏安皱眉，这么晚了，福顺应该知道自己不喜人打扰才对。是永安宫的清河姑娘来了。福顺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古怪，他说，太后娘娘请您过去一趟，有要事相商。又来？魏安一个头2个大，这大半夜的孤男寡女能商量什么要事？怕不是又要上演什么虎狼戏码吧？他心中虽然百般吐槽，但身体却很诚实的立刻爬了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穿戴整齐。开玩笑，太后的召唤他敢不去？永安宫寝殿之内，气氛却与魏安想象中的截然不同。没有凤榻承欢，没有龙涎香暖，大殿之内灯火通明，所有的宫女太监都被屏退了。太后杨静瑶并未就寝，她换下了一身雍容的凤袍，只穿着一件素雅的长服，未施粉黛的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挥之不去的疲惫与忧愁。她没有坐在凤座之上，而是独自一人跪坐在殿中的一副棋盘前，手中捻着一枚白子，对着那盘早已下至终局的棋愣愣出神来了。听到脚步声，她没有回头。臣参见太后娘娘。魏安躬身行礼。坐吧。他指了指对面的蒲团，
陪哀家下一盘棋。魏安一愣，但还是依言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棋盘之上，黑白两子厮杀正酣，白子大龙被黑子重重围困，左冲右突，却始终无法脱困，已是到了玉石俱焚的边缘。你觉得？杨静瑶看着棋盘，声音轻得像梦呓，这盘棋，白子还有活路吗？魏安知道他问的不是棋，他沉思片刻，从棋盒中拈起一枚黑子，落在了棋盘的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角落。啪，棋子落定。娘娘，您只看到了白龙被困之险，却忽略了这棋盘之上并非只有一条白龙。魏安的声音平静而清晰。白子在此处吸引了黑子所有的主力，看似陷入死局。可正因如此，黑子在其他地方的防守也必然出现了致命的破绽。只要我们能在此处另辟蹊跄，斩断黑子的根基，那这条被围困的白子非但能活，甚至还能反客为主，将这些围困他的黑子尽数吞下。杨静瑶握着白子的手微微一颤，他缓缓抬起头，那双深不见底的凤眸在魏安面前流露出了脆弱与迷茫。另辟蹊径，反客为主，他喃喃自语，说得容易，可这盘棋哀家已经下了10几年，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每一步都杀机四伏，哀家真的累了。魏安沉默了，他知道他说的是心里话。哀家听说。杨静瑶忽然话锋一转，目光灼灼地看着他，陛下今日又召见你了。魏安的心咯噔一下，还送了你一枚他亲手求来的平安扣。来了，兴师问罪的环节来了。是。魏安硬着头皮回答，陛下体恤臣难将辛劳，特意。他本以为接下来将要面对的会是太后雷霆般的妒火与怒意，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杨静瑶的脸上没有半分愤怒，反而是一种更加深沉的类似于母亲般的无奈语。疼惜他。杨静瑶长长的叹了口气，那声音里充满了魏安从未听过的疲惫，还是那么天真，那么善良。他以为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一定会对他好。他以为凭着一腔热血和帝王之尊，就能让那些豺狼虎豹俯首称臣。他哪里知道，这深宫朝堂就是一座巨大的人肉磨盘，任何的天真与善良都会被碾得粉身碎骨。魏安彻底愣住了，他从太后的话语里听到的不是一个善妒的女人，而是一个为女儿碎了心的母亲。娘娘，你是不是也觉得哀家专权跋扈，处处打压陛下，不肯放权，是想效仿前朝女帝，自己坐上那个位置？杨静瑶看着他，似笑非笑。魏安不敢回答，但他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呵，杨静瑶自嘲一笑，她缓缓站起身，走到了窗边，望着窗外那轮清冷的明月。天下人都这么说，也难怪你会这么想。可他们谁又知道，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萧瑟。哀家若是不狠，若是不将这所有权力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死得最快的就是哀家那个宅心仁厚还一心想当的明君圣主的傻女儿啊！你知道如今的朝堂看似平静，实则早已烂到了根子里吗？北有拥兵自重的众亲王们，他们手握30万边军，名为皇叔，实则对我母女二人虎视眈眈；南有盘根错节的氏族门阀，他们把持着国家的盐铁和漕运，富可敌国，根本不把皇权放在眼里。朝中更有无数像赵无极那样的老狐狸，他们表面上对清晏恭恭敬敬，高呼陛下圣明，暗地里却早已结党营私，只想着如何从这大雁的身上多啃下几块肉来。这个局是先帝留下的一个烂摊子。清晏他太年轻，太理想，也太心软。哀家若是现在放手，不出3个月，他就会被那群恶狼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所以杨静瑶缓缓转过身，那双美丽的凤眸中竟是泛起了点点泪光。哀家只能做这个恶人，天下所有骂名都让哀家来背，所有得罪人的事都让哀家来做，所有最肮脏最血腥的手段都由哀家来使。哀家要亲手为他扫平这所有的障碍，拔掉这所有的毒牙，为他打造一个真正海晏和亲，能让他安心施展抱负的太平盛世。到那时，哀家再将这权力完完整整地还给他，哪怕他到那时依旧恨我怨我，也无所谓了。一番话说完，这位权倾天下的女人早已是泪流满面。魏安彻底被震撼了，他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卸下了所有伪装，哭得像个无助孩子的女人，心中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击中了。原来是这样，他从来都不是在和女帝争权，他只是在用自己的身躯，用自己的骂名，为自己的女儿挡住了这世间所有的刀光剑影。这个女人，她背负的太多，也太苦了。魏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上前一步，伸出双臂，将那个微微颤抖的高贵的身体紧紧地拥入了怀中。
杨敬尧的身体一僵，却没有推开他。他将头埋在魏安那并不算宽阔却异常温暖的胸膛里，压抑了10几年的委屈与痛苦，在这一刻终于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彻底爆发了出来。魏安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抱着他，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像是在安抚一个受伤的孩子。魏安就那么静静地抱着怀里这个卸下了所有伪装，哭得像个孩子的女人。他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只是用自己的胸膛给了他一个最坚实最温暖的依靠。他知道此刻任何的言语都比不上这个无声的拥抱。许久，杨敬尧的哭声才渐渐停歇。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有些不好意思的从魏安的怀里挣脱出来。他背对着魏安，用丝帕拭去脸上的泪痕，声音还带着一丝沙哑和鼻音：“让你看笑话了。”没有。魏安的声音前所未有的温柔，我只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母亲。杨敬尧的身体微微一颤。伟大。他自嘲一笑，一个满手血腥被天下人唾骂为奸后的女人，也配得上伟大2字？配得上。魏安的回答斩钉截铁：在我心里，您比任何史书上记载的圣人都更伟大。他走到他的身后，看着他那在月光下显得有些单薄的背影，缓缓开口：我明白了，全都明白了。您之所以处处打压陛下，是为了磨砺他；您之所以独揽大权，是为了替他扫清障碍；您之所以要我成立东厂，用最酷烈的手段清洗朝堂，并非是为了您自己，而是为了给陛下铺就一条真正通往千古一帝的太平大道。杨敬尧没有回头，但那微微颤抖的香肩却早已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这个世界上终于有第一个人，也是唯一一个人，看穿了他所有坚硬伪装之下那颗最柔软也最苦涩的心。既然你都明白了，他深吸一口气，声音恢复了几分平日的威严，但那抹沙哑却怎么也掩盖不住。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是继续做哀家这把见不得光的刀，还是去做陛下那柄名正言顺的剑？这是他给他的最后一次选择，是选择站在他这个奸后的身后背负骂名执掌黑暗，还是选择站在女帝那个明君的身前沐浴荣光享受赞誉？魏安笑了，他上前一步，再次从身后轻轻地环住了他的纤腰。娘娘。他将头靠在他的香肩上，在他耳边用一种充满了宠溺与心疼的语气轻声说道：您这个问题问错了。哦，因为刀和剑本就是一体的。魏安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我既要做您的刀，为您斩碎这世间所有的阴暗与龌龊，我也要做陛下的剑，为他守护着大燕的万里江山，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从今往后，您和陛下由我一肩扛之。杨敬尧的凤眸瞬间睁大，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他缓缓转过身，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看着他那双比星辰还要明亮的眼睛，看着他脸上那副充满了自信与担当的笑容，一颗早已沉寂了10几年的心，在这一刻彻底的为他沦陷了。你……他张了张嘴，千言万语最终却只化作了一声无奈而又甜蜜的叹息。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混蛋。他主动伸出双臂，紧紧地回抱住了他。第2日早朝，当魏安身着东厂提督的黑色飞鱼服，面无表情地站在百官队列的最前方时，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离他远了3尺。如今的魏提督凶名在外，早已是能让百官闻之色变得恐怖存在。陛下驾到，太后娘娘驾到。随着内侍间一声高喝，女帝李清燕与太后杨敬尧竟是并肩携手，一同走上了那至高无上的龙椅宝座。满朝文武皆是心中一惊。往日里母女2人虽然同朝，但气氛总是微妙而紧张。可今日太后脸上那常年笼罩的冰霜似乎消融了许多，而女帝的脸上也少了几分紧绷，多了几分发自内心的从容与自信。众卿平身，谢陛下，谢太后娘娘。今日朕与母后有一件关乎国本的大事，要与众卿商议。李清燕的声音清脆而有力，响彻整个金銮殿。她与身旁的母亲对视了一眼，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信任与支持。南疆万毒门作乱，勾结突厥逆党，妄图颠覆我大燕江山。幸得东厂提督魏安与6扇门总捕秦揽月不畏艰险，深入虎穴，已将百足堂、尹诸葛等数处妖人巢穴连根拔起。但他话锋一转，声音陡然变得冰冷：万毒门余孽未清，突厥逆党亡我之心不死。朝中亦有如赵无极之流的坚定小人，与之沆瀣一气。如今南方未定，万毒门4大堂口未除，国本难安，国难当头，朕意已决。他猛地站起身，龙袍飞舞，一股属于帝王的前所未有的锐气轰然爆发。即日起，朕命东厂提督魏安总领晋南计划，凡吏部、户部、兵部3部所有官员皆需听凭为提督调遣。
朕要你们在3个月之内清扫朝堂逆党，肃清南疆。朕要让那万毒门彻底飞灰烟灭。朕要让那突厥逆之道犯我大燕天威者，虽远必诛。这番话说的是掷地有声，杀气腾腾。满朝文武皆被女帝这突如其来的铁血姿态给震慑得心神摇曳，而更让他们震惊的还在后面。只见一旁的太后杨静瑶缓缓起身，凤眸扫视全场，用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补充道：陛下之意便是哀家之意，若有杨凤英为阻挠靖难计划者。他顿了顿，声音冷得像冰。东厂的诏谕会为他留一个最好的位置。金銮殿上，当靖难计划4个字从女帝口中说出，并且总领之人是那个刚刚成立的东厂提督魏安时，整个朝堂的气氛变得极其诡异。文武百官们，你看我，我看你，眼神里全是震惊、嫉妒，还有一丝藏不住的恐惧。尤其是那些曾经跟赵无极走得近的官员，此刻更是两腿发软，感觉脖子后面凉飕飕的。东厂是什么？那是新成立的直接对太后和陛下负责的特务机构，让这么个煞神总领3部清扫南疆，这哪是清扫，这分明是要把南方的官场连根拔起，重新洗牌啊！魏安站在百官队列的最前方，感受着身后那些几乎能把他戳穿的目光，心中毫无波澜，甚至还有点想笑。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东厂要的就是让人闻风丧胆。退朝后，魏安没有立刻回他那气派非凡的东厂衙门，而是被女帝的贴身宫女悄悄引到了一处偏僻的御花园暖阁。暖阁内早已备好了精致的点心和香茗。女帝李清燕换下了一身繁复的龙袍，只穿着一件淡黄色的长服，少了几分帝王的威严，多了几分少女的娇俏。坐吧，这里没外人。他指了指对面的绣墩。臣不敢。魏安老老实实的躬身立着。哼，在母后面前你天不怕地不怕，到了朕这里倒守起规矩来了。李清燕似笑非笑的瞥了他一眼，那眼神竟带着几分小女儿家的嗔怪。魏安嘿嘿一笑，也不再客气，一屁股坐了下来，顺手还捏了块桂花糕塞进嘴里。陛下，您这儿的点心比太后宫里的好吃。他含糊不清地评价道。李清燕被他这副无赖模样逗笑了，暖阁内的气氛也轻松了许多。你呀，他无奈地摇摇头，朕今日单独召你来，是有一件比靖难计划更重要的事要交给你。魏安一听，立刻坐直了身子。朕知道母后让你清洗朝堂，是为了拔除那些异己，巩固他的权力。李清燕的声音低了下来，眼中闪过一丝与他年龄不符的锐利。但朕要你做的不仅仅是这些。他站起身，走到魏安面前，一双明亮的眼眸紧紧地盯着他。朕要你借着这次南下的机会，给朕培养一支真正属于你，也只忠于朕的势力。这支势力不必像东厂那样招摇，但必须像一把藏在暗处的匕首，关键时刻能为朕一击致命。魏安的心猛地狂跳起来，他看着眼前这个看似稚嫩，实则胸有丘壑的女帝，第一次感觉到了她那龙袍之下隐藏的巨大野心。他这是要和太后分庭抗礼，培养自己的心腹了。而他魏安就是他选中的那把最锋利的刀。陛下，魏安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此事事关重大，若是被太后娘娘知晓，所以才要你去做。李清燕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你是朕的人，也是母后的人，由你来做最合适不过，朕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办好此事。他顿了顿，声音又放缓了些，带着一丝期许和拉拢。帮朕办好此事，将来朕绝不会亏待你。魏安看着他那双写满了信任的眼睛，心中五味杂陈。好家伙，这母女俩，一个要我当恶犬，一个要我当忠犬，这是要把我活活累死在这修罗场里啊！我这小身板怕是顶不住啊！我还以为和好了呢，原来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哎，他心中虽然疯狂吐槽，但嘴上却立刻换上了一副忠心耿耿的表情，单膝跪地，掷地有声。臣愿为陛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第二天一早，新官上任的魏提督就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东厂衙门的大堂之上，魏安一身黑色飞鱼服，腰挎绣春刀，坐在那张象征着权力的虎皮大椅上，眼神冷漠地扫视着下方跪着的从吏部、户部、兵部临时抽调来的几十名官员。这些人以后就是他靖难计划的班底了。本都不管你们以前是谁的人，有什么背景。魏安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从今天起，你们就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东厂的人。东厂的规矩只有一条。他顿了顿，眼神陡然变得锐利，那就是绝对的服从。谁敢阳奉阴违，谁敢吃里扒外。他没有说完，只是用手指了指堂外那根刚刚立起来的还散发着新鲜木头味的旗杆。看到那根旗杆了吗？本都还没想好上面挂什么，正好缺个祭旗的人。下方官员无不噤若寒蝉。就在这时，一个穿着户部官服看起来有些肥胖的中年官员
仗着自己是户部侍郎的小舅子，壮着胆子站了出来。提督大人，下官以为靖难计划事关重大，钱粮调度非同小可，我等还需从长计议，万不可操之过急，以免……他的话还没说完，魏安已经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福顺，属下在，拖出去，掌嘴50。是。福顺狞笑一声，像提小鸡一样把那户部官员拖了出去。很快，堂外就传来了清脆的巴掌声和杀猪般的惨叫。魏安端起茶杯，吹了吹，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还有谁有意见吗？他环视全场，鸦雀无声。很好。魏安满意地点点头，既然都没意见，那就立刻开始干活。1个时辰之内，本都要看到所有关于南疆的军报、钱粮账目、官员名册都整整齐齐地摆在本都的桌案上。是，提督大人。众人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散了。魏安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在东厂内部立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正享受着这种大权在握的快感，一个熟悉又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从门口传了进来：“哟，魏大提督，好大的官威啊！这才刚上任，就把户部侍郎的小舅子给打了，就不怕人家去陛下面前告你状？”秦揽月一身玄甲，抱剑倚在门框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告状？魏安嗤笑一声，他要是敢去，本都今天就敢把他全家都抄了。我现在可是奉旨办差，别说一个侍郎，就是亲王犯法，也得先问问我东厂的刀答不答应。啧啧，秦揽月摇了摇头，真是小人得志说吧，这么急着找我来，又有什么坏水？瞧你这话说的。魏安从虎皮大椅上起身，亲自为他倒了杯茶。我这不是想着，咱们好歹也是在南疆同生共死过的战友，有好差事，自然不能忘了你嘛。靖南计划，陛下已经下旨，命我东厂与你6扇门联手，我主内，你主外。我负责在京城清扫这些蛀虫，你负责带人南下，继续追查万毒门的踪迹。秦揽月接过茶杯，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怎么，不愿意？魏安挑眉。不是不愿意。秦揽月抿了口茶，柳眉微蹙。只是万毒门在南疆势力盘根错节，我6扇门在南方的人手有限，仅凭我们，恐怕……谁说只有你们了？魏安神秘一笑，从怀中掏出了一样东西，放在桌上。那是一面用纯金打造的令牌，上面刻着一条栩栩如生的5爪金龙。金龙令。秦揽月失声惊呼，这是镇国公府的信物。没错。魏安笑道，镇国公当年与先帝一同打下这江山，在南将军中威望无人能及。他虽已告老还乡，但只要有这面令牌在，南疆30万大军便会视你为主帅。这是陛下给你的。秦揽月的声音都有些发颤。当然。魏安一脸得意。所以秦总捕，现在你可有信心荡平那所谓的万毒门了？秦揽月看着那面金光闪闪的令牌，又看了看魏安那张欠揍的笑脸，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豪情。他重重地将茶杯顿在桌上，眼中战意熊熊。有此令在，别说一个万毒门，就是10个，本姑娘也给他平了。3日后，京城码头，秦揽月一身戎装，英姿飒爽，在数百名6扇门精英捕快的簇拥下，登上了南下的官船。魏安带着福顺等一众东厂番子前来送行。此去南疆，山高路远，万事小心。魏安看着他，难得正经地嘱咐了一句。知道了，啰嗦。秦揽月嘴上虽然这么说，但那双明亮的眼眸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他顿了顿，突然凑近，压低声音道：你也是在京城别太嚣张，那些文官的心眼比针尖还小，小心阴沟里翻船。放心。魏安笑了，我这艘船大得很，翻不了。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惺惺相惜。官船起航，顺流而下。魏安站在码头，目送着那艘船消失在天际，这才转身，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寒芒。福顺，属下在。传令下去，东厂诏狱里的那帮逆党也该上路了。是。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整个京城都笼罩在东厂的恐怖阴影之下。魏安以雷霆手段，将上次赵无极一案牵连出的所有还未查清楚的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全部拿下，投入诏狱。一时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而魏安则借着这个机会，大肆安插自己的人手，将吏部、户部、兵部3个最关键的部门牢牢地掌控在了自己手中。半个月后，京城局势初定，魏安知道自己也该动身了。他没有大张旗鼓，只带了福顺和10名最精锐的番子，换上普通的商贾服饰，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京城，快马加鞭追赶秦揽月的船队而去。这一日，他们行至一处名为一线天的险峻峡谷，官道从2座高耸入云的峭壁之间穿过，最窄处仅容一马通过。提督大人，此地地势险要，恐有埋伏。福顺警惕地观察着四周。魏安也勒住了马缰，他能清晰地感觉到2侧的山壁之上
隐藏着数十道若有若无的杀气。好家伙，这才刚出京城没多远，就有人迫不及待的想送我上路了。是那些被我抄了家的漏网之鱼，还是朝中的其他势力？他不动声色，对着身后做了个手势。福顺等人立刻会意，悄悄握紧了藏在袖中的兵器。走，过去看看。魏安一家马腹竟是毫无惧色的朝着那狭窄的峡谷入口行去。刚一进入峡谷，一边陡声放箭，一声怒吼从山壁上传来，刹那间箭如雨下。结阵！护卫大人！福顺等人反应极快，瞬间组成一个圆阵，将魏安护在中央，挥舞着手中的兵器，将射来的箭矢一一格挡。然而对方显然早有准备。箭雨过后，数十名手持利刃的黑衣蒙面人如同猿猴一般从两侧的山壁上飞荡而下，将他们团团围住。来者何人？福顺怒喝。回答他的是冰冷的刀锋。杀！为首的黑衣人一声令下，一场惨烈的厮杀瞬间爆发。这些黑衣人个个身手不凡，武功路数狠辣诡异，竟与大内侍卫有几分相似。魏安眼神一凝，果然是宫里的人，看来是有人不想让我活着到南疆啊。他不再保留，抽出腰间的绣春刀，加入了战团。后天8品的强大实力在这一刻展露无遗。这段时间他用系统的武道推演能力早已把修为提升到了后天6品。他身形如鬼魅，刀光如血，金龙九变的霸道内力配合着九天云生诀的玄妙步伐，让他整个人化作了一道无坚不摧的死亡旋风。噗嗤，他一刀便将一名黑衣人的头颅斩下。金龙探爪，他左手五指成爪，隔空一抓，另一名黑衣人的胸口瞬间塌陷下去。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不到1炷香的功夫，地上便躺满了黑衣人的尸体，只剩下为首的那名黑衣人被魏安一脚踹断了双腿，跪在地上，惊恐地看着这个如同魔神般的男人。魏安缓缓走到他的面前，用刀尖挑开了他的面巾，面巾之下是一张他无比熟悉的脸。御前侍卫副统领张骞。魏安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本都倒是很好奇，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在这里劫杀本都？张骞眼中闪过一丝绝望，他猛地一咬牙，竟是想咬破藏在牙齿里的毒囊自尽。然而魏安的速度比他更快，咔嚓一声脆响，魏安直接捏碎了他的下巴。在本都面前想死？魏安的声音如同九幽之下的寒风，可没那么容易。他蹲下身，看着张骞那双充满了恐惧的眼睛，缓缓开口：说吧，是谁派你来的？是。张骞的口中鲜血直流，含糊不清地吐出了一个让魏安意想不到的名字：是肃亲王。他没死。魏安的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这个答案既在他的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但是不应该啊！肃亲王李承焕镇守北疆，手握30万边军，名为皇叔，实则早已是尾大不掉之势。上次在太后寿宴上，他看似忠心耿耿地揭露突厥阴谋，实则恐怕也是在演戏。上次死的那个难道是替身？好一招借刀杀人！他故意抛出古师北上的消息，引得太后和陛下震怒，然后顺水推舟，让我这个东厂提督去南疆趟这趟浑水。他则坐镇京城，一边派人劫杀我，一边等着看我和万毒门斗得两败俱伤，他好坐收渔翁之利。老狐狸，算盘打的是真响啊！魏安看着脚下还在苟延残喘的张骞，眼神里没有半分怜悯。福顺，属下在，把他给本都绑结实了，带上。这可是个重要的人证，将来有大用。是。处理完战场，一行人继续南下。只是这一次，所有人的心中都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压力，连堂堂亲王都参与了进来，这盘棋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还要凶险。半个月后，官船终于抵达了南疆的第一大港云州港。秦揽月早已在码头等候，他见魏安一行人风尘仆仆而来，人数还少了几个，便知他们路上必然遭遇了凶险。怎么回事？他迎上前，柳眉倒竖。魏安将肃亲王派人劫杀之事简单说了一遍。秦揽月听完，那张英气的俏脸上瞬间布满了寒霜。当日的肃亲王竟然是假身，好一个肃亲王，竟敢做出此等谋逆之事！他重重的一拳砸在码头的石柱上。魏安，此事必须立刻上报朝廷。不急。魏安摇了摇头，眼神深邃。现在上报没有真凭实据，仅凭一个侍卫的口供根本扳不倒他，反而会打草惊蛇，让他提前发动。那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魏安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他不是想看我们和万毒门斗吗？那我们就斗给他看，且还要斗得越大越好，斗得越惨烈越好。我们要让他以为我们已经深陷南疆的泥潭，无力回天。只有这样，他才会彻底放松警惕，露出他那狐狸尾巴。
秦揽月冰雪聪明，立刻明白了魏安的计划。你是想演一出苦肉计？没错，魏安笑道。而且我们还需要一个本地的盟友。当夜，云州城一处看似普通的茶楼之内，魏安和秦揽月见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那人约莫40出头，做富商打扮，身材微胖，脸上总是挂着和气生财的笑容，正是这云州城最大的商会四海商会的会长钱四海。二位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贵干。钱四海亲自为他们沏茶，态度不卑不亢。钱会长，魏安开门见山，我们是京城来的，想跟你谈一笔关于万独门的生意。万独门？钱四海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随即又恢复如常。客官说笑了，我只是个本分的生意人，怎么会和那些邪魔歪道有牵扯？是吗？魏安从怀中掏出了一样东西，轻轻地放在了桌上。那是一块小小的用不知名木头雕刻的令牌，令牌上刻着一个古朴的义字。钱四海看到这块令牌的瞬间，脸色巨变，他猛地站起身，恭恭敬敬地对着魏安行了一个标准的江湖大礼。不知是天干哪位当家亲临，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恕罪。魏安笑了，这块令牌是他从东厂的密卷中找到的。原来这富甲一方的四海商会竟是江湖上反抗万独门的秘密组织天地会在南疆的分舵，而这位钱会长正是天地会地支堂口的堂主。钱堂主不必多礼。魏安将令牌收回，我们此次前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与你们天地会联手，将万独门这颗毒瘤从南疆的土地上彻底铲除。钱四海看着魏安，又看了看他身旁那位英气逼人的六扇门总捕，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好，他重重的一拍桌子，只要能铲除万独门，我天地会上下愿听凭二位调遣。有了天地会这个地头蛇的帮助，魏安和秦揽月在南疆的行动瞬间变得顺畅了许多。钱四海利用他遍布南疆的商业网络，源源不断地将关于万独门各处奋斗的情报汇总到他们手中，而魏安则利用这些情报开始了他那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骚操作。他并没有急着带人去强攻那些分舵，而是玩起了更阴损的招数。福顺，你带人去把赤蝎堂的粮仓给我烧了。是。六扇门的兄弟去把黑寡妇分舵的水源里给我撒上点好东西。是。钱堂主，麻烦你放出消息，就说百足堂的堂主其实是朝廷的卧底。高，实在是高啊！一时间，整个南疆的万独门分舵被魏安搅的是鸡飞狗跳，不得安宁。他们就像一群无头的苍蝇，天天忙着救火、找水、抓内奸，根本无暇他顾。而就在他们被折腾得焦头烂额之时，一个足以震动整个南疆武林的消息传了出来：万独门新任门主将在3日后与总坛万重谷召开独宗大会，整合所有分舵的力量，是要将东厂和六扇门这些过江龙碎尸万段。鱼儿上钩了。魏安看着手中的密报，脸上露出了狐狸般的笑容。魏安，你确定要这么做？秦揽月看着他制定的那个疯狂计划，柳眉紧锁，这太危险了。万重谷是万独门的总坛，高手如云，机关重重，我们这点人手杀进去就是送死。谁说我们要杀进去了？魏安神秘一笑，指了指地图上万重谷旁边的一处标记。你看这里是什么地方？秦揽月定睛一看，脸色变得古怪起来。百花谷，这不是南疆第一美人花仙子柳如烟的地盘吗？听说此女性情古怪，从不参与江湖纷争，我们去找她做什么？当然是。魏安的笑容变得愈发高深莫测，请他帮我们唱一出好戏。百花谷是南疆武林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它不属于任何门派，谷主花仙子柳如烟更是江湖上一个传说般的人物。传说她容貌绝世，一笑倾城，在笑倾国。传说她医毒双绝，既能用百花救人，也能用百花杀人。更传说她性情古怪，喜怒无常，从不与任何门派结交，也从不参与任何江湖纷争，一心只守着他那座种满了奇花异草的山谷。当魏安提出要去拜访这位花仙子时，秦揽月和钱四海的脸上都露出了你疯了的表情。魏提督，三思啊！钱四海苦口婆心地劝道，那位花仙子可是个软硬不吃的主，别说咱们了，就是当年万独门最嚣张的时候，去他谷里撒野，都被他用一手神出鬼没的花粉毒迷晕了扔了出来。我们去找他，怕是连谷门都进不去啊！不试试怎么知道？魏安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他没有带任何人，只身一人来到了百花谷的谷口。谷口繁花似锦，蜂飞蝶舞，与外面那些充满了血腥与杀戮的江湖仿佛是两个世界。两个身穿绿衣、容貌俏丽的侍女手持花篮拦住了他的去路。来者何人？此乃百花谷禁地，速速离去。在下魏安，有要事求见花仙子，还望二位姑娘通报一声。
魏安客气地拱了拱手：“谷主不见外客，请回吧。”侍女的态度冰冷而坚决。魏安也不恼，他从怀中取出了一样东西，那不是金银珠宝，也不是什么神兵利器，而是一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黑色的种子，烦请二位姑娘将此物转交给仙子。魏安笑道：“就说故人之后前来拜会。”两个侍女狐疑地对视一眼，但还是接过了那颗种子。片刻之后，一个侍女匆匆返回，脸上带着几分惊疑：“谷主，有请。”魏安走进百花谷，只觉得一步踏入了仙境。谷内奇花烂漫，异草芬芳，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的香气。在一座由鲜花和藤蔓搭建而成的花炉前，魏安终于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花仙子。只见一个身穿白色罗裙、赤着双足的绝色女子，正慵懒地斜靠在一张花藤编织的软榻上。她看起来不过20出头，肌肤胜雪，眉目如画，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上面还点缀着几朵不知名的散发着淡淡荧光的小花。她的美不同于太后的雍容华贵，也不同于女帝的清丽端庄，更不同于秦揽月的英姿飒爽，那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如同精灵般的绝世之美。她没有看魏安，只是静静地把玩着手中那颗黑色的种子，声音空灵的如同山谷里的风。这颗幽檀婆罗的种子，普天之下只有2个人拥有，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那早已失散多年的师兄。他缓缓抬起头，那双如同清澈湖水般的眼眸望向魏安：“你是我师兄的什么人？”魏安的心在这一刻也忍不住漏跳了一拍。我靠，这颜值简直是犯规啊！比太后还媚，比女帝还纯，比秦揽月还……嗨嗨，这要是收进后宫，怕是得夜夜笙歌，从此君王不早朝了。他心中虽然波涛汹涌，但面上却依旧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仙子误会了，他躬身行礼，在下并非您师兄的后人，这颗种子是在下从一个万毒门的妖人手中缴获的。哦，柳如烟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澜。实不相瞒，魏安开始了他那早已编排好的说辞，在下乃是朝廷密探，此次南下正是为了追查万毒门余孽。据我所知，仙子您与万毒门似乎也有些旧怨，这颗种子正是他从那个被他一掌拍死的五毒教主密室中找到的。而关于花仙子与万毒门的恩怨，则是他从东厂的密卷中翻出来的。原来当年万毒门之所以被中原武林围剿，正是因为他们觊觎百花谷的镇谷之宝七彩琉璃花，还出手重伤了柳如烟的师傅，也就是上一代的花仙子。柳如烟听完，那双美丽的眼眸瞬间冷了下来。是又如何？在下想与仙子做一笔交易。魏安的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我帮你报仇雪恨，荡平万毒门，而你则需要帮我演一出好戏。柳如烟看着眼前这个自称朝廷密探的男人，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眸里泛起了真正的波澜。交易？他轻笑一声，那笑声如同风铃般悦耳，却又带着几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我百花谷从不与外人做交易，尤其是朝廷的鹰犬。哼，朝廷的人没一个好东西。当年我师父被万毒门重伤，求助于官府，那些狗官却位于万毒门的势力，见死不救。现在倒想来利用我了，门都没有。魏安听着他的心声，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仙子说的对，他坦然道，朝廷的官10个里面有9个是废物，还有1个是巨贪，确实没什么好东西。这突如其来的自黑让柳如烟都愣了一下，这家伙倒还有点自知之明。不过魏安话锋一转，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我不是他们，我只问仙子一句，你想不想亲手为你师父报仇？想不想将万毒门那些残害了无数无辜生命的妖人一个个地挫骨扬灰？这番话如同重锤，狠狠地敲击在柳如烟的心上。他握着那颗种子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师父的仇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心结。你有何计划？他终于松口了。他缓步上前，将自己那个疯狂而又大胆的计划和盘托出。所以我需要仙子您假意被万毒门擒获，以朱雀圣女的身份被他们献给新任门主，而我则会伪装成您的护卫，与您一同潜入他们的总坛万重谷。届时我们里应外合，将他们一网打尽。柳如烟听完沉默了许久，这个计划太大胆，也太危险了，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我凭什么信你？他看着魏安，你虽然武功不错，但万毒门的总坛高手如云，机关重重，仅凭我们2人无异于以卵击石。谁说只有我们2人了？魏安神秘一笑，从怀中掏出了那面代表着6扇门最高权力的金龙令。6扇门总捕秦揽月早已率领数百名精英在谷外布下了天罗地网，届时
只要我们能毁掉他们的护山大阵，里应外合，万毒门插翅难飞。柳如烟看着那面令牌，又看了看魏安那张充满了自信的脸，心中终于动摇了。好，他缓缓起身，那袭白色的罗裙在风中微微飘动，如同即将乘风归去的仙子。我答应你。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仙子请讲。事成之后，你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一言为定。3日后，万重谷，这里是万毒门的总坛，也是整个南疆武林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境地。整个山谷都被一层终年不散的五彩斑斓的毒瘴所笼罩，谷内怪石嶙峋，毒虫遍地，寻常人踏入一步便会化作一滩脓血。今日的万重谷却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因为今天是他们新任门主继任大典的日子，更是他们将传说中的朱雀圣女献给门主，助其神功大成的日子。山谷中央的祭坛之上，一个身穿黑色蟒袍，脸上戴着一张黄金面具的神秘人，正端坐于一张由无数毒蛇盘绕而成的王座之上。他便是万毒门的新任门主。吉时已到，献上圣女。随着一声高喝，一顶由8名壮汉抬着的装饰华丽的软轿缓缓地被抬上了祭坛。轿帘掀开，一个身穿嫁衣头戴凤冠的绝色女子被2个侍女搀扶着走了出来，正是被擒获的花仙子柳如烟。而在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扮作护卫的汉子，正是易容改扮后的魏安。结，黄金面具之下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不愧是南疆第一美人，果然是人间绝色。有了你这纯阴之体作为炉鼎，本座的万古归元大法定能突破最后一层。他伸出手就要去接柳如烟头上的红盖头，然而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盖头的前一刹那，一直低着头的柳如烟眼中突然寒光爆射，他袖中划出2柄薄如蝉翼的淬了剧毒的花瓣短刃，如同2道闪电直取面具人的双眼。而他身后的魏安更是早已蓄势待发。动手！他一声暴喝，撕下脸上的伪装，后天8品的强大气势轰然爆发。金龙9变，龙游太虚，他的身形快到了极致。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之前，他已经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了祭坛的4个角落，将4面早已准备好的刻着奇异符文的黑色令旗狠狠地插入了阵眼之中。轰！笼罩着整个万重谷的护山大阵发出一声哀鸣，那五彩斑斓的毒瘴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消散。不好，护山大阵被破了，有奸细！祭坛下的万毒门教众瞬间大乱。而就在这时，山谷之外传来了山呼海啸般的喊杀声。6扇门在此，万毒门妖人速束手就擒。秦揽月一马当先，手持烈阳宝剑，率领着数百名6扇门和东厂的精英，如同下山的猛虎，从4面8方杀了进来。门主！祭坛之上，魏安看着那个同样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的黄金面具人，脸上露出了一个冰冷的笑容。游戏结束了。魏安的声音如同九幽之下传来的死神宣判，清晰地回荡在每一个万毒门妖人的耳边。祭坛之上，那黄金面具人终于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他没有理会已经杀入谷中的秦揽月等人，那双隐藏在面具之后的阴鸷无比的眼睛死死地锁定了眼前的魏安和柳如烟。好，很好。他的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变得尖锐刺耳。好一个东厂提督，好一个花仙子，竟敢联起手来算计本座！你们以为破了护山大阵，杀了一些喽啰就能赢了吗？他猛地撕下身上的黑色蟒袍，露出了下面那一身令人毛骨悚然的盔甲。那根本不是盔甲，而是由无数只还在蠕动的色彩斑斓的毒虫用一种秘法硬生生拼接而成的活体毒甲。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万毒门真正的恐怖！他一声厉笑，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朝着魏安和柳如烟扑了过来。万古噬心爪，他五指成爪，指尖上竟是探出了5条细小的如同毒蛇般的蛊虫，带着一股腥臭的恶风直取2人的心口。小心！柳如烟娇斥一声，身形飘然后退，双手一扬，数十道淬了剧毒的花瓣如同天女散花迎向那致命的毒爪。而魏安则是不退反进。来得好！他眼中战意熊熊，金龙9变与9天云生诀2大神功同时运转。龙游9天，他的身法快到了极致，在半空中留下一连串的残影，竟是显直又显得避开了那密不透风的毒爪，欺身而上，一掌印在了面具人的胸口。砰！一声闷响，魏安只觉得自己的掌力如同泥牛入海，竟是被对方身上那层诡异的活体毒甲给卸去了大半。而那面具人只是闷哼一声，借力后退，竟是毫发无伤。结，他得意地怪笑起来，没用的，我这万古宝甲乃是用上万
之铁甲骨炼制而成，水火不侵，刀枪不入。凭你的功力，根本破不开我的防御。魏安的脸色第一次变得凝重了起来。这家伙的实力远在之前的五毒教主和蜈蚣长老之上，恐怕已经到了先天人关境，是吗？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女声在他的身后响起。柳如烟不知何时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面具人的身后，他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只晶莹剔透的，仿佛由百花精华凝聚而成的玉笛。尝尝我这曲百花葬魂吧。他将玉笛凑到唇边，悠扬而又诡异的笛声瞬间响彻了整个山谷。那笛声仿佛带着一种无形的魔力。只见那面具人身上原本还在蠕动的活体毒甲，在听到笛声的瞬间，竟是齐齐发出了不安的嘶鸣。那些构成盔甲的铁甲骨仿佛受到了某种致命的吸引，竟是开始互相撕咬、吞噬，场面血腥而又诡异。不，我的宝甲！面具人发出了惊恐的尖叫，他想控制那些蛊虫，却发现他们已经彻底失控。就是现在，魏安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将体内所有的龙凤真气悉数灌注于右掌之上，龙凤合鸣，焚天逐海。一金一红，两道狂暴的能量洪流再次合二为一，化作一道毁灭光束，狠狠地轰击在了那面巨人已经出现破绽的胸口之上。轰！这一次再无阻碍，那坚不可摧的万古宝甲连同他后面的血肉之躯，在这一击之下被硬生生地轰出了一个巨大的前后透亮的窟窿。面具人难以置信地低下头，看着自己胸口那个狰狞的血洞，身体晃了晃，直挺挺地从祭坛之上栽了下去。他脸上的黄金面具也哐当一声摔落在地，碎成了几片。面具之下露出了一张让在场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无比熟悉的脸。肃亲王。远处正在与万毒门教众厮杀的秦揽月失声惊呼。没错，那张脸赫然就是本应在京城坐镇，前不久还派人劫杀过魏安的肃亲王李承焕。魏安也是瞳孔骤缩，满脸的不可思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肃亲王不是被炼成古人，自爆身亡了吗？就算死的是假身，怎么会成了万毒门的门主？就在众人震惊之时，那个本应死去的肃亲王竟是缓缓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他胸口那个巨大的血洞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无数条从血肉中钻出的细小的蛊虫迅速地修补愈合。结，他发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更加阴冷也更加年轻的笑声。他缓缓抬起手，将脸上那层属于肃亲王的人皮面具一点一点地撕了下来。人皮面具之下露出的是一张无比俊美却又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的年轻的脸，而在这张脸的眉心赫然烙印着一个与突厥王族图腾一模一样的金色苍狼印记。自我介绍一下。那年轻人看着魏安，脸上露出了一个优雅而又残忍的笑容。突厥三王子完颜觉，同时也是你们口中万毒门的新任门主。肃亲王果然是和万毒门勾结在了一起。好了，游戏也玩够了。完颜觉活动了一下脖子，发出了咔吧咔吧的脆响。接下来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吧。他猛地张开双臂，仰天长啸，以我王血为引，以万魂为祭，沉睡了100年的圣物啊，苏醒吧！轰隆隆，整个万重谷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祭坛之下，地面寸寸皲裂，一只由无数毒虫和骸骨组成的山岳般巨大的、狰狞无比的上古蛊王缓缓地从地底深处爬了出来。那恐怖的气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阵发自灵魂深处的战栗。那从地底爬出的上古蛊王体型之庞大，简直骇人听闻。它就像一座由骸骨和噩梦堆砌而成的小山，无数条长满了倒刺的触手如同巨蟒般在空中狂舞。光是那股从地狱深处带来的压迫感，就足以让普通人肝胆俱裂。感受这绝望吧。突厥三王子完颜觉站在蛊王的头顶，张开双臂，如同主宰一切的神明。这是我突厥王族耗费了100年心血才从南疆境地唤醒的上古圣物，今日你们所有人都将成为他苏醒后的第一顿美餐。吼！上古蛊王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那巨大的口气一张，一股墨绿色的充满了腐蚀性的毒液如同瀑布般朝着下方的众人倾泻而来。快散开！秦揽月一声厉喝，率领着6扇门和东厂的众人险之又险地避开了那致命的毒液。毒液落在地上，发出了滋滋的恐怖声响，连坚硬的岩石都被腐蚀出了一个个巨大的坑洞。没用的，完颜觉狞笑道，在圣虫的面前，你们这些蝼蚁除了死亡没有第二条路。他说着，竟是缓缓地融入了脚下的蛊王体内。下一秒，
那上古古王的复眼之中，竟是亮起了与完颜诀一模一样的，充满了残忍与智慧的金色光芒。他竟是与这上古古王合二为一了。魏安，刘谷主。秦揽月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焦急。这怪物皮糙肉厚，寻常攻击根本没用，必须想办法攻击他的要害。他的要害在哪？魏安沉声问道。我怎么知道？秦揽月没好气地吼道。我又没屠过神。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柳如烟突然开口了。他的要害在他的体内。他的声音依旧空灵，却带着一丝凝重。上古古王以万千古虫为身，看似无坚不摧，实则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的母核。只要能毁掉他体内的母核，他这庞大的身躯便会瞬间崩溃。可母核藏在他身体的最深处，我们怎么可能？秦揽月的话还没说完，便被魏安打断了。我来。魏安的声音平静，却又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决断。他看着那如同山岳般的巨大怪物，眼中燃起了两簇疯狂的火焰。秦揽月，刘谷主，你们在外围牵制他，给我创造一个机会。他说完，不再犹豫。金龙九变与九天云生诀两大神功被他催动到了极致。龙游九天，他的身形化作一道金色的闪电，竟是主动的朝着那上古古王冲了过去。找死！古王头顶传来完颜诀那充满了不屑的冷笑。数十条巨大的触手如同从天而降的巨蟒，带着撕裂空气的恐怖劲风，朝着魏安狠狠地抽了过来。魏安的身法快到了极致，他在那密不透风的触手之雨中辗转腾挪，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看似随时都会被吞没，却又总能在最危险的时刻险之又险地避开。好机会！秦揽月和柳如烟对视一眼，同时出手。烈阳剑法，赤地千里，百花秘术，落英缤纷，一红一白，两道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凌厉无匹的攻击，从左右两侧狠狠地轰击在了古王的身上。虽然未能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却也成功的吸引了他大部分的注意力。就是现在，魏安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脚尖在一条抽来的触手之上轻轻一点，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冲天而起。他的目标直指那上古古王山岳般身躯的正中心。在本都面前，你这生乌龟壳可没用。魏安人在半空将体内所有的龙凤真气悉数灌注于右拳之上。龙凤合鸣，焚天逐海，给我破！一金一红，两道能量洪流再次合二为一，化作一道比之前更加粗壮更加狂暴的毁灭光束，如同一柄开天辟地的神剑，狠狠地轰击在了那古王坚不可摧的甲靠之上。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那足以抵挡千军万马的甲靠在这一击之下竟是被硬生生地轰出了一个巨大的深不见底的窟窿。魏安没有半分犹豫，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顺着那个窟窿直接冲进了古王的身体内部。不！完颜诀发出了惊恐至极的尖叫。他想控制古王的身体愈合，却为时已晚。古王的身体内部是一个更加恶心也更加诡异的世界，无数的蛊虫和粘液如同潮水般朝着魏安涌来。魏安直接开启龙鳞护体，金色的罡气将他全身包裹，万法不侵。他凭借着强大的感知力，在这如同迷宫般的血肉通道之中飞速穿行。很快他便来到了古王身体的最深处。只见一颗足有房屋大小的散发着幽绿色光芒的如同心脏般的巨大肉瘤正在缓缓地跳动着，那便是古王的母核。而在母核的正上方，突厥三王子完颜诀的身体正被无数条血管连接着，与母核融为一体。你竟然真的进来了！完颜诀看着魏安，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我说过，游戏结束了。魏安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冰冷的笑容，他缓缓举起了自己的右手，尝尝这招吧，这是我为你特意准备的送葬曲。金龙九变，最终是神龙有悔。当这四个字从魏安的口中一字一顿地吐出时，整个古王的身体内部都仿佛被一股无形的来自远古洪荒的恐怖龙威给彻底禁锢了。完颜诀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魏安的右拳之上金光大盛，一条栩栩如生的由纯粹能量构成的金色神龙虚影缓缓地从魏安的拳头之上盘旋而起。那神龙的眼眸威严淡漠，仿佛在俯视着一只卑微的不自量力的蝼蚁。不！在完颜诀那充满了无尽恐惧与绝望的惨叫声中，魏安的拳头缓缓地印在了那颗巨大的还在跳动着的母核之上。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毁天灭地的声响，只有一片死寂。那金色的神龙虚影在接触到母核的瞬间，便如同水银泻地般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进去。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那颗巨大的母核，连同与它融为一体的完颜诀，竟是从内部开始，一寸一寸地化作了最微小的金色的光点。那不是毁灭，而是进化，是来自神龙之毁的最彻底的进化。片刻之后，那庞大的母核，连同不可一世的突厥三王子，便已彻底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丝一毫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外界，就在魏安打出那惊天动地的一拳的瞬间，那头原本还在疯狂肆虐的上古古王，庞大的身躯猛地一僵，紧接着他那山岳般的身躯便如同被风化的沙雕一般，从内部开始迅速的崩溃瓦解。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那头不可一世的上古凶兽便已化作了漫天飞舞的金色尘埃。在夕阳的余晖之下，那金色的尘埃竟是显得有几分神圣。战斗结束了，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这如同神迹般的一幕，久久无法言语。一道金色的身影从那漫天飞舞的金色尘埃之中缓缓地走了出来。他一身黑色的飞鱼服早已在刚才的战斗中变得破烂不堪，身上也沾满了血污与尘土，但他那挺拔的身姿，那坚毅的眼神，在所有人的眼中却比天上的神明还要耀眼。魏安，两道同样绝美的身影同时发出了惊喜的呼喊，不分先后地朝着他飞奔而来。秦揽月和柳如烟一左一右将他紧紧地扶住。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你这个笨蛋，谁让你一个人冲进去的？两个女人，一个关心，一个嗔怪，却都难掩那眼眸深处浓得化不开的情意。魏安看着眼前这两张梨花带雨的绝色容颜，感受着从左右两边传来的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动人心魄的温香软玉，心中感觉乐开了花，太幸福了这种感觉。他咧开嘴，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却又带着几分疲惫的笑容。我没事，他说着，眼一闭，竟是直接昏了过去，顺势倒在了两女那温暖而又柔软的怀抱里。开玩笑，忙活了这么久，连个 boss 都没抢到，还差点把命搭进去，现在不装个逼，不对，不装个晕，好好享受一下这奇人之福，简直对不起我这东厂提督的身份。魏安脑袋一歪，彻底昏死过去，香风扑面，他结结实实地倒在了一个温暖又柔软的怀抱里。不对，是两个。秦揽月和柳如烟一左一右，如同两尊绝美的门神，将他架住。他伤势过重，必须立刻找个地方为他疗伤。秦揽月的声音里充满了焦急，他伸手就要将魏安背到自己背上。不行！柳如烟立刻出声阻止，声音清冷但坚定，他体内真气暴走，经脉受损严重，不能随意移动，必须由我用独门手法为他稳固心脉。说着，他便要从秦揽月怀里抢人。你那套慢吞吞的法子，等治好了，黄花菜都凉了。秦揽月柳眉倒竖，寸步不让，他需要的是绝对的保护。我带他走，你这是想让他死得更快？柳如烟的眼神也冷了下来，眼看两个南疆武林最顶尖的绝色美人就要为了一个昏迷不醒的太监当场动手，周围的东厂番子和六扇门捕快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大气都不敢喘。打起来，打起来，为了我打起来！正享受着顶级福利的魏安内心在疯狂呐喊。嗨嗨，还是福顺机灵，他硬着头皮上前打圆场。两位大人息怒，当务之急还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为提督大人疗伤要紧啊。最终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劝说下，两位美女才算暂时休战，决定先将魏安带回附近的天地会分舵据点，由柳如烟先行施救。魏安被安顿在一间静室的床上，内心早已乐开了花。他立刻将意识沉入系统，开始盘点这次的收获。叮，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荡平万独门总坛，任务评价 SSS 级完美，奖励积分加1000，技能神龙毁冷却时间清零，解锁新称号南疆屠夫，称号南疆屠夫，效果佩戴此称号时对所有南疆邪派人士造成威慑力正200%，攻击力正20%。我靠，1000积分！魏安看着自己暴涨到1500点的积分余额，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发财了，这波血赚！就在他欣喜若狂之时，系统界面突然闪过一片血红色的警告。警告！检测到宿主已彻底激怒突厥王庭与天魔教，新的危机正在酝酿。突厥大汗已下达苍狼必杀令，天魔教教主已派出座下3大法王前来追杀宿主。主线任务更新，生存。魏安的心咯噔一下，好家伙，刚打完一个副本，最终 BOSS 直接组团来 gank 了。他正思索着，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传来，是柳如烟。他端着一碗汤药款款走来，见魏安昏迷不醒，他犹豫了一下，竟是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后俯下身准备用最传统的方式为他渡药。眼看着那2片花瓣般的红唇越来越近，魏安知道不能再装了。
他悠悠转醒，恰到好处地睁开了眼睛。刘谷主。柳如烟的动作瞬间僵住，一张不食人间烟火的俏脸上飞起了2抹动人的红霞。门外传来秦揽月那酸溜溜的冷哼声，静室之内气氛暧昧到了极点。柳如烟看着近在咫尺的魏安，那张清丽绝伦的脸上红霞未退，她连忙直起身，将汤药递了过去，声音细若蚊蝇：“你醒了，快把药喝了吧。”魏安接过药碗，一饮而尽，只觉得一股暖流涌入四肢百骸，原本因为施展禁术而空虚的经脉竟是恢复了3-4分。多谢刘谷主，他真诚道谢。门外，秦揽月终于忍不住，抱剑走了进来。他先是没好气地瞪了魏安一眼，随即又上下打量他，确认他没什么大碍后，才冷哼一声：“命还挺硬。”魏安嘿嘿一笑，正要调侃2句，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提督大人，京城800里加急密信。”福顺神色凝重地冲了进来，呈上一封用火漆密封的信筒。魏安脸色一变，立刻拆开信件。信是太后与女帝共同下达的，上面的内容让他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怎么了？秦揽月见他脸色不对，连忙问道。魏安将信递给他，声音无比凝重：“出大事了。”信上的内容与系统提示的如出一辙。突厥3王子完颜觉的身死，彻底激怒了那位雄踞北方的草原霸主。突厥大汗集结了30万铁骑，陈兵边境，更是请出了神秘的西域第一邪教天魔教相助，扬言要踏平大燕，为子复仇。而朝中肃亲王虽死，但其余几位藩王蠢蠢欲动，且肃亲王势力肯定已经和万毒门还有突厥联手，京城里死的替身也只是障眼法，现在他就是在暗处的狼。整个大燕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太后与女帝在信中下了死命令，命魏安立刻返回京城主持大局。天魔教，秦揽月看完信，那张英气的脸上也布满了寒霜，这可是比万毒门还要可怕100倍的庞然大物。传说其教主功力通玄，早已真至宗师之境，座下更有3大法王，个个都是先天顶尖的高手。我们必须立刻回去。魏安当机立断，他挣扎着就要起身，却被柳如烟一把按住。你的伤还没好，现在赶路是想死吗？他的声音清冷，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关切。国难当头，顾不了那么多了。魏安摇了摇头，我跟你一起走。我也去。2道截然不同却同样坚定的女声同时响起。魏安一愣，看着眼前这2个风格迥异却同样美得惊心动魄的女人，一个头2个大。天魔教善用奇毒，有我在，至少能护你们周全。柳如烟的理由很充分，天魔教高手如云，你们2个并号上路，没我这个打手在，怕是还没到京城就被人剁了。秦揽月的理由更直接，魏安看着他们，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他们都是在担心自己。好，他不再矫情，重重点头，那就一起上路。归途的马车是天帝会准备的最豪华的型号，车厢宽敞的足以摆下一张小桌，但此刻车厢内的气氛却比外面的北风还要凝固。魏安，这位名义上的重伤员，正苦不堪言的被夹在中间，左边是闭目养神却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冷气的秦揽月，右边是专心致志为他熬药却时不时用眼角余光瞟向对面的柳如烟。魏公子，药好了，趁热喝吧。柳如烟将一碗药递过来，声音温柔似水。嗨嗨，有劳刘谷主了。魏安刚要伸手去接，慢着。秦揽月突然睁开眼，一把夺过药碗，我先试试有没有毒。说着他竟真的仰头喝了一大口，然后咂巴嘴，评价道：有点苦，不过药效还行。柳如烟，魏安，哼，粗鄙武夫。柳如烟从鼻子里发出一声轻哼，又从食盒里端出一碟精致的桂花糕。魏公子，吃些点心润润口吧，这是我亲手做的。慢着。秦揽月再次出手，直接捏起一块塞进嘴里，我替他尝尝，免得噎着。柳如烟的额角青筋跳了跳，魏安坐在中间，只觉得如坐针毡，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在这时，马车突然一阵剧烈的颠簸，紧急停了下来。什么事？魏安厉声问道。提督大人。福顺的声音从车外传来，带着一丝惊慌。前面官道被堵了。是肃亲王府的兵马。只见前方的官道上，数百名身穿重甲手持长枪的北疆精锐结成军阵，将道路堵的是水泄不通。为首的是一名骑着高头大马，面容与肃亲王有7分相似的年轻将领，是肃亲王世子李玄。秦揽月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东厂提督魏安何在？李玄催马上前，声音倨傲：本世子奉父王之命前来迎接提督大人回京，还请提督大人下车一叙。他嘴上说着迎接，但那数百名精兵身上散发出的滔天杀气早已说明了一切。
魏安掀开车帘，看着眼前这阵仗，脸上露出了一个冰冷的笑容。好一个肃亲王，这是图穷匕现了。魏安，李玄坐在高头大马之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从马车里走出的魏安，眼中充满了不加掩饰的轻蔑与杀意。你一个阉人，竟敢构陷我父王，残害朝廷命官！今日本世子就要替天行道，将你就地正法。他大手一挥，身后的数百名北疆精兵齐齐上前一步，长枪如林，杀气冲天。就凭你！魏安嗤笑一声，连正眼都懒得看他。他只是对着身后的福顺淡淡的吩咐了一句：福顺，告诉这位世子殿下，我东厂的规矩。是，提督大人。福顺狞笑一声，猛地从怀中掏出一面令牌，高高举起。东厂办事，阻拦者死！凡对提督大人不敬者，视为谋逆，杀无赦。他话音未落，身后那10名一直沉默不语的东厂番子瞬间动了，他们就像10道黑色的闪电，没有半分犹豫，直接冲入了那看似固若金汤的军阵之中。刀光亮起，血肉横飞，这是一场不对等的屠杀。那些所谓的北疆精锐，在这些专为杀戮而生的东厂番子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的一般。不过短短一炷香的功夫，地上便已躺满了尸体。李玄彻底傻眼了，他惊恐地看着那个正一步一步朝着自己走来的，脸上还带着温和笑容的魏安，胯下的战马竟是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你别过来！魏安走到他的面前，拍了拍他的脸，回去告诉你爹，他的项上人头，我先替他记着。滚吧！现在杀了他，无异于是给了和突厥万毒门串通一气的肃亲王军队一个挥师入京的理由。这小子死在京城，对万毒门只有好处，也难怪他们会派出他这个便宜儿子前来送死。一路再无波澜。然而他们刚一入城，一辆装饰着凤凰图腾的华贵马车便迎面疾驶而来。马车还未停稳，车帘便被一把掀开，女帝李清燕那张写满了焦急与惊慌的俏脸露了出来。魏安，你总算回来了。她的声音里竟是带上了一丝哭腔。出大事了，母后她快不行了。魏安看着眼前这张写满了焦急与惊慌的绝色俏脸，心中猛地一沉。女帝李清燕95之尊，何曾有过如此失态的模样？陛下，您别急，慢慢说。魏安一把扶住她积郁瘫软的身体，沉声问道：太后娘娘到底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李清燕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3天前母后还好好的，可从昨夜开始，她便突然卧床不起，精神一日比一日萎靡，水米不进。太医院所有的太医都束手无策，只能用各种药材吊着一口气。他紧紧抓着魏安的手臂，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魏安，你一定要救救母后，朕知道你本事通天，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魏安闻言，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太后病危，怎么会这么突然？他离开南疆之前，那个女人还生龙活虎，甚至还与他有过一番云雨，怎么可能说倒下就倒下？快带我去永安宫。魏安不再多想，搀着几乎站不稳的女帝，在无数道惊疑不定的目光中火速赶往永安宫。一踏入永安宫的地界，一股压抑到极致的悲戚气氛便扑面而来。所有的宫女太监都跪在殿外，人人带笑，低声啜泣。魏安推开寝殿大门，一股浓重的化不开的药味混杂着死亡的腐朽气息，让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只见那张熟悉的凤榻之上，太后杨静瑶静静地躺着。不过短短数日不见，那个曾经权倾天下风华绝代的女人，此刻竟已是面色蜡黄，双颊深陷，嘴唇干裂发白，若不是胸口还有一丝微弱的起伏，简直与死人无异。母后！李清燕扑到床边，泣不成声。魏安快步上前，深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他伸出2根手指，搭在了太后那冰凉的手腕之上，脉象若有若无，几近于无，生机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流逝。系统！魏安在心中怒吼，立刻扫描。他到底怎么了？淡蓝色的光幕在眼前展开，一行血红色的警告，刺得魏安眼睛生疼。警告：目标人物杨静瑶，身中天下奇蛊情丝绕。情丝绕，上古奇蛊，无形无色，专以宿主情根为引，以精血为食。中蛊者会在思念心上人时，被此蛊虫从内部开始一寸寸地吞噬殆尽。此蛊唯有通过最亲密的体肤之亲方可种下，且无药可解。魏安的身体瞬间如坠冰窟。情丝绕，以情根为引。他猛地想起自己在南疆的这些日子，太后何尝不是在京城日夜思念，而能通过体肤之亲对太后下蛊的人，一个可怕的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他的脑海。是我，是他在离开京城前的那个疯狂夜晚，在与太后缠绵之前，自己被人动了手脚下了蛊，
将这致命的蛊虫亲手种进了太后的体内，而他却全然不知。噗！魏安只觉得喉头一甜，竟是当场喷出了一口逆血。魏安，李青燕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吐血吓了一跳，连忙上前扶住他。你怎么样？你别下阵啊！我没事。魏安抹去嘴角的血迹，眼中却布满了骇人的血丝。他死死地盯着床上那个气息奄奄的女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她，不惜一切代价救活她。系统，你说无药可解是什么意思？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魏安在心中疯狂咆哮。积分，我有1500点积分。什么丹药最贵？给我兑换。叮，检测到宿主强烈意愿，正在搜寻解决方案。方案1，兑换9转还魂丹，需积分3000点，可肉白骨，活死人。宿主积分不足。方案2，以毒攻毒，宿主体内已融合凤凰真气，与自身的金龙真气形成了龙凤合鸣的特殊状态，此乃天下一切阴邪蛊毒的天然克星。若宿主不计代价将自身龙凤真气渡入目标体内，或可强行将那情丝绕炼化。警告：此法极其凶险，等同于以宿主之命换目标之命，成功率不足1成。魏安看着系统给出的第2条路，眼中没有半分犹豫，只有一片决绝，别说1成，就是1/1000的机会，他也要试。陛下！魏安猛地转身，握住李青燕的双肩，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臣或许有办法救太后娘娘，但此法凶险，需要绝对的安静，更不能有任何人打扰。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道：请陛下为臣护法。李青燕看着他那双布满血丝却异常坚定的眼睛，重重地点了点头。好，朕就在殿外守着，任何人敢踏入此殿一步者，杀无赦。寝殿之内只剩下了魏安和床上那个命悬一线的女人。魏安深吸一口气，缓缓解开自己的上衣，露出了精壮的胸膛。他盘膝坐在凤榻之上，双手结印，将杨静瑶那冰凉的身体轻轻地扶起，让她与自己掌心相对，盘膝而坐。娘娘得罪了。他低语一声，将体内那股融合了金龙与凤凰之力的金红色的真气毫无保留地缓缓渡入了杨静瑶的体内。轰！真气入体的瞬间，杨静瑶那毫无生机的身体猛地一颤，只见她的皮肤之下，无数条细如发丝的漆黑如墨的蛊虫，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开始疯狂地蠕动反扑。一股阴冷恶毒的气息瞬间充斥了整个寝殿。来得好！魏安怒喝一声，加大了真气的输出。金红色的龙凤真气如同烧红的烙铁，在那漆黑的蛊虫洪流之中横冲直撞。滋滋滋，每一次碰撞都有成千上万的蛊虫被炼化成虚无，但也同样有磅礴的阴寒毒气顺着两人的掌心疯狂地涌入魏安的体内。魏安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苍白，但他却咬紧牙关，没有半分退缩。炼化，吸收，他竟是要将这天下奇蛊当成自己武道突破的养料。这是一个疯狂的赌博，赢则两人皆生，甚至修为大进；输则两人共赴黄泉，化作一对同命鸳鸯。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魏安的意识渐渐模糊。就在他即将被那无穷无尽的阴寒毒气吞噬的最后一刻，他体内的那滴来自太后沉寂已久的凤凰精血突然爆发出了一股璀璨无比的赤色光华。那光华如同旭日东升，瞬间照亮了他体内所有的经脉。与此同时，杨静瑶的体内仿佛也受到了某种感应，一股同样高贵同样霸道的凤凰真气竟是自主的苏醒，与魏安渡入的龙凤真气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龙凤合鸣，阴阳共济，一个完美的循环在两人体内形成了。轰隆！魏安只觉得自己的脑海中仿佛有万千惊雷炸响，后天8品的桎梏在这一刻被那股磅礴浩瀚的融合之力摧枯拉朽般地彻底冲破。后天8品，后天9品，势如破竹，无可抵挡。最终，当那股力量攀升至巅峰，狠狠地撞在了那道无形的天地之桥上时，叮！恭喜宿主，置之死地而后生，修为突破至先天人关境。魏安猛地睁开眼，2道金色的金光爆射而出，而他对面杨静瑶那苍白如纸的脸上也缓缓地恢复了一丝血色。他那双紧闭了数日的凤眸缓缓地颤动了一下。当杨静瑶缓缓睁开那双凤眸时，映入眼帘的便是魏安那张近在咫尺的因为耗尽心力而显得无比苍白憔悴的脸。他的记忆还停留在陷入昏迷前的那一刻，可此刻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体内那股原本如枯骨之躯般不断吞噬自己生机的阴寒之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温润而又霸道的充满了勃勃生机的暖流，正在修复着他早已受损的经脉。而这股力量的源头
正是眼前这个男人。他为了救自己，竟不惜以命换命。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愫，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淹没了他的心。那不仅仅是感动，更有一种早已超越了男女之情的，类似于亲人般的刻骨铭心。他张了张干裂的嘴唇，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别说话。魏安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在他的唇上，脸上露出了一个虚弱却又无比温柔的笑容。你醒了就好。他说完，再也支撑不住，眼一闭，竟是直接昏了过去，身体软软的倒在了他的怀里。魏安，杨静瑶下意识地将他紧紧抱住，感受着他那微弱的心跳，一颗早已冰封了10几年的心，在这一刻彻底融化了。店外，早已等得心急如焚的李青燕，听到店内的动静，再也顾不上什么帝王仪态，一把推开店门，冲了进来。当他看到凤榻之上那个虽然虚弱却已然苏醒的母亲时，眼泪瞬间决堤。母后，他扑到床边，握住杨静瑶的手，泣不成声。杨静瑶看着自己这个哭得像个孩子似的女儿，那双向来威严的凤眸也泛起了点点泪光。他伸出另一只手，轻轻地为李青燕拭去脸上的泪水，声音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温柔与慈爱。傻孩子，哭什么？母后这不是没事了吗？这是10几年来母女二人第一次如此心平气和地抛开所有身份与权谋，像一对最普通的母女一样，享受着这劫后余生的温情。许久，李青燕才止住哭声，她看着昏迷在母亲怀里的魏安，眼中充满了担忧与感激。母后，他没事。杨静瑶低头看着怀中那个脸色苍白，嘴角却还带着一丝傻笑的男人，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他只是太累了。他顿了顿，缓缓抬头看向自己的女儿，那眼神前所未有的认真。青燕，儿臣在。从今天起，哀家将这大雁的江山完完整整地交给你。李青燕浑身一震，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母亲。母后，您，哀家累了。杨静瑶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一个释然的笑容。这10几年来，哀家为你扫清了所有障碍，也为你背负了所有的骂名。如今你也长大了，该是你自己去当一个真正的帝王了。哀家相信你会比哀家做得更好。李青燕看着母亲那双写满了疲惫与欣慰的眼眸，终于明白了她这些年来的所有苦心。她重重地对着母亲说道：儿臣定不负母后所托。3日后，东厂衙门，魏安终于从昏迷中醒来。他一睁眼便看到了3张风格迥异却同样美得惊心动魄的绝色容颜。秦揽月抱剑倚在窗边，见他醒来，冷哼一声，别过头去，耳根却微微泛红。柳如烟端着一碗刚刚熬好的汤药，坐在床边，见他醒来，脸上露出了一个清丽绝俗的温柔笑容。而女帝李青燕则是坐在离他最近的绣墩之上，一双明亮的眼眸一眨不眨的充满了关切。你醒了。3女几乎是异口同声。魏安看着这堪比后宫选妃的阵仗，一个头2个大，要了命了，这修罗场比打上古古王还累。就在这时，一个雍容华贵的身影缓缓地从屏风后走了出来，正是早已恢复了昔日风采的太后杨静瑶。她一出现，秦揽月立刻收起了傲娇，柳如烟也敛去了笑容，连女帝李青燕都下意识地站直了身子。没办法，正宫的气场就是这么强大。都出去吧。杨静瑶淡淡的开口，哀家有话要单独跟他说。3女虽然心有不甘，但也不敢违逆，只好1步3回头地退了出去。寝殿之内再次只剩下了魏安和杨静瑶。杨静瑶走到床边，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那双凤眸复杂到了极点。感觉怎么样？托娘娘的福，死不了。魏安笑道。哼，油嘴滑舌。杨静瑶轻哼一声，却还是亲自为他掖了掖被角。他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哀家已经下旨，将所有权力都还给了陛下。从今往后，哀家只是一个闲散的太后了。魏安看着他，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前所未有的轻松与释然。这样挺好。是啊，挺好。杨静瑶笑了，那笑容美得惊心动魄。以后哀家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好好的调教一下我这个不听话的小男人了。他说着，俯下身，红唇贴在他的耳边，吐气如兰。你说对吗？嗨嗨，魏安被太后这句虎狼之词呛得差点没背过气去。要了命了，这女人怎么刚从鬼门关回来就想着这事？这谁顶得住啊？怎么不乐意？杨静瑶凤眼一挑，指尖在他胸口画着圈圈，乐意。乐意至极。魏安求生欲瞬间拉满，能被娘娘调教是臣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这还差不多。杨静瑶满意的轻哼一声，这才缓缓直起身。她脸上的媚意一收，重新恢复了那高高在上的威严。
说正是。北境的军报800里加急，刚刚送到。他将一份奏报递给魏安，魏安接过一看，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果然不出他所料，突厥大汗在得知三王子完颜绝身死，万独门总坛被毁之后，勃然大怒。30万突厥铁骑已经倾巢而出，兵分3路，悍然南下。北境3座重镇雁门关、紫金关、倒马关同时告急。而朝中肃亲王死了的假消息传遍了，但其余几位藩王在接到这个消息后，竟也开始蠢蠢动动，公然抗命，拒不出兵。整个大燕王朝已是到了亡国的边缘，欺人太甚。魏安重重地将奏报拍在床沿之上，眼中杀机爆射。陛下如今打算如何应对？还能如何？杨敬尧的脸上也布满了寒霜。那帮老家伙一个个都想着坐山观虎斗，甚至还有人暗中与突厥勾结，想等着我们母女2人成破国王，他们好出来收拾残局。青燕的意思是御驾亲征，死守国门。胡闹！魏安想也不想，直接否定。陛下乃万金之躯，怎可亲身犯险？哀家也是这么劝他的。杨敬尧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所以哀家和他商量出了一个最好的人选。魏安的心咯噔一下，他看着太后那意味深长的眼神，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娘娘，您该不会是想……没错。杨敬尧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狡黠的弧度。哀家和陛下一致决定，封你为晋北大将军，总领全国兵马，赐尚方宝剑，待天子巡狩，即刻挂帅出征。半个时辰后，金銮殿上，当女帝李清燕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了这个惊天动地的决定时，整个朝堂都炸了。陛下，万万不可啊！让一个太监挂帅出征，统领3军，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大燕难道就没有将军了吗？一群言官御史哭天抢地，以头呛地，仿佛大燕下1秒就要亡国了一般。然而龙椅之上的李清燕却是面沉如水，不为所动。而他身旁的太后杨敬尧更是凤眸含煞，冷冷地扫视着下方。谁还有意见？他只说了这5个字，整个金銮殿瞬间鸦雀无声。开玩笑，谁敢有意见？忘了东厂诏狱里还有几百颗人头等着落地吗？就在这时，一个身穿黑色飞鱼服、腰挎绣春刀的身影缓缓地从殿外走了进来。他每踏出一步，身上那股刚刚突破至先天的强大气势便释放出1分。当他走到大殿中央时，整个金銮殿都仿佛被一股无形的龙威所笼罩，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魏安单膝跪地，声如洪钟：“臣魏安领旨，此去北境，不破突厥，誓不还朝。”他缓缓起身，目光如刀，扫过那些刚才还在叫嚣的文官，令晋北军出征在即，粮草军饷乃重中之重。本都在此立誓，若有任何人敢在后方拖延克扣，延误军机。他顿了顿，声音冷得像数9寒冬的冰。东厂的刀会比突厥人的弯刀更快地砍下他的脑袋。满朝文官噤若寒蝉。3日后，京城10里长亭，数十万京城百姓自发地前来为即将出征的晋北大将军送行。魏安一身亮银盔甲，骑着神骏的白色战马，身后是10万整装待发的金鸡禁军。长亭之内，3道绝美的身影静静地伫立着。太后、女帝、秦揽月，此去万事小心。杨敬尧看着他，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了这最简单的一句：朕在京城等你回来。李清燕的眼圈微微泛红。你要是敢死在外面，本姑娘就亲自去北境，把你的尸骨一寸一寸的拼回来。秦揽月的告别方式依旧是那么的与众不同。魏安看着他们，心中涌起万丈豪情。有妻如此，夫复何求？虽然这3个妻没一个是他名正言顺的。他翻身上马，对着他们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随即他猛地一拉缰绳，白色战马人立而起，发出一声响彻云霄的长嘶。魏安抽出腰间的尚方宝剑，剑指北方，发出了此生最豪迈的怒吼：全军出发，目标雁门关，犯我大雁天威者，虽远必诛。北风如刀，卷起漫天尘沙。10万大军开拔的景象是何等壮观！旌旗蔽日，甲光象金，长长的队伍如同一条钢铁巨龙，蜿蜒着向着危机四伏的北境长城而去。魏安一身亮银盔甲，骑在神骏的白色战马踏雪之上，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他身后是东厂百户福顺以及10名亲卫番子，再往后才是那黑压压的10万大军。感受着那千军万马汇聚而成的铁血煞气，魏安非但没有半分紧张，反而胸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大丈夫当如是。然而他很清楚，这10万大军并非铁板一块，
其中除了拱卫京畿的5万禁军对他还算信服外，另外5万则是从各大卫所抽调而来的地方郡，兵油子众多，将领更是各有背景，桀骜不驯。想让他们对自己这个将军心服口服，光靠圣旨和尚方宝剑是远远不够的。果然，大军开拔的第3日，麻烦就来了。傍晚安营扎寨时，一名身材魁梧如铁塔、满脸络腮胡的老将，竟是带着几个亲兵，大摇大摆地闯进了魏安的中军大帐。末将镇远将军陈啸天参见大将军。他嘴上说着参见，腰杆却挺得笔直，那双铜铃般的眼睛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审视与轻蔑。魏安正在看地图，闻言头也没抬，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陈啸天见他这副模样，心中怒火更盛。他本就是老牌勋贵出身，在军中素有威望，哪里受过这等冷遇？他上前一步，声音洪亮如钟：“大将军，末将有一事不明，我等皆是沙场宿将，为何要听从一个内官的调遣？行军布阵，非同儿戏，若因指挥不当，让我10万将士的性命白白断送，这个责任，大将军你担得起吗？”他这话一出，帐外偷听的不少将领都露出了看好戏的神情。魏安终于缓缓抬起头，放下了手中的地图。他没有生气，反而笑了。陈将军说得对。他站起身，缓步走到陈啸天面前。本督也觉得军中当以实力为尊。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帐外那些探头探脑的将领，声音陡然提高：“这样吧，本督给你一个机会，你我在此当着全军将士的面比试一场。3招之内。”魏安伸出3根手指，脸上的笑容自信又张狂。本督若不能让你心服口服的跪下，这进北大将军之位，我拱手相让。你若输了，便要当着全军的面磕头认错，往后对本督的命令若有半分迟疑，军法处置。此言一出，满场哗然。陈啸天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放声大笑：“好一个狂妄的阉人！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就别怪末将手下无情了。”1刻钟后，中军教场火把通明，数万名将士将这里围的是水泄不通，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场中央那2个对峙的身影之上。一边是身经百战、魁梧如熊的镇远将军陈啸天，另一边则是身形修长、看起来甚至有些文弱的东厂提督魏安。小子，出招吧，老夫让你3招。陈啸天抱臂而立，脸上满是轻蔑。不必了。魏安摇了摇头，缓缓抽出了腰间的绣春刀：“对付你1招足矣。”找死！陈啸天勃然大怒，不再废话，脚下猛地一踏，整个人如同出膛的炮弹，朝着魏安直冲而来。他使的是一套大开大合的猛虎拳，拳风呼啸，是大力沉，光是那股气势就足以让普通士卒肝胆俱裂。然而在魏安的眼中，他那看似迅猛的动作却慢得如同蜗牛。就在陈啸天的拳头即将击中他面门的刹那，魏安动了。他没有闪避，甚至连刀都没有出鞘，他只是简简单单的抬起了自己的右手，后发先至，一把抓住了陈啸天那砂锅大的拳头。什么？陈啸天大惊失色，他只觉得自己的拳头像是被一把烧红的铁钳给死死夹住，任他如何发力都无法再前进分毫，太慢了。魏安的声音如同魔咒在他的耳边响起。下一秒，魏安的手腕轻轻一抖，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脆响，陈啸天那右臂竟是被魏安硬生生地从中折断。啊！凄厉的惨叫声响彻了整个教场。陈啸天疼得冷汗直流，想也不想，左拳便朝着魏安的太阳穴狠狠砸去。然而他的动作在魏安眼中依旧是那么的缓慢，魏安甚至懒得再用手挡，他只是侧身抬起穿着战靴的脚，对着陈啸天的膝盖轻轻一踹。砰！又是一声骨裂脆响。陈啸天发出一声闷哼，那条支撑着他魁梧身躯的左腿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向后弯折，他再也支撑不住，扑通一声单膝跪倒在了魏安的面前。2招，仅仅2招，一个身经百战的沙场宿将便如同一个孩童般被眼前这个看似文弱的太监摧枯拉朽般的彻底击溃。整个教场鸦雀无声，所有将士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如同神迹般的一幕。魏安缓缓收回脚，居高临下地看着脚下这个已经彻底失去战斗力的老将，声音冰冷：“第3招，本督不想用了，因为我怕你死。”教场之上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将士都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那个站在场中身形笔挺的男人。2招，仅仅2招便废掉了军中素有威名的猛虎将军陈啸天，这等实力简直骇人听闻。那些原本还抱着看热闹，甚至等着看魏安笑话的地方将领，此刻一个个噤若寒蝉，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魏安没有再看脚下那个已经彻底失去斗志的陈啸天，他缓缓转身，
目光如刀扫过全场。还有谁不服？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中。无人应答。魏安满意的点点头，将手中的绣春刀缓缓归鞘。很好。他走到陈啸天面前，竟是亲自将他扶了起来，甚至还从怀中掏出一瓶金疮药递了过去。陈将军，军中无戏言。他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你输了。陈啸天面如死灰，看着自己那2条被废掉的胳膊和腿，又看了看魏安那深不见底的眼神，心中最后一丝不甘也化作了恐惧和敬畏。他挣扎着用那条完好的腿对着魏安重重的单膝跪下，低下了那颗高傲了半辈子的头颅。末将心服口服。经此一役，魏安在军中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再也无人敢质疑他这个大将军的权威。整个大军的行进速度和执行力都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10日后，大军终于抵达了北境第一雄关雁门关。还未靠近，一股浓重的化不开的血腥味便随着北风扑面而来。只见那巍峨的关墙之上早已是千疮百孔，无数的箭矢和投石的痕迹遍布其上，城墙的砖石都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关墙之下更是尸骸遍野，无数残破的旌旗和兵器散落一地。显然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甚至数场惨烈无比的大战。参见大将军。雁门关守将老将军李牧带着一众将士早已在关门口等候。老将军须发皆白，身上盔甲亦是血迹斑斑，一条胳膊还用绷带吊着，显然是受了不轻的伤。李将军不必多礼。魏安翻身下马，扶起老将军。关内情况如何？李牧长叹一声，脸上满是疲惫与悲怆。回大将军，不容乐观啊！突厥30万大军已将我雁门关围困了近半个月，日夜攻打，轮番不休。我军将士虽拼死抵抗，但兵力悬殊，粮草箭矢也已所剩无几。若非大将军您率军及时赶到，恐怕不出3日，这雁门关就要失守了。魏安闻言，心中一沉。他登上关墙，朝着远处望去，只见关外数里之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突厥人的营帐，连绵不绝，一眼望不到头。无数的榔头大旗在风中猎猎作响，那股由数十万大军汇聚而成的铁血煞气，几乎要将天上的云层都给冲散。好大的阵仗！魏安的眼神渐渐冷了下来。就在这时，关外传来了震天动地的战鼓之声，咚咚咚！只见突厥人的大营之中，无数的士兵如同潮水般涌出，数十座高达10丈的巨型工程塔如同移动的堡垒，被无数的士卒推着，缓缓地朝着雁门关压了过来。敌袭！敌袭！关墙之上瞬间响起了凄厉的号角声，所有大雁的将士都握紧了手中的兵器，脸上露出了绝死的悲壮。来得好！魏安看着那如同黑色潮水般涌来的敌军，脸上却没有半分惧色，反而眼中战意熊熊。他一把夺过身旁骑手手中的魏字大旗，猛地插入关墙的垛口之上。本将军在此。他的声音在先天真气的加持下，如同滚滚天雷，响彻了整个战场。大雁的将士们，你们的身后是父母妻儿，是万里河山。今日就随本将军，让这些草原上的豺狼们看看，犯我大雁天威者是何等下场。开城门，随我冲锋！他竟是要主动出击。大将军，不可啊！李牧大惊失色，敌众我寡，出关迎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啊！魏安没有回答他，他只是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他纵身一跃，竟是直接从那数10丈高的关墙之上一跃而下。黑色的飞鱼服在风中猎猎作响，他就像一只黑色的猎鹰，朝着那千军万马直坠而去。轰！一声巨响，他重重地落在了关外的战场之上，将地面都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烟尘散去，他一人一刀傲立于千军万马之前。大燕靖北大将军在此，谁敢与我一战？整个战场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无论是关墙之上严阵以待的大雁将士，还是关外气势汹汹的突厥大军，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站在战场中央的渺小却又无比伟岸的身影。疯了，这家伙绝对是疯了！一人一刀，竟敢单挑千军万马！短暂的死寂过后，突厥人的军阵之中爆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哄笑。哪来的阉人，竟然敢在阵前送死！杀了他，用我们突厥的弯刀把他剁成肉酱！一名骑着高头大马，身材魁梧如铁塔的突厥将领狞笑着催马而出，他手中提着一柄巨大的狼牙棒，棒上还挂着几个血淋淋的不知是谁的头颅。我乃突厥先锋大将呼延灼，阉人报上名来，本将的棒下不斩无名之鬼。魏安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只是缓缓地
举起了手中的绣春刀，刀尖遥遥指向对方聒噪。他只说了这2个字：找死！呼延灼勃然大怒，猛地一夹马腹，战马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朝着魏安直冲而来。他高高举起手中的狼牙棒，带着撕裂空气的恐怖劲风，朝着魏安的头顶狠狠砸下。这一击足以将一头成年的巨象都砸成肉泥。关墙之上，所有大雁将士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然而面对着这雷霆万钧的一击，魏安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在那狼牙棒即将落下的前一刹那，他动了。没有人看清他的动作，众人只看到一道金色的流光一闪而逝。快到了极致，那道金光快得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范畴。它不是闪电，胜似闪电。前一瞬，呼延灼的狼牙棒还带着万钧之势，眼看就要将魏安砸成肉泥。后一瞬，金光已至，嗤一声极其微微，仿佛布帛被撕裂的声音，在震耳欲聋的马蹄声和风声中显得微不足道，却又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呼延灼那前冲的庞大身躯，连同他胯下神骏的战马，以一种违反物理常理的姿态，骤然停在了距离魏安不足3尺的地方。他脸上的狞笑还僵在嘴角，他手中的狼牙棒还保持着下劈的姿势。一切都静止了，战场上那喧嚣的哄笑声戛然而止。关墙之上，所有大雁将士那提到了嗓子眼的心也仿佛停止了跳动。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这诡异的一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有魏安缓缓地将那柄不知何时已经出鞘的绣春刀重新插回了腰间的刀鞘，他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咔嚓，刀入鞘的声音清脆悦耳，也像是一个信号。那个凝固的世界再次开始转动。先是呼延灼手中那柄由百炼金刚打造、重达80余斤的狼牙棒，从中间无声无息地断成了2截，切口光滑如镜。紧接着是他身下的战马，那匹神骏的草原马，从头到尾一道细细的血线缓缓浮现。随即庞大的马身连同上面还未反应过来的呼延灼，一同整整齐齐地分成了2半。轰！血雨、内脏混杂在一起，轰然倒塌，溅起的尘土染上了一片刺目的猩红。突厥先锋大将呼延灼死！一刀，仅仅一刀，甚至没有人看清他是如何出刀的。整个战场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如果说之前2招废掉陈啸天是骇人闻听，那眼前这一幕便已是神迹，不是魔迹。妖术，是妖术。短暂的死寂过后，突厥人的军阵之中爆发出了惊恐至极的尖叫。他们的士气在这一刻被那道快的无法理解的金色刀光彻底斩碎了。而关墙之上，在经历了长达3息的呆滞之后，爆发出了一阵足以掀翻整个雁门关的山呼海啸般的狂热欢呼：大将军神威！大将军神威！老将李牧看着场中那个负手而立，连衣角都未曾凌乱的削瘦身影，激动得浑身发抖，老泪纵横。他看到的是一尊从天而降的无敌战神。魏安没有理会身后的欢呼，也没有在意敌军的恐惧，他只是缓缓抬头，将那冰冷的目光投向了远处那数十座如同移动堡垒般的巨型工程塔。斩将立威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战争。他猛地转身，面向那紧闭的厚重无比的雁门关城门，发出了他踏上这片战场后的第2个命令。那声音比北风更冷，比战鼓更响。开城门，东厂所属，随我冲锋！吱呀，沉重无比的雁门关主城门在无数守城将士震惊的目光中缓缓地打开了。门后不是千军万马，只有10道黑色的身影，他们悄无声息地骑在10匹同样通体漆黑的战马之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戴着一张狰狞的恶鬼面具。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比关外的突厥人还要冰冷，还要嗜血。他们正是魏安一手打造的东厂最精锐的亲卫10殿阎罗。杀！魏安翻身上马，抽出腰间那柄女帝亲赐的尚方宝剑，剑锋遥指敌阵，一声令下，11骑如同一支黑色的死亡箭矢，义无反顾地冲向了那黑压压的数以万计的突厥大军。所有人都疯了，关墙上的李牧疯了，关外的突厥人也疯了。11骑对数万大军，这不是冲锋，这是自杀。然而下一秒，所有人都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怖。魏安一马当先，手中的尚方宝剑在他的先天真气灌注之下，爆发出3尺长的金色剑芒。它就像一柄烧红的利刃，狠狠地切入了一块冰冷的牛油。扑哧，扑哧，扑哧，剑芒所过之处，无论是人是马是盾牌是盔甲，尽数被一分为2。
根本不存在任何能够阻挡他分毫的东西。他身后那10名东厂番子更是如同10尊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杀神，他们的刀法没有半分花哨，每一刀都精准地划过敌人的咽喉，带走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们的阵型始终保持着一个完美的锥形，将魏安突破的缺口不断地扩大撕裂。11旗竟是在那数万人的军阵之中硬生生地杀出了一条血路。他们的目标明确无比，那些还在缓缓推进的巨型工程塔。拦住他们！快！放箭！放箭！突厥人的指挥官终于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咆哮。然而一切都太晚了，魏安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第一座工程塔之下。他看都懒得看那些推着工程塔的士卒，只是将手中的尚方宝剑狠狠地插入了工程塔那粗壮的基座之中，龙息流转。给我爆！轰！一声巨响，那座高达10丈的巨型工程塔竟是从内部开始轰然炸裂，无数的木屑和残肢断壁如同天女散花般四散飞溅。魏安没有半分停顿，身形再闪，扑向了第2座、第3座、第4座。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死神，在那片混乱的战场之上掀起了一场毁灭的风暴。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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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声此起彼伏。不过短短一炷香的功夫，那数10座让雁门关守军绝望的巨型工程塔竟以尽数化做了漫天燃烧的残骸。做完这一切，魏安看都懒得看那些早已被吓破了胆的突厥士兵。他拨转马头，长剑一指，发出了最后的命令：撤！11旗来如奔雷，去如疾风。在那数10万大军还未完全反应过来之前，便已再次杀穿了敌阵，毫发无伤地退回了雁门关之内，只留下了一片狼藉的战场和无数具冰冷的尸体。当那扇沉重的城门再次缓缓关闭时，整个战场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关墙之上，所有的大雁将士都用一种看神明般的眼神看着那个缓缓走上城头，身上甚至连一丝血迹都未曾沾染的男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单膝跪地，用尽全身的力气发出了此生最狂热的嘶吼：大将军威武！山呼海啸般的狂吼如同惊雷，在雁门关的上空滚滚回荡，久久不息。关墙之上，数万将士依旧单膝跪地，他们看着那个站在垛口前身形笔挺的男人，眼神里再无半分对太监将军的疑虑，只剩下最纯粹最狂热的崇拜。魏安没有回头，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关外那片狼藉的战场，看着那些如同惊弓之鸟般开始缓缓后撤的突厥大军，眼神平静得如同一潭深不见底的寒水。老将李牧颤微微地走上前，想要开口，却发现自己的喉咙竟因为过度的激动而有些哽咽。他深吸一口气，对着魏安的背影重重地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大将军真乃天神下凡。末将替着雁门关数万将士，替着身后的大雁百姓，谢大将军救命之恩。魏安缓缓转过身，他没有去扶老将军，只是用那双仿佛能洞察一切的眼睛扫视着眼前这些还跪在地上的将士。起来吧。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这不是神迹，是军心。我大燕的军人从不畏死，缺的只是一个敢带着你们冲锋陷阵的人。他顿了顿，声音陡然变得冰冷：今日一战只是开胃菜，突厥人虽然暂时退了，但30万大军仍在，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而我们也不能永远龟缩在这关墙之后，等着他们下一次的进攻。他走到关墙中央的地图前，那里早已摆好了一副巨大的沙盘。李将军，末将在，立刻召集所有偏将以上将领，中军大帐议事。半个时辰后，雁门关中军大帐，气氛肃穆到了极点。帐内数十名身经百战的沙场宿将，一个个盔明甲亮，腰杆挺得笔直，如同标枪一般分列两侧。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个坐在主位之上，正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中尚方宝剑的年轻人身上。就连之前被魏安2招废掉，此刻手臂上还吊着绷带的陈啸天也赫然在列，只是他此刻的眼神里早已没了半分不服，只剩下……魏安没有说话，只是用一块洁白的丝绸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那柄象征着皇权的宝剑。帐内静得落针可闻，只有丝绸划过剑身的沙沙声。这无声的压迫感，比任何的呵斥与威吓都更让这些桀骜不驯的将军们心惊胆战。终于，当剑身被擦拭的光可见人，能清晰地映出魏安那张冷峻的脸时，他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诸位将军，他缓缓开口，目光如刀，扫过每一个人。今日一战打得痛快吗？痛快。众将齐声怒吼。很好。魏安满意的点点头。那本督现在问你们，接下来这一仗该怎么打？此言一出，帐内顿时响起了一阵议论之声。大将军，末将以为当固守关墙，以逸待劳。
突厥人远道而来，粮草不济，不出半月，定会不战自退。没错，我雁门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我们守。魏安突然冷笑一声，打断了众人的议论。他缓缓站起身，走到那巨大的沙盘前，指着关外那片黑压压的突厥大营：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要守？他们毁了我们的家园，杀了我们的同胞，如今兵临城下，你们想的竟然只是守。他的声音陡然提高，如同惊雷在每个人的耳边炸响。本将军的字典里没有守这个字，只有……他猛地伸出手，将沙盘上代表着突厥大营的黑色小旗一把攥在手中，狠狠捏碎。进攻！今夜3更，月黑风高，本都要亲率3万精骑夜袭敌营。目标！他眼中杀机爆射，一字一顿地吐出了那足以让所有人都为之疯狂的4个字：焚其粮草。中军大帐之内，魏安那句焚其粮草如同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千层浪花。所有将领，包括刚刚心服口服的陈啸天在内，都是猛地抬头，眼中写满了震惊与不可思议。夜袭敌营，还是在敌军士气正盛，兵力10倍于己的情况下，这已经不是大胆了，这简直就是疯狂。老将李牧第一个站了出来，脸上满是忧虑：大将军，万万不可啊！突厥大营连绵数十里，兵力30万，其中更有精锐狼骑兵巡逻不休，防卫森严。我军仅有3万骑兵，贸然出击，无异于飞蛾扑火，一旦被发现，必将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啊！是啊，大将军，请三思，此计太过凶险，还请大将军收回成命。帐内众将纷纷附和。他们虽然被魏安白日的神威所慑，但带兵打仗靠的不是一人之勇，而是稳妥的计策。魏安看着他们，脸上没有半分动摇。他缓缓走到沙盘前，拿起一支红色的小旗，狠狠地插在了突厥大营后方那片代表着粮草辎重的位置。你们说的都对。魏安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压过了所有的议论声。突厥人兵多将广，防卫森严，这一切本都看在眼里。所以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狐狸般的狡黠。谁说我们要从正面进攻了？他指着沙盘上雁门关侧翼的一处悬崖峭壁，那地方在地图上被标注为断魂崖，是连飞鸟都难以逾越的绝地。这里可有人去过？李牧一愣，随即摇头：回大将军，断魂崖高于100丈，峭壁光滑如镜，只有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圆脑小道，常年被冰雪覆盖，莫说大军，就是山间的猎户也不敢轻易涉足。很好。魏安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疯狂的弧度。突厥人想不到，你们也想不到，这便是我们的生路。他猛地转身，目光如刀，扫过在场的所有将领。传我将令，今夜3更，李牧将军，你率领5万部族，在关墙之上擂鼓呐喊，大举佯攻，务必要将突厥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正面战场。末将遵命。李牧虽然心中疑虑，但还是大声领命。陈啸天，末将在。断了手脚的陈啸天拄着拐杖，单膝跪地。你率领剩余2万骑兵，在本镇待命，一旦看到敌营火起，立刻开城门，从正面接应。末将遵命。其余人等。魏安的声音陡然变得冰冷：随我坠城腋下，其袭断魂崖。本都要亲率1万精锐，如神兵天降，直插敌军心脏。3更时分，月黑风高，雁门关的北面关墙之上，1万名身穿黑色夜行衣、口衔枚、马裹蹄的精锐骑兵已经集结待命。他们是魏安从10万大军中精挑细选出的敢死之士。魏安同样换上了一身黑色劲装，脸上戴着恶鬼面具，只露出一双在黑夜中亮得吓人的眼睛。他没有做任何战前动员，他只是翻身上马，对着身后那1万双同样燃烧着狂热火焰的眼睛，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尚方宝剑。随即剑锋向下一指，出发。没有惊天动地的呐喊，只有整齐划一的行动。一根根粗大的绳索从关墙之上垂下，1万名敢死之士牵着他们心爱的战马，竟是如同鬼魅一般，顺着绳索悄无声息地滑下了那数10丈高的巍峨关墙。就在他们全员落地的瞬间，咚咚咚咚，雁门关的正面突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战鼓之声。数万名大雁部族在关墙之上燃起熊熊火把，对着关外的突厥大营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杀杀杀！佯攻开始了。果然，突厥人的大营瞬间被惊动，无数的士兵从睡梦中被叫醒，乱哄哄地朝着雁门关正面集结。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在他们防守最薄弱的侧翼，一支黑色的死亡骑兵已经借着夜色的掩护，悄然绕向了那座被他们视为天然屏障的断魂崖。断魂崖下，寒风刺骨。魏安抬头看着那近乎垂直的
光滑如镜的百丈峭壁，眼中没有半分惧色。他翻身下马，从背后取出一对特制的闪烁着寒光的飞虎爪。东厂的弟兄们，他对着身后那10名同样装备精良的10殿阎罗亲卫下达了命令：开路！是。11道黑影如同壁虎游墙，竟是硬生生地顺着那陡峭的崖壁向上攀爬而去。他们的动作快、准、狠，每一步都踏在最稳固的岩石之上，每一次飞爪出手都精准地扣入最坚实的缝隙之中。这等神乎其技的攀岩之术，看得身后那1万名骑兵是个个目瞪口呆，心中对自家大将军的崇拜更是达到了顶点。一炷香后，魏安第一个登上了断魂崖的顶端。崖顶之上果然不出他所料，只有寥寥10几个突厥哨兵正围着一堆篝火，睡眼惺忪地打着哈欠，根本没想到会有人能从这绝地之上摸上来。魏安没有给他们任何发出警报的机会，他对着身后的福顺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扑哧扑哧，几道黑影闪过，那10几个哨兵便捂着喉咙无声无息地倒在了血泊之中。解决掉岗哨，魏安立刻放下绳索，将下方的1万大军连人带马全部拉了上来。站在断魂崖顶，俯瞰着下方那片灯火通明，却将整个后背都暴露在自己面前的突厥大营，魏安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冰冷的如同死神般的微笑。他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尚方宝剑，剑锋遥指那片堆积如山的粮草辎重。弟兄们，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带着一股令人热血沸腾的魔力。盛宴开始了，随我冲锋！杀！1万名早已按捺不住的铁血骑兵跟随着他们的将军，从那100丈悬崖之上，如同天崩地裂般的黑色雪崩，朝着那毫无防备的突厥大营狠狠地碾压了下去。杀！1万名铁血骑兵跟随在他们心中已然封神的燕神将军身后，从那100丈悬崖之上，如同一场势不可挡的黑色雪崩，朝着下方灯火通明却毫无防备的突厥大营后方狠狠地碾压了下去。这是一种何等壮观而又恐怖的景象！马蹄踏碎了山石，铁甲撞开了夜幕。1万骑兵从天而降，那股由高处俯冲而下的巨大冲击力，只让人看了都心惊肉跳。突厥人的后营是他们防守最薄弱的地方，驻扎的大多是伙夫、府兵和一些负责看守粮草的2线部队。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早已被雁门关正面那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所吸引，做梦也想不到死神会从他们的头顶降临。敌袭在后方！一个刚刚从睡梦中被惊醒的突厥百夫长刚冲出营帐，还没来得及看清发生了什么，就被一匹从天而降的战马连人带帐篷踩成了一滩肉泥。恐慌如同瘟疫般瞬间蔓延，整个突厥后营彻底乱了。无数的士兵从睡梦中惊醒，衣衫不整地冲出营帐，却被眼前这如同地狱般的景象吓得魂飞魄散。他们看到的是一支沐浴着月光、戴着恶鬼面具，仿佛从九幽之下杀出的死亡骑兵。为首的那个男人更是如同魔神将士。魏安一马当先，手中的尚方宝剑爆发出3尺长的金色剑芒，他根本不做任何多余的格挡与闪避，只是以一种最野蛮、最不讲道理的姿态直线冲锋。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剑芒所过之处，无论是人、是马、是盾牌、是盔甲，尽数被一分为2，根本不存在任何能够阻挡他分毫的东西。他身后那10名东厂番子更是如同10尊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杀神，他们的刀法没有半分花哨，每一刀都精准地划过敌人的咽喉，带走一条鲜活的生命。快，保护粮草，保护大汉的营帐！混乱之中，一个骑着青狼、身披重甲的突厥万夫长终于反应过来，他嘶声怒吼，组织起身边数百名亲卫，试图阻挡这支从天而降的死亡骑兵。来得好！魏安眼中战意熊熊，他知道这便是敌军后营的主将。他猛地一拉缰绳，胯下战马踏雪通灵般发出一声长嘶，竟是直接人力而起，越过身前数十名敌兵，如同一道白色的闪电直取那万夫长。那万夫长也是一员悍将，见状不禁反喜，手中弯刀划出一道血色的弧线，迎向魏安。然而在魏安那早已达到先天之境的实力面前，他的一切反抗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魏安甚至没有用剑，他只是在两马交错的瞬间，简简单单地探出了自己的左手。金龙探爪，一只覆盖着金色龙鳞的如同神罚之手般的大手一把扣住了那万夫长的天灵盖。扑哧一声轻响，那颗戴着金刚头盔的头颅如同一个熟透的西瓜，被硬生生地捏爆，红的白的溅了魏安一身。他随手扔掉手中的无头尸体，如同扔掉一件垃圾。主将已死，降者不杀。魏安的声音如同滚滚天雷，响彻整个后营。所有还在负隅顽抗的突厥士兵看到自家主将那无头的尸体，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塌。
他们扔掉手中的兵器，哭爹喊娘，四散奔逃。魏安没有理会这些溃兵，他拨转马头，长剑一指，发出了最后的命令：放火，烧光他们的一切。冲天的火光在这一刻照亮了整个北境的夜空。雁门关外，大火烧了整整一夜，30万突厥大军的粮草辎重被魏安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冲天的火光几乎将整个北境的夜空都染成了红色，那烧焦的肉香和草料味混杂着突厥人绝望的哀嚎，传出数十里地。当黎明的曙光第一次照亮这片狼藉的战场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突厥大军，此刻已是溃不成军。无数的士兵扔掉了兵器，如同没头的苍蝇般四散奔逃，更多的人则是围在那片还在冒着黑烟的灰烬前嚎啕大哭。没了粮草，他们在这冰天雪地的北境连一天都撑不下去。而雁门关的关墙之上，则是爆发出了一阵经久不息的山呼海啸般的狂热欢呼。大将军神威，大雁威武！所有的大雁将士都用一种看神明般的眼神看着那个站在关墙之上迎风而立，身上甚至还沾着几点血迹的年轻提督。这一战，魏安以1万对30万，非但大获全胜，更是创造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军事奇迹。魏安之名自此响彻北境。3日后，京城，当800里加急的捷报如同雪片般飞入金銮殿时，整个朝堂都炸了。大捷，雁门关大捷！魏大将军夜袭敌营，火烧连营30里，斩敌手3000，俘虏上万，30万突厥大军已然溃不成军。当内世间用那尖锐却又充满了激动颤抖的声音念完捷报时，整个金銮殿先是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了雷鸣般的喝彩与议论。我的天爷，赢了，就这么赢了，以1万对30万还打出这等战绩，这位魏提督莫非真是天神下凡不成？什么天神下凡？我看是杀神下凡。你们没听见吗？捷报上说魏提督一人一刀阵前斩将，如探囊取物。东厂那10几个番子更是如同地府阎罗，杀的突厥人是闻风丧胆。那些曾经还对魏安这个太监将军颇有微词的文官，此刻一个个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多说半句废话。而那些武将勋贵则是个个面红耳赤，又是激动又是惭愧。龙椅之上，女帝李清燕紧紧地攥着那份捷报，那张清丽绝伦的俏脸上因为过度的激动而泛起了一层动人的红晕。她看着下方那些神情各异的文武百官，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骄傲与自豪。看，这就是朕选的人，这就是朕的晋北大将军。好，好一个魏安，好一个晋北大将军。他猛地站起身，声音清脆而有力，响彻整个大殿。传朕旨意，魏安临危受命，扬我国威，当即首功，赏黄金10000两，锦缎1000匹。令东厂上下一体同工，所有参战将士官升1级，赏银100两。陛下圣明！满朝文武齐齐跪拜，山呼万岁。与金銮殿上的热烈气氛不同，永安宫内却是异常的安静。太后杨敬瑶独自一人坐在那方她与魏安曾对弈过的棋盘前，静静地看着窗外。清河捧着刚刚送到的捷报，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低声道：娘娘，北境的捷报。知道了。杨敬瑶没有回头，声音平静得听不出一丝波澜，但她那微微颤抖的指尖却早已暴露了她内心的不平静。她真的做到了。那个在她面前时而无赖，时而霸道，时而又像个孩子一样寻求安慰的男人，在真正的战场之上竟是如此的耀眼，如此的令人心折。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那夜他抱着自己在自己耳边许下的那个承诺：等我回来。杨敬瑶的嘴角缓缓地勾起了一抹温柔的弧度，他伸出手轻轻地抚上了自己那平坦的小腹。不知为何，他的心中竟是生出了一丝莫名的期许。京城的另一处，一座戒备森严的王府之内，气氛却是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几个面色阴鸷的黑衣人正跪在一个身穿锦袍、面容与肃清王有几分相似的中年人面前。王爷，计划失败了。为首的黑衣人声音干涩，魏安那阉人不知使了什么妖法，竟真的让他打赢了雁门关之战。我们派去截杀他的死士，也全都有去无回。废物，一群废物。那锦袍王爷猛地将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眼中满是暴戾之气。他正是当今圣上的另一位皇叔，手握江南兵权的景王李承泽。一个阉人竟能坏我等大事。景王气得来回踱步，朝中内应被那妖后和黄毛丫头囚禁在天牢，如今魏安又大胜归来，声望如日中天。再这么下去，这大雁的江山就真的要落到那对母女和他们的鹰犬手里了。王爷息怒。一个黑衣人连忙道：魏安虽然得胜，但他锋芒太露，早已成了朝中不少人的眼中钉。
而且，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加阴冷。属下还得到一个消息，天魔教的3大法王似乎也对他很感兴趣。天魔教，景王猛地停下脚步，眼中爆出一团金光。没错，黑衣人狞笑道，据说天魔教的血魔大法正需要魏安这等气血旺盛的先天高手来当要引。好，好，好！景王府长大笑，传令下去，让咱们的人想办法把魏安即将班师回朝的路线图不小心的透露给天魔教的朋友们。本王倒要看看他这个所谓的大将军在真正的邪魔外道面前还能不能再创奇迹。雁门关帅帐之内，魏安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看着沙盘上那已经开始溃退的突厥大军，眉头却紧紧地锁了起来。不对劲，他喃喃自语，按理说粮草被烧，主将被杀，这30万大军就算不当场哗变，也该是作鸟兽散。可他们现在虽然在撤退，阵型却依旧保持得相对完整，像是在故意引诱他追击。就在这时，福顺行色匆匆地走了进来，提督大人抓到了一个突厥的舌头。片刻之后，一个被打得半死的突厥百夫长被拖了进来。魏安甚至懒得用刑，直接开启了读心术。不能说，绝对不能说，大汉说了，只要能把魏安那魔鬼引入黑风口的包围圈，天魔教的朋友们就会出手。天魔教，黑风口，魏安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无比。好家伙，打不赢就开始叫家长了。他看着沙盘上那个地势险要、易入难出的黑风口，脸上缓缓地露出了一个冰冷的、充满了杀意的笑容。福顺，属下在，传我将令，全军集结，告诉弟兄们，该我们追王逐北，痛打落水狗了。大将军有令，全军集结，追王逐北。当这道命令传遍整个雁门关时，所有的大雁将士都沸腾了，他们一个个磨刀霍霍，士气高涨到了极点。在他们看来，如今的突厥人就是一群没了牙的老虎，正是痛打落水狗、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然而，在中军大帐之内，气氛却截然不同。老将李牧和陈啸天等人看着沙盘上那个代表着黑风口的死亡之地，脸上写满了忧虑。大将军，万万不可啊！李牧苦口婆心地劝道，那黑风口地势险要，2山夹1谷，乃是天然的绝地。我军若是贸然追击，一旦被敌军设下埋伏，堵住前后出口，必将插翅难飞啊！是啊，大将军。陈啸天也顾不上自己还吊着胳膊的伤，急切道，穷寇莫追，此乃兵家大忌。突厥人虽然兴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还是稳妥为上，固守关墙，徐图之方为上策。帐内众将也纷纷附和。他们虽然敬佩魏安的神勇，但这个命令在他们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将看来，实在是太过冒险，近乎于自杀。魏安看着他们，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将一块早已准备好的黑色令牌放在了沙盘之上，令牌之上用银线绣着一个狰狞的恶鬼面具。这时，李牧等人看到这块令牌，瞳孔骤然收缩。东厂的阎罗令。没错，魏安的声音平静的不带一丝感情。本都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他缓缓起身，目光如刀，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本都也知道，那黑风口是个陷阱。什么？此言一出，满场皆惊。既然知道是陷阱，那您为何还要？李牧失声问道。因为魏安的嘴角缓缓勾起了一抹冰冷的、充满了疯狂意味的弧度。本都就是要将计就计，请君入瓮。他突厥人不是想在黑风口伏击我吗？那本都就反过来把那黑风口变成他们30万大军的埋骨之地。这番话说的是何等的狂妄，何等的霸气。帐内所有将领都被魏安这石破天惊的计划给彻底震慑住了。反埋伏，用10万疲弊之师去埋伏敌军30万大军，这怎么可能？魏安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他走到沙盘前，拿起一支代表着不同兵种的令旗，开始了他那堪称天马行空的战术布置。李牧将军，末将在，你率领5万部族，携带所有火油、滚石，连夜出发，抄小路，绕到黑风口的后方，在这2座山上给本都布下天罗地网。陈啸天将军，末将在，你率领3万骑兵作为前锋，明日一早大张旗鼓地追击敌军。记住，只许败，不许胜，务必要将敌军的主力全部引入黑风口的包围圈。其余将士，魏安的声音陡然提高，随我坐镇中军，本都要亲手为他们敲响丧钟。翌日清晨，当突厥大汉得到大燕军队倾巢而出，前来追击的消息时，他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狞笑。好一个不知死活的燕人，竟真的敢追出来。他对着身旁3个穿着奇异服饰、浑身散发着不祥气息的神秘人恭敬地说道。
3位法王，一切都已按计划进行。那阉人很快便会进入黑风口的包围圈。那3个神秘人正是从西域赶来的天魔教3大法王，为首的是一名身穿血色长袍、面容妖异的女子。她舔了舔猩红的嘴唇，声音妩媚又残忍。很好，本座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尝尝那先天高手的精血是何等滋味了。他身旁一个身材枯瘦如干尸、浑身笼罩在黑袍之下的老者发出了桀桀的怪笑，而最后一个则是一个身高9尺、肌肉虬结如同铁塔般的巨汉。他只是沉默的擦拭着手中那柄比门板还宽的巨斧。传我命令！突厥大汉大手一挥，全军按计划行事。今日本汉要让阉人有来无回。黑风口正如其名，2座高耸入云的黑色山峰如2柄巨大的利剑直插云霄。山峰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终年被狂风笼罩的峡谷。陈啸天率领着3万骑兵一路败退，终于将突厥人的主力尽数引入了这片死亡之地。阉人休走！纳命来！突厥大汉亲自率领着10万精锐狼骑从后方掩杀而来，瞬间便将陈啸天的部队堵在了峡谷之中。而峡谷的另一头，早已设下埋伏的突厥大军也齐齐杀出，前后夹击，瓮中捉鳖。完了！陈啸天看着眼前这绝望的景象，脸上恰到好处的露出了惊恐与绝望。他的演技堪称影帝级别。陈啸天，你这手下败将！突厥大汉在马上得意的大笑，快叫你们的阉人将军出来受死！你是在找我吗？一个平静的仿佛不带丝毫感情的声音毫无征兆的从他的头顶响起。突厥大汉猛地抬头，只见不知何时魏安竟已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峡谷上方的一块突出的岩石之上。他一身黑色的飞鱼服在狂风中猎猎作响，眼神淡漠的俯视着下方那如同蝼蚁般的数10万大军。你是怎么上去的？突厥大汉大惊失色。你猜？魏安笑了，他缓缓举起了自己的右手。作为你费尽心机为本都准备了如此盛大葬礼的回报，本都也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他说着猛地打了个响指，啪一声脆响，刹那间轰隆隆，峡谷2侧的山峰之上突然响起了山崩地裂般的巨响。无数早已准备好的巨石和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火油桶如同暴雨一般朝着下方那密密麻麻的突厥大军倾泻而下。不好，有埋伏！突厥大汉发出了惊恐至极的尖叫。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整个黑风口在这一刻瞬间变成了一片人间炼狱。惨叫声、哀嚎声、爆炸声此起彼伏，数10万突厥大军在这狭窄的峡谷之内避无可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亡从天而降。而这还仅仅是开始，天魔3王还不现身。魏安站在高处，声音如同滚滚天雷传遍了整个峡谷。再不出来，你们的雇主可就要死光了。随着他的话音落下，3道强大无匹的充满了邪恶气息的身影猛地从混乱的突厥军阵之中冲天而起，悬浮在了半空之中，成品字形将魏安团团围住。血袍妖后、黑袍狮王、巨斧力王，天魔教3大法王旗帜。结魏安。血袍妖后舔了舔猩红的嘴唇，眼中充满了贪婪。你的命是我们的了。面对着这3位至少都是先天顶尖高手的围攻，魏安的脸上却没有半分惧色。他只是缓缓地抽出了腰间的尚方宝剑剑锋，遥指3人。正好，本都也想看看你们这所谓的天魔，比起本将军，到底谁更像魔？整个黑风口已然化作一片火海与修罗场。天魔教3大法王每一个都是威震西域、凶名赫赫的先天顶尖高手。此刻3人成品字形，将魏安所有的退路尽数封死。那3股强大而又邪恶的气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足以让任何同级别的先天高手都感到一阵心悸。然而被围在中央的魏安脸上却没有半分惧色，他只是静静地悬浮在半空，手中的尚方宝剑在下方火光的映照下反射着冰冷的寒芒。他眼神平静。一起上吧。魏安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3人的耳中。省得本将军一个个的送你们上路。狂妄！那身材魁梧如铁塔的巨斧力王第一个按捺不住，他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手中的巨斧之上瞬间被一层厚重的土黄色的罡气所包裹。天魔霸斧诀，力劈华山。他双手持斧，猛地从上至下朝着魏安狠狠劈来。那一斧之威，仿佛真的能将一座山峰都劈成2半，空气都被那狂暴的斧锋撕裂，发出了刺耳的尖啸。面对着这石破天惊的一击，魏安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就在那巨斧即将临头的前一刹那，他动了。他没有闪避，甚至没有用剑，他只是简简单单的抬起了自己的左手，并指如剑，朝着那迎面而来的巨斧轻轻一点。叮，一声清脆悦耳的，如同玉珠落盘般的轻响。金龙九变第8式神龙指。魏安的指尖与那狂暴的斧刃精准无比地点在了一起，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巨斧力王那张写满了狰狞的脸上瞬间布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他只觉得一股锋锐无匹却又浩瀚磅礴的金色剑气竟是顺着自己的斧刃摧枯拉朽般的涌入了自己的体内。咔嚓咔嚓咔嚓，一连串令人牙酸的脆响。他手中那柄由百炼玄铁打造的巨斧竟是从斧刃开始一寸一寸地布满了蜘蛛网般的裂纹，紧接着是他那条比常人大腿还粗壮的手臂。他那身引以为傲的坚不可摧的护体罡气在这股金色剑气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的一般。不，在巨斧力王那充满了无尽恐惧与绝望的惨叫声中，砰一声巨响，他整个人连同他手中的巨斧竟是从内部开始轰然炸裂，化作了漫天飞舞的血肉碎末。一指，仅仅一指，天魔教3大法王之一的巨斧力王死。黑风口的风在这一刻仿佛都凝固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和一股烧焦的蛋白质味，那是巨斧力王留在这世间最后的痕迹。血袍妖后脸上的妩媚笑容彻底僵住，那双能勾魂夺魄的桃花眼里流露出恐惧之色，他身旁的黑袍狮王更是如遭雷击，那张隐藏在兜帽之下的如同干尸般的脸上，唯一能动弹的下巴正不受控制的咔吧咔吧作响。一指，仅仅一指，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指，就把他们3人中肉身防御最强、力量最霸道的力王给当场点爆了，连个全尸都没留下。这他妈是什么妖法？现在魏安缓缓收回那根还沾着几点血腥的修长白皙的手指，脸上露出了一个和善的人畜无害的微笑。轮到你们了，你们是想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上给你们的同伴报仇？他这话说的云淡风轻，仿佛刚才只是随手碾死了一只苍蝇，可听在血袍妖后和黑袍狮王的耳中，却比九幽之下的恶魔低语还要恐怖。这家伙绝对不是普通的先天高手，那金色的真气霸道无匹，充满了神圣的龙威，正好是我们天魔教阴邪功法的克星。不行，必须联手，否则今日我俩都得交代在这里。血袍妖后心中念头急转，立刻对着身旁的狮王使了个眼色。黑袍狮王虽然脑子不如他好使，但也知道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怪叫一声，双手猛地从黑袍之中伸出，那是一双干枯的如同鸡爪，指甲却长达半尺，乌黑发亮的手。万鬼噬魂！他双手齐出，10道漆黑如墨的爪影带着凄厉的鬼哭狼嚎之声，铺天盖地地朝着魏安抓了过来。与此同时，血袍妖后也动了，他没有硬冲，而是身形一晃，整个人竟是化作了一片诡异的血色雾气，在半空中迅速弥漫开来，将魏安所有的闪避空间尽数封死。血魔解体大法！那血雾之中传出他那妩媚又残忍的笑声。魏安，好好享受吧，这可是本后为你准备的血之盛宴。话音未落，那漫天血雾之中竟是凝聚出了成千上万只细如牛毛的血色冰针，如同暴雨一般朝着被爪引困在中央的魏安传射而去。一个主攻，一个控场，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瞬间便布下了一个必杀之局。下方观战的突厥大汉和雁门关守将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面对着这等毁天灭地的联手一击，换做任何一个先天高手恐怕都得暂避锋芒。然而魏安却笑了，米粒之珠也放光华。他站在原地，甚至连手中的尚方宝剑都懒得拔出，他只是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手，然后并指如剑，对着那漫天血雾和无尽爪影轻轻地向前一划。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划，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毁天灭地的声势，只有一道薄如蝉翼的纯粹到了极致的，仿佛能将整个天地都一分为二的金色剑芒一闪而逝。那剑芒是如此的璀璨，如此的耀眼，在那一瞬间，它甚至盖过了下方那冲天的火光，盖过了天边那轮清冷的明月，成为了这片战场之上唯一的光。嗤！一声轻响，黑袍狮王那铺天盖地的爪影在接触到这道金色剑芒的瞬间，如同冰雪消融，瞬间溃散。紧接着是他那双引以为傲的坚不可摧的鬼爪，连同他的2条手臂一同被那道剑芒齐齐斩断。而那漫天的血色雾气更是如同被烧红的烙铁烫过的浓雾，发出了滋滋的声响，被那道剑芒硬生生的从中撕开了一道巨大的无法愈合的口子。血袍妖后的闷哼声从血雾之中传了出来，
一剑，仅仅一剑，便同时破了天魔教2大顶尖高手的联手绝杀。这不可能！黑袍狮王看着自己那2条光秃秃的胳膊，发出了不敢置信的凄厉惨叫。血袍妖后更是当机立断，收了血雾，重新凝聚出身形。那张妖异妩媚的脸上早已没了半分血色，嘴角还挂着一丝嫣红的血迹。他看着魏安，那眼神如同在看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怪物。逃！必须立刻逃！这是他脑海里唯一的念头。他想也不想，猛地一咬舌尖，喷出一大口心头精血，就要施展天魔教最顶级的血遁秘法。然而他快，魏安比他更快。在本都面前，你逃得掉吗？魏安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一只覆盖着金色龙鳞的如同神罚之手般的大手轻轻地按在了他的天灵盖上。血袍妖后的身体瞬间僵住，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至刚至阳的霸道无匹的真气正源源不断地涌入自己的体内，疯狂地破坏着他的经脉和丹田。你到底是谁？他艰难地吐出了此生最后一句遗言。一个你们惹不起的人。魏安的声音平静得不带一丝感情，他五指猛地收紧，噗嗤一声轻响，那颗曾经让无数西域豪杰魂牵梦绕的绝美头颅，如同一个熟透的西瓜被硬生生地捏爆，红的白的溅了一地。天魔教3大法王之一血袍妖后死。魏安随手扔掉手中的无头娇躯，如同扔掉一件垃圾。他缓缓转身，将那冰冷的目光投向了最后那个还在惨叫的断臂狮王。别杀我！黑袍狮王看着魏安那如同死神般的眼神，彻底崩溃了。他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再也顾不上什么高手风范，转身就要逃。然而他刚一转身，便迎面撞上了一道快到极致的刀光。不知何时，魏安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我说过，魏安的声音如同九幽之下的寒风，一个都跑不掉。噗嗤，刀光闪过，一颗干瘪的如同骷髅般的头颅冲天而起。天魔教3大法王自此全员覆灭。魏安缓缓收刀，甩掉刀尖上的黑血。他站在半空之中，沐浴着月光，黑色的飞鱼符在狂风中猎猎作响。他缓缓低头，将那冰冷的不带丝毫感情的目光投向了下方那个早已被吓傻了的突厥大汉。然后他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尚方宝剑，剑锋遥指对方。现在该轮到你了。下方那片人间炼狱般的峡谷里，无论是正在浴血奋战的大雁将士，还是早已被吓破了胆的突厥残兵，此刻都像被人施了定身法，一个个仰着脖子，张着嘴，傻愣愣地看着半空中那个如同神魔般的身影。突厥大汉，这位纵横草原半生，让无数敌人闻风丧胆的雄主，此刻正瘫坐在那匹同样被吓得屎尿齐流的战马之上，浑身抖得如同秋风中的落叶。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花重金请来的神仙一般的天魔3王，在不到一炷香的时间里，被眼前这个太监砍瓜切菜一般，一个指，一挥剑，一巴掌就给送回了老家，连个完整的零件都没剩下。这他妈打的是个啥？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被魏安那不讲道理的强大给彻底轰成了渣渣。现在魏安缓缓从半空中落下，黑色的飞鱼符上纤尘不染，准备受死吧。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突厥大汉的心口。不，你别过来！突厥大汉发出了惊恐至极的尖叫，他想也不想，猛地一拉缰绳，竟是拨转马头，连自己的大军都不要了，掉头就想跑。然而他刚跑出2步，嗖，一道破空之声，魏安甚至都懒得追，只是随手将那柄沾满了血污的绣春刀，如同扔一根烧火棍般，朝着他的背影甩了过去。噗嗤，绣春刀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精准无比地从突厥大汉的后心穿过，又从前胸透出，带着一盆滚烫的鲜血，将他死死地钉在了地上。突厥大汉难以置信地低下头，看着自己胸口那个狰狞的血洞，眼中充满了恐惧与不甘。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无力地垂下了那颗高傲了一辈子的头颅。草原霸主突厥大汉死！魏安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只是对着远处那些早已被吓傻了的突厥残兵，缓缓地伸出了一根手指。1，他开始倒数。那些突厥士兵先是一愣，随即像是明白了什么。2，魏安的声音如同催命的魔咒，哐当，哐当，哐当。还没等他数到3，那黑压压的数以万计的突厥大军，竟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齐刷刷地扔掉了手中的兵器，跪倒在地。香，我们降了，神仙饶命，魔鬼饶命啊！开玩笑，连自家大汉和请来的神仙都被人一招秒了，
他们这些小兵还打个毛线投降，不丢人。关墙之上，老将李牧和陈啸天等人看着下方那堪称神迹的一幕，早已是激动的老泪纵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一人一阵退敌30万，此等功绩足以彪炳史册，千古流芳。而此刻，这位创造了奇迹的将军，在做完这一切之后，却像是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他那挺拔的身躯在半空中微微晃了晃，随即眼一闭，竟是直挺挺的朝着下方那片尸山血海坠落了下去。魏安！两道同样焦急的却风格迥异的惊呼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响起。一道来自关墙之上，正是偷偷前来前线，早已按捺不住，准备随时冲下来支援的女帝李青燕。另一道则来自那早已被世人遗忘的角落。只见一道白色的倩影，如同惊鸿仙子，脚踏着那些突厥士兵的头顶和盾牌，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后发先至，抢在所有人之前，将即将坠地的魏安稳稳地接入了怀中。那女子一身白衣胜雪，容貌绝世，正是花仙子柳如烟。她抱着怀里昏迷不醒的魏安，看着他那张因为力竭而显得无比苍白的脸，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眸里流露出心疼之色。而远处刚刚飞身下墙，准备上演一出美女救英雄戏码的女帝李青燕，看着眼前这英雄落难，仙子入怀的一幕，脚步猛地僵在了原地。她看着那个被另一个绝色女子紧紧抱在怀里的男人，又看了看自己空空如也的双手，一股前所未有的陌生的酸溜溜的情绪瞬间涌上了心头。这个女人是谁？她怎么会在这里？她凭什么抱我的魏安？3日后，雁门关帅帐之内，魏安躺在铺着柔软虎皮的行军床上，享受着堪比皇帝的顶级待遇。左边是6扇门总捕头秦揽月，正一脸不爽的为他削着苹果；右边是百花汩汩竹柳如烟，正温柔体贴地为他熬着汤药。而床边还坐着一位穿着龙袍，亲自为他扇着风的当朝女帝。这阵仗要是传出去，足以让全天下的男人都嫉妒到发疯。可身处其中的魏安却只觉得如坐针毡，压力山大，要了命了！这修罗场都快赶上世界杯决赛了。魏爱卿，李青燕看着他，柔声问道：“感觉身体好些了吗？”嗨嗨！魏安立刻戏精附体，虚弱的咳嗽2声，托陛下的福，臣感觉好多了。哼，我看是好的差不多了。一旁的秦揽月冷哼一声，将一个削得坑坑洼洼的苹果重重地塞到他手里，都能有力气，左拥右抱了。秦总捕此言差矣。柳如烟的声音清冷如水：“魏公子乃是为国征战，力竭昏迷，我等照顾1、2也是分内之事。”眼看着帐内的火药味越来越浓，魏安赶紧转移话题：“陛下，臣有要事启奏。”他一脸严肃地说道：“突厥虽退，但北境之患未除。臣斗胆，恳请陛下准许臣整合10万降兵，效仿前朝官军侯，率领一支归义军，深入草原，直捣黄龙，将那突厥王庭彻底从地图上抹去。”这番话说的是豪气干云，杀气腾腾。李青燕听的是凤眸异彩连连，恨不得现在就答应下来。然而他身后的太后杨静瑶却不知何时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帐内。胡闹！他一声冷喝，一股属于正宫的不容置疑的强大气场瞬间笼罩了整个大帐。秦揽月、柳如烟，甚至连女帝李青燕都不由自主地站直了身子。母后，你当打仗是儿戏吗？杨静瑶看都懒得看那3个小丫头，一双凤眸死死地盯着床上的魏安。你刚打完一场大战，元气未复，就想着去那万里之外的草原上送死，你眼里还有没有哀家这个主子？魏安看着他那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心中一暖，连忙挣扎着就要下床行礼。行了，躺着吧。杨静瑶走上前，竟是亲自将他按回了床上。他看了一眼旁边那3个风格迥异却同样美得冒泡的女人，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随即他从袖中取出了一卷早已拟好的盖着凤印的懿旨，传哀家懿旨。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晋北大将军魏安劳苦功高，即刻班师回朝，静养身心。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3个情敌，嘴角勾起了一抹胜利者般的微笑，一字一顿地补充道：“回宫之后就住永安宫偏殿吧，哀家要亲自照顾他。”太后娘娘这最后一句哀家要亲自照顾他，说的是云淡风轻，却像一颗重磅炸弹，直接在帅帐里炸开了锅。女帝李青燕的脸瞬间就拉了下来。新母后这是什么意思？当着我的面公然跟我抢人？魏安是朕的晋北大将军，论照顾也该由朕这个君主来照顾。秦揽月更是直接把手里的苹果核咔嚓一声捏成了粉末，那双英气逼人的美眸里燃起了熊熊的战火。好你个杨静瑶，过河拆桥是吧？
当初是谁求着本姑娘去南疆查案的？现在仗着自己是太后，就想独占魏安，门都没有。而一向清冷如仙子的柳如烟，虽然没说话，但那双握着药碗的纤纤玉手也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魏公子乃当世英雄，更是我的救命恩人，怎能被你这深宫妇人所独占？一时间，小小的帅帐之内，4大美女，4道目光，如同4把无形的刀剑，在半空中噼里啪啦的激烈交锋。而作为这场风暴中心的魏安，此刻正躺在床上装死，内心早已乐开了花。打起来，打起来，为了我打起来！最好是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然后本提督再出来坐收渔翁之利，嘿嘿嘿。然而他这美梦还没做完，就感觉一道冰冷的带着浓浓警告意味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是太后。魏安一个机灵，立刻戏精附体，挣扎着就要从床上爬起来，脸上露出了忠心耿耿、感天动地的表情。娘娘，陛下，臣何德何能，敢劳烦娘娘亲自照顾？他捶着自己的胸口，痛心疾首地说道：臣身为大燕将军，当为国尽忠，死而后已。北境突厥虽退，但王庭未灭，臣愿为陛下，为娘娘，马革裹尸，战死沙场。这番话说的是慷慨激昂，正气凛然，连他自己都快信了。果然，女帝李清燕一听，立刻心疼了。魏爱卿，快躺下！他连忙上前扶住他，柔声道：你以为大燕流了太多的血，朕舍不得你再冒险了。说着，他还不忘对着太后据理力争。母后，魏将军乃国之栋梁，理应入住将军府，由太医院好生调理，怎能屈就于永安宫偏殿？哦，太后凤眼一挑，似笑非笑。陛下的意思是，哀家这永安宫还比不上一个将军府，哀家亲自照顾，还比不上太医院那帮只会开不要的废物。眼看着母女俩就要因为抚养权的问题当场开撕，一旁的秦揽月突然抱剑上前，朗声道：启禀陛下，太后娘娘，末将以为魏将军身中奇毒，又强行运功，经脉受损，非寻常汤药能治愈。他顿了顿，目光灼灼地看着魏安，补充道：唯有以同样至刚至阳的内力，每日为他推功过血，方能助其尽快恢复。而放眼整个大燕，能做到这一点的，除了末将，怕是再无第二人。哼，你们两个深宫妇人，懂什么武功？疗伤这种专业的事，还得看我这个练家子。这话一出，太后和女帝的脸色都微微变了。还没等他们想出反驳的理由，一直沉默不语的柳如烟也莲步轻移，缓缓上前。她没有看任何人，只是静静地看着床上的魏安，声音空灵如天籁。秦总捕所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魏公子体内如今是龙凤真气交融，刚柔并济，若只用纯阳内力相助，反而会打破平衡，适得其反。他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晶莹剔透的小玉瓶，里面装着几滴如同晨露般的液体。此乃我百花谷不传之秘百花玉露，每日一滴，辅以我独门的百花渡气之法，方能温养其经脉，固本培元，助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群只知道打打杀杀的粗人，论医术，论疗伤，你们都是外行。这下帅帐里的气氛彻底进入了白热化，一个有权，一个有势，一个有武力，一个有医术，4个女人，4种方案，谁也不服谁。最终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个躺在床上一脸无辜，内心却早已笑开了花的重伤员身上。魏安知道装死是装不下去了，他挣扎着坐起身，看着眼前这4位堪称顶配的美女，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极其虚弱却又充满了大局观的语气开口了：嗨嗨，娘娘，陛下，秦总捕，刘谷主，臣有意捉见。臣以为国事为重，臣这点伤不足挂齿。眼下突厥虽退，但藩王之乱未平，天魔教余孽未清，正是用人之际。臣愿以残躯继续为国效力。他这番话说的大义凛然，让4女都微微一愣。所以魏安的嘴角缓缓勾起了一抹狡黠的弧度，图穷匕现，未免诸位大人为臣的伤势分心，耽误了国事。臣斗胆恳请陛下与太后娘娘恩准。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出了那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堪称无耻至极的请求：请准许臣将秦总捕和刘谷主一并带回东厂。秦总捕武功高强，可为臣护法，助臣练功；刘谷主医术通神，可为臣调理，助臣疗伤。如此公私两便，既不耽误臣养伤，也不耽误臣为国尽忠，一举4得，岂不美哉？此言一出，全场死寂。太后、女帝、秦揽月、柳如烟，嘿嘿嘿，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魏安全都要。4位绝色佳人，8道能杀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聚焦在他身上，那温度比北境的寒风还要冷上3分。躺在床上的魏安瞬间感觉自己不是什么功臣，倒像是一块砧板上的肉，正等着被4把锋利的小刀轮番伺候。完了，完脱了，这气氛不对啊！他们的眼神怎么都跟要吃了我似的。最先打破沉默的是脾气最火爆的秦揽月，他呵的一声冷笑，那声音清脆又危险。他抱起剑，一步一步走到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魏安，那双英气逼人的美眸里闪烁着极其危险的光芒。魏提督，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没听错吧？你是想让本总捕去你那阴森森的东厂，给你当私人护卫？”魏安还没来得及开口，柳如烟那清冷如水的声音也悠悠地响了起来：“魏公子说笑了。”他虽然没走近，但那眼神也像淬了冰。小女子只是一介医者，东厂那种地方煞气太重，怕是会污了我这身药香。紧接着是女帝李清燕，她虽然没像秦揽月那样咄咄逼人，但那属于帝王的威严却是不减分毫。魏爱卿，她缓缓开口，声音听不出喜怒：“东厂乃国之重器，专司监察缉捕，岂能成为你的私人疗养院？此事与理不合。”3座大山接连压下，魏安感觉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了。他求助似的看向最后那位，也就是全场战斗力最强，也最有可能支持他的正宫太后。然而太后杨静瑶只是慢条斯理地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然后用一种看穿一切的似笑非笑的眼神看着他，淡淡的开口：“魏安，你这算盘打得哀家在永安宫都听见了，得4路全崩，没救了。”魏安知道这个时候任何的巧言令色都是徒劳，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演。噗！他突然脸色一白，猛地捂住胸口，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洒在了明黄色的被褥上，触目惊心。紧接着他整个人软倒下去，气息瞬间变得微弱无比，嘴里还用一种气若游丝的声音悲痛欲绝地说道：“娘娘，陛下，你们都误会臣了。臣之所以如此，并非为了一己私欲，全都是为了我大燕的江山社稷啊！”这突如其来的吐血瞬间把4女都给吓了一跳。魏安，魏爱卿，女帝和秦揽月几乎是同时扑了上来，柳如烟也快步上前，就要为他搭脉。只有太后凤眸微眯，看着他这精湛的演技，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小狐狸又开始演了。臣嗨嗨！魏安推开众人扶他的手，挣扎着坐起，脸上写满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如今突厥虽退，但北境藩王之心不得不防。天魔教余孽未清，南疆万毒门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看着秦揽月，一脸正气地说道：“秦总捕的纯阳内力是助臣恢复功力的最佳良药，有您护法，臣才能尽快恢复，为国再战。”他又看向柳如烟，满眼诚恳：“刘谷主的百花玉露是固本培元的无上神药，有你调理，我才能根除顽疾，再无后顾之忧。”最后他用一种无比忠诚的眼神望着太后和女帝：“只有臣尽快恢复到巅峰状态，才能更好的为娘娘和陛下分忧，才能去荡平那些宵小，守护我大燕的万里河山啊！臣这点微不足道的个人名节，与江山社稷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若是诸位大人觉得此举不妥，那便让臣战死在这病榻之上吧。”他说完，又是一口鲜血喷出，眼一闭，再次昏死了过去。这一套连招下来，行云流水，声情并茂，简直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女帝和柳如烟哪里见过这等阵仗，当场就被他这番大义凛然的言辞给镇住了，心中那点芥蒂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敬佩与心疼。女帝李清燕更是眼圈一红，又是感动又是自责。原来他竟是为了朕的江山才提出这等要求的，是朕误会他了。最终做出决断的还是太后杨静瑶。她缓缓起身走到床边，看着那个还在昏迷中微微蹙眉的男人，眼中闪过一丝宠溺与无奈。她知道这小狐狸10有8九是在演戏，但她也知道他说的也并非全是假话。更重要的是，将秦揽月和柳如烟这2个江湖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以疗伤的名义请进东厂，至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对他而言百利而无一害。准了！太后金口一开，一锤定音。她看着另外3女，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补充道：“不过既然是疗伤，就要有个章程。秦总捕，你武功高，阳气足，白日里由你负责为他推功过血，助他练功。刘谷主，你医术精，善调理，夜晚由你负责为他施针喂药，固本培元。至于……”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目光落在了魏安那张苍白的脸上。哀家会随时去东厂探病，亲自检查一下疗效。于是乎，在魏安精湛的演技和太后英明的决策之下，
一辆足以容纳7、8人的堪称房车级别的超豪华马车，载着一个重伤员和他的3位主治医师，浩浩荡荡地踏上了返回京城的路。魏安躺在最中间铺着厚厚软垫的卧榻之上，享受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阿布是要来张口的顶级服务。左边，秦揽月正黑着脸，用一种极其不情愿的姿势，将自己那温润的内力源源不断地渡入他体内。右边，柳如烟正专心致志地用一根晶莹剔透的玉簪，小心翼翼地为他挑着水果里的籽。而正前方，太后杨静瑶则斜倚在软榻之上，手里捧着一卷书，看似在看书，那双锐利的凤眸却时不时地从书卷上方瞟过来，像是在监工。魏安躺在中间，只觉得如芒在背，如坐针毡。这疗伤之旅怎么感觉比上战场还刺激？我不会还没回到京城，就先溺死在这温柔乡里吧。魏安躺在中间，只觉得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女帝则是回到自己的专属车架上，不与他3人一起争抢。嗨嗨，魏安被自己口水呛到，干咳2声，试图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那个秦总捕，您这内力差不多就行了，我感觉好多了。秦揽月闻言，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只是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手上的力道反而又加重了几分，闭嘴。他冷冷道：本总捕这是在奉旨疗伤，你要是敢耽误了疗程，落下什么病根，本总捕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哼，臭小子，让你装死吓唬我，让你占我便宜，我今天就用内力撑死你，让你尝尝什么叫虚不受补。魏安被他那股霸道的内力冲得气血翻涌，差点又是一口老血喷出来，只能在心里叫苦不迭。他又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右边的柳如烟。那个刘谷主，这葡萄就不用挑籽了，我自己来就行。柳如烟闻言，抬起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眸，柔柔一笑，那笑容看得魏安都是心头一荡。魏公子说笑了。他将一颗晶莹剔透的葡萄用玉簪送到魏安嘴边，声音轻得像风。你为我百花谷报了血海深仇，更是数次救我于危难之中，如烟为你做这点小事也是应该的，想自己来门都没有。秦揽月那个粗鲁的武夫能碰你，我凭什么不能？你今天就得吃我喂的葡萄。魏安，他看着眼前这颗紫莹莹的葡萄，只觉得它比天下任何毒药都要烫嘴。吃还是不吃，这是一个问题。他求助似的看向最后的主心骨太后娘娘，然而太后杨静瑶只是慢条斯理地翻了一页书，用一种看好戏的眼神瞥了他一眼，淡淡道：怎么，秦总捕的疗伤和刘谷主的点心不合我们魏大英雄的胃口，现在知道完脱了吧？你把他们2个都弄上车，就该想到有今天。哀家倒要看看你这碗水要怎么端平。魏安的心拔凉拔凉的，得指望不上了，这女人分明就是在看戏。他一咬牙，一张嘴，将柳如烟递来的葡萄吃了下去，同时对着秦揽月露出了一个感激涕零的表情。多谢秦总捕为我疗伤，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求生太难了。这趟堪称地狱级的疗伤之旅终于在5日之后画上了句号。当那辆载着4位重量级人物的豪华马车出现在京城门口时，整个京城的城防军都轰动了。快看，那是太后的凤驾。不对，上面还有6扇门的苍鹰旗。天哪，那个从车窗探出头的不是传说中东厂的魏提督吗？他旁边那个仙女是谁？我的妈呀，太美了。一时间，魏安奉旨疗伤3美作陪的八卦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以一种比军情还快的速度传遍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魏安的传说在继阵前斩将、火烧连营之后，又增添了一笔浓墨重彩的桃色传奇。在城门口与秦揽月和柳如烟分道扬镳后，魏安终于松了口气。他本以为自己可以先回东厂好好睡上一觉，然而他还是太天真了。刚一进宫门，女帝李清燕的贴身宫女便早已等候在此。魏提督，陛下有请。御书房内气氛比那辆马车里还要冰冷3分。女帝李清燕没有批阅奏折，而是独自一人站在窗前，看着一盆早已凋谢的兰花，怔怔出神。她听到脚步声，没有回头，只是用一种极其平静却又带着几分疏离的语气开口道：休息好了没？魏安的心咯噔一下，这才是这场修罗场里最难对付的那一位。臣参见陛下。免礼。李清燕缓缓转过身，那张清丽绝伦的俏脸上没有半分久别重逢的喜悦，只有一片令人心悸的淡漠。看来魏爱卿这一路过得很滋润啊。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有老母后亲自照料，有6扇门总捕为你护法，更有南疆第一美人为你调理，这等待遇怕是连朕都未曾有过。完了，这是打翻了醋坛子了。魏安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他知道任何的解释在极度的女人面前
都是苍白的。除非，陛下，您误会臣了。魏安心中一横，直接从怀中掏出了那枚早已被他体温捂得温热的平安扣。他单膝跪地，将那枚平安扣高高举起，脸上写满了忠贞不渝与九死一生的悲壮。臣在南疆，日夜与邪魔歪道厮杀，数次命悬一线。每当臣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都是靠着这枚陛下亲赐的平安扣，靠着心中对陛下的思念，才侥幸活了下来。在臣的心里，他抬起头，用一种无比深情的眼神望着女帝，声音嘶哑而又坚定。这世间所有的女子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唯有陛下才是臣心中唯一的明月。这番话说的是情真意切，感天动地，连他自己都快被自己感动了。李清燕看着他手中那枚熟悉的平安扣，又看着他那双写满了忠诚的眼睛，心中那座早已堆积成山的醋意火山，在这一刻瞬间熄火了。他紧绷的俏脸缓缓地柔和了下来，眼眶也不受控制的微微泛红。他走上前，一把将他从地上扶起，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哽咽。你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魏安趁热打铁，一把抓住他的手，按在自己的心口。陛下若是不信，可以听听臣的心跳，他永远只为您而跳动。砰砰砰，李清燕能清晰地感觉到从他掌心传来的那强健有力的心跳，他心中最后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了。他反手握住他的手，将他拉到自己身边，脸上重新露出了属于少女的带着几分羞怯的笑容。朕信你就是了。他顿了顿，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从月案上拿起一份奏报递给魏安。对了，我们回来的这些日子，北境又出事了。魏安接过奏报，打开一看，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天魔教又动手了。奏报上说，就在3日前，被派往北境主持与突厥议和的礼部尚书，在返京途中，竟连同整个使团100余人被神秘高手灭门，现场只留下了一个用鲜血书写的狰狞无比的魔字。不仅如此，李清燕的声音变得无比冰冷。就在昨夜，镇守江南，手握30万大军的景王李承则突然上奏，言辞激烈，弹劾母后于你，秽乱宫闱，把持朝政，乃国之大贼。他竟是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公然反了。御书房内，魏安手握着那份写着景王李承则谋反的奏报，纸张的边缘几乎要被他捏碎。清君侧，他冷笑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冰冷的杀意。好一个清君侧，杀我朝廷命官，嫁祸东厂，如今又打着这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公然反叛。这李承则是真当朝廷是泥捏的了。魏安，女帝李清燕看着他，那双明亮的眼眸里第一次流露出了深深的依赖与无助。他毕竟才19岁，刚刚品尝到执掌大权的滋味，就要面对这等叔父谋逆、江山动荡的惊天变故，一时间方寸大乱。别怕。魏安反手握住他冰凉的小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沉声说道，有臣在，这天他不下来。他的声音不大，却仿佛带着一种奇异的魔力，瞬间便抚平了李清燕内心的慌乱。他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看着他那双在任何危局面前都古井无波的眼睛，一颗慌乱的心渐渐安定了下来。景王李承则手握江南30万兵马，又占据着我大燕最富庶的鱼米之乡，此次谋反蓄谋已久，其事比北境的突厥人还要凶险100倍。魏安松开女帝的手，走到巨大的鱼图前，目光如刀，死死地锁定在江南那片富饶的土地之上。天魔教在此时动手劫杀义和使团，就是为了给他送上一个完美的起兵借口。他们这是南北联动，要将我大燕一举倾覆。那我们该怎么办？李清燕紧张地问道。北境大军刚刚经历血战，急需休整，短时间内无法南调，京中兵力空虚，若是景王挥师北上，他不会。魏安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李承则为人虽狂，却也多疑，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他不敢轻易离开自己的老巢。他现在要的是名分，是人心。他会一边在江南积蓄力量，一边派人散播谣言，将我与太后娘主塑造成奸后阉党的形象，以此来动摇民心，分化朝堂。我们现在最缺的是时间。魏安的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芒，所以他缓缓转身，看着女帝，一字一顿地说道：臣恳请陛下恩准，由臣亲率东厂精锐南下平叛，不破江南，誓不还朝。第2日，金銮殿上，当魏安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奏请挂帅南征时，整个朝堂瞬间炸开了锅。什么？让魏提督去平叛？他不是刚从北境回来吗？疯了，这绝对是疯了。一个太监先挂帅晋北，又挂帅平南，我大燕立国300年来闻所未闻啊！一名须发皆白的老御史
颤巍巍地从队列中走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老泪纵横，以头呛地。陛下，万万不可啊！祖宗之法不可废，宦官干政，乃亡国之兆。如今更是让其手握兵权，南征北战，此举必将使我大燕万劫不复啊！他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仿佛大燕下一秒就要亡国了一般。不少守旧的文官也纷纷跪倒，齐声附和。请陛下三思。龙椅之上，李清燕看着下方这群哭天抢地的忠臣，那张清丽的俏脸上没有半分动摇，只有一片冰冷的漠然。他缓缓起身，目光扫过全场，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属于帝王的威严。祖宗之法，那朕倒要问问众爱卿，按祖宗之法，藩王谋逆当如何处置？按祖宗之法，敌寇临城又当如何应对？当此国难当头之际，众爱卿不思为国分忧，却在此空谈祖制，阻挠大将出征，你们是何居心？这番话说的是掷地有声，字字诛心。那老御史被噎得满脸通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就在这时，一直端坐于珠帘之后沉默不语的太后杨静瑶缓缓地端起了手中的茶杯，她甚至没有开口，只是将那茶杯的杯盖轻轻地在杯沿上磕了一下，咔一声轻响，整个金銮殿瞬间鸦雀无声。所有跪着的官员都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身体一僵，再也不敢多说半句废话。开玩笑，谁敢有意见？忘了东厂诏狱里那几百克还热乎的人头了吗？忘了这位魏提督是怎么在帅帐里2招废调镇远将军的吗？魏安，女帝的声音再次响起。魏安上前一步，单膝跪地：臣在。朕命你为平南大元帅，总领南下一切军政要务，赐尚方宝剑，待天子巡狩。凡江南之地，官员将领有不从号令者，他的眼中杀机爆射，可先斩后奏。臣领旨。魏安双手高举，接过那柄象征着无上权力的尚方宝剑，缓缓起身。他转身，目光如刀，扫过那些噤若寒蝉的文武百官，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个还瘫跪在地上的老御史身上。他缓缓走到他的面前，俯下身，用一种极其和善的语气轻声笑道：张大人，您刚才说本都是什么来着？哦，对了，是阉党。本都记下了，等我凯旋归来再一一和你算账。他说完，不再理会那已经吓得面无人色的老御史，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金銮殿，只留下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心惊胆战的孤傲而又冷酷的背影。江南要变天了。自此，朝堂之上再无人敢对平南大元帅的人选有半分异议。魏安，这位大燕立国300年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太监之身挂帅出征的大将军，以一种近乎蛮横的姿态，将整个京城的权力牢牢地攥在了自己手中。然而他并没有立刻点兵出征，接下来的3日，整个京城都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东厂的番子们如同消失了一般，不再四处抄家抓人，而魏安这位新上任的平南大元帅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日待在他那气派非凡的提督府里，谁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只有福顺等少数几个心腹知道，这3日提督府的门槛都快被皇宫里来的各路神仙给踏破了。第1日，6扇门总捕头秦揽月黑着一张俏脸，提着一柄3尺清风，第一个杀了进来。魏安，你什么意思啊？他一进门便将佩剑哐当一声拍在桌上，南下平叛，这么大的事你竟敢不带我？魏安正悠哉悠哉地品着从云天派讹来的猴儿酒，闻言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秦总捕，你我分工不同，你6扇门负责江湖事，这行军打仗乃国之大事，你一个江湖女子跟着瞎掺和什么？你……秦揽月被他这番话气得胸口剧烈起伏。你这是瞧不起我？不敢不敢。魏安放下酒杯，终于正眼看他，脸上却露出了一个极其欠揍的笑容。我只是怕秦总捕到了军营，整日与我这等粗鄙武夫为伍，会污了您那6扇门玉罗刹的清誉。他这是现学现卖，把柳如烟当初对他的话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秦揽月哪里听不出他话里的调侃，当即柳眉倒竖，就要发作。魏安却突然收起笑容，从怀中掏出了一份早已拟好的盖着东厂大印的密令。好了，不逗你了。他将密令递过去，你的任务比跟着我去江南要重要100倍。秦揽月狐疑地接过密令，打开一看，那双英气逼人的美眸瞬间睁大。你要我潜入北境去查那几个藩王？没错。魏安的眼神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深邃。景王在南，藩王在北，此乃我大燕心腹大患。我南下之后，京城空虚，那几个老狐狸必然会有所异动。我需要你带着6扇门最精锐的人手，像一把尖刀，给我死死地钉在他们背后。
我要你查清他们与突厥、与天魔教的所有往来，我要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此事只有你秦揽月能办到。秦揽月看着他那双写满了信任的眼睛，心中那点不快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豪情与默契。好，他重重的点头，将密令收入怀中。你放心南下，北边交给我。第二日，百花汩汩，竹柳如烟，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悄然来到了东厂。他没有像秦揽月那般兴师问罪，只是静静地将10几个晶莹剔透的小玉瓶放在了魏安的面前。这里面是我为你准备的百花解毒丹、7香迷魂散、3日断肠膏。他一样一样地介绍着，每说出一个名字，都足以让整个江湖闻风丧胆。此去江南，万毒门余孽未清，天魔教妖人诡计多端，这些东西你贴身带着，或许能派上用场。魏安看着眼前这些瓶瓶罐罐，心中一暖。多谢，你我之间不必言谢。柳如烟看着他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眸里泛起一丝怜。你答应我的那个条件我还记着。放心，魏安笑道，等我平定江南，定会帮你找到你那失散多年的师兄。柳如烟点点头，转身欲走，却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回头补充了一句，那个景王李承泽为人阴险，有好美色，你多加小心。说完，他便如来石一般悄然离去，只留下一世清香。而到了第3日的深夜，当魏安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清静一下的时候，一个他最意想不到的人却来了。女帝李清燕竟是独自一人换上了一身普通的宫女服饰，悄悄地来到了东厂。陛下，您怎么来了？魏安大惊失色，连忙跪下。起来。李清燕将他扶起，那张清丽的俏脸上写满了担忧与不舍。你明日就要出征了，朕想再来看看你。他说着，从怀中取出了一个用明黄色锦缎包裹的沉甸甸的东西。这是虎符。李清燕将虎符塞进魏安手中，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是能调动金鸡3大营合计15万兵马的虎符。陛下，这万万不可。魏安心中巨震，此乃国之重器，怎可？朕信你。李清燕打断他，一双明亮的眼眸紧紧地盯着他。朕把这京城，把这大燕的半壁江山都交给你，你一定要平安回来。他说着，竟是情不自禁地上前一步，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住了他。少女的身体柔软而温暖，带着一丝淡淡的兰花香气。魏安的身体瞬间僵住。答应我。他在他的耳边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轻声呢喃。第2日清晨，魏安没有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的开拔，他只带了福顺和100名最精锐的东厂番子，换上普通的商贾服饰，悄无声息地从京城的偏门而出，融入了南下的滚滚人潮之中。大军未动，主帅先行。他要像一把最锋利的匕首，在景王的大军还未反应过来之前，直插江南的心脏。半个月后，江南苏州府，这里是整个大燕最繁华、最富庶的地方，素有人间天堂之称。小桥流水，烟雨画船，与北境的铁血肃杀恍如2个世界。魏安一行人扮作从京城来贩卖丝绸的富商，住进了城中最有名的德月楼。一连3日，他们都没有任何动作，只是每日里游山玩水，听曲喝茶，仿佛真的只是来游玩的富家翁。然而只有福顺知道，自家提督大人那双看似在欣赏风景的眼睛，早已将这苏州城里里外外的所有势力分布、兵力部署都摸得一清二楚。这一日，魏安正在房中听着福顺的汇报。提督大人，都查清楚了。福顺压低声音道。苏州知府早已是景王的人，城中的3000守军也换上了景王的亲信。如今的苏州城看似平静，实则早已是铁板一块，外人根本插不进手。不仅如此，福顺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景王还以清君侧的名义广发英雄帖，邀请江南各大武林门派于7日之后，在太湖的烟雨庄召开武林盟主大会，意图整合整个江南的江湖势力，为他所用。武林盟主大会，魏安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冰冷的弧度，好大的手笔。看来这李承泽是想效仿太祖，来一出挟江湖以令天下的好戏啊。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福顺焦急地问道。要不要属下带人去搅了他们的会？搅？魏安摇了摇头，那太便宜他们了。他的眼中闪烁着狐狸般的狡黠。他不是想当武林盟主吗？那本都就送他一份毕生难忘的大礼。他说着，从怀中掏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张制作精美、边缘烫金的请柬，正是那武林盟主大会的请柬。福顺，属下在，去给本都备一份厚礼，再给我找一身最骚包、最拉风的行头。魏安看着那张请柬，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7日之后，本都要亲自去会会，
这位想当武林盟主的景王殿下，顺便也让江南武林的那帮土包子们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台面。魏安的命令一下，整个东厂衙门瞬间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戏班子。福顺，属下在，去把京城最好的裁缝铺、珠宝行、玉器店全都给本督请来，记住，要最贵的，不要最好的。啊！福顺一愣，啊，什么啊？魏安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本督这次出去，代表的是咱们东厂的脸面。咱们东厂是什么地方？是全天下油水最足的地方。出门在外，行头要是不够骚，气势上就输了3分，懂不懂？懂了，懂了。福顺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于是乎，在接下来的7天里，整个苏州府的百姓都见识到了一幕奇景。德月楼，这座城中最顶级的酒楼，被一位来自京城的神秘魏公子整个包了下来。每日里，绫罗绸缎、奇珍异宝如同流水一般送入楼内，无数手艺精湛的工匠进进出出，忙的是热火朝天。所有人都好奇，这位魏公子到底是在搞什么名堂。7日后，太湖之上，烟波浩渺，湖心深处，一座占地100亩的巨大庄园，如同仙境般遗世独立，正是江南武林第一庄烟雨庄。今日的烟雨庄更是热闹非凡，码头上停满了各式各样装饰华丽的船只，船头之上插着江南各大门派的旗帜，太湖帮、铁剑门、神拳会，几乎所有在江南地界排得上号的江湖势力都派了人前来。他们三五成群，高谈阔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几分激动与期待。听说了吗？景王殿下此次召开武林大会，是要效仿太祖，整合我江南武林，共举大事啊！何止？我听说，一旦盟主之位定下，景王殿下便会打开军械库，助我等神功大成。天哪！若真如此，我江南武林岂不是要一飞冲天了？就在众人议论纷纷，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之时，突然一阵悠扬的丝竹之声从远处湖面之上传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艘巨大无比、雕梁画栋、堪比皇室龙舟的楼船，正挂着12面巨帆，乘风破浪而来。那楼船通体由名贵的金丝楠木打造，船头之上竟还站着2排身着统一服饰、容貌俏丽的侍女，正一边撒着鲜花，一边弹奏着乐曲。这排场，这气派，瞬间便把码头上那些所谓的豪华船只比得如同乡下的小渔船一般寒酸。我靠，这是哪家的公子哥？这么大的手笔？不知道啊。看那船上的旗帜，竟是一个从未见过的魏字。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楼船缓缓靠岸。一个身穿月白色丝绸长袍、腰悬美玉、手持一柄白玉折扇的年轻公子，在一众身形彪悍、眼神冷酷的黑衣护卫的簇拥下，缓步走下了船。他自然就是魏安。今日的他与往日截然不同，那深月白色的长袍之上，竟是用最顶级的金丝银线绣了一只正在开屏的栩栩如生的巨大孔雀。随着他的走动，那孔雀的尾羽仿佛都在流光溢彩，骚包到了极致。他脸上挂着一副老子天下第一有钱的慵懒笑容，看都不看周围那些土包子一眼，径直就朝着庄园内走去。这副目中无人的嚣张姿态，瞬间就点燃了在场不少江湖人士的怒火。哼，哪来的纨绔子弟？这里是武林大会，可不是你家后花园。就是，穿得跟只公鸡似的，看着就来气。一名脾气火爆、使一双铁拳的汉子当即一步踏出，拦在了魏安面前。小子，站住！他声如洪钟，此乃我江南武林盛会，不是你这种娘娘腔该来的地方。识相的，快滚回你娘胎里喝奶去！魏安停下脚步，缓缓打开手中的白玉折扇，轻轻扇了扇风。他甚至懒得跟对方说话，只是对着身后的福顺淡淡的瞥了一眼。福顺立刻心领神会，他上前一步，从怀中掏出了一张银票，然后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中，他将那张银票轻轻地递到了那铁拳汉子的面前。我家公子说了，福顺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这1000两是你的医药费，现在你可以滚了。那铁拳汉子先是一愣，随即勃然大怒，你他妈的！他医药费3个字还没想明白，就看到福顺的身体如同鬼魅一般在他眼前一晃，啪一声脆响，那铁拳汉子只觉得脸上一阵剧痛，整个人如同陀螺般原地转了3圈，一屁股坐倒在地，满嘴的牙齿混着鲜血吐了一地。福顺收回手，仿佛只是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我家公子还说了，他居高临下的看着那已经吓傻了的汉子，声音冰冷，再多说一句废话就不是医药费，是安家费了。整个码头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那个一脸风轻云淡的孔雀男和他身边那个出手狠辣的仆人。好家伙，一言不合就开打，打了人还给钱，这是什么路数？就在这诡异的寂静之中，
一个清脆悦耳却又带着几分玩味的女声从不远处的人群中响了起来。有意思。魏安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穿黑色劲装、身材娇小、相貌平平的年轻女子，正抱剑倚在一棵柳树下，饶有兴致地看着他。那女子看起来毫不起眼，混在人群中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但魏安的瞳孔却在看到她的瞬间微微一收，因为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女子身上散发着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那是一种如同毒蛇般蛰伏在暗处，随时准备发出致命一击的危险气息。定，检测到关键人物，唐柔，身份蜀中唐门少主，实力后天9品，巅峰，擅长用毒与暗器，与宿主关系无，当前状态好奇、观察、有趣。关键信息，此女心狠手辣，以玩弄人心为乐，乃是江湖上最不能招惹的人物之一。蜀中唐门，魏安的心中第一次生出了一丝真正的警惕。那黑衣女子也就是唐柔，见魏安看向自己，非但没有半分躲闪，反而还对着他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充满了挑衅意味的笑容。他红唇微起，用一种只有魏安能听懂的口型，无声地说了2个字：阉人。魏安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这个女人不简单，她不仅看穿了自己的伪装，甚至可能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就在这时，庄园之内传来了一阵钟鸣之声，武林大会正式开始了。魏安不再理会那个神秘的唐门妖女，冷哼一声，带着手下大步流星地走入了烟雨庄。他知道今天的好戏才刚刚开场。烟雨庄的中央演武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演武场的正北方搭起了一座高台，上面铺着名贵的虎皮，正中摆着一张由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的象征着武林盟主之位的宝座。景王李承泽一身青王蟒袍，头戴金冠，在一众江南武林名宿的簇拥下缓步登上了高台。他面带微笑，气度非凡，对着台下数千名江湖人士朗声开口：诸位英雄，诸位好汉，本王今日召集大家前来，只为一件事。如今朝堂之上，奸后当道，阉党弄权，我大燕江山已是危在旦夕。他痛心疾首，声情并茂，想我太祖皇帝当年亦是从江湖之中仗剑而起，才开创了这300年的基业。如今国难当头，正是我辈江湖儿女为国尽忠、清君侧、正朝纲的大好时机。本王在此立誓，只要诸位英雄助我一臂之力，待本王大事一成，必将与诸位共分这天下。这番话说的是慷慨激昂，极具煽动性。台下不少本就对朝廷心怀不满的江湖人士瞬间就被点燃了热血。王爷说的对，清君侧，正朝纲，我等愿追随王爷，万死不辞。请王爷登盟主之位，带领我等杀入京城。一时间群情激愤，呼声震天。景王看着台下这幅景象，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缓缓转身，正要在那张象征着无上权力的盟主宝座上坐下。就在这时，一个懒洋洋的、充满了不屑与讥讽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压过了所有的呐喊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等一下！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那个穿着骚包孔雀服的魏公子，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高台之下。他手里摇着白玉折扇，脸上挂着一副看傻子似的表情，对着台上的景王慢悠悠地说道：王爷，您这又是要当盟主，又是要分天下，说的倒是热闹。只是本公子怎么听说您那位在北境手握30万大军的亲哥哥肃亲王，前不久刚被一个叫魏安的太监给一锅端了，连脑袋都被人挂在了雁门关的城楼上呢。就您这点家底，还想学人家造反？您这是不是有点太异想天开了？此言一出，全场死寂。魏安那几句轻飘飘的话，就像几块巨石砸进了平静的太湖，瞬间激起了滔天巨浪。数千名江湖好汉，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像被人施了定身法，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站在高台之下，摇着白玉折扇，一脸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表情的孔雀男。疯了，这家伙绝对是疯了。这可是景王殿下亲自主持的武林大会，是决定整个江南武林未来归属的盛会，他竟敢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如此直白地揭景王的短，打景王的脸。这已经不是胆子大了，这是压根就没长胆子啊！高台之上，景王李承泽那张原本还挂着和煦笑容的脸，瞬间就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握着盟主宝座扶手的手，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微微泛白，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魏安，那眼神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哪里来的狂徒？景王还没开口，他身后一名身材魁梧、太阳穴高高鼓起的老者便第一个按捺不住，跃众而出，竟敢在此妖言惑众，侮辱王爷！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此人乃是太湖帮帮主，人称铁臂神元的孙霸天，一身横练功夫早已真至后天8品，在整个江南武林也算是1号响当当的人物。魏安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只是用那柄骚包的白玉折扇指了指孙霸天，又指了指景王，懒洋洋地说道：怎么，主子还没说话，狗就先叫起来了？你找死！孙霸天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当即暴喝一声，脚下青石板皲裂，整个人如同出膛的炮弹，朝着魏安直冲而来。吃我一招猛虎掏心！他五指成爪，带着撕裂空气的恶风直取魏安的心口。台下众人皆是发出一阵惊呼，这一爪之威足以开碑裂石，这孔雀男看起来细皮嫩肉，怕不是要被当场掏出心肝来。然而面对这雷霆万钧的一击，魏安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甚至连手中的折扇都没有收起。就在那致命的铁爪即将触及他胸口的前一刹那，魏安动了，他没有闪避，更没有格挡，他只是简简单单的抬起了自己那只没拿扇子的左手，然后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他竟是后发先至，一把抓住了孙霸天那势在必得的手腕。什么？孙霸天大惊失色，他只觉得自己的手腕像是被一把烧红的铁钳给死死夹住，任他如何发力都无法再前进分毫。那股无坚不摧的爪力在对方面前竟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太慢了！魏安的声音如同魔咒在他的耳边响起，而且力道也太小了，跟没吃饭似的。下一秒，魏安的手腕轻轻一抖，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脆响，孙霸天那足以捏碎金刚的手腕竟是被魏安硬生生地从中折断。啊！凄厉的惨叫声响彻了整个演武场。魏安没有半分停顿，抬起穿着金丝锦靴的脚，对着孙霸天的膝盖又是干脆利落的一脚。砰！又是一声骨裂脆响，孙霸天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扑通一声单膝跪倒在了魏安的面前。一招，又是简简单单的一招，名震江南的铁臂神元便如同一个3岁孩童般，被眼前这个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孔雀男摧枯拉朽般地彻底击溃。整个演武场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魏安缓缓收回手，甚至还嫌弃地用丝帕擦了擦，仿佛刚才碰了什么脏东西。他居高临下地看着脚下这个已经彻底失去战斗力的太湖帮帮主，摇了摇头，叹息道：哎，就这点本事也敢出来学人家当狗，真是给你主子丢人。他这话说的声音不大，却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高台之上景王李承泽的脸上。景王的脸色已经由阴沉转为了铁青，他死死地盯着魏安，流露出了真正的凝重与杀意。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路？年纪轻轻竟有如此身手，绝非普通富家翁，难道是京城那对贱人派来的？就在这时，一直抱剑倚在柳树下看戏的唐门妖女唐柔，那双看似平平无奇的眼睛里也闪过了一丝真正的异彩。有意思，真有意思，这小太监功夫又精进了不少，看来北京那一趟让他得了不少好处啊，就是不知道他这身花里胡哨的行头下还藏着多少秘密呢。他嘴角微勾，非但没有半分紧张，反而愈发期待起来。他最喜欢的就是看这种自以为是的聪明人一步一步掉进别人陷阱里的好戏了。还有谁？魏安环视全场，将手中的白玉折扇唰的一声合上，指向高台之上的景王。想给这位王爷当狗的可以一起上，本公子今天赶时间，正好一并收拾了。狂，太狂了，这已经不是在挑衅了，这简直就是在指着整个江南武林的鼻子骂。台下数千名江湖好汉瞬间就被点燃了怒火。放肆，太嚣张了，一起上，废了这小子，为孙帮主报仇。一时间群情激愤，竟真的有10几个门派的掌门长老按捺不住，齐齐拔出兵器，从四面八方朝着魏安围了上来。这些人虽然单打独斗不如孙霸天，但胜在人多势众，刀剑齐出，一时间剑气纵横，刀光凛冽，竟也颇有几分气势。然而面对这等围攻，魏安的脸上依旧没有半分惧色，他甚至连身后的东厂番子都没让动一下，他只是将手中的白玉折扇随手抛给了身后的福顺，然后缓缓地抽出了腰间那柄看起来更像是装饰品，镶满了宝石的华丽长剑。既然你们这么想死，他的声音陡然变得冰冷，那本公子就成全你们。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异变再生，咻咻咻，数道细如牛毛的几乎微不可见的银针毫无征兆地从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激射而出。那银针的目标并非魏安，而是那10几个正欲围攻他的江湖高手。那些高手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魏安，哪里会防备来自侧翼的偷袭？
只听一连串的闷哼声，那10几个气势汹汹的高手竟是齐身体一僵，如同被点了穴一般，一个个保持着挥刀劈剑的姿势，僵在了原地，动弹不得。只有他们的眼珠子还能惊恐地转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惊呆了。魏安的瞳孔也是猛地一缩，他猛地转头，将目光投向了那棵柳树之下。只见那一直抱剑看戏的唐门妖女唐柔，正对着他缓缓地收回了那只隐藏在袖中的带着奇异金属手套的纤纤玉手。他的脸上依旧挂着那副玩味又挑衅的笑容，那眼神仿佛在说：看，本姑娘帮你解决了麻烦，你该怎么谢我啊？魏安的心中瞬间闪过1万个念头，这妖女到底想干什么？她帮我绝不是出于好意，她这是在试探我，还是想把我拉下水，与她唐门扯上关系？他没有理会唐柔的媚眼，而是将目光重新投向了高台之上，那个脸色已经变得无比难看的景王李承泽。他知道真正的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始。他缓缓举起手中的长剑，剑锋遥指景王，声音如同滚滚天雷，响彻整个烟雨庄。李承泽，你这所谓的武林盟主大会，不过是一群土鸡瓦狗的聚会，也配在本公子面前叫嚣？今日本公子就把花撂在这里，这武林盟主之位。他顿了顿，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霸气与张狂。本公子要了，你若不服，便下来与我一战。炸了，整个场子彻彻底底的炸了。数千名江湖好汉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跟看神经病似的看着魏安，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哥们儿今天出门是不是没吃药，还是把砒霜当成糖豆给吃了？那可是盟主之位啊，是整个江南武林权力的顶峰，是景王殿下处心积虑耗费了无数心血才搭起来的台子。你一个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冒出来的穿得花里胡哨的孔雀男，张嘴就要，你以为这是菜市场买大白菜呢？高台之上，景王李承泽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铁青来形容了，那简直就是锅底灰伴着绿豆汁，又黑又绿，精彩到了极点。他死死地攥着汉白玉宝座的扶手，手背上青筋暴起，那眼神恨不得当场把魏安给凌迟处死1万遍。庶子，庶子安敢辱我至此？景王内心的咆哮，魏安用脚趾头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此人究竟是何来路？武功如此诡异，行事如此嚣张，难道真是京城那对贱人派来砸场子的？不行，不能乱，本王的大计绝不能毁在此人手上。景王毕竟是亲王之尊，城府极深，他强压下心中的滔天怒火，缓缓站起身，脸上竟是挤出了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哼，这位公子当真是年少有为，豪气干云啊！他不能亲自下场，那太掉价了。他要用江湖的规矩，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死得心服口服。他对着台下使了个眼色，立刻一名身穿蓝色武服、背负长剑、面容冷峻的中年男子，如同大鹏展翅般从人群中一跃而起，稳稳地落在了高台之上。他先是对着景王恭敬的一抱拳，随即转身，一双锐利如鹰隼的眼睛死死地锁定了魏安。在下江南第一剑柳白衣。他的声音如同他手中的剑一般冰冷而锋利，阁下武功不凡，却如此目中无人，搅我江南武林盛会。今日刘某说不得，要来讨教阁下几招高招了。江南第一剑，台下瞬间爆发出了一阵惊呼。这柳白衣可不是孙霸天那种只知道用蛮力的莽夫，他成名20年，一手追风13剑快如闪电，据说从未有人能在他剑下走过20招，一身修为更是早已达到了后天9品的巅峰，是公认的江南武林第一高手。景王殿下竟是派出了他来应战，这下有好戏看了。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然而面对这位江南第一剑客，魏安的反应却差点把所有人的下巴都惊掉。他非但没有半分凝重，反而还一脸嫌弃地掏了掏耳朵。什么白衣黑衣的，本公子没兴趣知道。他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这样吧，看在你还算个人物的份上，本公子让你3招，3招之内，你若能碰到本公子的衣角，就算你赢。若是碰不到，魏安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恶魔般的微笑，那这江南第一剑的名头，我看不如就送给本公子，拿来当个马桶刷子，倒也相得益彰。你，柳白衣成名以来，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当即气得浑身发抖，手中长剑噌的一声出鞘，剑身在阳光下反射出森然的寒光。狂妄庶子，接招！他不再废话，脚下一点，身形如同鬼魅，瞬间便拉近了与魏安的距离。追风第一式，风起云涌，剑光一闪，竟是化作了漫天剑影，如同狂风卷起的乌云，铺天盖地地朝着魏安笼罩而来。每一道剑影都凌厉无比，封死了魏安所有的退路。台下众人无不骇然。
光是这一招就足以看出江南第一剑之名绝非浪得虚名。然而身处剑影中心的魏安却像是被吓傻了一般，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在那漫天剑影即将极身的前一刹那，魏安动了。他没有拔剑，甚至没有格挡，他只是脚下以一种极其玄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步伐轻轻地向左平移了3寸。就这么简简单单的3寸，那铺天盖地的剑影竟是如同幻觉一般擦着他的衣角尽数落空。什么？柳白衣一招失手，心中大惊，但他毕竟是身经百战的高手，手腕一抖，剑势在变。追风第7式，风卷残云。剑光陡然变得狂暴，如同龙卷风一般朝着魏安拦腰斩去。魏安依旧不闪不避，只是脚下再次一错，向后退了半步。又是这堪堪半步的距离，那狂暴的剑气再次贴着他的鼻尖，险之又险地划过。追风第13式，风神之怒。柳白衣彻底怒了，他将全身功力都灌注于剑身之上，整个人与剑合二为一，化作一道肉眼难辨的流光，直刺魏安的咽喉。这是他压箱底的绝招，是他成名的杀招。快到了极致，台下众人甚至连他的动作都看不清楚。然而面对这必杀的一剑，魏安却笑了。他终于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的表情，眼神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的认真。他看着那道迎面而来的流光，缓缓地抬起了自己手中的那柄华丽长剑，然后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动作。他没有刺，没有劈，甚至没有挡，他只是简简单单地将剑身横在了自己的胸前，然后用2根手指轻轻地夹住了那柄如同流光般刺来的剑尖钉。一声清脆悦耳的如同玉珠落盘般的轻响，整个世界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柳白衣那前冲的身形以一种违反物理常理的姿态骤然停在了距离魏安不足3尺的地方。他手中的长剑，那凝聚了他毕生功力的剑尖，正被眼前这个男人用2根看起来白皙修长，甚至有些娘娘腔的手指轻描淡写的夹住了，纹丝不动。这不可能！柳白衣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只觉得自己那足以洞穿铁甲的剑气，在接触到对方手指的瞬间，便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想抽剑，却发现那柄剑仿佛被一座大山给死死压住，任他如何发力，都无法再移动分毫。你的剑？魏安看着他，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太慢了，而且剑意之中只有愤怒，没有灵魂。这样的剑也配称江南第一？他说着，夹着剑尖的2根手指轻轻一错，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脆响。那柄由百炼金刚打造、削铁如泥的宝剑，竟是从剑尖开始一寸一寸地布满了蜘蛛网般的裂纹。紧接着砰一声爆响，整柄长剑竟是直接碎裂成了漫天飞舞的铁屑。柳白衣呆呆地看着自己手中那光秃秃的剑柄，又看了看魏安那双毫发无伤的手指，整个人如同被抽走了灵魂一般，彻底石化了。败了，败得如此彻底，如此干脆，如此令人绝望。他甚至连对方的衣角都没有碰到。魏安没有再看他一眼，他缓缓转身，将那冰冷的目光重新投向了高台之上，那个早已吓得面无人色的景王李承泽。他缓缓举起手中的那柄华丽长剑，剑锋遥指对方。现在他的声音如同九幽之下的死神宣判，还有谁想来送死吗？或者你景王殿下准备亲自下来与本公子玩玩？数千名江湖好汉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用一种看神明或者说看魔鬼般的眼神看着那个站在高台之下，一人一剑便压得整个江南武林都抬不起头来的孔雀男。强，太强了，强的不讲道理，强的令人绝望。江南第一剑柳白衣在他面前竟是连3招都走不过，便被2指断剑，心神俱丧。这等实力怕是早已超越了后天的范畴，达到了那传说中的先天之境。一个如此年轻的先天高手，这怎么可能？高台之上，景王李承泽的脸色已经由铁青转为了煞白，他死死地盯着魏安，那双向来充满了阴鸷与算计的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了真正的恐惧。他原本的计划是借助这次武林大会，将整个江南的江湖势力整合起来，为自己所用。可现在，他所有的计划都被眼前这个横空出世的神秘青年给搅得稀巴烂。下去跟他打？开什么玩笑！连柳白衣都被人像玩一样轻松击败，他这点3脚猫的功夫上去，怕不是要被当场打死。可若是不下去，他这个盟主，这个王爷的脸，今天就算是彻底丢尽了。该死，该死！这小子到底是谁？
京城里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个妖孽？不行，不能再让他嚣张下去了，必须动用最后的底牌了。景王心中念头急转，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狠厉。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却显得无比的干涩与色厉内荏。好一个少年英雄，果然是英雄出少年。他一边说着，一边缓缓地将手伸向了自己的背后。阁下武功盖世，本王佩服。这武林盟主之位，让与阁下也未尝不可。他嘴上说着认怂的话，暗地里却已悄然扣住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极其隐蔽的信号发射器。然而就在他即将按下信号的前一刹那，一直抱剑倚在柳树下看戏的唐门妖女唐柔突然动了。她没有像之前那样用暗器偷袭，她只是缓缓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她一边走一边用一种清脆悦耳却又充满了玩味的声音懒洋洋地开口了：哎呀，景王殿下，这就认输了？您这大会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那多没意思啊。他走到那10几个被他用银针定住的江湖高手面前，像是在欣赏自己的杰作一般绕了一圈。再说了，他突然转头，一双看似平平无奇的眼睛似笑非笑地看向了高台之上的景王：您这压箱底的好戏还没上场呢，怎么就急着谢幕了？他这话一出，景王的脸色瞬间巨变。你是什么人，竟敢在此胡言乱语？我……唐柔笑了，笑得像只偷了腥的猫。他缓缓抬起手，将脸上那层看起来极其普通的易容面皮一点一点地撕了下来。面皮之下露出的是一张娇俏动人却又带着几分邪气的足以让任何男人都为之疯狂的绝色容颜。而更让在场所有人瞳孔骤缩的是他眉心那朵栩栩如生的黑色的蜘蛛刺青。蜀中唐门，台下有见多识广的老江湖失声惊呼，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恐惧。没错，唐柔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她甚至还对着众人行了一个俏皮的万福礼。小女子唐柔见过各位前辈。她随即又将目光投向了脸色已经变得无比难看的景王，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王爷殿下，您说我这小小的唐门有没有资格参与您这场好戏呢？景王死死地盯着他，眼中充满了忌惮。他怎么也想不到，连传说中从不参与江湖纷争的蜀中唐门竟然也派人来了，而且来的还是唐门门主最疼爱的小女儿，江湖人称黑寡妇的唐柔。这个女人虽然年纪轻轻，但其心狠手辣，用毒如神的手段，比他那个老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姑娘说笑了。景王强挤出一丝笑容：本王今日只是想请大家看一场烟花，对不对？唐柔直接打断了他，笑嘻嘻地指了指庄园的四面八方。众人顺着他的手指望去，这才惊恐地发现，不知何时庄园的四周竟已悄无声息地冒出了数百名身穿黑色劲装，手持强弓硬弩的神秘士兵。那些士兵个个气息彪悍，眼神冷酷，显然都是百战精锐，而他们手中的弩箭之上都泛着一层令人心悸的幽绿色光芒。淬毒了！景王殿下，您这手笔可真不小啊！魏安看着这阵仗，脸上却依旧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这是准备把我们这几千名江湖好汉全都留在这里当花肥吗？图穷匕现！景王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暴露了，他不再伪装，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没错，他嘶声怒吼：你们这群江湖草莽本就不该活在这世上，今日本王就要替天行道，将你们这些武林败类连同这个不知死活的阉人一并清除干净。他猛地按下了手中的信号，放箭。嗖嗖嗖嗖！刹那间，箭如雨下，那数百名弓弩手竟是毫不犹豫地朝着演武场中央这数千名江湖人士发动了无差别的毁灭性的攻击。啊！快躲开！王爷疯了，他要杀了我们所有人！整个演武场瞬间大乱，惨叫声、哀嚎声此起彼伏。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江湖好汉，在这等军阵的绞杀之下，脆弱的如同待宰的羔羊。然而就在这片人间炼狱之中，魏安却笑了。他看着那漫天而来的毒箭，缓缓地张开了自己的双臂。来得好，他轻声说道。下一秒，龙鳞护体，一股金色的罡气如同海啸般从他的体内轰然爆发。那罡气竟是化作了一道肉眼可见的覆盖了方圆10丈的半圆形金色护罩。叮叮当叮，密集的撞击声中，那足以洞穿铁甲的毒箭在接触到这金色护罩的瞬间，竟如同撞在了最坚硬的金刚之上，纷纷被弹飞了出去。而护罩之内的魏安和恰好站在他身边的唐柔毫发无伤。这一幕再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真气化形，这是
宗师之境。高台之上，景王的眼中充满了无尽的骇然，而他身旁的唐柔痴迷地看着那个沐浴在金光之中，宛如神明降世的男人。游戏该结束了，魏安缓缓抬起手，对着那数百名还在放箭的弓弩手轻轻的虚空一握，金龙探爪，爆！砰砰砰砰砰，一连串的爆响，那数百名精锐士兵竟是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身体便如同被无形的巨手捏爆的气球一般，齐齐在半空中爆成了一团团血雾。这神魔般的一幕彻底击溃了景王最后的心理防线，他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再也顾不上什么王爷仪态。护驾，快护驾！景王嘶声尖叫，连滚带爬的想从高台另一侧溜走。他一边跑一边猛地按下了宝座扶手上一个极其隐蔽的机关。轰隆！只见高台的地面竟是无声地裂开了一道口子，露出了下面一个黑漆漆的隧道。这是他早就为自己准备好的最后退路。魏安，唐柔。景王跳入隧道之前，回头怨毒地看了一眼，发出了不甘的咆哮：你们给本王等着，今日之辱，本王必将百倍奉还。天魔教的大人们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话音未落，他的身影便已消失在了黑暗之中，隧道的入口也随之轰然关闭。唐柔见状，柳眉一蹙，刚想追上去，却被魏安一个眼神拦住了。跑了的和尚跑不了庙。魏安看着那关闭的隧道口，脸上露出了一个冰冷的笑容。一只受了惊的老鼠才会带我们找到他真正的老鼠洞。随着景王李承泽启动机关，狼狈逃窜，像条丧家之犬一样消失在众人眼前。无论是那些还在负隅顽抗的景王亲兵，还是那些侥幸在剑雨中活下来的江湖人士，此刻全都像被人施了定身法，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站在高台之上，手持长剑，身上甚至连一丝血迹都未曾沾染的孔雀男。王爷，王爷跑了！不知是谁第一个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发出了梦一般的呢喃。紧接着，那些本就士气不高的景王亲兵彻底崩溃了。快跑啊！王爷都不要我们了！东厂办事，逆党伏诛。福顺早已率领着东厂的大部队，将整个烟雨庄围的是水泄不通。这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瓮中捉鳖。魏安看着眼前这片混乱的景象，脸上没有半分波澜。他缓缓收剑，甚至还有闲情逸致，从怀中掏出丝帕，仔细地擦拭着剑身上的血迹。他的目光越过那些混乱的人群，落在了那个依旧抱剑倚在柳树下的唐门妖女身上。唐柔也恰好向他看来，四目相对。唐柔的脸上露出了一个更加灿烂也更加危险的笑容。他红唇微起，再次用口型无声地对他说了2个字：合作。魏安笑了，他将手中的丝帕随手扔掉，然后对着唐柔同样用口型回答了2个字：可以。半个时辰后，烟雨庄血流成河，所有的叛乱都已被平息。那些参与了武林大会的江湖门派，一个个噤若寒蝉地跪在演武场上，等候着那位新晋武林盟主的发落。而此刻，这位盟主正坐在那张由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的宝座之上，手里正包着一个橘子，而在他的身旁还站着一位身穿黑色劲装，眉心有着黑色蜘蛛刺青的绝色妖女，正亲手为他斟着茶。这诡异的组合看得台下众人是心惊胆战，大气都不敢喘。说吧。魏安将一半橘子塞进嘴里，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你们想怎么死？大人饶命！盟主饶命啊！台下众人瞬间哭爹喊娘地磕起头来。我等都是被景王那逆贼蒙蔽了，我等对朝廷对盟主您绝无二心啊！是啊是啊，我太湖帮愿奉盟主为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魏安看着他们这副丑态，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他没有理会这些墙头草，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身旁的唐柔。唐姑娘，他笑道，你我如今既是盟友，那这江南武林也该有你唐门的一份。你说这些人该如何处置？唐柔掩嘴轻笑，那双邪气的眼眸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盟主说笑了。他不紧不慢地说道，小女子一介女流，哪里懂得什么江湖大事？不过嘛，他话锋一转，我倒是觉得这些人虽然有眼无珠，但也罪不至死。不如就罚他们将各自门派一半的家产都捐献出来，充作咱们晋南大业的军费，您看如何？魏安一听，眼睛瞬间就亮了。我靠，这妖女比我还狠啊！这是要把整个江南武林都给榨干了。不过我喜欢。他清了清嗓子，一脸为难地说道，唐姑娘此言倒也不无道理，只是罚的是不是太重了些？台下众人一听，顿时看到了希望，一个个都用感激涕零的眼神看着魏安。然而魏安的下一句话却让他们如坠冰窟。一半怎么够？
他将手中的橘子皮随手一扔，至少也得8成吧。另外，所有门派的掌门、长老都得给本都写一份效忠的血书。从今往后，江南武林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我东厂的声音。谁敢不服？他顿了顿，声音冷得像冰。本都不介意，再多添几座孤坟。3日后，当魏安带着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和数十份掌门血书，心满意足地离开苏州府时，整个江南武林都流传起了一个新的传说。传说京城来了一位孔雀提督，他貌比潘安，武功盖世，谈笑间便让亲王受首，令整个江南武林为之俯首。而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位同样深不可测的唐门妖女。2人一明一暗，一正一邪，所过之处无人能挡。而此刻，这对传说中的神雕侠侣正坐在一艘南下的官船之上，面前摆着一张最新的南疆地图。下一站去哪？唐柔为他斟着酒，好奇地问道。魏安看着地图上那个代表着天魔教势力的血红色的标记，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寒芒。去一个能让我们一步登天，也能让我们万劫不复的地方。他指着地图上那座位于南疆与西域交界处的终年被冰雪覆盖的圣山——天山。他一字一顿地说道：天魔教的总坛就在那里。楼船顺江南下，入了长江，再转水路一路向西。半个月后，当江南的烟雨彻底被西北的漫天风沙所取代时，一座巍峨雄壮、终年被冰雪覆盖的圣山终于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尽头。天山到了，还未靠近，一股凛冽的寒风便扑面而来，刮在脸上，如刀割一般。魏安站在船头，黑色的飞鱼服在风中猎猎作响。他遥望着那座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目银光的雪山，眼神平静得如同一潭深不见底的寒水。福顺，属下在。传令下去，楼船在此靠岸，所有人换上御寒的冬衣，准备登山。是。就在这时，一直站在他身旁的唐柔突然拉了拉他的衣袖，那张娇俏的脸上带着几分少有的凝重。喂，我可提醒你。他压低声音道，天魔教的总坛可不是那么好闯的。天山之上不仅有他们最精锐的天魔卫，更有传说中由3位宗师级高手布下的护山大阵3才绝杀阵，一旦闯入，神仙难逃。哦，是吗？魏安闻言非但没有半分惧色，反而笑了。那正好，本都倒要看看是他们的绝杀阵硬，还是本都的拳头更硬。唐柔看着他这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模样，气得直跺脚。这个自大狂，真是气死我了。算了，反正到时候真打起来，本姑娘就躲在后面，让她先去送死，我再坐收渔翁之利。魏安听着他的心声，心中暗笑。这妖女嘴上关心，心里想的却全是怎么卖队友。一行人弃了船，踏上了前往天山山脚的最后一段路。山脚下坐落着一座颇为繁华的小镇，名为雪鹰镇，是西域各路商队和江湖人士进入天山前的最后一个补给点。众人找了一家客栈住下，准备休整一夜，明日再登山。入夜，魏安正在房中就着烛火，研究着天山的地图。门外突然传来了福顺的敲门声。提督大人，楼下有位故人求见。福顺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古怪。故人？魏安皱眉，他在这西域之地哪来的故人？他走下楼，只见客栈的大堂之内，一个身穿白色罗裙、气质清冷如仙子的绝色女子正静静地坐在那里，正是百花谷谷主柳如烟。而在她的对面还坐着一位身穿6扇门玄甲、英姿飒爽的女捕头，不是秦揽月，又是何人？魏安的脑袋嗡的一下瞬间大了3圈。我靠，他们2个怎么也来了？这修罗场怎么从江南一路开到西域来了？魏安，秦揽月第一个发现了他，那双英气逼人的美眸里瞬间燃起了2簇小火苗。他几步走到魏安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耳朵，咬牙切齿地低吼道：好你个魏安，让你在京城等消息，你倒好，一个人偷偷跑到这天山来送死。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总捕头？柳如烟也款款走来，虽然没像秦揽月那么粗鲁，但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眸里也带着几分显而易见的幽怨。魏公子，你答应过我要帮我寻找师兄的，怎么一转眼就把小女子抛在脑后了？就在魏安被这2个女人左右夹击，一个头2个大，不知该如何解释之时，一个娇俏又带着几分玩味的声音从楼梯口响了起来。哎呀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6扇门的秦总捕和百花谷的柳仙子啊！唐柔不知何时已经换上了一身火红的劲装，正抱臂倚在栏杆上，居高临下的看着这堪比唱大戏的场面，脸上挂着唯恐天下不乱的笑容。2位姐姐来的正好，我们盟主大人正缺2个端茶递水的丫鬟呢，我看就你们俩了吧。这话一出，秦揽月和柳如烟的目光瞬间如同2把利剑，齐刷刷地射向了他。
整个客栈的空气仿佛在这一刻都凝固了。魏安夹在中间，只觉得后背发凉，如坐针毡。完了完了，这下是真的要后院起火了。客栈大堂之内，气氛比天山顶上的万年玄冰还要冷上3分。秦揽月、柳如烟、唐柔3个风格迥异却同样美得惊心动魄的女人，成品自行将魏安围在了中央。魏安是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会来，3道目光，6道视线，如同3堂会审，压得魏安是大气都不敢喘。说吧。最先开口的是脾气最火爆的秦揽月，她一脚踩在旁边的长凳上，姿势豪迈，眼神却冷得像刀子。这个妖女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去评判吗？怎么连蜀中唐门的小妖女都给拐回来了？秦总捕此言诧异。不等魏安开口，唐柔已经笑嘻嘻地抢先一步，我与盟主大人乃是志同道合，共举大事，不像某些人只知道在后面摇旗呐喊。你说谁呢？秦揽月柳眉倒竖，谁应说谁咯。唐柔巧笑嫣然，寸步不让。眼看这2人就要当场动手，一旁的柳如烟突然悠悠地叹了口气。她看着魏安，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眸里写满了哀莫大于心死的幽怨。魏公子，你曾答应过我要帮我寻找师兄的。他顿了顿，声音轻得像风。原来你身边的红颜知己已经这么多了吗？是如烟自作多情了。他这话说的是楚楚可怜，闻者伤心，见者落泪。魏安听的是一个头2个大，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被他给看碎了。我靠，这一个个的都是影后啊，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有一个在旁边煽风点火，这让我怎么接？他知道这个时候任何的解释都是苍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都别吵了。魏安猛地一拍桌子，将3人都是吓了一跳。他站起身，目光如刀扫过眼前的3位绝色佳人，声音前所未有的严肃与凝重。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是你们在这里争风吃醋的时候吗？天魔教的妖人就在山顶，景王那逆贼也必然藏身其中，我们随时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你们还有心思在这里内讧？这番话如同当头棒喝，让3女都是微微一愣。魏安趁热打铁，继续说道：秦总捕，你是6扇门总捕，当知大局为重。刘谷主，你身负血海深仇，当知同仇敌忾。还有你，唐姑娘。他将目光转向唐柔，你唐门虽亦正亦邪，但也是我中原武林的一份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恩怨，有什么心思，从现在起，我希望你们能暂时放下所有成见，同心协力，助我荡平天魔，匡扶社稷。他这番话说的是义正言辞，慷慨激昂，连他自己都快被自己感动了。3女听完面面相觑，竟是一时间都说不出反驳的话来。嘿嘿嘿，先用大道理把你们镇住，等打完了仗，回了京城，再一个一个地慢慢收拾。魏安正在心里为自己的机智点赞，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然而他还是太低估了女人的可怕。只见秦揽月、柳如烟、唐柔3人在短暂的沉默过后，竟是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他们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堪称姐妹情深的微笑。魏提督说得对。秦揽月第一个开口，语气出奇的温和，是我等格局小了。是啊，柳如烟也柔柔一笑，国难当头，理应同心协力才是。嘻嘻，唐柔更是直接走上前，亲热地挽住了秦揽月和柳如烟的胳膊。2位姐姐说的是，小妹以后一定以2位姐姐马首是瞻。这突如其来的和谐让魏安看的是一愣一愣的，心中升起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不对劲，这画风不对劲啊，他们该不会是……果然下一秒3女便齐刷刷地转过头，用一种和善的却让魏安毛骨悚然的眼神看着他。不过嘛，秦揽月笑眯眯地开口，既然要同心协力，那有些事就必须得先说清楚了。没错，柳如烟附和道，比如魏公子你的伤势似乎好得有些太快了。是呢，唐柔更是直接上手捏了捏魏安的胳膊，一脸惊讶地说道，哎呀，盟主大人这身子骨可真是硬朗得很呢，哪里像个需要人照顾的伤员啊。魏安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完了完了，他们这是联手了。我这是……你是什么？秦揽月逼近一步，是天生神力。柳如烟跟着逼近一步，还是说唐柔笑得像只小狐狸，你从头到尾都是在骗我们姐妹呢？3道身影，3个方向，将魏安所有的退路尽数封死。魏安看着眼前这3张笑靥如花却又杀气腾腾的绝色容颜，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张了张嘴，半天才挤出了2个字：我错了。
雪鹰镇的客栈大堂，魏安那句情真意切的“我错了”，非但没能平息战火，反而像是往滚油里浇了一勺凉水，瞬间炸开了锅。秦揽月、柳如烟、唐柔三位在江湖上跺脚都能引得一方震动的绝色佳人，此刻竟是互相对视一眼，达成了一种无声的默契。那眼神交汇的瞬间，仿佛有电光闪过，一个针对某位东厂提督的神圣同盟悄然成立。魏安背脊一凉，心中警铃大作。他敏锐地察觉到，眼前的局势已经从三国鼎立的修罗场演变成了三英战吕布，不对，是三女沈一夫的绝境。这可比单打独斗要命多了，必须想个法子，将这看似牢固的同盟给搅散了。然而，不等他开口施展那3寸不烂之舌，脾气最火爆的秦揽月已经率先发难。他一屁股坐在魏安对面的长凳上，姿势豪迈地将那双包裹在悬甲里的大长腿往桌上那么一搁，用那双英气逼人的美眸上下打量着他，眼神冷得像淬了冰的刀子。既然魏提督知错了，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每个字都像是在往外蹦冰碴，那咱们就得好好说道这疗伤的章程了。毕竟您可是咱们大燕的功臣，这身子骨要是有个3长2短，我等姐妹可是万死莫辞啊。他特意加重了姐妹2字，听得魏安眼皮直跳。柳如烟也款款落座，素手为自己斟了杯茶，动作优雅，声音却清冷如水。秦姐姐说的是，魏公子此行关乎国之安危，我等姐妹自当尽心竭力，为公子调理好身子才是。嘻嘻，唐柔更是直接挤到了魏安身边，亲热无比地挽住他的胳膊，在他耳边吐气如兰，盟主大人放心，咱们姐妹3个一定把您伺候的舒舒服服的。这你一言我一语，听起来勾句都是关心，可那字里行间透出的含义，让魏安感觉自己仿佛成了砧板上的鱼，正等着被3位美厨娘研究该怎么调理他。刚想开口挣扎一下，秦揽月便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冷笑一声，魏提督，你最好老实点。经过我们姐妹3人一致商议决定，在你伤势痊愈之前，你的所有行动都必须听从我们的安排。他顿了顿，从怀中掏出了一份新鲜出炉的墨迹未干的魏提督疗伤期间行为规范守则，啪的一声拍在桌上。前往天山的旅途对魏安来说简直是一场地狱级的甜蜜折磨。他乘坐的那辆由天地会提供的顶级豪华马车，外面看起来气派非凡，足以让王公贵族都自愧不如。车厢内更是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燃着凝神的熏香，舒适得不像话。然而这华丽的车厢此刻却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每日清晨天还没亮，秦揽月就会准时把他从温暖的被窝里拎起来，美其名曰推功过血。别动，运功呢？秦揽月义正言辞地按住魏安乱动的手，一双温润的手掌贴在他宽阔的后背上，一股至刚至阳的纯阳内力缓缓渡入。魏安只觉得一股暖流在经脉中游走，确实舒服。可问题是，秦总捕，您这推拿的手法是不是有点太不专业了？怎么老是不小心的在他结实的胸肌和腹肌上捏来揉去？那眼神怎么看都带着几分检验成果的意味。不错，看来恢复得很好，肌肉都结实了不少。秦揽月一本正经地评价道，手上却又不小心地划了一下。魏安欲哭无泪，只能任由这位女总捕借着疗伤的名义，光明正大地占尽了便宜。好不容易熬到饭点，柳如烟又会端着一碗碗看起来清心寡欲，闻起来却异香扑鼻的十全大补汤款款而来。魏公子，该喝药了。他声音温柔似水，亲自用白玉汤匙舀起一勺，送到魏安嘴边。柳谷主，我自己来就行。不行，柳如烟柔柔一笑，那眼神却不容拒绝。医嘱上写了，必须亲自喂服，才能保证药效。来，张嘴。魏安看着那碗黑乎乎的汤药，总感觉里面加了各种虎狼之药，喝完之后浑身燥热，偏偏又被秦揽月盯着不准运功，那滋味简直是痛不欲生。而到了晚上，则是唐柔的时间。这妖女不知从哪弄来一堆乱七八糟的话本，什么霸道王爷俏佳人，冷面剑客爱上我，每晚都要绘声绘色地念给他听。那魔教妖女痴痴地看着他，泪眼婆娑道，我知道你是名门正派，你我2人正邪不两立，可我就是控制不住的爱你啊。唐柔念到情深处，还时不时地对着魏安抛个媚眼，用一种极其暧昧的语气问道，盟主大人，你说要是你会怎么选呀？魏安听的是眼皮直跳，只想一头撞死在车厢壁上。半个月后，当车队终于抵达天山脚下的雪鹰镇时，魏安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脚步虚浮，看起来比刚打完上古古王时还要虚弱。福顺看着自家提督大人这副被掏空的模样，心中又是同情又是敬佩。提督大人辛苦了，能同时应付这3位姑奶奶，普天之下怕也只有您一人了。然而这种看似荒唐的日常，却也让4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至少在面对外敌时，他们已是空前默契。进入雪鹰镇的当晚，他们便察觉到了不对劲。
镇子里的气氛太过压抑，街道上随处可见一些眼神阴鸷、太阳穴高高鼓起的江湖人士，他们看似互不相识，暗地里却用着某种统一的暗号交流。是天魔教的魔影卫。唐柔压低声音在魏安耳边说道：“这些人都是天魔教最外围的探子，看来我们已经被盯上了。那又如何？”秦揽月冷哼一声：“正好，省了我们上山找人的功夫。”入夜，客栈之内杀机暗藏，魏安四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只等鱼儿上钩。子时刚过，数十道黑影便如同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摸进了他们的房间。然而，等待他们的却不是沉睡的羔羊，而是早已准备好的陷阱。动手！随着秦揽月一声低喝，房间内瞬间亮起数十道寒光。那些魔影卫还没反应过来，便被从天而降的大网罩住。紧接着，一股无色无味的奇香弥漫开来，是七香软筋散。为首的黑衣人惊呼一声，却为时已晚。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这些平日里杀人不眨眼的魔教探子便一个个浑身酸软地倒在了地上，连拔刀的力气都没有了。魏安从屏风后缓缓走出，手里还把玩着柳如烟特制的小香炉。各位晚上好啊。他笑嘻嘻地看着地上那群俘虏，本多的房间可还住得习惯。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伏击，有唐柔这个邪派专家提供情报，有柳如烟这个用毒宗师提供装备，再加上秦揽月和魏安这两个顶级战力，对付这些小喽啰简直是杀鸡用牛刀。然而审问的结果却让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去。景王真的在天魔教总坛？秦揽月看着手中的口供，那张英气的俏脸上布满了寒霜。不仅如此，魏安的脸色也同样凝重。天魔教似乎正在筹备一个极其邪恶的仪式，需要大量的祭品，而景王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引路人。看来这天山我们是非闯不可了。